第126章典藏华夏要走向国际。江毅在燕城深夜的街头继续逛着，他决定开始酝酿自己的情绪。他去到了隐秘的角落，去到了停车场，一条又一条昏暗的走廊，一辆又一辆车里，一个又一个男人，或靠在冰冷的墙上，或靠在了主驾驶的位置上，还有的人靠在了自己的车边，神色凝重地抽着烟，似乎很是享受把烟吸进去，再从嘴里和鼻尖缓缓吐出的感觉。兄弟，来支烟吗？一个有着啤酒肚、穿着西装、看起来好像十分体面的男人靠在自己的车边上，手里拿着烟，向江毅伸了伸手。江毅摇头，谢谢，我不抽烟。西装男人也不纠缠，只把烟收起，继续抽着，语气沉重地问道：也不敢回家吗？我暂时不想回去。江毅靠在了他的车边。压力很大吧？男人问道。还行，呵呵。男人不幸地笑了笑，我跟别人也是这么说的。江毅没有回答。男人看了看手上戴着的表，无奈道：12:01过，我就失业了。这座城市真的是在太吞人啊！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上级的认可。每晚回到家，老婆也不理解，就知道冲我摆脸色。男人眼眶红了，我跟他讲道理，想把身上的压力都告诉他，他却跟我说：哪个男人没有压力？有压力就能不管家庭了吗？每天就知道加班加班，要不是我亲自去查过你的考勤，还以为你是哪里有小三了呢。其实我哪里有不管啊，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我每天回家还会做饭、拖地，都会抽空带孩子去玩。在公司里，我也从来都是去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一个。可是上级不理解我，老婆不理解我，明明有公司、有家庭，也在踏实的努力，却是承受着所有的不理解，依然无处可去。男人的眼泪顺着眼角哗啦啦流下。江毅很懂这种感觉，这些忧愁，男人甚至不会想着跟自己的亲人说，因为亲人并不一定会理解，甚至会厌烦。相反，跟他这样一个陌生人说完、哭完也就过去了。江毅并没有跟他安慰他，这个时候，男人其实只是需要倾诉一场，需要哭一下罢了。擦干眼泪之后，还是汉子。我觉得我跟那个叫江毅的主持人有点像。江毅，听公司人说，今晚江毅被喷得很惨，估计是内卷。我虽然没看过典藏华夏，但是我也听说过他的一些影响力，只是一直没有空看。男人吐了口烟圈，江毅何尝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他那么辛苦的弘扬华夏文化，想要唤醒现在很多人身上的正气，但是不理解的人不还是很多吗？看典藏华夏火了，眼红他的不是全部都去喷他了吗？我听同事说，典藏华夏这个节目虽然火，但是在国家台节目中的评分却只有8.5，这样的节目不应该9.7往上。所以啊，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想到这里，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平衡的。江毅感觉这天要聊不下去了。典藏华夏第5期会在这周6、11点播出，有空可以去看。你怎么知道？江毅没有回答，告别了他。怎么突然感觉自己的情绪更加到位了？男人望着他的背影，有些不解，打开手机搜了搜典藏华夏。卧槽！我特么的瞎了钛合金狗眼啊！江毅开着车回到了自己的别墅里，感觉自己是真的有点苦啊。辛辛苦苦的工作，结果总是有一些人喜欢内卷。忽然一阵短信提示音响起：尊敬的客户，您的银行卡到账3亿，余额。算了，工作苦点，内卷点还是可以接受的。江毅不再多想，准备睡觉去了。今天完成了第4期，又搞垮了谢顶光，又获得了红旗，又想出了一个要对话的人物，又获得了秦老爷子的投资。总体来说还是有些收获。第2天，江毅一大早就接到了陈导的消息，让他赶紧去台里一趟。一般来说，陈导电话来得早，说明是好消息。坏消息的话，除非天塌下来那种，否则他一般都会先压着，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告诉自己。估计是电视台的上线全稳了。走进国台大厦，江毅发现周围人看着自己的目光截然不同。江毅也不在意，只继续往电梯走去。电梯里还可以挤下一个人，但是江博雅也在里面。他白了江毅一眼，把下巴抬得老高，心想明面上还是不搞你，免得对我升总台产生不好的影响，于是把脚步往旁边挪了挪。上吧，江博雅一副极不耐烦的语气。等了一会，他定睛一看，发现江毅坐到对面电梯去了。你！江博雅气得直跺脚，高跟鞋在电梯里踩出砰砰的声音，双眼瞪得如同死鱼眼一般。江毅没有理会，去到了陈导的办公室。你小子可以啊，我本来还以为你要不行了，结果又行了。刚还在签字的陈导忽然激动地蹦跶了几下。谢顶光已经被连夜突击审讯，将这些年贪污台里资金和昨晚设计陷害你的事情供认不讳。他现在就等着吃牢饭了。有了谢顶光做前车之鉴，
就算别的人还想做姜博雅的狗腿子，也会好好掂量。江毅坐在陈导对面，说道：“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陈导看着江毅问道：“要不要休息几天？周六晚上11点再播吧。才3天，够吗？”陈导并没有因为江毅这么高产而开心，反而是希望他能够好好休息。毕竟最开始的时候，台里本来就是打算1月1期的，他不想江毅追求高产，让自己太累。够，毕竟情绪不是经常有的。江毅不由想起了昨晚。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不多说了。但是下一期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节目将在直播间和电视台同步播出，以典藏华夏目前的体量造成的影响力，绝对是空前的。节目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会被无数眼红的人扩大。还有，从这一期开始，台里会把典藏华夏推向国际。陈导忽然变得无比严肃，腰板挺得像一杆枪。你有想过，当典藏华夏在国际爆火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你有想过，如果能够在海外获得大量的收视率，吸取到大量的铁粉，到时候外国人可能也会跟我们国家的某些人喜欢过圣诞节一样，爱上过除夕吗？江毅微微坐直，陈导的意思是，未来这3个月，我们会全力推动典藏华夏走向世界。你在设计好未来每一期的同时，更要留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到除夕夜引爆全球。我们一起让华夏文化复兴。第127章第5期主题：山河与家国。好，就这么办。江毅不由有些激动了。就是啊，凭什么只能外国人影响我们华夏人过洋节，而我们华夏却无法影响外国人过我们的节日？干就完了。江毅打算回去之后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对话方针。未来对话的人物可以根据江毅的灵感来进行，但是春节对话的人物一定要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江毅的脑海中又蹦出了几个人，在未来3个月得好好筹划一下。眼下的关键就是让典藏华夏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之前4期对国际的影响主要是在海外学子以及他们的一些外国同学的社交圈中，这对于世界来说影响范围还是很小的。所以第5期要对话的人物就显得格外关键。你对第5期有什么打算？陈导希望能给江毅把关。江毅说道：“第5期的主题我定下来的是山河与家国。”江毅把办公室的门关了上，把第5期的一些初步想法跟陈导说了一遍。10分钟后，陈导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我向总台长申请，这几天就把台里的资金给你发下去，大概也就1-2亿左右。要是你觉得不够的话，可以打电话跟我说。”江毅，记住了，第5期无论如何也要办好，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中埋下一颗华夏文明的种子。好。江毅点头，向陈导告辞之后离开了国台大厦。国台大厦上，姜博雅恶狠狠地看着江毅，眼里像是要冒出火似的，心里也不知道在酝酿些什么。身旁，他看着自己新招的曾经当过兵的男秘书兼保镖，说道：“帮我盯住他，我想要知道这个人的一举一动，我就不信他什么都能做得天衣无缝。”这个保镖在前几天从一些小混子手中救过他，而且没对姜博雅做任何非分之事，加上又很有身手，可以在必要时刻保护自己，所以被姜博雅特招了进来。好的，副总台。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高大男保镖微微一笑，退了出去。江毅回到了自己的别墅，这时也才早上10点多。秋日的太阳挂在高空，江毅靠在天台的摇椅上，戴着金边墨镜，感觉浑身暖洋洋的。微风时不时夹杂着无边泳池上的湿润，轻抚在他的脸上。江毅躺在这，悠闲无比。别人都觉得3天的休息时间太短了，但是只有江毅知道，对他来说，打造这样一个节目，只需要穿越，然后跟古人说1个小时的话就可以了。可能跟大部分爆火的心态不同，江毅并没有多少忐忑的情绪，也不飘飘然。随着对话的先辈越来越多，江毅感觉身上的胆子更重了些。那一段又一段恢宏的史诗，无论是壮烈还是辉煌，都将在典藏华夏得到复现。这是一条漫长的振兴之路，要从骨子里踢掉一些当今本不该有的劣根。他不认为崇拜正能量明星是件坏事，但是如果只知明星却不知史，在他看来是有一些恐怖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先辈为我们扎下的5000年的根，这个根一定要传承下去。若是忘了，像江毅在前世看过的一些小说中的文明断层，是真的有可能实现的。也许这样的苗头已经出现了。随便去大街上问个人最喜欢谁，那个人很可能会答喜欢某某泡菜国欧巴，却极少有人会说我喜欢秦始皇，我喜欢太宗皇帝，我喜欢霸王项羽，或是喜欢明太祖朱元璋，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江毅想做的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华夏5000年文化中的恢宏史诗。他们不应该只知道华夏上下有5000年，更应该知道在这5000年里，我们的华夏文明有多璀璨，有多少先辈为我们承前启后。他们的风华，哪个不是古今世界无双？
想到这里，江毅闭上眼睛，好好睡了一觉。3天后，他要再度掀起一阵暴风。与此同时，江博雅开始调查谢顶光为什么会被查到的原因，到底是谁在幕后帮助江毅？结果他动用所有的力量，也只查出了秦汉明。秦老爷子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查到海外账户，他能做到吗？沈万荣一共给了2份文件，难道全都是秦老爷子给的？江毅身后会不会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力量？不知为何，江博雅觉得江毅有点恐怖了。也许自己从最开始就不应该得罪他，除非有能够一击摧垮他的把柄，否则我必须低调到极点。江博雅嘴角扬起，也许我该换个思路。未来3天，在谢顶光的事情传开之后，江毅和典藏华夏的名声虽然有所恢复，但是依然还是有不少黑子在带着节奏，似乎导致典藏华夏的热度下降了不少，让不少人对江毅和这部作品是否值得继续看下去产生了质疑。江毅在互联网上也迟迟没有发声，在他看来，唯有实力才是主导一切的根本。所以这3天，江毅一直在设计典藏华夏第5期，配上陈世杰之前给自己的资料，开始钻研起了一个时代和各种人物的细节。他为此闭关了3天。与此同时，国家台也开始为江毅和典藏华夏在海外开始造势，在海外的各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典藏华夏的前4期，有一些被糙米国封了不给看，有一些依然能看，这便足够了。3天后，第128章来了，典藏华夏第5期。周日，江毅睡到了中午3点，起床做了几10个俯卧撑，让自己微微流汗，然后擦汗、冲澡、吃早午饭。这次直播的时间比较晚，是因为江毅考虑到了一些上班族，选在周6则考虑到了学生党的感受。这一期对话的人物虽说似乎是被剔除出教科书了，但是江毅认为还是很有必要为大众所知，无关各大民族，只关乎山河与家国。但是这次江毅做了一个创新，他打算以另一种方式展现这个男人的家国风骨。这对他来说或许是职业生涯中的一场大冒险，但在江毅看来值得尝试。想起这是第一次在海内外上线节目，想起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和电视台一起开播，江毅的心态却不像是之前那样会紧张，反而感觉充满挑战。这或许就是成长吧。在经历了前4期的各种事情之后，江毅的心性和能力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这些都是隐形财富。陈导可以在国内造势了。江毅拨通了陈导的电话，陈导马上让人在各大平台上发布典藏华夏要开播的消息，这些消息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晚上10点半，江毅穿上中山装，和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打开了直播间。这会只有直播间才能看到典藏华夏的直播，电视台还在播放着其他节目，需要等到11点才会上线典藏华夏。就在江毅打算巩固一下这几天研究出来的东西时，忽然脑海响起了一阵声音：叮咚，恭喜宿主，典藏华夏第4期结束，人气值评级为 SS。 叮咚，恭喜宿主获得时空之镜升级，时空之镜上出现的画面将产生如同5D 电影版的真实感。叮咚，恭喜宿主获得神级特效技能。叮咚，恭喜宿主，直播间和电视台安全防护升级，全世界任何黑客都无法阻碍宿主直播。叮咚，恭喜宿主获得金钱奖励3亿。江毅听着系统的声音接连出现，就仿佛游戏中听到了金钱噼里啪啦掉下来的声音一样。最重要的是，系统给的东西都是当下十分需要的。要是时空之镜能够出现5D 的真实感，那让先辈们看到我们如今的盛世华夏该有多开心。至于神级特效技能，江毅刚听到这个的时候就很开心，这是系统奖励给他的技能，有这个东西在，就解释得通为什么特效那么牛逼却没有团队的问题了。就说所谓的直播其实都是提前制作好的，这可以弥补掉典藏华夏直播中的一个大漏洞。至于安全防护升级，这功能江毅吹爆，一旦哪个国家上线了典藏华夏，就意味着除非观众们自己不看，否则他们无法从中作梗，这是宣扬华夏文化的一个大助力。至于钱吗？江毅觉得随着自己的兜里的钱越来越多，这玩意给自己带来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强烈了。年纪轻轻就少了项乐趣。就在直播间开启的时候，许许多多的观众们疯狂涌了进来。哈哈，能在直播间看典藏华夏的感觉真是太好了。难道只有我注意到这是国际服吗？来了来了，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我就喜欢江神这不准时的样子。江神爱老虎油。哈哈，江神这次很人性化嘛，挑了周6爱。观众们这3天都感觉被憋坏了，典藏华夏不开播，他们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我等了3天，江神你知道我这3天怎么过吗？楼上别说了，
我每天被爸妈拉着背祖训，可不是嘛？自从看了典藏华夏之后，我每天被我爸拉着写观后感。谢谢江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气节，什么是风骨。屏幕里出现了一大堆感谢的话。当然，黑子们得知典藏华夏开播，也全部都涌了进来。只不过因为这是国家台的直播间，想起曾经有个喷子王事件，他们不敢在这乱说话，只是要来挑毛病，然后发到网络上去，发酵带节奏，哄骗不明真相的群众。江毅坐在一旁，一边回想着等会可能出现的状况，一边等待11点到来。眼看时间就要到了，他站在了摄像头中间。3、2、1，各种黑色的手机屏幕之上，忽然泛起了点点星光。这些星光凝聚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华夏地图。这个地图上包含了华夏的领空、领海、领地，一寸也不少。但是和之前出现过的龙和凤盘旋不同，这次出现的是一支笔和一杆枪。枪在前奋勇杀敌，而笔却在刀的后面乱涂乱画。后来这两样东西才回归了和平，化作道道金光，融入华夏山河，使地图变得更加璀璨。一个让观众们倍感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一瞬间，许多观众们都沸腾了。江神，快公布第5期要对话谁吧！求求了！江一浩立在舞台正中，在他的左右两边，那笔和枪再次出现，似乎象征着某种特殊的意义。各位观众，欢迎来到典藏华夏第5期，我是江毅。江毅的声音朗朗响起。上一期我们明白了何为华夏的气节与风骨，这一期我们的主题是山河与家国。山河指的是华夏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汪海水，每一片天空。古有宋时岳鹏举的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今有祖宗之地，绝不逾人。家国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家与大国。古有岳母给岳飞赐字尽忠报国，今有年迈老妇给出征儿郎赠死字旗。江毅的声音很快便把观众带入到了一个又一个画面中。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尽忠报国，祖宗之地，绝不逾人，赠死字旗。明明是相差了几百年的时代，却是如此的神似，如此的壮烈与波澜壮阔。正当大家沉浸其中之时，江毅的声音再次响起：今日我们将要掀起我华夏文明史中那并不光彩的一页。今日我们将要去对话那两个人，他们的名字叫做第129章风波亭内白衣死囚。岳飞、赵构。江毅话音落下，全场爆炸。卧槽，卧槽啊！不会吧，不会吧！江神居然要一人对话两人，这可是一个创举啊！之前4期可从来没有出现过啊。可是他要怎么一人对话两人呢？骂了骂了，江神永远的神！这是要骂赵构、宋岳爷吗？然啊然啊，兄弟们，我已经期待赵构的脸被啪嗒打的画面了。国内观众们全都炸裂。与此同时，国际上一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吃瓜群众也都来到了这个新的直播间。新直播间被国家台的程序员设置了中英等各种语言转换系统，具体转换成哪种语言可以由观众们自由选择，很好的满足了各国观众的需求。江毅还给国家台出了个主意，等以后典藏华夏吸引到他们欲罢不能的时候，就把这个功能撤掉，让他们只能听汉语看汉字，到那时他们想看就必须学我们的汉语。这个节目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对了，我在脸书上看到过，我的女朋友就是被你们华夏的留学生拐到华夏去的。你们华夏人还我女朋友？什么你的女朋友？那不是我们华夏某个同胞的老婆吗？直播间很快开始了国际对喷，但是很快大家就都被一个场面吸引了。江毅两边那支笔和剑再次碰撞了起来，伴随着这一声碰撞同时发生的就是江毅的脚步从前往后，身边的一切开始了如同时空碎裂一般的变化。他每走一步便说出一句话。有人说岳飞是愚忠，也有人说岳飞是精忠报国，有人说岳飞不利于民族和谐，也有人说岳飞是民族英雄。那么历史上的岳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赵构又到底是怎样一个昏君？今日典藏华夏将带大家一起去揭开这5000年历史长河中关于他们的一页。江毅脚步顿住，轰的一声，金色时空门开启，江毅背向观众，留给了观众一个高大气宇轩昂的背影，踏入门中。画面变化，江毅出现在了风波亭中。夜晚的风波亭，小雨稀稀疏疏的落着，天空之上乌云密布，雨似乎正越下越大。当江毅出现的时候，秦桧就站在旁边，见到一个奇装异服的人出现，还以为是要来劫狱。这怎么了的？自己可是好不容易才将岳飞整入死地。岳飞这人又不贪又不近美色，还没有一点造反的迹象。自己可是特意授意张俊利用岳家军内部矛盾，威逼利诱都统治王贵，
副统治王俊先出面首告张宪谋反，继而才牵连到岳飞的啊！我辛辛苦苦绕了那么大的弯，在皇帝面前说了那么多坏话，这才终于要将岳飞以莫须有之罪定了死刑。怎么能够让一个人突然闯到这里？你们是怎么办事的？给我杀了他！一堆群卫提刀直接冲江毅砍了过来。江毅早就无所畏惧了，才刚穿越，而且又是穿越到极度心虚的秦桧面前，想不被砍着实有难度。不过之前几位砍他也就算了，秦桧凭什么？就在江毅要禁止这一切的时候，忽然一阵暴喝声响起：“住手！秦桧，你怎可滥杀无辜？”秦桧身旁一身白色球衣，手脚带着枷锁，脸上身上全是旧伤和新伤的岳飞猛然开口了。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艰难地迈着脚步，快速挡在了江毅面前。嗨嗨！岳飞突然发力，加上受的伤太多，不由咳嗽了几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那些侍卫见到岳飞出现，也就没有下手了。若非职责所在，他们又何尝会想要杀岳爷呢？先辈！江毅没有想到，岳飞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会挡在自己面前。看着他被严刑拷打的已经直不起来的背，弓在了自己面前。看到那被鞭打裂开的球衣上刻入血肉的四字，江毅下意识的迅速扶住了岳飞。这个男人才39岁啊，在战场上都没受过这么重的伤，却被本国人折磨成了皮包骨，死在了一场从没参加过的斗争中。江毅心念一动，除了他和岳飞，其他人全都被禁止了住。嗨嗨，先辈，请坐下。江毅小心翼翼地扶着岳飞在风波亭坐下。岳飞看到这一幕，皱着眉头问道：“你是谁？怎会有如此能力？”晚辈江毅，来自几百年之后，特来对话先辈。岳飞再次确定了周围的环境，发现这些人是真的不能动了，又看了看江毅那送人的模样，以及从未见过的奇装异服，心底已经有些相信他的话。我有什么好对话的？岳飞苦笑着摇了摇头，靖康耻，犹未雪，二圣仍在蒙尘。哼，看吧，我就说岳飞是愚忠吧，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想着赢回二圣，我就问你们，是你们当皇帝，你们杀不杀？哎，这个确实无解啊。我是真搞不懂，岳飞要收复大宋河山也就算了，干嘛非要把赢回二圣挂在嘴边？就算是真的想赢回二圣，那也别动不动跟将士们说嘛，这搞得将士们都不知道谁才是皇帝了，谁当皇帝不得杀。哼，你们怎么可能懂岳飞的心思？人家那叫尽忠报国好吗？尽忠报国也得建立在有命报的情况下。你们看看，岳飞现在一死，到时谁还能抵挡金兵？靠那些知阳臣和已经老了的韩世忠能行吗？而岳飞才39岁，你们说这算是尽忠报国了吗？直播间很快就吵了起来，那些不懂华夏文化的外国人看得一脸懵逼。这大概就是华夏文化要走向世界的一大难点，人家大概率听不懂啊，只有几百年的文化根本理解不了。这也是江毅要走向国际必须克服的。和今日国际那样的新闻类节目不同，这种纯华夏文化的节目要走出去必须下猛药。不过江毅并不急着回岳飞的问题，而是问道：“先辈，您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为什么还要救我？”岳飞受伤的左眼半睁了开，任由伤痕破裂，也要正视着江毅，似乎是想要给眼前这个后世给予足够的尊重。因为你是咱中原人。第130章，岳飞心声，为何赢回二圣？呜呜，岳爷爷是多么纯粹啊！就因为江神是中原人，他忍着剧痛也要去救。是啊，你们没发现吗？岳爷爷在得知江神是后世的时候，都不顾眼睛上的伤痕，也要正视他了。而且江神还没有跟他正式开始对话，也就是说，只要是后世，岳爷爷都会用这个态度来爱护我们的。妈妈呀，这才刚开场，我就绷不住了。一些观众们已经泛起了热泪，不知为何，自从看了典藏华夏之后，他们的泪点都好像变低了。江毅看向面前这个遍体鳞伤的男人，他的两鬓已经愁白了头。他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打败，而是力挽狂澜，让敌人发出了撼山役、撼岳家军南的无奈呼声，只能遥遥望着南方，却不敢南下，以至于敌人只能通过宋朝内部的斗争，让他死在一场莫须有的战场。江毅觉得岳飞实在是太像现代世界很多拼了命努力，只想让自己的家和工作好一点的人们了。可是这样的人往往最不被身边人，尤其是自己上司理解。他们舍弃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只为了能够在工作上做好一点，能够及时完成上司交代给自己的任务。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理解和体谅上司，可大多上司却从不会这样理解和体谅他们。他们许多人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只有三问：今天能从手底下的人里省多少成本？今天手下的事情完成了没有？没有完成应该怎么扣钱？又有多少人会在乎你没做到的原因？岳飞甚至更惨，他明明可以做到，却因为做得太好，被宋高宗赵构用12道金牌召了回来。
回去之后被夺权、被陷害、被冠以莫须有，这何尝不像是上级要开除人，从不会亲自动嘴，只会变招法降薪，让你自己识趣走人，不顾及你曾经为公司做过多少贡献，只要涉及到可能赔在你身上的利益，就一律变着法的让你离开。而宋高宗是直接让岳飞死了，所以这就是江毅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一期对话两个人的原因。赵构他对定了，某苏都拦不住。晚辈多谢先辈。江毅郑重说道：“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问吧。岳飞点点头，示意江毅坐得离自己远一点。江毅和直播间的观众们本来还有些不解，直到看到一滴又一滴鲜血从岳飞的手臂上滴答滴答的落在了亭子上。岳飞是怕自己的血弄脏了江毅的衣服啊。先辈，晚辈不嫌。江毅想要继续坐在岳飞边上，却见岳飞手猛地伸出，在他坐下前把上面的血迹给擦干了。现在坐吧。江毅抬眸看向了岳飞，这个眼角被严刑打烂了的仙人，正朝自己像是什么事也没的微笑着。自己才刚来不到几分钟，岳飞就如此细致入微的守护着他，守护着后世。但是江毅有些不解，为什么岳飞做这一切的时候好像都很自然，好像早已刻入骨髓一样。江毅顿了顿，问道：“先辈，您为什么前期一定要把迎回二圣挂在嘴边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应该可以活得更好一些的，也不至于在皇帝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岳飞从上到下打量着江毅，但是江毅感觉不到一丝敌意。这大概就是被几个超牛逼的先辈砍多了的好处吧。现在江毅甚至都能察觉到谁对自己有敌意了。不一会后，岳飞苦笑：“是后世也不理解岳某吧？”有人理解，有人不解。江毅谨言道：“心知岳飞肯定会想到这个层面，否则他就不是那个能够力挽狂澜的武圣了。要知道，这才是咱华夏最开始的武圣。”也正因此，江毅在思考这个答案的时候，一直都很难理解。以岳飞的文韬武略，怎么可能没有政治头脑？他是真的没有这方面的头脑吗？这要是一个只会打仗的将军，那确实不太可能有，怎么把自己作死的都不知道？可这是岳飞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问题，直播间的观众们同样好奇。燕城别墅，秦汉明也颇为不解。他虽说最精通秦、汉、明三朝，但历史研究院国宝这个名头可不是吹出来的。他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岳飞会在那个时候做在这后人和当世看来都十分愚蠢的事情？真的是因为没有头脑吗？风波亭中，岳飞看向江毅，铿锵道：“迎回二圣本就是正道，不正的只是人心。”岳某自然知道，迎回二圣对朝廷来说是一个很愚昧的旗号，但岳某中的并不仅仅是二圣和陛下，那是……江毅翘首问道：“是中原百姓，是后世啊！”岳飞忽然十分激动地站起，靖康之役是所有大宋男儿的耻辱，凡我大宋军民，无不日夜想着要报此仇。当时敌人犯我中原，势如破竹，大宋朝国威沦丧，天子蒙尘，有什么比迎回二圣和收复旧土更能激起军民斗志？一是岳某当时本就想迎回二圣，收复旧土；二是那时候陛下才刚刚登基，士兵们对他的保护和拥戴之心并不强烈。前期若是不用这两大缘由去激发将士们的杀敌之心，我大宋军队如何能够以弱胜强，力挽狂澜？岳飞眼眶血红，像是要通过江毅向后世道尽心中不平。我大宋积弱多年，军队战力远远不如精兵，不下猛药，如何能够激发士兵们最大的潜力？又如何能够守土卫国，延续我们中原几千年的文明和血脉？懂？合作不做是两码事。只要能够守护住这些，纵然我岳某被千刀万剐，也甘之如饴。岳某之所以心有不甘，是因为距离把金人赶回去，仅仅只是差了最后一战啊！为何到了后世，依然无人明白岳某？岳飞的呼吸声不断加重，像是有满腔的委屈难以言说。难道今生后世真的只有已经逝去的母亲才能理解自己了吗？江毅内心不由泛起了惊涛骇浪。直播间中无数的观众都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这才是岳飞真正的用意吗？这才是真正的岳飞吗？典藏华夏第5期掀开的这一页，究竟还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先辈之心？第131章：山岳百姓在前，飞在后。我怎么就没看到过这种说法呢？难道一直冤枉岳飞的不仅仅是秦桧？难道连我们后世都曲解了他吗？观众们忽然觉得，眼前这个说话的男人真的像是岳飞活过来，在告诉后世自己的心意一样。都说岳飞不懂政治，可他若是不在前期打出这样的旗号，大宋将士凭什么有那么高的斗志？皇帝都被抓了2个了，当时的军民百姓对朝廷都得有多失望？难道还指望他们对新皇帝产生誓死拥戴的信念？唯有收服旧土，迎回二圣，
洗刷自己身为中原子民的耻辱，才能成为他们最大的动力。可是后世多少年来，有多少人们都不理解他啊！许许多多的观众们在这一刻都沉默了。为什么？这些自己从未在哪里看到过。为什么？他们看到的都是很多人都是在说这个元帅没政治头脑，各种挖苦和抨击，却没人站出来为他解释上一句。他只是像极了现代社会的少部分那些人，知世故而不世故啊！仅仅就因为这些，一个满怀忠义、肝胆报国的英雄，就要忍受各种骂名吗？江毅和岳飞一同起身，恭敬道：“先辈此言，让晚辈豁然开朗，相信后世定会明白您的苦心。后世都是怎么说岳某的？”岳飞看向了庭外，那正在越下越大的雨点，似乎还夹杂着不少雪花。冷风吹来，带着雪花和雨点飘落在江毅和岳飞身上。岳飞和江毅的头发上散落着不少雪花。江毅站在岳飞边上，回道：“先辈，后世有的说您一生为了大国，舍了小家，精忠报国，鞠躬尽瘁，是民族英雄；后世也有的说您没有政治头脑，只知于忠，误己误家，不配为英雄，不利于民族和谐。”说这话的时候，江毅时刻注意着岳飞脸上的微表情。这话要是换了前面对话的几位，怕是早就发飙砍人了。岳飞只是撇撇嘴，笑了笑。于忠吗？岳飞笑得似乎越来越苦。后世那些人为何这么说岳某？岳飞正是江毅。江毅答道：“因为您一生为国征战，到头来皇帝不解，朝中文臣不解，甚至连许多武将都忌惮您的功劳。尤其是宗泽老帅去世之后，您更是孤身一人，承受着所有的不理解。没打赢要受罪，打赢了要受猜忌，这样打仗还有什么意思？”于是便有一些观点认为，先辈这是于忠。若是换了他们，早就造反了。岳飞听了依然没有生气，只是像个长辈一样看着江毅，语重心长道：“可是那些人有没有想过，岳家军若反，大宋江山会是怎样一个局面？中原百姓又会如何？来，后生岳某来告诉你。”岳飞满是握枪老茧的手伸出，锁链发出了碰撞的声音，想要牵起江毅。江毅把手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他。这或许就是信任吧。这是我们后世的岳爷爷啊！刚刚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来意，就因为中原人这个身份，就毫不犹豫地挡在了那一把又一把落下的刀面前，只为了见不得中原百姓受一点伤。岳飞带着江毅走到风波亭外，看着满天雨雪，亲切地教导道：“后生，大宋山河如今就如同这天上的雨和雪一般，充满了内忧外患。外是金兵作乱，内是积暗尘当道，中原百姓为此已经饱受荼毒。这时候，若是岳某为了一己之私选择造反，且不论成功与否，你认为最苦的还是谁？最能得便宜的还是谁？”江毅毫不犹豫地回道：“最苦的是百姓，最得便宜的是敌人。没错，这就是敌人的计策，他们就是想利用我们大宋内部的矛盾，要么逼岳家军反，要么逼岳某死。但我岳飞怎可能反？”岳飞抬头看着满天雪雨，肃然道：“这皇帝也许昏庸，但百姓无过。岳家军只有向外的剑，没有对内的拳头。”岳飞的声音落下，江毅郑重，敬道：“所以先辈并非于忠，只是在这点上，您忠于的是我们中原的百姓，忠于的是我们后世。”岳飞松开江毅的手，向后退了几步，任凭风雨落在身上。看着这个被折磨成皮包骨的岳爷爷，江毅好想为他撑一把伞啊！他的声音正对着江毅响起：“后生，此时若有一把剑朝我这个方向，往你的背后射去，你认为岳某会躲否？”“不会。”江毅果断道。岳飞的嘴角已经没有血色，像是旱田上的裂土。他再次来到江毅面前，微笑道：“所以，你有答案了吗？”“有了。”江毅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对岳飞这位先辈的敬意，只是强行忍住哽咽的心绪，一字一句道：“先辈在前，后世在后，故有剑来，宁己死，不愿后世遭殃。所以，先辈一直为的就是我们中原百姓，为的就是我们中原后世能够国泰民安。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岳某一生无非9字。”岳飞见江毅能够读懂自己的心意，颇为欣慰的说道。江毅疑惑问道：“哪9字？”岳飞毅然道：“山岳百姓在前，飞在后。岳某要飞，那就必须是在山岳百姓安然无恙之后，宁可刀尖马上死，绝不低眉狗求全。”岳飞的声音响彻在风波亭附近，响彻在这片雨雪之夜，带给江毅和观众们的感觉唯有震撼2字。宁可刀尖马上死，绝不低眉狗求全。这就是岳飞。江毅行抱拳礼，满怀敬重，所以先辈为此不惜屡屡被朝中文臣武官刁难，屡屡被皇帝猜忌，也要尽忠报国，
也不愿意参与到那场内斗之中。所以，即便刀架在您的满门头上，你也从没有过兴兵造反之念，只为了中原能够少受一些战乱之苦，而不是我们后世所说的愚忠。若对君主，自然算是愚忠。岳飞抬头望天，声音淡然，却又充满坚定。但若是对家国百姓，何来愚忠一说？第132章，岳飞问：何为民族和谐？妈的，以后谁再说岳飞愚忠，我跟他骂战300回合。这才是岳飞，这才是我们的岳爷，好吧？岳飞保大家，为大国，从今以后，谁还有资格说他是愚忠？许多的观众们终于开始明白，为什么岳飞会做那么多看似愚蠢的事情了。因为后世很多人从最开始在定位他忠义的时候就定错了方向。对皇帝，他确实是愚忠，但人家心里装的更多的，从来都是家国百姓啊。他要是花心思去内斗，那谁去保家卫国？中原百姓怎么办？他要是造反，到时候大宋内忧外患彻底爆发，中原百姓又怎么办？装在这位岳爷爷心里的，其实一直都是4字：尽忠报国。而这个国字，代表就是山岳百姓啊。可是似乎没有人愿意去纠正这点，于是便有了越来越多说岳飞愚忠的声音。一个忠于中原百姓的人，到最后却被中原百姓的某些后世说成了是愚忠，何其冤枉！江毅跟着岳飞回到了亭子里，岳飞时不时发出剧烈的咳嗽声，像是有一股气堵在了胸膛。这是真的憋屈啊！眼看就要得胜，把旧土都给收回来了，却突然被自己的皇帝连下了12道金牌召回来，搁谁不郁闷？忽然，岳飞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着江毅问道：后生，你刚才说有些后世觉得岳某影响了民族和谐，是什么意思？江毅谨言道：先辈，若是晚辈告诉您，晚辈所在的后世56个民族，包括金人后裔，此时都与我们中原后裔凝为一体，成为我们华夏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您会开心吗？什么？真的吗？真的吗？刚坐下的岳飞瞬间激动地站了起来，望着亭子外的天空，一副向往的表情说道：那岂不是我们华夏再无内斗，华夏百姓再无战火了？是的，华夏民族如今团结一心，携手向前，对内和谐，对外齐心，正在共同实现我们的复兴之梦。好啊，好！岳飞的眼角流下泪来，激动不已。他看着江毅，大喜过望。观众们诧异无比。不对吧？不是说岳飞大半生都在致力于抗金吗？怎么听到民族凝一了，反而这么开心呢？就是啊，那么久的仇恨说放下就放下了。江神这里会不会太强行，给岳爷降低对金人的仇恨了？反正我觉得不合理，虽说是个节目，但是也要符合人设呀。一些观众们纷纷发出质疑。燕城别墅，秦汉明坐在沙发上，看到这一幕，白眉却是一挑。他似乎也看不懂岳飞到底在想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岳飞一直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再加上他亲眼看到过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理应对金人痛恨无比。可是为什么他会突然这么开心？江毅这么设计又是有什么用意？虽说岳飞能够放下是好事，但是这似乎并不太符合岳飞的人设。这里不会出现瑕疵吧？秦汉明不由为江毅担心起来。这可是第一次国际直播呀，要是出了问题，江毅没准就会跌落神坛了。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画面之中，风波亭里，江毅对岳飞的反应也是有些惊讶。别人都以为这是他的设计，但他清楚的明白，这可是真正的岳飞。他的心思岂是自己设计得了的？他问道：先辈不仇恨金人？恨。岳飞正色道：那为何？江毅不解。岳飞像是看透了江毅一样，想拍拍江毅的肩膀，待江毅如同晚辈一般说说话。但在见到自己手上新留下来的血时，又想把手下意识地缩回去，生怕弄脏了后世这么好的衣物。江毅郑重说道：先辈若是把晚辈当成后世，还望不要在乎这些小节。晚辈是您的后生啊，这天下哪有后生嫌弃祖宗的道理？岳飞微愣着看向江毅，这就是自己的后世吗？倒是我岳某没把他当成真正的后世了。岳飞笑了笑，用手拍了拍江毅的肩膀，却是在落下的时候，把手指缩起，握着拳头轻轻拍下，不让掌心鲜血流到江毅身上，然后快速收回。后世想必是觉得先祖我抗金大半生，一定会很仇恨金人，恨之入骨吧。岳飞继续道。江毅点头，是。可是后世的史书上可有记载过岳某人要打金人的土地？江毅微微蹙眉，史书上关于您的记载中提到了收复旧土，提到了迎回2省，确实没有看到要一统大金之类的旗号。没错，岳某一生从来只是想要一雪靖康之耻，从来只是想要把失去的土地夺回来，但是并未想过要去侵占金人的土地，否则岳某与金兀术何异？岳飞顿了顿，像是在想些什么似的，而后由衷的开怀一笑。若是华夏民族真能一统，一致对外，无纵然身死，亦可含笑九泉。
华夏人再也不会打华夏人了，华夏民族和睦且欣欣向荣了，岂有不开心的道理？后世若是实在难以理解岳某心意，其实想想始皇帝便可知晓了。岳飞亲切地看着江毅，像是在教导自己的后辈一样。当年始皇帝横扫六国，可曾灭城？六国哪个不是跟大秦有过血海深仇？可是始皇帝却从来没有记恨过当时的六国百姓，而是发布了一系列政策，让各国互有来往，让天下宁一，中原军民一致对外，横扫八方之敌，是何等的胸怀！岳某虽无始皇帝的能力，也无大过始皇的胸怀，但若是华夏民族能够宁一，我华夏该是何等的昌盛！岳某真想亲眼看看那一幕啊，只可惜活不到那个岁月了。岳飞怅然若失，先辈，请随晚辈同看。就在岳飞感到有些失落的时候，江毅的声音果断响起，他决定要带岳飞看一看后世的华夏，一个山河一统，天下宁一，华夏民族齐心协力的华夏盛世。右手朝前猛然一挥，风波亭中刹那之间出现了一面时空之镜。第133章，华夏一家，天下宁一。岳飞见到这神奇的一幕，又是听说江毅要给自己看各大民族宁一的画面，当即双眼放出金光，忍不住将自己的眼睛全部睁开。他已经顾不上眼角上的伤疤，任凭伤疤破裂，鲜血直流。时空之镜，画面之中出现了56个穿着各种不同风格民族衣服的群体，他们站在了同一片天空下，其乐融融，无比和谐。这就是后世的华夏，这就是后世56个民族吗？这些民族之间真的已经实现了和平，没有争斗了吗？岳飞看着这一幕，眼眶瞬间红了。好啊，好，天下的百姓再也不用受到战乱之苦了，华夏各族百姓再也不用互相争斗了。岳飞感觉自己原本垂死见冷的心，忽然间再度热了起来。华夏，天下宁一的华夏，好啊，好！岳飞仰天长啸，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江毅看着面前这位先祖，心知这大概才是岳飞真正的毕生追求吧。他的一生一直都在为了收复旧土，赢回二圣努力，赢回二圣更多的可能只是前期一个口号，但是收复旧土，岳飞却是为此践行了一生。他见过了太多的战乱之苦了，他看到过太多的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依，太多的战友一个又一个死在了自己的面前。他没有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即便自己的很多兄弟死在了金人手中，他依然也只是想要收复旧土，也依然没有说出什么要灭掉大金之类的旗号。因为经历过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所以不想天下再有战乱，所以希望后世能够更加的团结快乐，不爱杀戮，满怀仁义，只希望天下能够和平一些。这就是岳飞，精忠岳飞。江毅心中对这位岳元帅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不仅仅是他，许多的观众们也都被岳飞的心中热忱所感动了。这就是我们的岳爷爷啊！我们都以为他很恨金人，但是他的一生都从来没有想过要报复，想要的也只是把金人打出去。是啊，当他得知各大民族宁一的时候，那种向往的感觉是装不出来的。谁还有资格说他愚忠？谁还能说他影响了民族团结？咱岳爷爷比谁都更希望我们华夏民族能够团结啊！无数的观众们隔着屏幕热泪盈眶，好多人看错了岳飞，好多人还在不理解岳飞。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岳飞，他为了守卫中原，一生鞠躬尽瘁。皇帝要杀他，文官要杀他，武将还搞内卷。可就是在这样身后被各种被刺的情况下，岳飞依然只践行这4字：尽忠报国。其他的他什么都知道，但从来都不去和自己人斗。他知道，一旦连自己都同流合污，一起内卷，或者选择明哲保身的话，那大宋就真的完了。他的一生都在忍辱负重啊！可是他死后却还在遭受着各种不理解，这凭什么啊？好多观众们都开始理解岳飞，心疼岳飞。岳爷爷活着不易，死后却还是不易了几百年，忍受着许多人的不理解。今天典藏华夏，为他平反了。他不愚忠，他忠的是千千万万的大宋子民，是未来已经达到10几亿的华夏儿女。他有政治头脑，但他的头脑只是用在了对抗敌人、守护中原命脉身上。至于说他影响团结，且看岳飞此时那憧憬和向往的表情，就足以说明一切。因为深知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所以更加渴望和平，渴望各大民族的拳头能够紧紧拽在一起。江毅看着岳飞这开心的模样，也由衷的扬起嘴角。这大概就是他能够穿越到古代世界最大的意义吧。若是一个又一个先辈们都能看到如今的华夏，该有多么的开心！若是当初那个少年能看到如今华夏战机如云，各种武器足以让全世界都得听华夏的声音时，该是多么欣慰！时空之镜中，
56个民族穿着各种不同衣服的人们开始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阵阵歌声由各大民族的人们齐齐唱出，大家手牵手，心连心。虽说是现代音乐，但音乐能够给人带来的共鸣却是可以不分时代的。当那悠扬的旋律响起，当那一个又一个笑脸出现在岳飞面前时，岳飞嘴角下意识地咧开，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好，好，一刻也不要再分割了。岳飞的身子剧烈地颤抖着，左右手的拳头握起，每5根手指相连，紧紧地拽着，永远，永远都要如此。呜啊，我哭了。岳爷爷，我们会团结的，我们没有再相互争斗了。岳爷爷，你快跑吧，不要再留在风波亭了，开辟一个新时空，过好您的日子吧。是啊，江婶，你快告诉岳爷爷，他是可以活下来，可以跑的呀。观众的眼泪在这一刻彻底绷不住了，眼泪哗啦啦直流。燕城别墅，秦汉明老爷子激动的都像是在打摆子一样。晶晶，要。秦晶晶吓得马上给老爷子喂了颗速效救心丸。老爷子一边把药吞下，一边不由自主的老泪纵横，握着老拳跟着岳飞一同喊着：永远，永远都要如此。此时，在全国各地观看着典藏华夏的各大民族的同胞们，看着自己身边或是同族或是其他民族的同胞们，都更加由衷的笑了起来。嘿嘿，小木，有空带我们去你家呗，我想吃你们那特产的葡萄。好嘞，我跟你们说啊，我们那的葡萄还是要现摘下来最好吃，到时候我给你们摘一大满筐。好，你家有多少人呀？放假的时候我们多带几只烟城烤鸭去你们那玩。此时此刻，在华夏各地，各大民族的同胞们在看到典藏华夏这一幕的时候，都由衷的笑了起来。他们下意识挺直脊梁，下意识看着每一个同胞，都常怀友善的笑意。烧烤摊中，一群人聚在了露天摊位上，同用一个电视机看着典藏华夏，享受着这种氛围。其中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大肚腩看着老板说道：老板，回头请鹅去你们那吃烤全羊啊。好嘞，哈哈哈，那鹅明天请你吃肉夹馍。第134章，乾隆听了都流泪。先辈，请您放心，华夏民族定会永远和睦相处。江毅站在岳飞边上，扶着岳飞说道。岳飞猛地点头，要如此，一定要如此。对了，你刚才说复兴是何意？后生，你快跟岳某说说，华夏后事到底如何？岳飞神色忽然凝重。江毅明白他的意思，他是不想大宋朝拖了华夏后世的后腿。也正是因此，他的一生不是在力挽狂澜，就是在力挽狂澜的路上。还请先辈放心，华夏后世虽然历经诸多波折，但如今已走在强盛之路，国泰民安，山河无恙。江毅笑着看向岳飞，岳飞听后连连点头，那便好，那便好。岳某想问问你，大宋后来如何了？江毅有条不紊地答道，这些知识基本上都已经印到了他的脑子里。大宋之后的朝代名为元朝，由元人忽必烈建立，版图面积横跨2大陆，是我华夏版图最广的一个时代，最终被一个人从乞丐开始一步步推翻。从乞丐开始推翻了一个王朝。岳飞不由有些震惊了。没错，此人名为朱元璋。此人一生可称为传奇史诗，放过牛，当过和尚，要过饭，直到25岁，他走上了推翻元王朝的道路。此人一路过关斩将，从最开始的一人，到集合了18名骁勇善战之将，再到召集了数以万计的义军，打败了当时最大的2个敌人陈友谅和张士诚，并推翻了元王朝。在他40岁的时候，终于登基称帝，创造了我华夏最具气节的一个时代。这个朝代，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称臣，不纳贡，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总之，一切有悖于国家气节的事情，这个朝代的许多皇帝都是宁死不为。当听到最后2句话的时候，岳飞的表情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似乎更加神往。是啊，但凡赵构有点气节，不要动不动摇摆不定，岳飞没准早就收复河山了。那他现在没准就不是在这风波亭里等死，而是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在乡下种田，过着向往的田园生活。事实上，岳飞之前就被放归了一次，但是赵构垃圾啊，动不动就摇摆，打输了就想要迁都，打赢了却动不动就想着议和。直播间的观众们也都十分惋惜。哎，你们看到岳爷爷那羡慕的眼神了吗？他是真的太难了。赵构和秦桧其实都是一丘之貉，2人都不是什么好鸟。赵构可是一个皇帝啊，谁是揭阳臣，谁是忠臣都分不出来。这要是咱的始皇帝在这个时期，那就直接统一华夏了，好吧？对啊，大宋那时是多富啊，垃圾赵构有最多的财力，却做最垃圾的事情。我估计江神等会对话完岳爷后会骂死他。哈哈哈，期待期待。画面之中，
时空之镜上出现了关于朱元璋的一个又一个画面，这些画面都来自不同的时期，都是朱元璋一生的写照。江毅看着这些，不由想，若是岳飞和朱元璋同在一个时代，会是怎样一副局面？若是岳飞在永乐时期的话，朱棣会不会能打得更远？兄弟们，咱就是要推翻元王朝，给天下百姓一个太平的盛世。咱以后的王朝，那必须是顶天立地的大王朝。谁要是敢折了王朝的脊梁，可别怪咱朱元璋无情。兄弟们，咱马上就要称帝了，咱有言在先，日后谁要是敢借着开国功臣的名义去残害大明百姓的话，咱朱元璋第一个不饶他。妹子啊，咱不能没有你。彪儿，咱的彪儿。这海上的风还挺大。当最后一幅画面出现的时候，全场的华夏观众都沸腾了。不会吧，不会吧！我的天啊，洪武大帝这是……呜，他果然还是想要为我们出头。我想念老祖宗了。呜，老祖宗回来吧，我们后世真的不想让您那么累啊，我们后世会自强不息的。比起第4期大家都希望朱元璋去打的想法，这一期观众们似乎明显更懂得体会先辈的不易了。这或将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华夏儿女定会自强。老祖宗，晚辈不会忘记您给我的信物，终有一天我会带着他去对话永乐大帝。若是永乐大帝真的实现了您的愿望，我一定会去看看您，将这一切亲口告诉您。江毅看着已经白发苍苍，还没有戴上头盔的朱元璋，暗自坚定。他看向岳飞，继续介绍道：大明之后的朝代即为大清，大清有康乾盛世和雍正之治，其中的乾指的是乾隆。后世有一句话叫康熙和雍正治天下，乾隆玩天下。此皇帝酷爱作诗，一生写诗达4万余首。哦，没想到华夏后世竟还有如此具备才情的皇帝。岳飞下意识说道。直播间的观众们听了差点傻掉。这话乾隆听了都流泪。编辑刚和作者君说数据很不稳定，评分又降了，如果不能冲上50万再读，这书后面或许无人问津。看了很多读者大说为啥不能发礼物，其实不养书，最近每章追读就是最大的支持。作者君在狭窄的房间里埋头苦干，外面在下着刺骨凛冽的冬雨，我不怕失败，但更想成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质保量越来越好，望大家每章末尾点一下催更，让我看看还有多少人看。真的很不想让这本书被埋没，很想更上一层楼啊。第135章，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上配乐，公元1997，我走近你。哈哈哈哈！岳爷爷，乾隆做的诗虽然多，但是精品可没有啊。就是啊，我现在就怕岳爷爷突然问句，这个皇帝都写了哪几首诗，有啥经典？代入感很强，我已经开始期待江神的反应了。许多观众们隔着屏幕捧腹发出了鹅笑。呵呵鹅，呵呵。风波亭内，江毅听到这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能庆幸岳飞最好别问，后生可否饰演2句，让岳某一观其文采。岳飞期待地看向江毅，江毅强忍住不笑，他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立即就控制好了自己的情绪，但是乾隆的诗句，江毅寻思他也没背过呀。康乾盛世他了解是华夏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康熙和雍正，这2人在其中起了极大的功劳。乾隆玩天下他也知道，但乾隆的诗还真是只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这要是个寻常武将肯定不会这么稳。但岳飞是写过《满江红》的大元帅，可是实打实的文武双全，对诗好奇也在情理之中。于是江毅说道：晚辈小吟一首，此诗名为《飞雪》，是乾隆赏雪时所作。听到是赏雪时所作，岳飞下意识觉得这是个很有才情的皇帝，侧耳倾听，一片一片又一片，2片3片4 5片6片7片8 9片，飞入花丛都不见。江毅肉眼可见的看到岳飞的神色从最开始的期待和好奇，到之后似乎想张口说些什么，但还是忍了住，硬生生把话吞了回去。罢了，与岳某聊些其他的。岳飞摆了摆手，岳某问你，华夏后世可还有不如意事？华夏后世山河可一统，清之后又是哪个时代？岳飞连发3问。江毅知道这都是他最牵挂的几个问题，他的一生都在为了收复旧山河而努力，要论对山河一统的信念和期待，岳爷爷不比任何一个人少。这也是江毅选择对话岳飞的另一个意义，他希望这个为了山河一统付出一生的人能够知道后世华夏山河一统了，这在江毅看来是重中之重。之前几位人物都没怎么看过这些，那是因为除了项羽，其他几个都践行一生，都做到了最好。可是岳飞却是一个大遗憾，他明明可以做到最好，所以江毅不想让这个遗憾再次重演，他就是要满怀自信地告诉岳爷爷，华夏后世山河必将一统，华夏后世不辱先辈。江毅看着岳飞，毅然道：清之后，我华夏再无封建王朝，而是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名字叫中华。华夏曾经失去过的故土，如今在我们后世之人的努力之下，正在逐步回归华夏。如今我们华夏，再无人敢堂而皇之的觊觎我们的土地，任何妄图犯我华夏一寸者，我华夏之军民必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时空之镜上，伴随着江毅的信念，出现了一幅画面和一首歌。100年前，我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去；100年后，我期待你回到我这里。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直播间的观众们沸腾了。97，这是我们的公元1997，那是我出生的年份，那是我为之骄傲的年份。那一年，那个地方回来了，一面红色的旗帜在一个场馆中冉冉升起。那一年，那一天，举国沸腾，全民振奋。1997年，我深情地呼唤你，让全世界都在为你跳跃，让这昂贵的名字永驻心里。现代世界，一个又一个正在观看典藏华夏的老兵下意识起身，郑重对着时空之镜上的画面敬礼。有些已经再也无法起身的，坐在轮椅上热泪盈眶，伸出了只剩下的一只手，看着画面庄严敬礼。一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一个躺在病床上，眼睛眯得只能睁开一点点，戴着氧气罩的老人正在看着典藏华夏。在他身旁坐着另外一个已经失去了双腿的老刘，他正在用自己的手举着手机，和病床上的老人一起看典藏华夏。看到这一幕，二位老人的眼泪再也绷不住了。老刘一边拿着手机，一边看着已经难以开口的老陈，说道：“你这糟老头，就伤复发了，怎么就不能跟我说了？还特么的骗我，说要跟我一起看什么华夏腾飞世界史，你特么让我等，自己却想要先走是吗？我告诉你，老子我不同意。你的命是老子当年从战场上救下来的，你别想这么早去见连长。”老刘的眼睛流着泪，瞪着，心疼着看向几乎已经奄奄一息的老陈。他的眼泪哗啦啦的流在干瘪的脸上，声音哽咽，几次想要痛哭，但又怕战友更加难过，每次都强行忍了下来。可是这种感觉真的心如刀绞啊！求求你，再坚持几天，坚持几天，一定可以看到的，好不好？我让江毅赶紧把太宗皇帝20年后的世界做出来，我们一起看看那个时代的后世，那个时代的华夏，好不好？或者我们去看年轻的始皇帝，我们让江毅带一份世界地图，再让他在节目里让我们快速看到一个拥有了地图之后几十年的始皇帝，好不好？好不好啊，糟老头！老刘再也拿不住手机，控制不住趴在了白色的被单上，痛哭失声。病床边上，所有的护工和医学专家们全都背过身去，默默地擦着眼泪。一些忍不住的，直接跑到了病房外面，蹲在门旁边，一边生怕老爷子有什么突发状况，一边呜呜大哭。呜呜呜呜！许多医生、护士都在外头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他们所有人都如同失神了一般，久久无言。只有那一滴又一滴泪水从眼角到脸颊，如同瀑布一般，滴答滴答地落在了地板上。病房内，忽然老陈的手指动了动，似乎是碰了碰老刘的手臂，他的嘴唇微微颤着，像是要说些什么。老刘瞬间就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的起身，兴奋不已地看着老陈：“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门外还没等老刘去叫，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风驰电掣一样的冲了进来。可是当他们看到老陈的精气神突然间好转了那么多，但面色却没有丝毫好转的时候，全部人心底都重重的咯噔了一声。第136章，江博雅的下场，不作就不会死。你们怎么了？快给他看啊！你们都在愣着干什么呢？老刘止不住的嘶吼道，泪如雨下。医生们也都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迅速准备动手，却见老陈十分抗拒的摇了摇头，嘴唇颤抖得更加明显，像是有什么话要说。老刘迅速趴到了他的嘴边，竖起耳朵，想要听清楚到底说了些什么。可是老陈实在是没有多少力气了，声音十分微弱。老刘年轻时耳朵听过了太多的枪声，到年老时听力退化的已经十分明显。你们谁的听力好一点？快来听听！护士长赶紧凑到了病床前，仔细的听着老陈嘴里一直重复嘟囔的2个字。当听到这2个字的时候，护士长的眼泪骤然间如同暴雨般落下，他捂着嘴摇了摇头，伤心绝望的痛哭了出来。他说了什么？你快说啊！所有人都很焦急。护士长几乎已经崩溃的大声嘶吼道：“复兴！”说完，护士长瘫靠在了墙上。所有的医生、护士全都感觉自己四肢无力，仿佛遭到了晴天霹雳。老刘紧紧拽着老陈的手，泪水顺着他的手落到了老陈的手上，他强忍住内心的崩溃，坚定地说道：“你放心，华夏一定会复兴，一定会实现我们共同的华夏之梦。你再等等，好不好？”老刘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就感觉到自己的战友眼睛完全闭了上，
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一个陈姓老者破门而入。当他看到那心电图的时候，整个人都呆愣了住。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早点告诉我？要不是我孙子来了燕城，首先查到了老陈的病情，你们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我还是不是你们的老营了？陈姓老者双眸含泪，感觉眼前一黑，当场崩溃晕倒，被医生掐了人中，这才恢复了些意识。他看了看还在播放着的典藏华夏，双眸变得无比狠厉，又看了看带着自己来的孙子陈世杰，厉色道：“我不管那个女人底子到底有多干净，马上撤了她！我不希望典藏华夏这样的节目再受到任何阻碍。”是，爷爷。陈世杰目色显露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狠厉，当即拨通了一个电话。江博雅的别墅，一辆又一辆黑色的车停到了这边。今天又是哪位夫人要倒台了？江博雅一边看着典藏华夏，一边笑着说道。这种场面他似乎见多了，看起来只是各种普通的车进入小区，但其实都是便衣，目的就是不动声色的抓人。今天他并没有去国家台观影室，因为他正远程 CAO 纵着一些事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明明通过各种绝对可靠的关系，请到了各国的顶尖黑客，怎么就是无法攻破国际服的直播？这就很奇怪，好吧？江博雅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那些黑客都是外国人，且在本国势力错综复杂，不可能会被暴露。可是让他意外的是，这些顶尖黑客甚至都已经合起伙来发力了，硬生生攻破不了。眼看计划不行，他也不多做纠缠，在10几分钟前就让所有人把证据什么的都清理得一干二净。可能又是哪个不是死活的人吧？江博雅身旁男保镖笑着说道：“哼，这年头最怕就是不知死活，就像之前那些小混子，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一个万年单身女强人会遇见你。还有就是江毅，他以为自己身后有几个人就可以跟我作对，却根本不明白我能走到如今的地位靠的究竟是什么。”江博雅给自己的男保镖倒了杯红酒。忽然门没有被敲，而是直接被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踹了开。轰！江博雅，跟我们走一趟吧。10几个人冲了上来，亮出了拘捕令。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江博雅感觉自己脑袋瓜子都嗡嗡嗡的，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而且自己明明很清白啊！他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中间人，在到达国外的终端遥控指挥这一切的呀。忽然，他猛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向了这个他认为救了自己可以信任的保镖。这个保镖从身上拿出了一个微型摄像头，在你这般恶心的人身边做卧底，啧，我都觉得是对我卧底生涯的玷污。你到底是谁？男人没有回复，只摆了摆手，让人把江博雅带了出去。一副冰冷的手铐被戴在了这个江小的手上。也许他在最开始参加这份工作的时候，怀的是一份热忱和一份很好的初心，但是一旦初心变质，变得疯狂了，就算没有江毅，也终会有失势的一天。江博雅绝望地被押上了车，临被判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曾经愿意和自己一起喝酒的人，这一刻没有人愿意出来帮他？但是江博雅并没有吃牢饭，因为狱前体检报告上清楚地显示着，这个人在今年身体里一直没有查出来的绝症被查了出来，等待他的是为数不多的倒计时。是明知道自己即将死去而无法救治的痛苦，总台之梦至此支离破碎。当然，这些都是江博雅人生的后话，跟江毅也没什么关系了。江毅不屑踩他，也并不同情，只是当江博雅被押上车的这一刻起，江毅和典藏华夏步入国际的道路就只剩下了对外的征程，再没有对内的勾心斗角。但是沈万荣却有些头疼了，副总台长倒了，上哪再去培养一个？自己不会被延迟退休吧？生产队的驴都得退休啊。第137章典藏华夏铁三角。正在国家台观影室看着典藏华夏的沈万荣，连夜就接到了江博雅被逮捕的电话。放下电话的他有些懵逼，知道过完年退休几乎是不太可能了。台里没有备选总台长的位置，要想在3个月内再培养一个根本不现实，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延迟退休。沈万荣把这件事情跟陈导说了一遍，陈导乐得合不拢嘴，哈哈哈，好啊，好。江毅可真是经历，谢顶光一倒，江博雅也没了。我本来还担心江博雅会动手脚，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放手去做了。话是这么说，可是我本来还有3个月就能退，到时候我们一起推动典藏华夏走向国际，一起让我们华夏文化影响全球。我是说，我本来还有3个，到那时候，总台长你可就是开天辟地第一总台啊，是创造了台里历史的人物啊。好，我跟你们继续干。沈万荣被陈导一番糖衣炮弹说服了，他当即拍了拍靠椅，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努力，我会全力支持你们。沈万荣都被陈导说的激动起来了。
陈导开心的点点头，这就对了，总台长，有我们2个卧龙凤雏在，再加上江毅，典藏华夏铁三角就形成了。希望江毅这一期能够走稳一点，不需要在国际内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一定要让外国人开始想要了解我们华夏的历史。沈万荣正色道。现代世界风云变幻，正在风波亭的江毅没有想到，就在自己直播第5期的同时，又一个恶心人的家伙消失。在这个过程进行的同时，他和岳飞的对话仍然在继续。风波亭外雨渐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鹅毛大雪。岳飞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走出风波亭，任凭大雪击打在自己身上。江毅跟在他的身后。岳飞披头散发，步伐踉跄，充满遗憾地感慨道：“后生，你可知道，岳某曾经最向往的日子，便是能够在家赡养老母，能够和妻儿子女在那田间做一个乡下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大宋山河依然破碎，百姓依然疾苦。岳某从小就受恩师教导，以国家和百姓为重，心里亦一直念着百姓，如何能够心安理得？”江毅回道：“所以先辈明知朝廷摇摆不定，知暗臣当道，也愿意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在被贬谪时再次出山。”岳飞撇嘴，笑容中仿佛充满了苦涩。是啊，百姓何罪？他们不应该饱受战火荼毒，他们本应该安居乐业，岳某怎可因为一己之私利，而让百姓继续受苦？所以只要朝廷还想要打，岳某就必须挂帅，哪怕明知继续，很可能落得一个不得好死的下场。但若能多救一人，多收回1寸土地，岳某心愿足矣。岳飞转身郑重地看向江毅，所以岳某很欣慰，后世华夏民族能够一统，后世华夏民族能够一致对外，后世可以一点一点地收回自己的土地。这样的后世真是让岳某向往啊！若是没有那12道金牌，若是岳某打了那最后一场，现在也可以看到大宋河山恢复如初的局面了吧？岳飞的眼神中满是渴望，满是遗憾。江毅问道：“先辈，后世亦有疑问，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是先辈当时直接假意没有看见，和金人爆发此战，到时候山河可复，家国可兴。可是您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若是您做了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这千古遗憾了。”岳飞立即摇了摇头，若真是那样，那时跟岳某一同打仗的岳家军就会全军覆没。岳家军虽然骁勇善战，所向无敌，但若一旦和金人开打，消息是封不住的。到那时，张俊等人定会从中作梗，就算击退金人，他们必定会以抗旨之名，率军和血战完一场的岳家军死拼。经历了决战的岳家军，就会被各地军队以叛军之名围攻，最后死在自己人手中。江毅默默听着岳飞的话，不由想起了赤焰。到那时，除非岳某能够在战场上将金兀术擒杀，否则一旦岳家军和自家军队死拼之时，以金兀术的文韬武略，定会重整一支旌旗，率领复仇之军卷土重来，再度侵犯大宋。后生，你想想，若战局发生到这般局面，大宋还有哪支军队可以和金人抗衡？岳飞的话让江毅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摇了摇头，若真如此，两军血战之后，无论谁输谁赢，都必定成为疲劳之师。而金兀术的军队却是休整了一场大战的时间。江毅越想越觉得这确实有点无解。就算岳家军在破了金军之后，又破了前来杀他们的宋军，到最后还是得面对金兵，而且是休整过后的金兵。岳飞的声音仍在继续，就算当张俊等人出现时，岳飞一人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以当朝陛下的猜忌之心，亦不会给岳家军的将士们留下情面，还是会以抗旨甚至是谋反之罪株连岳家军及其所有亲属。一旦岳某真的不顾金牌所召，和金人展开决战，这个罪名就可以让朝廷义正言辞地展开屠杀。到那时，一切就并非是莫须有，死的就是数以万计和岳某同生共死的兄弟，和送他们到岳家军中的乡亲父老。岳飞说着，心中似是有无数的委屈和悲愤，眼眶越发血红。他是真的很恨啊！他抬头望着天，怅然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是建立在朝中有明君和良臣的基础上。岳某所在的大宋朝廷并非如此。就算如一些谏言所说，岳某去自立，可那时岳家军又将处于何地？他们的家属怎么办？以朝廷的做法，只会和金人达成更加屈辱的协议，卖地赠宝，和金人联手，和岳家军死拼，再诛其九族。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岳某无惧金人，但若是让岳某的枪去杀大宋的军人，怎能做到啊？军人何辜？百姓何辜？第138章。头疼脑热脾气炸的外国黑客。岳飞的口中哈着冷气，白色的浓雾从嘴里和鼻尖呼出，眼神充满了无奈。观众们看到这一幕，都纷纷心疼起了岳飞。哎，岳爷爷要是会造反的话，那就不是能够名留千古的岳飞了。就是啊，我们总是喜欢拿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古人，但是对大多古人来说，忠孝永远是第一啊。岳爷爷忠国一生，何错之有？
我以前还以为岳爷爷造反会很容易呢，但是差点忘了，赵构这货干啥不行，内斗第1名，好多文臣武将听说要杀金人，肯定都不乐意，但要是听说杀岳爷，啧，一个个肯定比谁都积极。是啊，岳爷爷不怕他们，但是他怕掀起内战啊，怕岳家军的家属们受到牵连啊。说起来我都觉得可笑，金人拿着大宋赔给他们的财宝，然后拿出其中的冰山一角来收买大宋的文武百官。你说说，赵个皇帝当成这样有什么意思？江毅正视着面前的岳飞，心知能当元帅的都不简单。他不是不知道回来的后果，只是他选择了更好的保全大宋的实力。一旦在这个时候爆发内战，金人就彻底捡到大便宜了，收复的河山又会再次被侵占回去，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战果都会功亏一篑。这大概就是这位元帅宁愿回来给自己留下毕生最大的遗憾，也不愿意再往前一步的原因吧。他考虑的太多，想的又太长远。论战略眼光，江毅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和岳飞比，只恨这位元帅生不逢时。请先辈放心，在晚辈所处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如今之局面。江毅郑重地看向岳飞，那时候的华夏文武齐心，国泰民安，军民如鱼水。哦，真的吗？岳飞原本惨淡的双眸忽然如同金光一般，在大雪中微微闪烁着。是的，晚辈所处的华夏没有内战，军人的枪口从来都是针对十恶不赦之徒，从来都是针对一国无视我华夏法纪之人。56个民族是一家，56个民族的军人都齐心协力，或镇守边疆，或镇守一方，巩固我们华夏长治久安。江毅之手一挥，时空之镜上出现了华夏后世的一些画面。深夜里的烧烤摊，深夜里下班的人们，大家都很心安地走在华夏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这是华夏后世的子时，仍然有无数的人们在街道上活跃着，他们吃着宵夜，尽情地享受着黑夜里的生活。哦，那他们不怕盗匪或强盗之类的出现吗？岳飞担心地问道。哎，这就是岳爷爷对百姓刻入骨髓的在意啊。江毅感慨一声，微笑着回道，请先辈放心，华夏除了有军人之外，还有一批守卫者，他们时刻维护着时局的安稳，保障着每一个华夏子民的安全。他们和军人一样，都是华夏后世的守护者。因为有华夏之君，所以我们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敢于挺起胸膛；因为有华夏之景，所以我们无论走在多深的夜里，都有足够的安全感。因为我们的身份叫华夏公民。江毅的声音落下，直播间瞬间炸裂。哇，正在走夜路的我眼泪掉下来。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华夏的治安好，所以我才敢在这深夜里放松自己的心情，什么都不怕。当然，除了鬼。哎，这就是祖国强大带给我们的底气啊！要是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哪个国家的人民敢这样？国外的一些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心底十分羡慕的同时，又有些不解。奇怪，我们的导师说华夏的治安很不好呀，怎么这么晚了，华夏人还敢出门？就是啊，这不会是这个节目刻意打造出来骗我们的吧？在我们学习的知识中，华夏不是个脏乱差的国家吗？据说这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伪造的，但是这个宋是什么鬼？岳飞又是谁？为什么我们在浏览器上找不到？对啊，我们查华夏宋朝的时候，上面显示的是无此朝代，搜大宋岳飞的时候出现的查无此人，这可真是奇怪，华夏人到底有没有历史啊？华夏观众们瞬间不乐意了，哼，神他妈脏乱差，你们有本事来我们华夏看看就知道了。当然了，那些洋垃圾我们不欢迎，明明本身就不是个好人，到了华夏还说是被我们带坏的，老子最看不惯这种垃圾。对的，大家也都别崇洋媚外了，看看人家的国家，不是在愚弄自己的百姓，就是在封锁他们了解我们华夏历史的渠道。说到底，不就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文明很不自信吗？对的，还有国外的一些教科书，那能叫教科书吗？分明是在愚民好吧？华夏观众的话让一些外国观众皱起了眉头，他们不是傻子，知道这些话很有可能是真的，否则的话，自己国家的浏览器上为什么查不到有关华夏历史的信息？自己的国家真的没有华夏文明那般充满底蕴吗？自己要不要试着想办法去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的国度？一颗想要真实了解华夏的心，在这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这时候，国际浮涌进来的外国人不多，但是人的嘴是封不住的。一传十，十传百，只要有人知道，华夏文明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最大的困难就是典藏华夏不会被外国各大平台推荐，要想掀起重大的影响，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就比如现在许多国家都找了顶尖的黑客，想要把这个服务器黑掉，但让许多高层头大的是，无论这些黑客们怎么努力，到最后都只会怀疑人生。因为当他们攻破了一重又一重代码的时候，到最后都只会蹦出一句话：欢迎下载典藏华夏 App。fuck。这一层关卡让无数的黑客们掉头大敲脑袋，
硬生生毫无办法。其实，就算他们真的攻破了也不要紧，因为之后还有999道防护墙。也就糙米国比较刚一点，敢直接封了这个名为典藏华夏国际服的直播间。但江毅早就想到了这层，国家台除了在海外搞了典藏华夏国际服直播间之外，还同步上线了典藏东方之类的代名直播间。你要封的是典藏华夏国际服，关我典藏东方、典藏华龙什么事情？第139章，一人出淤泥，终成异类。华夏公民，就是华夏百姓的意思。见岳飞有些不解，江毅当即解释道：“华夏后世的百姓真的可以如此安居乐业吗？”岳飞期许地问道。江毅点点头：“是的，先辈，晚辈来就是想告诉您，如今之华夏，在对外方面从来都是团结一致，再无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因为任何一个人胆敢在对外问题上做手脚，都会成为全华夏之公敌。我们华夏儿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只有众志成城，不惧马革裹尸，不惧敌国是强是弱，唯有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对于极个别不明是非的卖国贼，我们的态度仍然是除恶务尽，所以不会出现如这个时代一般文官武将皆内斗的风气。好啊，好！岳飞激动不已地看着江毅，岳某喜欢这样的后世，岳某恨不能够和你们生在同一个时代，恨不能与你们一同观那盛世风华。岳飞语重心长，期许不已。你们可一定要珍惜这样的岁月啊！那是我岳某穷极一生也未能争取来的东西。岳飞双眸透露着迷惘、惆怅和对后世的赞许，他的眼神实在是太复杂了。正如他这复杂的一生，想做什么，从来都是在束手束脚。大雪纷飞，飘洒岳飞身上，洗不尽这位岳爷爷一生的遗憾。请先辈放心，华夏后世人人都很珍惜这样的生活，我们会为之开心。亦会如您和千千万万的先辈一般，守护好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汪河流。现在没有谁能从我们的手中把他们夺走。如此甚好，甚好！岳飞疯狂点头，但是随即他的眼神又暗淡了些许。岳某并无什么大的功劳，能够和你们后世所说的先辈相提并论吗？无不如始皇帝可以横扫陆河，并吞八荒，亦不如汉武唐宗可以开疆扩土，打得各国拜服。我岳某不过是一个一心空有抱负，却难以实现的失败者。先辈何必如此妄自菲薄？江毅果断说道：“是我们后世数以亿计晚辈的英雄，您精忠报国的精神，直到如今依然被我们后世铭记赞颂。您壮怀激烈写下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成为了我们后世无数少年激励自己的警言。晚辈认为，后世有一句话最适合形容您。何话？”岳飞翘首问道。出淤泥而不染。后半句是濯清廉而不妖，但岳飞这个时期的大宋朝廷何来清廉？这才是岳飞最大的苦啊！所以的苦都只能自己吃，朝中纵然有几个人为他发声，那也是明哲保身。试想，若是岳飞在贞观时期，李世民要是想这么对他，魏征早就开喷了，还管会不会被砍头？这铁头王可是敢跟李世民吵架的。哈哈！岳飞苦笑，如果可以，岳某何尝不想不出淤泥呢？可是百姓苦，山河苦，家苦，国苦啊！岳某唯有挺直腰杆，希望能够让大家少苦一些，希望后世之人在提起我们大宋的时候，能够说一声大宋其实没有那么不堪。可惜最终一人出淤泥，终成异类。江毅听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岳飞。岳飞实在是太像现代社会千千万万人的缩影了。你同流合污吧，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你不同流合污吧，独善其身，不论私情，马上就会被千夫所指，甚至被陷害，丢了工作，丢了一切。听到岳飞最后一句话，无数的观众们都沉默了。一人出淤泥，终成异类，岳爷爷真的过得太难了。是啊，让我想起自己读书的时候了。考试时我没给人家看答案，下课后直接被人戳着脊梁骨骂，说我学习好就了不起是吧？哎，楼上你这还算好的了，我之前上班就因为我忘了帮同事带了样东西，人家就说我私底下生活混乱，真的是怎么恶心人怎么来。这也就是法治社会啊！在岳爷爷那个时期，每天都不知道会有多少这样的人死于非命。如果说岳爷爷是我们缩影的话，那么江神等会骂赵构的话，会不会就是要替我们这类人借古讽今啊？这个弹幕一出来，观众们瞬间炸裂。卧槽，楼上说的绝了，我怎么没有想到？江神这是考虑到我们工薪阶层的不易，想要用这一期节目来帮我们反映一些社会问题啊！直播间屏幕前，许多的观众们都不由自主的期待江神等会骂赵构了。他们原先一直以为江毅只会关注和发扬一些宏观上的大爱和正能量，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江毅有一天竟然会愿意为了他们来特意制造出这样一期典藏华夏，来为他们发声。
或许这就是江神最初打造典藏华夏的意义吧。想要这个社会多一点光，这个光不仅仅覆盖了宏观上的家国，还包含了一个又一个正在底层挣扎的人们。观众们纷纷如此想着。这一刻，他们觉得典藏华夏的利益并不是一昧的高大上，而是实实在在的想要点燃和扩散人们心底的那束光。观众们不由对屏幕中的那个青年肃然起敬。感谢江毅先辈，其实很多事情出淤泥而不染，并非过错。我们华夏民族正是因为有一个又一个如您一般的人物，才可以欣欣向荣，越来越好的。此言当真？岳飞发现眼前这个后世总是可以语出惊人，说出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东西。他既期待又有些怀疑的看向江毅：你为何如此说？第140章，一个又一个出淤泥的华夏儿女。先辈，请看。江毅的手横空一挥，漫天雪夜之中，时空之镜撕裂出一道金光围绕的空间画面，上面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类似快闪的画面。你真的要回去吗？现在华夏一无所有，你回去的话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你所学的东西，只有在现在这个国家才能更大的发挥出来，你才能更加富裕你生活，丰富你的学识。画面中，异国他乡，几个青年相互交流道：我必须回去，现在祖国正是用人之际，但凡有一个良知的华夏人，这时候都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被拦着的那个青年看着拦他的华夏人说道：这不是能不能有所贡献的问题，这是我们作为华夏儿女的态度。今天因为我的回去，明天可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华夏人回到我们的祖国，这更不是什么钱不钱、学识不学识的问题。我问你们，若是有一天那一个又一个毁绝性武器投到了我们华夏人的头上，到时候有再多的学识又有什么用？到那时，你们是会因为自己留在这没能为国家做贡献而后悔，还是会庆幸自己藏在了国外，躲过一劫？青年甩开了另一个青年，看着那些劝他的留学生们说道：我不能陪你们赌我们的祖国能够在这么贫苦的时期坚持到更好，我就是要现在回到我的祖国，哪怕我的留学之旅到此为止，哪怕有一天炮弹落在华夏，砸在我的头上，终结我的一生，我也义无反顾。青年人愤然登上了一艘前往东方的轮船，他的伙伴们看向他，久久无言。这是华夏后世在最艰难、百废待兴，甚至连百姓们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从异国他乡回到华夏的学子，因为他的起航，让一个又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踏上了回国的轮船。江毅在岳飞的耳边解释道：为了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受到各种非人的排挤和非议，甚至还有的国家要囚禁他们。在之后对华夏有很多贡献的归来学子中，都或多或少的遭到过异国人的囚禁和一些同窗们的不理解，但他们依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江毅心念一动，时空之镜再次变化，这一次出现在了现代世界。你为什么非要干消防员，非要冲进那个火场？被救群众的命是命，你的命也是命啊！我情愿你不做英雄，也想要你好好的。画面中出现了一对夫妇吵架的样子。随着上次时空之镜的升级，江毅发现自己已经可以让系统对其中出现的人脸做出一些适当的变化，这就很好的规避了一些泄露个人隐私的风险，以及被人发现破绽的风险。之前是没有人刻意去查，一是因为国家台的体量和能力摆在这里，很多出现的东西虽然匪夷所思，但外界都不至于很怀疑。以国家台的体量，在机场搞个摄像头，出现一些历史上珍稀的视频和材料，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再加上这可是国家台给外界100万个胆子，谁敢去查？二就是大家都下意识认定这是一个节目，加上现代的科技已经十分发达，人们都认为不可能有穿越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对一些难以想象的画面都自动脑补，为了特效。现在江毅也确实掌握了制作这种特效的能力，这一点他现在连台里都能给忽悠了。至于国家台内部，陈导肯定不会去查这些，沈万荣巴不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以为江毅是打着国家台的名头找来的关系。对于一个国家台新秀来说，只要不出格，利用这个名头去做一些有利于弘扬社会主旋律且出于公事的事情，沈万荣一般也懒得过多插手。再加上江毅在第一期获得了天花板邮局的认可，第二期又成了秦老爷子格外关注的人物，第三期开始就连华夏历史研究所都跟江毅扯上关系了。沈万荣更是觉得这小子哪怕干出了意料之外的事情，那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正打算调查和开始掀开修罗场的那两，也就是台里唯一怀疑江毅的那个女人和光头台长，这时候也都一个凉凉，一个吃牢饭了。以江毅现在所发挥的实力和造成的影响力，可以说其他人根本就不敢吃饱饭没事干再跟他内卷。江毅已经开始带着典藏华夏在迈入国际了，头号搞事情又唯一具备这个阻碍条件的女人又下台了，谁还敢与他作对？那就是再砸自己的饭碗，断自己的前程。这个时候的典藏华夏
可以说于内于外被查的压力都已经小得不能再小。不过江毅还不知道姜伯雅已经凉凉，所以在做节目的时候还是力所能及的控制了一手，让这个节目的漏洞越来越少。可是总是要有人去做消防的，现在大家都在用电器，而且还有人不懂规范使用。我们不去救人和普及这些的话，一个城市每天得死多少人啊？可是我真的接受不了，你每次出去我都在担惊受怕，难道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画面一转，来到了典藏华夏第一期播出后的时空。什么？回到华夏？呵呵，傻孩子啊，我送你出去留学是为了什么？不是让你学成回国的，而是为了让你好拿绿卡的，你懂不懂？你现在学成回到这里有什么用？碰到个好点的公司，一个月最多也就给你1-2万起步。你在糙米国，老爸在那里有关系，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极好的工作。你一毕业在那就是中上层的待遇，你明不明白？你还是要回国？为什么啊？你要是敢回来的话，就当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一个西装革履的父亲暴怒地把手机摔在了地上，这儿子白培养了。我辛苦送你出去，是为了让你回来的吗？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画面的落下，江毅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几乎每个心怀自己想法的人都会受到或是来自亲人、朋友、身边人的非议和不解。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忍受着这些非议，愿意为了心中想法坚持的人，才推动了华夏文明一步又一步的向前。当中原需要一个一统中原的帝皇时，秦始皇出现了，随之而来的非议便是六国贵族人人皆说他残暴不仁。当中原需要一个人推翻顶尖王朝大元的时候，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出现了，随之而来的非议便是一个又一个人说他六亲不认，刚愎雄猜。第141章，岳飞倾吐心声，山河百姓之苦。当华夏山河破碎，百姓们连饭都吃不起，还时刻被别国用各种强大的武器威胁时，一个又一个学成的学子从别国归来，他们抛弃了别国所谓的襁褓，抛弃了所谓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到华夏。随之而来的非议就是一堆外国人以为他们傻，甚至连一些同样作为留学同窗的同胞们都认为不值当。江毅的一句又一句话响彻在风波亭和国内外所有观众的耳畔。岳飞听到这些话，既心疼又含泪的点头。那些归来的学子真是华夏的好郎。是的，所以先辈无需妄自菲薄，正如那一个又一个面对着非议毅然决然坚守本心的人一般，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后世什么是精忠报国，什么又是家国与山河。也许您所处的时代并不明白您的苦心，但天日昭昭，您的精神千古永流传。江毅十分尊敬地看着岳飞，岳飞嘴角咧开，嘴唇上还有伤痕破裂留下的鲜血，那是被严刑打烂的。数年征战，他的身上早已有数不清的旧伤，如今新伤却是比旧伤还要令人痛上无数倍。上阵杀敌，人可以忘记疼痛，但明明是在尽忠报国，却要被自己的同胞们鞭打陷害，何其委屈！后生岳某的冤屈可曾得雪？20年后，宋孝宗赵慎即位，为您平反了这场冤案。江毅看向岳飞，告诉岳飞这些的时候，他并不为岳飞感到开心。死后还蒙受冤屈20年，纵然天下百姓心中都有一本明账，可是却极少有人敢于发声。一个多么昏暗的世道！若非20年后又有敌兵重振旗鼓而来，宋孝宗接受了史浩的建议，选择为岳飞平反，以安抚当时的武将之心，让他们积极备战的话，岳飞的冤屈怕是无人能雪了。江毅并没有把这些告诉岳飞，大宋朝廷实在是太过势利了，用完就扔，需要了就再捡起来。要不是岳飞心里实在装着家国天下，要不是岳飞有一个好的母亲和师傅自幼教导，谁还会愿意为这样的朝廷卖命？岳某知晓了。岳飞看起来没有任何表情的点了点头，心底也不知道是失落还是开心。他抬头看着雪花在自己的面前飘然落下，嘴角轻轻地扬着，砰砰砰砰砰。忽然夜空之中泛起了无数的烟火。卧槽，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这么多人放烟花啊？就是啊，江神这节目整得也太奇怪了吧，岳爷爷都要被毒死了，还给放烟花。许多观众都感觉自己接受不了，要想营造凄凉的氛围，也不用在岳爷爷的伤口上撒盐吧。但是很快又有弹幕说道，各位不懂的可以去查查，岳爷爷是在除夕夜前一天被杀害的。赵构那狗东西连年都不让咱岳爷爷过。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大宋时期的子时了，所以有一些百姓已经放起了烟花。而且岳爷爷被处死的事情，朝廷是秘而不宣的，所以百姓们并不知道，也许他们放着烟花，只是想要让岳爷爷看到祥和呢。岳飞抬头看着外面的烟花，高高升起，绽放，然后烟消云散。他笑着笑着，眼泪不知何时就已经落了下来。他喃喃道：大宋的百姓终于可以过一个快乐的除夕了。岳某穷极一生，就是为了看到这样的烟火呀，
看到百姓和孩子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伴随着这烟火笑着，岳飞眼中的泪花和雪花一同飘落，他由衷地笑了。乐天下之乐而乐，乐百姓之乐而乐。忽然，江毅出现在了他的身前，他恭敬肃穆，一手握拳，一手抱拳，朝岳爷爷躬身，由衷道：“岳爷爷，晚辈祝您除夕好，这些年来辛苦您了。”听到这，岳飞眼眶哗的一下通红了。他喜欢岳爷爷这个称呼，他喜欢后世晚辈叫自己岳爷爷。他踉跄的快步走到江毅面前，险些被地面划了一跤。江毅快速扶住了他。还咳。岳飞用手捂住了嘴，剧烈的咳嗽了几声，生怕口中汹涌而出的鲜血落在了这位后世晚辈的身上。他捂完嘴之后，下意识想把手收回去，却被江毅不动声色地握了住。岳飞抬起头来，看着这个正心疼地注视着自己的晚辈，这些年受的酸楚、委屈，像是全部都迸发出了一样。他十分激动地看着江毅，嘴唇猛颤着，万千悲愤，终于可以化作言语，向后世倾吐：“后生啊，岳爷爷苦。爷爷一生都在为国征战，一生都在为了收拾旧山河而努力。可是朝廷不理解我，文官要谋害我，武将也恨不得杀我。爷爷一边得提防金人，一边还得防着自己人，受了伤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爷爷就是军心。可是这些朝廷都不会理解，他们一看到岳家军打了胜仗，就只知道笑，笑完之后就只会想着岳家军会不会功高盖主，是不是又该议和了，却根本不会去想岳家军到底为此牺牲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残疾，有多少人吃不饱饭，他们又都是谁的父亲、丈夫、儿子？爷爷这一生都愧对岳家军，愧对大宋的黎民百姓。可是岳爷爷没得选啊！岳飞仰天长叹，一口寒气冒出。江毅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岳飞的话，迟迟无言。千因万果，终归一句：赵构无能，只会窝里横。对了，后生除夕好啊！岳飞笑着看向江毅，江毅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岳爷爷的眼神从最开始的悲愤、无奈，到最后化作了释然，就如同车库中那个找自己说话的男人一样，就如同千千万万个心里有苦，却从来不知道该跟谁说，忽然找到了一个知心之人，全部倾吐而出的人一样。岳飞步履维艰地走到江毅面前，再无顾忌地抓起了江毅的手，他的手上全是枪痕和被自己人打出来的伤，身后烟花划破夜空，于万千飞雪中绽放，绚烂无比。岳飞一袭白衣，江毅一袭黑衣，两人抬头共同看向了这一片既宁静又喧闹的夜空。岳飞忽然说道：“你也真是的，怎么不穿越到爷爷还没入狱的时候？否则爷爷一份年礼还是能给的呀。”第142章恭送岳爷。江毅下胡耸赵构。江毅看着此时如同长辈一般的岳飞，充满敬意道：“岳爷爷早已给后世包了一个大年礼，您的精神后世会永远铭记。”哈哈，爷爷已经知道后世的心意了，你且去吧。去。江毅剑眉微挑，去哪？爷爷喜欢那56个民族齐心协力的后世，爷爷希望后世还能有如你一般的青年，可是爷爷又怕再如此叙说下去，后世所有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岳飞不知道关于时空的事情，这个年代也没有时空的概念。眼前出现的一切虽然匪夷所思，但是岳飞猜测，历史就如同战局一样，一旦出了偏差，必定会出现连环反应。江毅本想把时空悖论的事情告诉岳爷爷，可是这位岳爷爷却是摆了摆手：“今日由你来和我一起迎接这除夕，爷爷心愿已足。爷爷知道了后世的华夏，有你，有56个民族团结一心，有无数的华夏儿女可以挺起胸膛，生活在一个没有战火的时代。爷爷您死已知足了，你且去吧。爷爷想要后世还有你们，还有那个欣欣向荣、团结一心的你们。”岳飞话罢，不再言语，只背向江毅，向风波亭走去。不要啊，岳爷爷，不要喝！江婶，你快告诉岳爷爷，不要喝那杯毒酒啊，让他杀了秦桧，跑路吧。楼上岳爷爷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想要看到我们这样的后世啊。岳爷要想跑的话，当初就不会回朝廷了。直播间外，许多的观众流下泪来，他们清楚地看到，风波亭中一杯凉透的毒酒正立在那里。风波亭外的雪越下越大，岳飞的伤口仍然在不断的流血。他一边走一边豪气干云道：“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将那杯毒酒拿在了手中，看着江毅，怅然道：“后生啊，烦恼你帮忙敬告后世。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话罢，不等江毅回答，岳飞一杯酒送入了自己喉中。他为了让自己所在的历史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持下去，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将杯中毒酒尽吞入腹。晚辈
恭送岳爷。江毅朝着岳飞行以抱拳礼。岳爷走好，后事山河无恙，请您放心。岳爷走好，您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岳爷走好，我们后事一定会如你所愿，过好当下，守好祖宗疆土。直播间的观众纷纷泪别，这个为了守护国家疆土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若是他可以生在和平年代，若是他碰上一个优秀的君主就好了。江毅含泪拜别岳飞，一道金光出现在他身后，他的步伐一步步向后退去，快速离开了这个时空。他要尊重岳爷爷最后的遗愿，让这个时空的历史按照岳爷爷的所思、所想、所盼最大可能的照常下去，让这后世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大概就是我们能对先辈做出的最好的缅怀和告慰。随着江毅进入时空门，周围的时空仿佛碎裂成了一滴又一滴眼泪，眼泪中似乎蕴含着一幅又一幅画面，画面上像是正在不断的上演着那千千万万个令人无奈和叹息的世界。上面出现的或是各种至亲、近亲之间的争吵，或是朋友之间的不和，或是老板对员工的各种压榨和不理解，或是一个又一个身处在平凡的世界遭受到了不该有的委屈而潸然泪下的普通人。人生就是如此，穷尽半生坚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遭到各种非议。这画面中快速闪过的每一个瞬间，都让90%以上的观众们联想到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所吃过的苦、所受过的委屈。那个时候，他们是多希望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有一个人可以推心置腹，告诉自己我理解你。许多人看着这些眼泪中的一幕又一幕，不由落下了热泪。一些外国人原本因为不了解华夏文化，不了解岳飞，代入感还不强，并没有多大情绪。可是当他们看到这些眼泪的时候，眼角也不知不觉地湿润了。苦，众生皆苦。江毅这次出现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的赵构殿上，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瞬息之间的穿越，发现身体上并没有什么不适，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只在上一个时空待了半个小时。他看向正在大殿中那个怀里正搂着一个女子的皇帝，他正在豪吃海喝，一点也没有伤心的模样。因为朝廷打了胜仗啊，至于岳飞，赵构才不会管他死不死呢，反正都要议和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朕该利用完的都利用完了，现在只需要做太平和安乐皇帝就可以了，甚至朕还不让你过除夕。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臣子过不过除夕有什么区别吗？赵构无所谓的吃着女子喂来的水果，忽然他看到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陌生人出现在了自己面前。你是谁？陛下，金人打进来了，他们撕毁了协议，直捣都城来了。什么？赵构吓得立即后退几步，甚至是想要躲到身前的桌子底下。他已经开始蹲下了，却猛然想到自己为什么要听眼前这个陌生人的。他抬起头，看到江毅正在不屑地撇着嘴。没等赵构发话，殿上的士兵已经向江毅发起了进攻，一把又一把剑朝他劈了下来。江毅心念一动，殿上只剩下他与赵构还可以动弹。对这位皇帝，江毅可是一点礼貌都不想讲，也懒得跟他打招呼。你到底是谁？赵构这回更怕江毅了，眼前这个人怎么看起来比金人还要可怕？第143章，避免不利条件下和大金作战。我来自几百年之后，名叫江毅。江毅看着赵构冷声道：刚才岳爷爷对后世有多大的爱，现在江毅就对赵构就有多大的恼火。岳爷爷身处在那般绝境之下，和江毅看烟花的时候，明明已经做好了喝下毒酒的准备，却依然还是在惦记着，想要给自己这个后世一份他亲自备的年礼。想到这里，江毅对赵构的火已经腾腾冒起。怎么可能？后世的人怎么可能出现在这？这世间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跨越100年？虽然嘴上不信，但赵构的步伐已经下意识后退了几步，还差点左脚被右脚绊倒。江毅剑眉横着，目无表情，心中鄙夷至极。这就是所谓的宋高宗啊，南宋的开国皇帝，欺软怕硬，毫无骨气。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信。江毅一步一步迈向赵构面前，赵构这家伙还想跑，江毅直接把他也给禁止了。等到自己慢悠悠来到赵构边上的时候，他才让赵构恢复行动能力。然而他刚可以动，忽然就是啪的一声，一个巴掌印出现在了赵构的脸上。你怎敢？我可是皇帝啊，就算你真的是后世，你也不能这么对待我。赵构被这一巴掌当场打懵，在自己的朝代竟然有人敢打他，他可是万人之上的皇帝啊，他要让谁死谁就得死，他要让岳飞不能过除夕，那岳飞就过不了除夕，他可是主宰生杀大权的。你是封建社会的皇帝，管得了我吗？你对后世有什么贡献，说出来半个我都让你打回来。坦白说，江毅就算是面对崇祯，也不会比面对赵构这家伙
火更大。崇祯说到底还是有心为大明做点事情的。赵构做了啥？赵构恬不知耻，义正言辞地说道：朕在位期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金人作战，朕保全了大宋的经济和实力，朕让宋朝延续了下去，这难道不是贡献吗？卧槽，我真的是佩服赵构啊，这他都说得出口。我早就怀疑他是金人的卧底了，这是妥妥的完颜构啊！还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金人作战。哦，我呸！怪不得什么蠢事都能做得出来，真特闷不要脸啊！华夏观众们都被赵构的话恶心的想砍人了。江神，求求你帮我再打他一巴掌！卧槽，不得不说这个演员眼尖真的是入木三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已经气得在删屏幕里的他了。江毅鄙夷地看着赵构，反问道：你那叫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金人作战？你个完颜构，每次大宋快要打赢了，你就议和？你是生怕大金被大宋灭了吧？怎么可能？朕才是大宋的皇帝，你根本就不懂朕作为皇帝的心思。赵构愤然道：什么完颜构？你不要侮辱了朕！你还需要侮辱吗？江毅瞪着赵构：靖康2年，南宋才刚刚建立，你就放弃了中原，迁都逃亡。靖康3年，你又狼狈渡江，又开始逃亡。你是中原所有皇帝的耻辱。逃亡之后，就继续开始向金朝祈求议和。江毅抓着赵构的衣襟，他想想就恼火呀。赵构在靖康3年的时候，是被苗阜和刘正业2人逼得退位过的，结果复辟之后，又开始向金朝乞降。他不断向金朝哀诉，自己逃到南方后，所行亦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请求金朝统治者见哀而赦己，不要再向南进军。而与此同时，他对于抗金战争竟然不做任何有力的部署，那简直就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金人，我很怂，我怕你，你快来打我吧。那个时候朝敌人认怂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是把脖子伸出去，任由敌人砍，伸的还不单单是自己的脖子，是国家、百姓、山河的脖子。这样的废物皇帝，在那个冷兵器时代，谁会怕？金朝本来还觉得大宋是只狼，还有些忌惮，但看到赵构这狗东西的所作所为，立即就断定大宋是只绵羊，变得更加猖獗。这样的皇帝不叫完颜构叫什么？说他是卖国贼都不为过。要不是皇帝，这样的狗贼根本活不过3秒。绍兴2年，你又迁都。绍兴10年，各路宋军在打金兵时都屡战屡胜，你却又开始担心武将尾大不掉，在获得极大优势的时候让他们退兵。绍兴11年，你又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大将的兵权，还以莫须有的名义杀死岳飞，以表示和金兵议和的决心。我就不懂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你就那么怕自己的国家打赢敌人是吧？江毅在大宋皇宫中细数赵构的一个又一个卖国行径，这要是换了前3个对话的皇帝，哪个在这个时代不得一统天下？大宋是多富啊，无尽的钱粮可以生长出无尽的粮食，也可以培养出无尽的精兵，偏偏拿去资敌。更可恨的时候，大宋的一些武将即便如此都能够打出翻盘的局面，结果眼看就要翻盘了，赵构非要议和。赵构听到江毅的话，一脸不服，呵呵，怎么打？靖康之耻时，金人劫掠走了我们那么多金银财宝，大宋哪里还来那么多的东西来维持大军反击？一旦大军进攻失败，你有想过大宋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吗？赵构恶狠狠地瞪着江毅，江毅看他不爽，直接又是一巴掌，啪！赵构的脸又红了几个度，资敌就不怕被敌人打了？江毅压根不惯这人好吧？这要是对后世有贡献的皇帝，他会给予足够的尊敬，但这家伙啧，没打死都算是仁慈。今天他就是要为岳爷爷出一口气，打就打了。华夏后世岂能没有憎恶分明的血性？赵构还想要反抗，但每当他想反抗的时候，他就会被江毅禁止，下一秒他的脸上就会又多出几个红印。你是不是觉得脸很痛啊？江毅瞥着赵构，神色冷峻，没打在自己身上，是不是就不知道痛了？今天我就让你看看，那个为大宋痛了数十年的男人，他有多痛。第144章，岳爷之痛，冥顽不化的赵构。江毅当着赵构的面，只手一挥，时空之镜上出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穿着一身白衣丧服，正跪在一个灵位面前，把头磕在了地上。娘亲，彭举自幼受您教导，山岳在前，非在后。如今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仍有故土还未收回，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请原谅彭举，无法再为您守孝了。画面中，正值壮年的岳飞抬起头，眼眶中满是热泪。自古忠孝难两全，彭举会时刻铭记娘亲教诲，收复大宋河山，为国尽忠。走出灵堂，一杆岳家枪已经立在了庭院中。岳飞披麻戴孝，拿起岳家枪，依然踏上了再度北伐的征程。这是岳飞的忠孝两难全之痛，你一个没心没肺的皇帝，理解不了吧？你一不忠自己国家的山河子民，二不孝自己的父母，
就你这样的人能当皇帝，那全靠祖上烧了高香。江毅瞪着赵构，此时赵构已经鼻青脸肿，不敢反抗，也反抗不了。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能来到这里，有一天我没准就去见赵匡胤，我一定要让他亲自看看你这不孝子孙的模样。一听到要让赵匡胤知道，赵构顿时发虚，猛然摇头，不要。朕不过是犯了所有皇帝都会犯的错误，没有谁会容许个功高盖主的武将存在的。岳飞还没死呢，就已经在民间有了各种声词，他太具备造反的能力和威望了，所以不得不杀。你是怕他对付完金人，转过头来就对付你吧？他要真的想对付你，还会乖乖的回来？你还能活到现在？你屡屡怀疑他的忠心，但每次针对他，甚至连要杀他，都是在利用他对大宋朝的忠。江毅今天就是要拿赵构泄愤。你对待功臣是何其的歹毒，但凡稍微有一个良知的皇帝，对待这样的忠心之臣，就算是想杀，也会让人家过个年吧？你敢在除夕前非要杀他，是何意思？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皇帝，让大宋有了一个抹不去的黑点。你给我继续看。江毅揪着赵构的脖子，让他的头对准了时空之镜。这一次出现的是岳飞率领着岳家军破金军铁浮屠和拐子马的画面。铁浮屠是金人纵横沙场所用的重甲精骑，在大金进犯大宋的过程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压倒性的优势。拐子马是金人的另一支王牌军队，为轻装型或中型骑兵，分为重枪拐子马和弓箭拐子马，前者负责冲锋陷阵，后者为轻装上阵，侧翼突袭。这两支骑兵是金国大将完颜兀术的杀手锏，是大金训练出来的超级骑兵。这个时候，岳家军还没有想出对抗铁浮屠的方法，正在和金人军队血战。岳飞亲自率领着军队和这支超强铁骑站在了一起。铁浮屠重甲的强势进攻，以及拐子马从两翼的袭扰，让岳家军陷入了苦战。这个时候，名扬后世的被围军还没有出现，岳家军只能用血去换这场胜利，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岳飞手持岳家枪，亲自和铁浮屠展开交锋。铁浮屠最恶心的地方就是全身包括连马都覆盖了战甲，可以说是刀枪不入。岳飞一枪劈下，铁浮屠的士兵非但没有丝毫损伤，反而齐齐朝他围攻了过来。铁浮屠重兵压上，拐子马两侧包抄，这要不是岳家军，早已被诛灭。岳飞在和这些铁浮屠拼命周旋着，身上甚至已经受了几处刀伤，那一抹又一抹鲜血清晰可见。所幸岳飞除了勇力之外，更有足够的智慧，他一边周旋，一边寻找着铁浮屠的弱点，终于将弱点确定了在了铁浮屠的马腿上。一枪横扫过去，铁浮屠战马顷刻间倒地，岳飞一枪径直刺向了那个铁浮屠骑兵，将这人杀死。此时岳飞身上的伤也越来越重，但从他的神色中却是看不出一丝的痛苦和犹疑。他开始在战场肆意地利用这场战法，带领岳家军将一个又一个铁浮屠士兵灭于马下。这是一场极为惨烈的血战，双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也正是这一战，让岳飞找到了对抗铁浮屠的方法。被围军这支华夏史上5大精锐部队的雏形，在这一场血战之后应时而生。岳帅，您受伤了。一个将军慌忙来到岳飞面前。岳飞只是笑笑，一点小伤而已，无碍。画面一转，出现在军营，岳飞让自己的亲信王贵给自己简单的处理起了伤口。大哥，这还是得请军医啊。不，铁浮屠虽然退去，但还可能会卷土重来。虽然我们已经找到了对抗他们的办法，但是还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攻坚部队，这时候万不可让将士们乱了方寸。可是您的伤，一人之伤总比万军之伤要好，军心绝不可动摇。比起岳飞，你这几巴掌能算痛吗？江毅看着赵构，这个光看面相就十分阴险的小人，气就不打一处而起。你这狗皇帝只知道高居庙堂，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痛。对赵构，江毅完全没有想要以后世晚辈的姿态和他交流，不是什么长辈都配算是长辈的，更何况他跟赵构还八竿子打不着。赵构看着这一幕，大概也没想到战争竟然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他亲眼看到一个又一个岳家军在铁浮屠的冲击下失去性命，他亲眼看到岳飞身上挨了不下3刀，但在战场上依然奋勇杀敌，依然在亲力亲为地寻找破解铁浮屠的办法。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他亲眼看到岳飞一次又一次险些被刀砍中，被枪刺中，他的眼神渐渐地飘忽不定。但是下一秒，他却像是想通什么似的，嘴角扬起，依然只是冷笑。哼，他作为大宋的将领，为家国百姓效力，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将士本来就是给朝廷用来打仗的，朕想让他们打，那他们就必须打；朕不想打，那就议和；朕烦他们了，那就杀，谁又能管得了？朕才是这大宋的天。第145章，赵构搞事情，废鸟国也要搞事情。江毅还是第一次有种想杀人的冲动。
他把赵构的脖子捏得越来越紧，要不是考虑到这是直播，作为国家台主持人，直播杀人影响不好，他现在估计得穿越回现代，把霸王剑带过来，或者直接用大殿上侍卫的剑，然后给这狗东西来几剑了。拿霸王剑杀这样的昏君，江毅都觉得是对剑的侮辱。岳飞这些武将，他们哪个不是为了功成名就才决定出战对抗金人？只有朕才是一心一意为了天下百姓的太平着想。赵构又开始喋喋不休，朕要是不和金人议和，宋金之战就会永无休止，能够用一些金银财宝就换来和平，何乐不为？朕让他们打仗，目的不是为了要让他们把金人逼急，那样对我们大宋没有一点好处。朕怕输，是因为输了，大宋就没有向大金低头的筹码，只有赢了，我们才能够有资格向大金低头，金人才不会把朕赶尽杀绝。朕是天子，保住天子，就是在保住大宋的家国百姓。赵构似乎觉得江毅不会再揍他了，态度和语言也变得越发猖獗，把自己想说的都说了出来。你说朕对后世没有什么贡献，那朕倒要问问你，朕在大宋危难之际登基称帝，建立南宋，是不是又让大宋皇朝延续了下去？没有了延续这个皇朝的朕，还有所谓的后世吗？这难道不是贡献？赵构的话瞬间气炸了一大堆人。妈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我肺都快要气炸了。这赵构也就是生得好啊，要不是他的先祖打下江山，就这样的德行，早死千百回了。江神，拔剑吧，霸王不是送了你一把剑吗？直接砍了他得了。就是啊，让他意识到错误之后，直接给他一剑。许多华夏观众的心态都炸裂了，他们知道赵构很垃圾，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恶心。一些外国观众此时此刻也都咬牙切齿。我觉得那个在战场上的男人很勇敢，可是为什么他们那个朝代的首领要那么对他？那个男人让我看到了华夏男人的气节，可是这个叫赵构的又让我看到了华夏男儿的懦弱和阴险面。华夏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度？华夏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我的话，直接拿枪杀人了。此时此刻，废鸟国原本打算已经封杀掉典藏华夏直播的一些废鸟国家台高层，正在头疼欲裂。华夏人真是太恶心了！我们封掉了典藏华夏，就会冒出典藏东方、典藏华龙；我们封掉了上面两个，又会冒出来典藏中龙、典藏吃鸟、典藏炖鸟、典藏烹鸟。啊，这是哪个华夏人想出来的主意啊？简直是卑鄙无耻！一群废鸟台请来的顶尖黑客和废鸟台的台长们都心态炸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华夏人竟然会这么阴险，狡诈，狡诈至极！这些废鸟台台长们气得火冒三丈，在知道华夏国家台要把典藏华夏在废鸟上线的时候，他们是拒绝的。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社会上竟然冒出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直播，这搞得他们有点不爽。他们本来还以为华夏台是在跟他们商量呢，结果没想到竟然是通知。华夏台的行动简直就是在明明白白的通知他们，我们就是告诉你们一声，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们就是要上线。在得知民间冒出这些直播的时候，废鸟台第一个想法就是学他们的老大，想要把这个节目给封掉。于是便有了刚才所说的那一幕。见封不掉，他们就开始试着黑掉华夏台的直播间，结果屡屡受挫，甚至一些黑客们都心服口服，还真的去下载了典藏华夏 App。废鸟之所以这么疯狂的针对典藏华夏，是因为华夏台在通知他们之后，他们就第一时间看了典藏华夏的前几期。他们看到华夏的太宗皇帝李世民御驾亲征，打自己跟虐菜一样。对于李世民，这些废鸟人也不知道为什么骨子里就有些害怕，总感觉这皇帝真的跟从贞观走出来的一样，杀气凛然，让他们不寒而栗，仿佛处在了这位皇帝的食物链底端。所以他们不敢让这样的节目在废鸟国推行，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然后便又有了刚才他们又看到大明的洪武大帝朱元璋也御驾亲征鸟国的一幕，他们心态全部都炸了。入侵，这是华夏人对我们的文化入侵。这个节目要是在我们国家火了的话，将对我们的文化造成不可估量的冲击。我们必须要在华夏多建文化界的同时，抑制住这个直播在本国泛滥。废鸟台迅速开始联络更上级的高层们，希望能够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封掉这个节目。与此同时，鸟国越来越多的商人踏上了前往华夏的投资之路，希望多建一些文化街。若是以前的华夏，没准还真的会让这些商人得逞。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料到，自从典藏华夏火爆之后，如今的华夏人民对这东西究竟抵制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场没有武器的战争，是华夏文明和废鸟文明之间的一场正式对决。大宋皇宫中，系统自动将直播间的画面转移到了一旁的水果上。直播间的观众们看不到江毅和赵构的画面，只听到了赵构的一声又一声哀嚎，江毅的一句又一句国粹。哇，这画面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看？江神，求求你了，给我们也看一下嘛。就是啊，江神，反正是演戏，我知道你们是假打，
别趁着间隙让演员去化妆啊！求求江神在线编废柴！观众们心中已经自动脑补了各种拳法和腿法，可谓招招皆能让人生不如死，恨不得此时大展身手的是自己。当江毅和赵构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赵构鼻青脸肿，就算他爹来了都认不出来。江毅手里则刚放下了一张缺了3条腿的凳子。第146章怒对赵构，江毅步入国际的第一步。哼，后世就算说朕没有气节又如何？朕有没有气节，自己心里会不知道吗？赵高嘴角含血，不知为何，在自己人面前，他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这大概就是做多了皇帝，受惯了秦桧那些大臣疯狂吹捧的后遗症吧。朕若是没有气节，又怎会临危受命来做这大宋的皇帝？你以为朕很想做这个皇帝吗？要不是为了大宋的天下，朕早就继续做王爷逍遥快活了。赵构笑着抹了抹嘴角，阴恻恻地看着江毅。将士的生命到你的嘴里就跟草芥一样，将士们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到你嘴里就只是为了功劳。江毅很瞪赵构，我就问你，将士们那么拼命，你给了他们什么功劳？是莫须有，还是无尽的猜忌？江毅心念一动，升级后的时空之境范围迅速扩大，笼罩在了赵构周身。无数的精兵战马开始奔腾，此时的赵构就仿佛在一个武帝场景中，仿佛亲自身处在了战场上一样。原本被打得毫无力气的他，突然间连滚带爬的往后退。不要杀朕，不要杀朕，朕是要和你们议和的呀！别过来，别过来，朕求求你们了，不要杀朕，朕可以给你们自己想要的一切，朕愿意给你们大宋的所有金银珠宝。对了，你们不是要杀岳飞吗？朕已经下令杀岳飞了，岳飞现在已经死了呀！赵构一边十分害怕的往后爬，一边回头，嘴角咧开，像极了一个处在崩溃中的精神分裂者，龇牙咧嘴，近乎癫狂的扯着喉咙。朕连除夕都没有让他过，朕已经按照你们大金的要求去做了，求求你们放过朕吧！赵构拼命的往后退着，眼看着战马奔腾而过，却没有对自己造成任何损伤。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江毅面前已经彻底失态了。这就是你所谓的气节？你身为皇帝，气节远不如大宋的一些百姓和士兵，就你还临危受命？像你这种人，无非就是有做皇帝的野心，却没有一点能做皇帝的能力。江毅反问赵构：你为何不让岳飞渡河？明明距离赶出金人就差最后一战，朕不可能让岳家军得胜还朝，否则等岳飞回来，这天下到底谁才是皇帝？赵构咳嗽了几声，道：后世既然知道朕没有做皇帝的能力，但朕已经做上了，那就必须巩固好自己的皇位。岳飞功高盖主，百姓只知道岳飞，却不知道在岳飞上面还有朕这个皇帝，哪个皇帝会不杀他？那你为何非要挑在除夕夜前？江毅已经懒得跟赵构争辩了，只想把自己的话问完，看看这个昏君到底是怎么想的。之前对话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正面教材，这一次江毅要让赵构成为后世的反教材。赵构嘴角挑起，不挑在除夕夜前，怎显得朕至高无上？他岳飞不是在民间威望高，不是战功赫赫吗？还不是朕一句话他就得死？岳飞回来得死，不回来，朕也早已派了大将时刻监视岳家军的举动。他要是真的过河作战，等他和金人打完之后，自然会有一批大军去追究岳飞的抗旨之罪。赵构撇撇嘴，总之对岳飞来说，无论怎么走都必死。等杀了他之后，朕再派使者提着他的头颅去大金，向金人请罪，向他们求和，那样金人短时间内就不会再进攻我大宋。赵构说着，像是卸掉了什么很大的压力似的，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只有那样，朕才能做几年安生皇帝啊！迁都迁了那么多次，谁又能理解朕的累？哇！江神，你打死他吧！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这特么的还能让他活？岳爷爷那么精忠报国，到最后赵构连把他的头送出去的想法都有了，心疼岳爷爷啊！哎，我是怎么都没有想到赵构竟然会是这个样子。哎呀，大家不要太激动了，这只是一个节目，看节目我也想杀人好吧？无数的观众们肺都要气炸了，恨不得现在就去厨房拿菜刀。一些外国观众也都皱紧了眉头，这就是华夏的皇帝。而与此同时，国家台观影室已经下定决定成为铁三角议员的沈万荣皱起了眉头。陈导，这风向是不是不太对？这可是国际直播，那些外国人也可以看到赵构的，让他们看到这么垃圾的皇帝，岂不是会对我们华夏文明产生不屑？沈万荣觉得有必要提出这一点。陈导却是无所谓的耸了耸肩，沈总台，你放心，江毅在定好人物之前就已经跟我说好这期的打算了。什么打算？沈万荣好奇地转过头。陈导回道，江毅说了，这是典藏步入国际的第一期，要是给外国人看到我们华夏牛逼的皇帝，只会让那些外国的高层更加抵制我们典藏华夏，这样一来，典藏华夏反而走不出去。相反，若是让他们看到有些皇帝竟然是这么弱小垃圾的话，
那些外国的高层还巴不得我们多播几期典藏华夏呢。江毅就是要利用这一期，让国外放松对典藏华夏的抵制，并且在国外建立一定的口碑，哪怕这个口碑并不算好，都可以建立起一定的受众基础。沈万荣越听越认真了，他预感到这个计划具备一定的可行性。陈导继续道：“等这期结束后，我们再等几天，让国际社会的舆论发酵，甚至我们再刻意散发一下，让典藏华夏在海外的知名度提高，让那些外国高层们放松警惕，鄙夷我们。然后在接下来的每一期中，都慢慢打出我们的5000年文化的优秀底蕴，对话那一又一个在文明史上无比璀璨的人物，以此循序渐进。等到一些外国高层发现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典藏华夏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受众。到时候，就算他们千方百计的禁止播放，也会有人千方百计的创造或寻找渠道，甚至都不用我们亲自出手。此为先抑后扬，再控制。”陈导越说越觉得江毅简直神了。沈万荣听得激动不已，当场拍凳子站了起来。江毅这小子真是黑，绝了呀！第147章威胁与反威胁。那么多大宋将士每天在前线食不果腹，还得上阵杀敌，他们都不嫌累，你一个动不动就迁都跑路的皇帝，竟然在这嫌累。江毅发现赵构简直无可救药。赵构无所谓的说道：“任凭你如何说，反正朕必杀岳飞，你一个后世能奈我何？要知道，现在除了朕，再没有人可以做这个皇位。一旦大宋失去了朕，金人必定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南侵。如若真是这样，你就是害死大宋无数百姓的千古罪人。”赵构撇嘴一笑，开始想要威胁江毅：“朕虽然选择了议和，但最起码可以保住中原的几年太平。你若是杀朕，大宋江山必定会生灵涂炭，到时候岳飞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赵构似乎看准了江毅是来为岳飞出气的，自以为抓住了江毅的软肋。江毅撇嘴一笑：“你难道就没有想过，我能来到你这个时代，就能去到你还只是个康王的时候？少一个已经出使完的康王，对那时候的大宋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赵构听到这里，眼眸子瞬间转了转，露出了一丝惊恐的神情。他现在才意识到，这个后世真的比金人还要可怕。这个后世是有能力，在他还没成为皇帝的时候就杀了自己的。这个后世虽然看起来年轻，但是心智强大，远远超乎了自己的想象。跟这样的人强硬，对自己绝对没有任何好处。赵构看着江毅，再没有刚才的嚣张气焰，而是强行镇定的说道：“那你想怎么样？那得看你是什么态度。”江毅瞥着赵构：“你在当康王的时候，还可以看出些才华和能力。在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府时，你敢不避府越，前去何意？即便面对金人的大帅，也无所畏惧。那个时候的你，是多少宋人心中的英雄，人们都认为你天性聪明，铁骨铮铮。可是，在上位之后，你却只知道一昧的逃跑，打赢怕被报复，就去议和，打输就迁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你的脊梁已经弯得不成人样了。”江毅不由想起，刚才自己只是喊了一声金人打进来了，赵构就下意识想要藏到桌子底下去的画面。这家伙当了皇帝之后，就慢慢开始怕死了。那个时候父皇他们都在，朕心中亦有国家，但自从靖康之耻后，朕心中就已经有了一个阴影，朕也是无辜受害。朕最开始也不想当这个皇帝。赵构愤然道：“只是那个时候朕不当都不行，国家有难，朕身为赵家子孙，哪有退缩的道理？而且在朕看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唯有议和才是最正确的，仗是打不完的。大宋有足够的钱可以给大金。”赵构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你也知道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可现在这哪里敌强我弱？江毅看着赵构说道：“岳家军力挽狂澜，大宋出了岳飞这样的文武双全、尽忠报国之将，可谓是天佑大宋，却硬生生被你这个败家皇帝给害了。大宋时期缺少良将和报国之君吗？缺失一颗战心，一个坚定的战心。因为他们的皇帝脑子里只有打赢议和，而没有收拾旧山河的信念。那是秦桧，是秦桧屡次在朕的耳边进献谗言。”赵构赶紧解释道：“朕也曾想让岳飞打过河去，可是很多人都劝朕绝对不能让岳飞过去。岳飞一旦过去了，大宋就不知道谁才是主子了。朕觉得他们分析的很有道理，听下怎么了？朕也想坚定一点。”赵构红了眼眶，可是人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心就是会变的。朕一开始也不怕死，也敢孤身入敌营，为我大宋出一份力。朕一开始也想要赢回2省，也想要让自己的亲人可以回来。朕一开始也想要收拾旧山河，也想要做一个英明的皇帝。可是时势在变啊，满朝文武大多受了金人的财宝贿赂，朕的朝廷早已被腐蚀。赵构想要起身，但是骨头一软，又倒在了地上。朕不跟金人议和，有什么办法？朕要是不跟金人议和，那些受过金人贿赂的官员，早晚会像之前苗阜和刘正彦一样，再度掀起宫变。大宋江山还需要人来治理，外患那么严重，
朕根本就没办法整肃朝纲，只能通过议和来为朝廷博取一线生机。江毅冷不伶仃地看着赵构，赵构这话看似说的很有道理，其实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推卸责任，处处充满了诡辩论。江毅清楚地看到赵构的眼神时不时瞥着自己，格外留意着他的反应，似乎是想要看看眼前这个后事有没有被自己的诡辩带入。如果他能认为朕是无辜的，那就说明他太愚蠢了。赵构心底如此想着，却是从江毅的表情上看不出任何反应。和始皇帝、唐太宗等这些大佬交流过之后，江毅要看出赵构的心思实在是太容易了，但赵构要想看出江毅的心思却十分困难。他看着赵构，不屑道：“不要用这些非重点来转移话题，心变了就是变了。你怕了大金，享受惯了被那些治安臣们阿谀奉承的皇帝日子，不愿再去面对任何风险，宁愿求和苟安，也不愿为了家国百姓冒险。也许你当康王和刚当皇帝的时候，确实是有一颗图强的初心，但已经变质了。你说人一坐上这个位置，心就会变，但那也只是如你这般的部分人而已。”江毅不想用始皇帝、明太祖之类的去跟赵构对比，这个昏君根本不配和他们相提并论。类似赵构这样的人，其实在现代世界也一直都存在。譬如职场，一个人在刚进入公司的时候，肯定都是想要做出点成绩和事情的。然而，随着地位、心境的变化，很多东西都未必能够一直坚守。他们当普通员工的时候，会知道自己有多苦，会希望老板或领导能够对自己更好一点，少点压榨，想着自己以后要是坐上更高的位置，一定要改善这些。可是，一旦他们自己当上了领导，原本那个讨厌压榨的自己，或许就会开始去压榨别人，或许就会喜欢上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感觉，从而容不下任何沙子，而忘记了自己的曾经，忘记了来路。这便是迷失。如赵构，如姜伯雅，如千千万万个看似骄傲和风光，实则已经迷路的人。第148章典藏华夏，再掀现实风暴。现代世界，许多听到江毅话的人都陷入了沉思。爸爸，你年轻时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一个7、8岁正在和自己爸爸一起看典藏华夏的小女孩，靠在自己爸爸怀里，张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小脚丫踢了踢自己爸爸的大腿，看着戴着黑色边框眼镜、有些啤酒肚的男人问道。男人笑了笑，说道：“爸爸大学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创业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创业，爸爸当时也想要努力，这样就能多赚点钱，就不会让以后的家为钱发愁了。”嘻嘻，那爸爸坚持初心了吗？当然坚持了。男人嘴角微微扬起，身旁他的妻子靠在了他的怀里，有些心疼的凑在男人耳边：“都是因为那个时候遇见我，否则你大学打零工攒下来的钱是可以去创业的，也不用花在我的病上了。傻丫头，自从在 CAO 场上见你的第一眼，你就是我的初心了呀。”男人一手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女儿，一手拍着妻子的背，笑道：“所以我说我坚持了。”男儿的妻子流着泪，想起了那个从小就作为孤儿的自己，就在自己勤工俭学路上突然病倒，在病床上十分无助，为钱发愁的时候，就是身边这个男人捧着个装满钱的包，快速跑向了自己，大大咧咧，笑得跟个憨憨似的，跟自己说：“别担心，有我，钱你放心，都是我自己打零工攒的，安心治病。”后来女人才知道，那个包的钱一部分是攒的，一部分是借的。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男人都在更加努力，只为了尽早把欠同学的钱还上。怎么又哭了呢？傻丫头，我的理想是创业，我的初心是你啊！我很荣幸，我没有成为忘记初心的人。男人笑着看着面前这一个干净整洁的家，还有在桌子上摆着的自己老婆亲自给自己做的夜宵，幸福地说道：“关于初心，关于是否坚守，每个人心中都出现了不同的疑问。我之所以想要当老板，就是想要在扬眉吐气的同时，改变一些自己看不惯的对待下属的制度。坚守了吗？我娶我现在的这个妻子，初心就是想要好好照顾她，和她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坚守了吗？我嫁给我现在的老公，就是想要和这个嘴上虽然笨笨，但知道体贴人的男人永远在一起。我希望有我他的生活能够少一些压力，多一个和他一起共享喜乐，分担忧愁。坚守了吗？”这一夜，无数的人心中都在跟随着典藏华夏，反省起了自己的初心。他们纷纷想起了跟自己初心有关的人或事物，开始警醒自己，不要成为赵构，借前人之事以成后世之师。这一刻，越来越多的观众读懂了江毅的这句话，他们继续看起了典藏华夏。大宋皇宫中，赵构见江毅并没有被自己带入进去，只笑着说道：“你也不过是空口白话而已。朕问你，你坚守了你所谓的心吗？你来这和朕对话的目的又是什么？”“我的目的是借古通今。”江毅毅然答道：“这便是我去到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初心。我如今只有一事不明。”“何事？”赵构挑眉问道。“你当皇帝的初心究竟是什么？”江毅郑重地看向赵构。
如果说这个男人身上可能还剩下一个可取之处的话，大概就是在那个群龙无首的时候，敢于坐上那个烫手的位置了。当然，也只是可能。这一切还得取决赵构的初心。朕为什么要当皇帝？赵构顿了顿，大概是第一次有人问他这样的问题。是啊，当初他是为了什么才当的皇帝呢？还没等他多想，江一只手一挥，时空之镜再次出现。这次出现的是赵构刚刚登基时的画面。这时候的赵构看起来是真有种威风八面的感觉，坐在皇位上的他气宇轩昂，颇有皇者之风。诸位，朕临危受命，万不得已登此皇位。朕决意命李纲为宰相，负责抗金大业。朕要你们和朕一同一雪靖康之耻，迎回二圣。赵构的神色看起来十分愤怒，满朝文武都为之精神振奋，以为碰到了敢打敢战的皇帝。这时候的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江毅不解地看向赵构。表面上，赵构确实一副铁了心要光复河山，迎回二圣的样子。然而，在历史上，李纲这位抗金名臣只做了77天宰相，就被赵构罢免了。赵构看着时空之镜中的那个自己，沉默许久，忽然撇了撇嘴：“朕当时是真的想做好一个皇帝啊，可是做了之后，才发现这个朝廷跟朕想象的真的不一样。金人被二圣们养肥了，用我们大宋无数财宝中的一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朝中许多的文官武将。这些都是朕在之后才明白的。朕这才知道，大宋江山早已无药可医。当一个朝廷有8、9成的人都被收买的时候，皇帝还能算是皇帝吗？”赵构叹息地摇了摇头，又着重看了眼江毅，希望能够让这个后世同情自己，可千万别到康王时期去砍了他。你也知道，在当上皇位之前的朕是不怕死的，怎么可能做了皇帝之后就怕死？只是朝廷昏暗无比，朕唯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朕不合意，早晚死在这些治安臣手中。到那时，大宋就真的完了。赵构一边瞄着江毅，一边越来越心虚。他发现江毅的眼神越来越凶狠。第149章揭露赵构心性，废鸟台上钩。朕说的都是实话，你既是来自后世，必然知道这个时候的朝廷是何等的肮脏腐朽。赵构很是害怕江毅生气，不断说道：“朕对大宋也是有功绩的，朕对内解除了一场又一场农民暴动、兵变，还有游寇等各类贼子，朕也巩固了大宋的江山。只是在面对金人的时候，朕真的没有办法。”江毅在心中默默推敲着赵构的话到底几分真几分假。诚然，赵构在对内方面确实延续了大宋王朝，但却把这个王朝搞得偏安一隅，尤其是在明明已经要打赢的情况下。真的是无能为力，还是别有原因？朕手下的那些文臣武将对内都很有计策，但是一到对付金人的时候，一个个全部都是阿谀谄媚、阳奉阴违。不是朕想要打赢议和，而是满朝文武9成以上的官员都在想着议和。赵构看着时空之镜中那个刚登基的自己，红着眼眶说道：“朕也曾想要做兴国之主，想要挽社稷于危难之间，但时势不允许，仅凭朕一人之力根本无法改变这些。大宋朝廷已经烂到了根子里，从朕明白这点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赵构了。再加上朝廷多年对外用兵，二圣又送了那么多东西给敌人，朕早已经没有那么多财力和粮食再让大军作战了。”赵构忽然像是发泄似的，疯狂说道：“朕不登基，大宋无主。朕登基了，才发现朝廷和朕想象的完全不同。朕不议和，迟早会死啊！只有不和金人作对，他们才不会利用那 GM 把朕处死，朕才有可能兴我大宋。朕不杀妃，宋金就无法议和。”赵构看着江毅说道：“岳飞之死换来了大宋的安定，换来了大宋休养生息的机会。相信如若岳飞看清这点，也会欣然赴死。非他不忠，非朕不明，只是大宋真的不能再打下去了。”赵构说这话时一脸的遗憾。江毅觉得赵构这时候说的一些事情确实包含了多种客观上难以改变的因素，但有2点，任凭赵构有3寸不烂之舌，也无法圆说。你说大宋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财力、物力，无错；你说朝廷积安臣过多，无错；你说你也曾无惧过，无错。江毅一句又一句的无错，让赵构喜上眉梢。这位后世终于开始认可自己了，自己真的不是一无是处，最主要的是自己能够成功骗过。但你说非你不明，错了；你说一切都是臣子们的不对，也错了。江毅鄙夷地瞥向赵构，很多事情你心里清楚得很。朝廷积安臣过多，一方面是金人确实腐化了大宋朝廷，另一方面就是你这个皇帝无能。朝廷确实贪腐之官10占6、7，但你作为皇帝，却连最基本的制衡之术都用错了。但凡是一个明君，都不会在积安臣当道的情况下，还一昧地去宠幸和捧高他们。中原自古便有制衡之术，你本就是一个天资聪慧的皇帝，以你的头脑，断然不会不知道这些。江毅看着赵构，
发现他的脚下意识往里缩了缩。但是你依然宠小人，远贤臣，现在在这跟后世说什么啊？你是逼不得已。在朝廷里，你就是天，在朝廷里，谁敢动你，或者你觉得谁会对你不利，你完全一句话就可以灭了他。但是你并没有。对待忠臣，你敢冠以莫须有，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可对待那一个又一个大这样大恶之臣，你却后代有加，到头来，你却在这说什么都是那些乱臣贼子的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任凭你如何洗，都不可能洗掉的罪。赵构越发往后挪了几步，江毅看着这一幕，觉得真是讽刺。是，你也知道制衡，你的制衡就是利用吉安臣去制衡一个又一个忠臣良将，这才是真正的你，赵构。江毅怒视赵构，继续道：还必杀非，还说什么是为了议和大计？你连战局对谁有利，你都搞不明白。这天下竟然有一个皇帝，自己的国家打赢了，反而让输的人给自己提条件。所谓的金人要杀非，吉安臣要杀非，归根结底不过就是一句你要杀非。江毅的话戳中了赵构的心里。观众们看到这幕连连点头。确实，我发现这个赵构很会转移火力啊。是啊，好事全推到自己一个人身上，坏事就全怪朝廷腐化和时局。想当初韩世忠可是救过驾的，到最后还不是被解除了兵权？这些决策上的事情，他赵构不点头，吉安臣们再怎么跳又能怎样？这家伙不仅仅骨子里就怕金人输，还巴不得大宋武将全都没了，不愧是完颜构。他但凡坚定一点，金人早就被赶出去了，好吧？就是刚才我还差点被他给忽悠了，这赵构真是个狡辩的高手。许多观众看着赵构都气不打一处来，一些外国观众们看着也不由觉得这个华夏皇帝是真的奇怪。江毅的一句话深度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这天下哪有自己的国家打赢了，反倒让输的人给自己提条件呢？竟然连处死岳飞的条件都答应了，这个皇帝的脑子真是匪夷所思。华夏文明里的那些人物不会都是这样吧？咦，兄弟们，我们的网络现在可以搜索到赵构和岳飞的信息了。走，我们快去看看华夏这两个人物在华夏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废鸟台台长大野红狼也在看着典藏华夏，嘴角玩味的撇着。台长已经开放了关于这两个人物的搜索渠道，并且在网络上造势了。一个穿着 OL 的废鸟秘书看着大野红狼笑道。大野红狼喜笑颜开，这些华夏人真是有趣，这种皇帝也好意思拿来对话。告诉下面的那些附属台，除了典藏华夏前4期不给大众看之外，对第5期的禁止程度暂时调整为中级。还有，接下来要让人多剪辑一下这个皇帝，在我们国家的网络上多做宣传，让我们的大众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华夏文明。第150章，赵构还是那个赵构，就算是朕要杀非又怎样？朕作为皇帝，想杀个臣子怎么了？赵构心知瞒不过去了，干脆直接承认，并且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啊，自己可是皇帝，杀个大臣怎么了？刚不是还说朝中吉安臣太多，自己无能为力吗？怎么忠臣杀的，吉安臣就杀不得？江毅反问。赵构心想，忠臣好杀，他们不会结党营私，没有错综复杂的势力。但是自己怎敢告诉你？江毅看着他这副表情，已经懒得再跟他对话了。他起身看向了这个被吓得又往后退了几步的赵构。赵构十分害怕，说道：你不会去康王时期杀朕的对吗？朕对大宋的延续是有贡献的，朕也曾想做一个好皇帝啊。江毅没有回答他。对话其他的仙人，他向来都是觉得1个小时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在对话到赵构的时候，哪怕只是用了半个小时，他都觉得恶心。这个皇帝镇压内部矛盾的时候如狼似虎，可处理大宋对外的矛盾时却是软弱的像一头羊。对忠臣各种打压，对吉安臣各种封赏，还借口说是吉安臣太厉害了，朝廷太昏庸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要脸的。江毅推测，对话赵构应该对典藏华夏在国际上的推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位皇帝也没什么后人可以借鉴的东西了。在心算了下时间，在对话完岳飞，又跟赵构这家伙对话了之后，节目还剩下5分钟。这5分钟，江毅一刻也不想和赵构多待。他心念一动，一扇金色的时空门出现，江毅一步一步朝前迈去。赵构是又欢喜又害怕，这个恐怖的后世终于要走了，但是他会不会去到朕还是康王的时候？想到这里，他赶忙低头说道：后世，朕错了，朕悔不该杀岳飞，朕以后一定轻贤臣，远小人，朕知错了。赵构望着江毅的背影，眼眶哗的一下掉下泪来。你一定要相信，朕只是被那些吉安臣小人蒙蔽了心智啊！朕也曾想过要振兴大宋，也曾想要做一个好皇帝。赵构赶忙起身，想要追上江毅，却见江毅
头也不回，朝时空门迈去。与此同时，时空之镜再次将赵构覆盖。赵构看到那些金人们手持武器，像是真的一般，朝自己冲杀过来。依然还是再往后，像羊见了狼一般，开始疯狂逃窜。不要杀朕！不要杀朕！朕什么都给你们！赵构像是疯了一样，一瞬间尽显狼狈。而后，时空之镜上又出现了一幅画面，这次是在金人大帐中，是金人得知赵构杀了岳飞之后的反应。数十个金人大将正聚在一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欢声笑语，好不痛快。哈哈哈！赵构那个蠢货，他竟然真的杀了岳飞！岳飞一死，我们又获得了宋人给我们的大量财宝和钱粮，我们完全可以带着这些东西回到大金，继续发展。他日再度南下，定叫宋廷改朝换代。没错，我们还是让赵构再多做几年皇帝吧。他这么个昏君弱君，不做大宋的皇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巨大的损失。赵构看着时空之镜中的一个又一个画面，忽然感觉自己真的像是一无是处。画面中又出现了20年后金人大肆入侵中原的画面。赵构瞬间更加害怕地往后退去，因为他看到了20年后的大金更加兵强马壮，而那个做了几十年皇帝的他又想要开始逃跑了。不，朕不想要做这样的皇帝啊！赵构在宋廷中神经像是崩溃了一般。他又看到岳飞还活着的时候，一人一枪率领岳家军横眉冷对数十万精兵的画面。面对着数量远大于自己的精兵，面对着打退过无数次宋兵的敌方旌旗，岳元帅率领着岳家军义无反顾地冲杀向前。画面又一转，岳母刺字的画面出现了。慈祥的岳母眼含热泪，在自己亲儿子的背上一点又一点地扎了下去，鲜血淋漓。岳爷忍痛咬牙，未曾退却过一份，哀声出半句。尽忠报国4个血淋淋的大字，虽只刻在了岳爷的背上，却扎进了岳爷之心。孩儿多谢母亲，孩儿此生定为了家国天下，死而后已。岳爷朝着母亲拜道。赵构看着那流着血的4个大字，眼角不由抽了抽。他久久无言，目光一直停留在了岳飞身上。江毅的声音在大宋宫殿中铿锵响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赵构，这便是你杀的尽忠报国之将，这是你自己为大宋断的一臂。不要！眼看着时空之镜消失，赵构伸出手，似乎是想要再多看看，却已经不见。他想要让江毅给自己多看一会，却见江毅也迈入了时空门。金光消失，大宋皇宫之中只剩下了赵构和他的妃子。这时候，秦桧走上了殿。陛下，事情已经办妥。秦桧冷笑着说道，但当他看到赵构面色不对的时候，赶紧上前问道：陛下，您这是怎么了？秦桧，朕要杀。赵构提起了剑，眼眸子瞪得如鱼眼般大，满是血丝。这一刻，他是真想杀了秦桧。可是剑刚举起的时候，他就砍不下去了。陛下要杀什么？岳飞已经死了。秦桧十分不解地看着赵构。赵构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把剑给放了下。没什么，死了就好，和金人议和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吧。无论金人提出什么条件，只要朝廷能满足，都尽全力满足。赵构转过身去，眼神中落下了一滴泪来。大宋如今只能如此了。只是为什么自己20年后还要被金人打呢？要不要在这些年多发展些钱粮，到时候再跟金人议和？只能这样了。赵构想着，继续做起了他的大宋皇帝。只是往后他的欢声中总是带着苦涩，总是日夜难安，几度抑郁。梦里经常会喊着岳飞的名字。他终于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而与此同时，江毅回到了现代，他的声音在典藏华夏直播间中缓缓响起。第151章，赵构的下场。典藏华夏的国际征途。各位观众，这一期我们对话的是宋时的岳飞和赵构。岳飞，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就在于精忠报国，死而后已。赵构，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软弱，动不动就是迁都割地。今天我们走进典藏华夏，更深层次地了解了这2位人物。江毅在直播间中昂首挺胸，泰然自若道：岳飞力主抗金，因为看过太多战乱之苦，所以更渴望和平，一直为此鞠躬尽瘁。赵构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人物，从一个最初敢于入京谈判的王爷，到成为皇帝之后初心大变。从最开始的敢于抗争，到后来越发软弱，只知退守，甚至连反击金人都只是为了博取筹码，想要与他们和谈。甚至于在这个时期的20年后，他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岳飞秉初心，收拾旧山河，护卫家国天下。赵构失初心，终究丧失了最初的骨气，忘记了来时路。那么赵构的下场究竟如何？
观众们侧耳倾听着江毅的话，仿佛被带入到了一个又一个场景中。与此同时，江毅在现代世界开辟出了一道时空之境。这时已经和江毅对话完之后过了10天的赵构，金人在他的面前豪吃海喝，腰间还配着弯刀。他们明明是失败者，却在大宋的朝廷面前耀武扬威，像是自己打赢了一样。哈哈，你还签不签？不签就开打！我们大金的勇士不介意再度南侵，倒是你们大宋还敢与我们为敌吗？金人大将一边吃肉，一边满口唾沫地看着赵构说道。赵构看着面前的一条又一条丧权辱国的协议，看着金人们提出的一条又一条足以让大宋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条约，恨不得把眼前这些大金使臣全部都斩尽杀绝。但是如今的他已经没有了岳飞，没有了那个敢于为了他这个皇帝，为了这个天下去收拾旧山河的岳飞。他再没有底气跟金人谈任何条件，只能任由大宋时刻处在金人的尖刀胁迫之下。他被迫签下了这些协议。他想起了在10天前那个来跟自己对话过的后世，他想起了那个面对万军敢于亮剑的岳飞，那个在背上刺下尽忠报国4字的岳飞，那个即便被自己冠以莫须有，也依然没有反心的岳元帅。他更想起了那个年轻的时候敢于为了国家舍生忘死的自己，自己怎就成了如今这般死样子？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岳飞为了非要拼命的把金人打服，因为这群人根本就养不肥。可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和自私，却硬生生折断了大宋的一臂，把先祖的基业搞得偏居一隅，一塌糊涂。赵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回到了自己的寝宫，将寝殿里的所有古玩全都砸了个遍。他的妃子们想要围上来陪他，被赵构拿着剑给赶了出去。滚！全都给朕滚！赵构睚眦欲裂，双眸瞪得都快流出血来，仿佛得了魔怔一般。他抬头看着寝殿的房梁，张狂的大笑着，痛哭着。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分裂了一般。先祖，后世晚辈赵构，对不起这大宋的江山。后世晚辈赵构，悔不该杀岳鹏举。噗嗤！赵构感觉自己的胸腔一股热血翻涌，突然跪倒在了地上，暴吐鲜血。他声泪俱下，眼泪哗哗地流着。传秦桧进宫，传秦桧进宫！赵构踉跄起身，愤然道。画面一转，当秦桧满心欢喜地踏入宫殿的时候，只见到赵构双眼血红，一剑抵在了秦桧喉间。陛下这是何意？秦桧的笑脸转瞬即逝。朕在10天前就应该杀了你。朕错杀了岳飞，朕如今不会再错杀任何一个良臣，也绝不会再放过任何一个治洋贼。是！赵构一剑划破了秦桧的脖颈，随后把剑丢在了地上，整个人也随之晕厥了过去。陛下，陛下！侍女们纷纷围了上来，赵构瘫倒在地，不省人事。画面到此结束。没有人知道那个时空的赵构后面是什么样的。也许他能够痛改前非，也许他会死于这一场郁结。直播间中，江毅的声音再次响起。在此，我希望通过这一期，能够让大家时刻谨记我们国家和个人的来时路。我们华夏上下5000年的来时路，并非坦途。于国而言，我们历经过无数次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正是如岳飞般，一个又一个坚守着初心，誓死捍卫国家领土完整，誓死要为我们后世开辟出一个和平、富强盛世的先人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惧马革裹尸，才使得我们次次都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要时刻铭记先辈之心，传承先人风骨。和平时，我们要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要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若有战时，我们亦要敢于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亦要敢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敌国血。江毅说到这里，顿了顿，给观众们一个短暂的消化时间，然后才继续道：对于个人的来时路，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忘记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愿我们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都能够秉持赤子之心，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纵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我们亦要常怀平常之心，明白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愿我辈之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勿忘家国来时路，且歌且行且无愧。典藏华夏第5期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江毅朝着摄影机深鞠一躬，直播间屏幕前画面自两端开始变黑，如同音乐厅中缓缓闭上的帘幕。但是结束节目的江毅并没有因此松懈，他知道自己和国家台一致对外的角逐，以及典藏华夏的国际征途，将以这一期的结束为分水岭，正式开始。不知道此时的国际社会是什么反应？下一期又应该对话谁，来让这个世界为之震惊？第152章：废鸟国的无理要求。呜呜，不要走啊，江神，你把我说哭了，要含眼泪的。什么叫节目？这才叫节目啊！
话说，我很好奇赵构最后到底死了没？就是啊，看赵构吐了那么多血，估计已经死翘翘了吧。直播间的观众开始热议。我感觉不至于，我要是赵构，既然已经觉悟了，那就趁着这段时间好好发展一手，到时候报仇就完事了。主要是赵构活得久啊，是我的话就会稳一手，在未来20年韬光养晦，闷声发展。等20年后金人南下，还以为我们很弱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强到没边了，到时候直接埋伏他们。六啊兄弟，确实，赵构已经看了20年后的事情，知道大金会来，完全可以按照你们的那个说法发展。到那时，大宋会不会有一番别样的风景？哈哈，楼上你们几个写本小说，我一定追。观众们本来对赵构都不感兴趣了，结果被这几层楼的卧龙凤雏一说，瞬间又好奇了起来。可恶啊！江神还没告诉我们第6期要对话谁，什么时候开播呢？卧槽，这才结束不到几秒，国家台的电话就打不进去了。观众们隔着屏幕咬牙切齿，不断开始拨打国家台的电话。国家台的客服小遮遮们早已对这类问题得心应手。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请放心，有消息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公布。无数的电话被客服小遮遮们得心应手的接完。江毅一边思考下一期的对话人物，一边回到了别墅2楼，靠在了沙发上。这一次，他并没有立即开始总结，而是想起了风波亭中的岳爷爷。这个明明自己已经过得很苦，明明下一秒就已经想好要自尽的爷爷，在他离开的前一会，还惦记着想要给他这个后事一份年礼。虽说地位并不一样，但那个时候的岳爷爷跟在应天殿上拍自己手背的洪武大帝是真的很像。江毅重重地舒了口气，将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走进书房，他开始总结着这一期对话中的经验和一些不足。今天是他首次尝试在同一期中对话多个人物，就他的自我感觉而言，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同一期对话2个人的难度确实比对话1个人要更复杂点，但是为了春晚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这样的尝试似乎又是必要的。不过这种对话多人的手法，在我想出足够完美的衔接和转化办法之前，应当要暂时搁置。在这期间，我要多在脑海中进行潜意识对话多人的模拟训练，确保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心应手。江毅如此设想着，揉了揉太阳穴外，拿出了自己的鼓楼笔记本。他在上面开始用钢笔记录下自己的想法和一些改良方案。和之前常用的如果是思维扩散法不同，这次江毅系统的总结出了在这期对话中可能出现过的问题，然后只问了自己一句：要如何改进才能做得更好？与此同时，一架专机从废鸟国飞往华夏。第2天下午1点，江毅睡醒的时候已经是日上3竿了，伸了个懒腰，做了几10个俯卧撑，让自己微微出汗，开始洗漱。手机忽然传来了提示音：陈导。江毅接下电话：睡醒了吧？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坏消息。江毅一边刷牙一边说道。陈导有些顾虑的声音传出：废鸟国来人了，希望我们能够撤掉典藏华夏第1期。他们承诺，如果能够撤掉对话太宗皇帝的视频，以及洪武大帝和对话岳飞时出现的有关废鸟视频的话，他们就允许典藏华夏在他们国家小范围开播。呵，这还需要他们废鸟人同意？江毅无所谓道：今天江博雅没在台里吗？按照他的性格，估计他们全部都要吃不了兜着走。江毅想起那个更年期刻薄女，有些玩味的笑道。和沈万荣这样喜欢和稀泥的总台长不同，江博雅这女人对外的手腕是出了名的很。之前那个喷秦汉明上能饭否的喷子王，到现在都还没出来。江博雅已经被逮捕了，他请了国外黑客来攻击我们的海外直播渠道，谁都没有想到，他为了整垮你，已经丧心病狂到了这种地步。陈导叹了口气：不作就不会死啊。江毅内心感慨道：本来他还怕江博雅继续搞事情呢，现在好了，他仗着自己有势力，居然敢这么玩，这就是初心变质的狠人啊。懒得过多了解这个女人，江毅问道：那好消息是，刘局已经同意沈总台长延迟退休的申请，而且台里已经拟任我成为分台长，你的陈导我终于要升职了，熬得不容易啊。陈导说这话的时候，给人一种十分沧桑的感觉，要不是你打造了典藏华夏，我这老家伙还不知道要熬多少年呢。这还得多亏陈导栽培。江毅想起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陈导把典藏华夏的设计方案给他，而且全力支持他进行试播的。现在自己虽然火了，虽然成为了副导，但他一直都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为何能走到现在。哈哈，这更多的还是看你自己，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你会把节目做得这么好。陈导由衷笑道：不过我们的新征程也开始了，准备好吧，一旦典藏华夏在国外火起来，肯定会有各种风暴迎接我们。那是当然，我们就是要让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华夏文化颤抖。江毅挺直胸膛道：这是先辈们为我们奠定的基础，一代接一代创造而来的文明。
那些说我们华夏没有文明，甚至想要窃取、阻碍我们文明前进的一切绊脚石，我们都要把他们打败。江毅随意穿了几件衣服，本来去国家台上班，他一般都是穿正装的，但是今天废鸟人来搞事，那这面子就没必要给。第153章，江副导演打人了。开着红旗来到国台大厦楼下，路上从陈导口中，江毅还得知废鸟台把典藏华夏第5期的禁播程度降低到了中级。他立即让陈导把典藏华夏第1期的名字改成第5期上，第2期的名字改为第5期下，然后在废鸟国快速推行，并安排人立即把国内自媒体最开始剪辑的关于李世民和始皇帝的精华视频，全部以第5期的名义发布到废鸟台网络上。但是最开始还是要以岳飞和赵构的视频为主，以岳飞为上部分，赵构为下部分，给废鸟台造成一种分上下部很正常的印象。然后在这些视频中混入江毅和李世民、始皇帝对话的画面，哪怕废鸟台会以很快的速度反应过来，但仅仅只是那片刻的扩散时光，就足以让废鸟民间为之哗然，埋下华夏文明之强的种子。而江毅要做的就是跟这些废鸟代表在国台大厦里声东击西。他们不是觉得华夏文明弱吗？那就让他们看看何为华夏之强。江毅踏入国家台，发现一个装修工人正在装修，于是问道：“师傅，有新的白手套吗？我向你买1双。”在梯子上的装修师傅低头一看是江毅，马上乐呵呵的笑道：“哎呦，是江副导演啊，直接在右边那个袋子里拿1双就好了，不要钱的。”江毅从口袋里掏出点现金，放了一些下去，然后拿走了师傅的白手套，揣在兜里，以备不时之需。与此同时，陈导安排的人已经在鸟国蓄力待发了。他们先是按照江毅的第1步计划走，把关于岳飞和赵构的上下部分，不含任何添加剂的，在鸟国内开始扩散。废鸟台最开始还真检查的十分严格，尤其是看到上下部的时候，还刻意检查了几遍，发现没什么问题，也就允许在小范围内传播。在时机差不多之后，有关李世民和始皇帝的画面悄无声息的在废鸟国迅速蔓延扩散。咦，不是说对话的是那个什么赵构狗皇帝吗？怎么这个皇帝看起来充满杀气？还有那个穿黑龙袍的男人是谁？看起来好威风霸道啊，怎么跟传言中的赵构一点都不像？这2个好像都是华夏国的皇帝。哎，跟他们对话的那个青年喊了太宗皇帝和始皇帝。太宗皇帝，莫非是唐太宗？一些鸟国人瞬间懵了。你问他们始皇帝是谁，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但你要问他们李世民是谁，他们或多或少都是有点印象的。太宗皇帝怎么在我们鸟国上画了个 X？ 太宗皇帝觉得我们在华夏的文化街不好啊，可是那是华夏人也同意要建的呀。还有，我发现下部出现的那个男人也很厉害，他的国家经历了6世图强，最后才一统了中原。他还说，如果他再年轻点的话，一定会一统世界，一定不会放过我们废鸟。我在这一期中还看到了他们大秦提到的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庄襄王等大秦7世之君，每一个人都为华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就是华夏的文明史吗？看起来好波澜壮阔。华夏自秦一统，而这个国家在最开始的时候居然历经了那么多艰险的磨难，还屹立不倒。还有，我还看到一个男人坑杀了几10万人。华夏的男人都这么厉害吗？一场关于华夏文明到底是强是弱的舆论风波，已经在废鸟国的大街小巷掀起了热潮。与此同时，各大有关江毅对话李世民和始皇帝的经典片段都被冠以典藏华夏第5期的名义，在废鸟的各大平台上发酵。华夏国家台大厦，江毅和5个外国的代表面对面坐着。虽说这些代表从外形上看着都差不多，但江毅一眼就看出这里面有3个是废鸟人，2个是棒子国的。看来这2国是要串通一气。不过他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这倒是让人有点出乎意料。看来对这2国而言，敌人也是没有永远的，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位先生，请你说废鸟语或棒子语好吗？废鸟人带来的美女翻译用着中文说道。江毅瞥了那翻译一眼，摆了摆手：“你告诉他们，在华夏，要么就不要谈，要么就得说汉语。”翻译呆呆地看了江毅一眼，似乎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霸道的华夏年轻人。他跟随着这些鸟国人在华夏谈过很多生意，他发现很多华夏人跟鸟国人谈事情的时候都是笑脸相对，甚至还会点头哈腰的。可是眼前这个青年却满脸不屑的样子。翻译立即把江毅的话告诉给了带头的那个废鸟人。那废鸟人意味深长地看了江毅一眼，发现这个年轻人甚至都没正眼看他们，而且神色十分坚定。他们沉默许久，然后用汉语缓缓开口道：“你很与众不同，你们要谈什么？”江毅正色道：“关于典藏华夏在我们废鸟国开播的事情，我相信你的上级已经跟你说过了。只要你按照我们鸟国人的要求去做，我们可以让典藏华夏在我们国内得到正常的待遇。”西装革履的废鸟人正色道：“
你也知道，你们华夏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从我们鸟国和棒子国传过来的，包括你们大唐时期，若是没有我们鸟国帮衬，你们也不可能发展的那么繁荣。你们还要点脸不？我们在大唐时期虐你们不是跟虐菜一样，还需要你们帮衬？江毅发现这几个人根本就是来没事找事的。棒子国的人一听，马上就不乐意了。你们华夏凭什么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多底蕴不都是从我们棒子国带走的吗？沾了我们国家的底蕴，还在这冠冕堂皇，你们华夏人真不要脸！棒子国的代表面红耳赤，说的跟真的一样。废鸟国的代表也撇嘴笑道：“就比如你们近代，若是没有我们鸟国的帮衬，你们也不可能那么快就……你干什么？”废鸟台代表看到江毅从兜里掏出了一双白手套，戴在了手上，神色阴沉无比。监控室里，郑时刻看着会议室里这幕的监控人员，迅速看向了自己队长。队长，这怎么了？江副导演好像要对废鸟和棒子国的人动手。第154章，会议室乱战，国台最佳影帝。什么？这就动手了？监控队长赶紧冲了过来，看到双方剑拔弩张的一幕，立即说道：“快把这个监控台拆了，之后有人问的话，就说会议室监控坏了。还有，马上让保安带人去会议室。你们几个跟我来。”监控部队长当机立断，自己也带着几个人往会议室冲了过去。妈的，老子早看这些废鸟和棒子不爽了。江副导演不仗义啊，这种好事也不叫我们。会议室里，江毅二话不说，冲着刚才说近代是帮我们的废鸟人打了过去。他跳上会议桌，一拳直接砸在了那人脸上。砰！废鸟人还没反应过来，鼻子就遭到了江毅的暴击，捂着鼻子蹲在了地上。江毅的白色手套上已经沾了些血，他瞅着就觉得恶心，心想还好自己提前买了手套。他就知道这些废鸟人来者不善，早就想揍人了。被打的废鸟人身旁，另外2个人想要反击，江毅立即把挨打的那个人给控制了住，勒住了他的脖颈。不要动，谁敢过来，我先弄死他！江毅指着另外4个人说道。其他4个面面相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坐在中间那个是他们中地位最高的，他们可不敢赌眼前这个年轻人有没有那么狠。被江毅抓住的这个人想要反抗，江毅一腿直接踹向他的膝盖，让他跪倒在了会议室的红旗之下。这要是一般台的会议室，也许不会有红旗，但这是国家台，废鸟人直接跪倒在了我们的红旗之下，嗷嗷惨叫。江毅见这人暂时没什么威胁了，转身看向其他几个。刚才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动手，就是在推算着这几个人的地位排名。现在第1没了，自然是要针对第2。他看向了那个棒子国，刚才说我们华夏偷了他们历史的代表，气势汹汹地冲了上去。其他几个人想要来拦他，江毅也懒得管，不顾一切地揪住了那个棒国人，砰，给一下就是一拳。昨天刚教训完赵构，现在江毅的手感可不是一般的好。来啊！江毅又抓住了在其中地位排名第2的人。其他人虽然想帮，但是又不敢轻举妄动了，觉得自己可能排在第3的废鸟人见到江毅专挑身份高的人，不顾一切的针对，当即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见实在没办法，他打开门，想要让国台的其他人来管管。但这门刚一打开，就见到一个高大健壮的保安队长老徐一脚踹到了他的腹部。哇！废鸟人一口鲜血暴吐。哎呀，不好意思，误伤误伤。老徐一只手拿着电棍，另一只手赶忙将那个废鸟人扶了起来。可是就在那个废鸟人刚要起身的时候，老徐一手松开，一手按下了电棍的开关。滋吱滋，吱吱吱吱，废鸟人又生无可恋的倒了下去，浑身抽搐。哎呀呀，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按到了。老徐看着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的废鸟人，惊慌失措的上去给他做了一套泰山压顶般的心肺按压。他的手在废鸟人的胸腔上按的就跟捶地鼠一样。废鸟人本来还有一点意识，这下直接晕厥了过去。老徐也知道不能玩出人命，这才在又打了几巴掌之后停下了手。剩下的一个废鸟人和棒子国的人见到江毅和老徐都这么狠，当场就黑下脸来。八嘎，扒你个头！废鸟人的话还没说完，老徐一拳直接打了过去。这个废鸟人看起来好像有点身手，正要躲过去，却发现江毅的拳头也轰了过来。咚！废鸟人躲闪不及，又挨了一拳。你们欺人太甚！这2人跟江毅、老徐彻底爆发了小规模战斗。这时候，这些废鸟人和棒子带来的保镖们正在会议室外想要冲进来，但被国家台的保安拦了住。这些保镖看起来都训练有素，要是一般保安还真拦不住，但拦他们的可是国家台的保安，个个都是健壮如虎，而且许多都是退役的老兵，见到江毅在胖揍小废鸟，助阵都还来不及呢。监控队长也带着人来了，你们把外面这些人拦住，里面的场面你们可能镇不住。监控队长兴致高昂地冲进会议室，发现江毅和老徐一个在打废鸟，
一个在揍棒子。虽说他们都处于上风，但监控队长还是忍不住想要冲上去。他先是来到看起来比较好打的棒子面前，把刚跳起来想要给老徐一拳的棒子拦腰抱住。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是我要打他们，是他们要打我。你们华夏人是怎么劝架的？棒子代表愤怒不已地说道，心想自己怎么还成打人的了。但监控队长就跟没听到似的，自顾自地干着自己的事。我们要以和为贵，以和为贵。他一边说，一边把棒子往会议桌上的边角推了过去。啊！棒子的腰撞在了边角上，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脸涨得通红，恶狠狠地盯着监控队长。监控队长见这个人仇恨值拉满了，可能不好对付，当即把他交给老徐，然后又迅速去到江毅那边，又把废鸟人抱了住。不要打了，不要打了！监控队长如法炮制，把废鸟人绊倒在了地上。呀呀落！废鸟人踉跄起身，但被监控队长压在了底下，一套乱披风拳法，拳拳招呼上脸。他一边打一边还闭着眼睛，大声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什么是影帝？这才是啊！”江毅看向另一边，以老徐的身手要对付棒子实在是太简单了，哪怕这个棒子怒气值爆满，依然只有被吊打的份。忽然，他看到在老徐身后那个刚被打跪在地上的废鸟人，竟然从一边拿出了笔，想要刺向老徐背的时候，他拎起凳子，快速冲了上去，找死！第155章，华夏不再是以前的华夏。江毅一凳子朝废鸟人的手臂砸去，那支钢笔掉落在地上，废鸟人左手捂右手，瘫在地上哀嚎不止。你们太无耻了！一个还能说话的棒子咬牙看着江毅说道。江毅反问：“你们棒子人妄图在全世界面前窃取我们华夏文明，这算不算是无耻？你们废鸟人堂而皇之的把侵略行径说成是帮助，这算不算是极端的无耻？总之，典藏华夏以后，休想在我们两国播放。”另一个废鸟国的人吼道，他已经被江毅和监控队长打得鼻青脸肿，嘴角都在流血。你以为你说的还算吗？江毅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废鸟人脸色突然一沉，什么意思？江毅没有理会他。就在这个时候，沈万荣火急火燎地走了进来。江毅，是谁敢动你？沈万荣完全不管其他几个代表，来到江毅身边，一脸关切地问道。他发现江毅的衣服破了个很小的不到半厘米口子，但是人并没有受伤，于是揪着那个口子说道：“是谁妄图谋杀我们华夏国家台的副导演？我们好心好意的跟你们谈判，你们就是这样对我们华夏人的吗？沈总台，你听我们说，完全是这个人先动的手，你看看我们都被打成什么样了。”一个废鸟人走到沈万荣面前说道：“沈总台，你可一定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我们千辛万苦的来到华夏，可不是来挨打的。我不是在主持公道吗？”沈万荣瞥了那个废鸟人一眼，现在情况已经很明了，你们动了我的人，我的人正当防卫，还差点被杀。最后因为你们打不过，反而诬陷我的人要打你们，这件事情咱没完了。沈总台，你这是诬陷！废鸟代表伸出手，正想要指沈万荣，但看到了老徐的电棍后，瞬间不敢再有脾气。沈总台，看来我们的很多项目是没法继续合作下去了。棒子国代表威胁道。沈万荣耸了耸肩，他能当上总台长，可不是别人吹捧出来，只摇了摇头，这话不是应该我说吗？很快，你们国家的总台就会接到我取消一些合作的电话，你们必须为对我们副导演的无礼付出代价。棒子国的人突然愣了愣，他没想到自己的威胁竟然不管用。不是说这个叫沈万荣的总台长向来都是和稀泥的吗？而且马上就要退休了，怎么会在这个关头这么刚？可是真要因为自己断了那么多合作的话，自己回国之后还能受到重用吗？棒子国代表有点慌了。就在这时，废鸟代表义愤填膺地说道：“沈总台，你要是不相信我们的话，可以去看看会议室的监控。”监控队长接话道：“总台长，会议室的监控也不知道是不是遭到了人为破坏，自从这些废鸟和棒子国的人来了之后，就接收不到画面了。现在我们的人还在监控台里紧急维修。”诬陷，这是诬陷！废鸟人嘶吼着说道：“如果今天是我跟你们在这谈判的话，你们就要对我下手了是吧？连监控都可以破坏了。”沈万荣面露怒色：“你们也别回国了，留在这里接受审讯吧。”沈万荣打了个电话，很快就有人来把这5人带走调查，并让江毅和美女翻译配合调查。江毅把手套秘密交给了陈导，陈导点点头，轻声道：“放心，我会烧了。”在去的路上，美女翻译也拿回了放在会议室外的包。这是会议室对外开会的规矩，为了防止机密泄露，任何与会议无关的东西，外人都不得带入。美女翻译斜背着包，快速跑到江毅面前，一脸殷勤地凑在他耳边说道：“放心吧，江先生，我不会把我看到的事情说出去的。”江毅玩味地打量了这个美女翻译一眼，从外貌和各方面的特征来看，这是个妥妥的流着华夏血脉的人，就是不知道国籍在哪。他一脸无辜地说道：“
我行得正，坐得直，你到时候只需要说实话，证明他们5个打我1个，我是受害者就行了。美女翻译愣了住，心想明明你才是打人的，怎么说的跟真的一样？不过这样一来，自己的录音笔好像抓不到什么有力的物证了。你不感到愤怒吗？江毅忽然正色道。愤怒什么？女翻译挑了挑眉，满脸好奇。他们说我们华夏的文化是沾了他们国家的光，说近代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在帮我们，还主动打我。江毅时刻做着最谨慎的防范。女翻译顿了顿，坦然道：我已经不是华夏人了。呵呵呵。江毅默然。在这之后，这个美女翻译还在主动的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跟江毅多说说会议室里的事情，但是江毅一个字都没有理他。这个翻译的心都沉到了谷底。要是这5个代表出不来的话，那自己岂不是要失业了？简单的做了几分钟口供之后，江毅就走出了审讯室，呼吸着自己国家的清新空气。另外5个人足足被关了3天才出来，他们个个都头顶黑眼圈，所有人都瘦了一圈，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他们终于再次拿到自己的手机，可是当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总台长已经把电话打爆的时候，心情忽然沉到了谷里。难道沈万荣真的跟自己国家取消了合作？废鸟台代表战战兢兢地回了个电话：你们怎么搞的？为什么现在才接电话？台长，我们被他们连续轮换班审讯了72个小时，我们每天基本上只睡了不到1个小时，就被再次叫起来审讯了。清水白菜，我们吃了3天的清水白菜。废鸟台代表把事情都给说了一遍。废鸟总台长听了直接破口大骂：你们真是分不清形势啊，敢在华夏国家台说这话？这些事情我们平时在自己国家喊喊叫叫就行了，你们居然敢在人家的土地上叫嚣，那跟找死有什么区别？你们快回国吧，真得祈祷你们还能回得来。什么意思？废鸟台代表顿时慌了。难道事情还没有结束？废鸟总台长冷哼一声：你们难道忘了江博雅为什么倒台吗？你们真当现在的华夏还是以前那个华夏吗？第156章，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快去乘专机回国，晚点你们怕是全回不来了。废鸟台总台大野红狼预感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这3天在废鸟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蕴含了李世民和秦始皇的典藏华夏1227期，被冠以第5期的名义在民间开始扩散，导致越来越多的废鸟人开始怀疑自己在教科书看到的有关于华夏的历史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什么在他们的历史书上压根就没有看到过这些？他们知道在很久以前华夏是有个牛逼的太宗皇帝，可是他们不知道竟然还有始皇帝这样的存在，华夏文明竟然可以追溯到更长远。而这个文明如此久远国家，真的像教科书上写的那样，很多东西都是在他们废鸟国的促进下才出现的吗？越来越多的废鸟人对此产生了怀疑，产生了想要探索的冲动。他们都被始皇帝和太宗皇帝这2位皇帝的魅力所折服，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得知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真相。等到废鸟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这颗想要探索和了解真实华夏文明的种子已经在废鸟人的心中扎根。同时，这3天里，棒子国的人也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这些，他们不由开始怀疑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在愚弄他们这些民众。这跟他们看到过的历史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毕竟华夏有秦始皇打造出来的兵马俑，这样实打实的文明古迹，可他们棒子国里有个啥？始皇帝为后世打造的这个千年古迹，在这一段由华夏文明再度掀起的热潮中，再次向世界佐证了华夏文明之底蕴。始皇之心，独断万古。他虽然早已逝去，但他留下的古迹却让这些棒子们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的国家究竟是不是在窃取别国的文明。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东方国度，居然有一个人在2000多年前就打造出了如此神迹，就日夜守护着自己的国家，护佑着自己的后世。不是说华夏偷了他们很多的历史吗？可是为什么在他们的本土却拿不出一个如同秦始皇陵般的存在？可是为什么在他们的历史中却找不出一个如同始皇帝一般的祖宗？他们有吗？此时此刻，一颗又一颗怀疑的种子扎在了棒子国人的心中。一些不想要被愚弄，还有些良知的民众们已经开始变招法的想要探索2国文明的真相。他们暂时把了解的渠道寄托在了江毅和典藏华夏身上。废鸟台和棒子台的代表本来还指望出来后追究下江毅的责任，但是一听到大野红狼的话，恨不得现在就有一扇空间门能够让他们马上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华夏台说的话已经引起了众怒。他们终于意识到那个曾经沉睡了多年的东方巨龙早已苏醒。而他们之所以可以在短短3天内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人要对他们动手了。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国家台暴揍过他们的江毅。他们下意识的左顾右盼，生怕在人群中看到江毅忽然出现。结果
一辆红旗车还真就缓缓开了过来。这辆车平稳停在了他们面前。5个外国台代表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这是谁的车，为什么要停在自己面前。直到车窗被打开，里面露出一个他们怕到不能再怕的脸。江毅。这5个人吓得瞬间往后退去，面色铁青。江毅坐在红旗车上，淡漠地瞥着他们，眼神很是淡定。但在这5人看来，此时此刻却好像比在审讯时还难受。那个江先生，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在华夏说那样的话，是我们不好，我们由衷地向您道歉。棒子国的人首先低头，心想自己国家不是有一句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吗？废鸟台代表也害怕的腿都有些抖了。他们这些普通人可不讲究什么武士道啊，只想好好的离开华夏，可别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呀。江先生，我也为前几天的不良言论道歉。废鸟台代表朝江毅鞠了个90度的躬，毕恭毕敬。江毅玩味一笑，我是来恭喜你们的，你们怕什么？恭喜！5人你看看我看看你，怎么想都不觉得江毅会是个来恭喜自己的人啊。我已经不追究你们打我的责任了。江毅无所谓的笑笑，跟接下来的罪比起来，这条简直是毛毛雨。5个代表嘴角明显抽了抽，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明明他们才是挨打的啊，到最后真特么自己成主动打人的了。那就谢谢江先生了。5人再次朝江毅鞠躬，心底竟然有些庆幸。江毅摆摆手，不客气，我请你们吃免费的饭。吃饭还是免费的？5人震惊不已。就在这时，一辆又一辆法院的车开了过来。这5人瞬间吓了一跳，面色当场由铁青变成了惨白。他们好像明白为什么说请免费的饭了。他们也没有逃的想法，这时候要是逃，那岂不是不打自招？自己应该没犯什么罪吧？为首的法官带着一批执行局成员下车，给这5人戴上了手铐。这是拘捕令。执行法官亮出了一张盖有各种批示的文件。我们从你们带来的秘书身上搜到了录音笔，并且我们在华夏台的监控室里发现了有你们其中1人指纹的钢笔。执行法官拿出了一支被装在证物袋里的钢笔。这支钢笔在会议室乱斗的时候，被一个废鸟人想要被刺老徐时用过，最终被江毅用凳子拍掉，上面有废鸟人的指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支笔出现在了监控室。我们现在有权怀疑，你们以商业谈判的名义潜入华夏国家台，携带录音笔，并伺机破坏国家台监控，妄图窃取国家台内部的机密信息。现在我们依法以涉嫌在华夏境内从事非法间谍活动，将你们逮捕。不，这不可能，那不是我们指使的，我们怎么可能傻到在国家台里用这个东西？废鸟和棒子台代表大惊失色，录音笔不是没带进会议室吗？怎么可能窃取了国家台机密？这玩意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带在身上，以备在一些酒局上可以用到。但是他们再怎么傻，也不可能傻到在国家台里打开录音笔啊！别说是在别国，就算是在自己国家的总台里，自己也不敢打开这玩意啊！怎么突然就打开了呢？执行法官只默然道：“你们有权保持沉默，但你们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5人被执行成员押上了车，眼眶突然就红了。他们看向江毅，一副哀求的模样。江毅头也不回，回到红旗车里，缓缓离开。这5人最后被关进了华夏的监狱。他们的身份和在华夏台里所说的言论，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传到了其他囚犯的耳朵里。江毅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只在后来从陈世杰口中得知，这5人在监狱里总是会不小心撞坏自己的腿，磕断自己的胳膊，还经常会自己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后来每个人都患了严重的精神抑郁，在监狱中崩溃自尽，临死前都在疯狂地喊着江毅的名字，应该是死心不改，还想谋杀他。最终他们还是被加上一条罪，叫杀人未遂。第157章华夏文明不仅仅只有赵构。废鸟台大野红狼很快得知了5人被抓住的事情。总台长，要不要想办法把他们捞出来？做梦！大野红狼白了身边的副总台一眼，那些话我都不敢在华夏的土地上说，更何况是在他们的国家台里。都什么时代了，连我们老大都只能在华夏面前小跳小闹，都不敢明目张胆的翻脸，他们算些什么东西？现代的华夏人90%都是有血性的。大野红狼恼羞成怒，当务之急必须想办法阻止被冠以第57名义的典藏华夏1227继续蔓延。你们有什么办法？大野红狼看着面前各大台长说道。一个又矮又错的男台长起身回道：现在只能把典藏华夏的每一期都严格禁止，不让他们在民间播放。我看不行。一个女台长反驳道：就像华夏怎么禁都禁不掉我们的电影一样，我们现在要想彻底禁止典藏华夏已经不可能，难道就任由他们华夏的文化一点点侵蚀我们？大野红狼眉头皱成了倒八字，
这主意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华夏台出了个大才，不是混蛋，是卑鄙小人。这个人利用第5期对话赵构，给我们塑造出了一种华夏文明很弱的迹象，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掉以轻心，反而变相的帮他们宣传了华夏文明。他实在是太过阴险。当务之急，我们只能够严格禁止《典藏华夏》第6期在我们国家播出。女台长推了推红色的眼镜，建议道：“据我所知，自从姜伯雅倒台之后，华夏台内部已经出现了由沈万荣、陈大发、姜毅3人组成的铁三角，要想继续从内部搞他们，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必须从外部对典藏华夏施加极为严格的压力，必须全面阻挡典藏华夏侵蚀我们国家的文化。”大野红狼点点头，神色凝重。现在只能这样了。据我所知，华夏有很多杰出的仙人，真要跟他们比底蕴，我们国家不够他们塞牙缝的。只是没想到，有一天华夏文化竟然会开始向我们国家展开输出，这倒真有点攻守一行的意思。大野红狼有一股很强烈的不祥的预感，必须尽快通知我们的老大，让老大来帮帮我们，和我们联手抵制这个国度的文明。还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对疆域和华夏文明始终保持最高级戒备。大野红狼神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凝重。我们必须要明白，姜毅不是个普通的主持人。华夏文明不仅仅只有赵构。华夏，下午5点，燕城别墅。处理完5个代表事件的姜毅回到家里，和往常一样，他按照自己的习惯，拿出钢笔和鼓楼笔记本，开始思索到，在第5期中和赵构的对话已经给国际社会产生一种华夏文明很弱的错觉。现在废鸟台和棒子台都已经反应过来，但是为时已晚。只有糙米国还是和往常一样，凡是在宣扬我们华夏文明的东西，依然一律禁止。但华夏文明要再度影响世界，就必须突破糙米国的阻碍。在第6期，我必须对话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可以让世界清楚的明白，我们华夏不仅只有如赵构般只懂得退让，只会一昧委曲求全的君主，还有可以力挽狂澜的先辈。姜毅在纸上按照自己惯用的如果是思维法，给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在糙米国宣扬华夏文明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如何突破这项障碍？第6期用谁来初步震撼这个世界？姜毅开始思考这一个又一个问题的答案。他在纸上罗列出了一条又一条解决方案。把这些方案都罗列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姜毅在其中的最优方案上打了一个勾。只是关于第6期的对话人选，还缺乏一个灵感。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眼看饭点到了，姜毅走出别墅，去小区周边，打算看下有没有啥好吃的。他走进了一个十分热闹的餐厅，坐在了里面，一边耳听室外音，一边寻找灵感。今年我表哥改国籍成功了，哎，他终于成为糙米国的人了，我好羡慕他啊，可以拿绿卡了。桌子旁有一个20多岁的青年，看着自己的几个朋友说道：“是吗？那真的太好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是留学之后直接在糙米国工作了，直接就是100万年薪啊，你们敢信？这在我们国家根本就不敢想啊，所以他马上就决定改国籍了。那青年得意洋洋地说道：“哇，那你表哥也太厉害了吧！对了，之前不是因为典藏华夏出了个留学生归国热潮吗？你哥没回来？”有一个青年的同伴问道。青年不屑地笑笑：“切，傻子才回来呢。在我看来，那些回来的人都是脑子少根筋的，放着外国的100万年薪不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干嘛？可是他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在外国交的税，很有可能就是打向我们华夏同胞的一梭子弹嘛。”那同伴有些忧心忡忡，甚至是不忿。青年抬起头，无所谓地说道：“没关系啊，反正都已经改国籍了，还想那么多干嘛？哎，我也就是没门路，不然我也改国籍啊。”青年嘟囔着嘴补充道。他的同伴借口去上厕所，离开了这顿饭局，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来了。但青年的其他几个同伴却是听青年继续分享起了他表哥的改国籍故事。姜毅在一边默然喝着咖啡，他想起了那个听到了废鸟人和棒子如此说自己的母国都无动于衷的女秘书，再看看眼前这个一副十分为自己表哥成为糙米人感到自豪的青年，他意识到朕媚外之风非朝夕之事，反而任重道远。他的脑海忽然在华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想起了一个仙人。第158章典藏华夏第6期对话人物。陈台，第6期对话的人物我已经想好了。回到别墅，姜毅给陈导打去了电话。不，现在应该叫他陈台。从导演升级为国家台台长，对陈大发来说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瓶颈式的突破。要知道，很多人在这里熬了一辈子，最多一个导演就到头了，没有点大的功绩根本升不上去。现在陈大发日子好过了，姜毅在台里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办很多事情都只是一句话的事情。这么快？正在吃着老婆给自己做的庆功宴的陈大发一脸吃惊地说道：“你打算对话谁呢？”
江毅回道：“这个人充满争议，有人说他是 Ji 安雄，也有人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但无论历史如何评说，无论他的权力如何之大，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终其一生皆为汉臣。”曹 CAO。陈大发放下筷子，隔着电话问道：“是的。”江毅给予肯定的答复。他还有些没说的，就是自己希望能够亲自去到那个时代，问一问曹 CAO 的所思所想。这个在历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在现实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想要亲自去到那个时代，感受一下国衡已若灭，独汉已强亡的东汉末年。他想要掀开5000年历史长河中有关曹孟德的一页，想亲自去问一问这个离地位只有一步之遥的男人，为何至死不称帝？他的顾虑是什么？他真正担心的又是什么？他希望能够通过对话读懂这位先辈的心。如此人物，位极人臣，不管出乎何种顾忌，尚且死不篡汉。反观如今，多少人只在国外烧尝甜头，便巴不得离自己的国家远远的，不思报国恩，反而在享受完了国家带来的各种福利，成长出羽翼之后，就巴不得马上改国籍，巴不得立即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去给别国献上一颗又一颗未来很有可能射向母国的子弹。在江毅看来，人人虽生而自由，但人人生而亦不可忘本。既然享受了国家给予每个华夏儿女的红利，纵使真不爱自己的国家，也当尽心思报国，回馈国恩之后再做想做的事。到那时，那些心还不在华夏的，国籍想改哪改哪都可以，别有难哭着往这躲，然后说自己是华夏人就行。吃着母亲的饭菜成长，长大后就果断认了别人当妈，这不叫自由，叫忘本。既然不喜欢，真有骨气，就马上滚到别家去，祖国母亲从不拦人。而不是一边吃一边想着等我吃饱了有用了，别人会收留我了，我再把这个妈狠狠踹开。有人拦着不让踹，还说他们是道德绑架。这样的人与白眼狼有何区别？好，那就对话曹 CAO。 陈导思考了会之后，果断道：以曹 CAO 的能力和功绩，要初步影响国际社会对华夏文明的看法已经足够。播出时间你想好了吗？陈导问道。再等5天吧。江毅躺在别墅里，喝着肥宅快乐水说道。陈大发点点头，好，这次台里会提前3天给你造势，关于典藏华夏在国际上的事情，你尽管放心，我和沈总台会一起想办法，有需要你配合的，我们就一起商量。这几天你就好好准备一下，该休息休息，该睡觉睡觉。要是3天后你觉得来不及的话，就跟我说，我把宣传日子延后，一切以你的时间为主。从今以后由我给你护航。好的，谢谢陈台。江毅暗自感慨，这就是升职的好处啊，换了之前要想宣传，陈大发还得往上级递交各种申请，但是现在陈大发想提前几天就能提前几天，想延后就可以延后。商量完后，江毅开始在天台的秋千上晃荡，吹着微凉的风，看着这片别墅区的夜景。典藏华夏正式迈入国际的重头戏，马上就要开始。这一期2个目的，一是让国际社会的人知道华夏有无数可以力挽狂澜的先辈，二是匡正思想，让那些以改国籍为荣，还美其名曰奔向自由的人明白自由的前提。江毅思考着，脑海中忽然蹦出了一个画面。他快速跑进房间，拿出一张大的白纸和一支铅笔。他把纸摊在了茶几上，先是画了56张桌子，再是在每张桌子旁边粗略地画了8个火柴人。在江毅的脑海中，这些火柴人们都在其乐融融地笑着，他们开心快乐。江毅的笔继续挥舞，整个人都仿佛投入到了这个场景中。这些人们的头上忽然下起了阵阵冰雹，从4面8方还出现了无数的炸弹和子弹，眼看就要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在这时，一座房屋将这56张桌子护在了里面，如同铜墙铁壁般阻挡着一切外来的风雨和袭击。一面在风中飘扬的旗帜出现在了这座大房子上，在这面旗帜下还站着海陆空3军，一个又一个反击来敌的武器出现在了这面旗帜的4面8方，和这些战士们一起将所有的威胁都拦在了房子之外。当江毅放下笔的时候，呼吸都不由急促了些。若是利用系统的特效在第6期生出这样的画面，会不会给世人造成一种别样的震撼？要知道自己画的只是草图，而系统的特效却是可以将这一切以最恢宏大气的方式呈现。江毅沉下心来，去到房间，拿出了陈世杰之前给自己的历史文件。他翻开了东汉末年的那一页。与此同时，糙米国，糙米台长接到了来自大野红狼的电话。fuck， 你们竟然让华夏文明渗透到了你们的国家，你们这群废物！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华夏人阴险得很，不要跟他们玩计谋。对待他们的东西，我们只需要奉行一个原则，那就是禁止。禁止？再禁止？约翰·史密逊在电话中勃然大怒。大野红狼不敢反驳，甚至隔着电话，膝盖都微微弯曲，
是我们决策失误。史密逊先生，请问您有什么办法吗？约翰·史密逊撇嘴一笑，典藏华夏的直播间攻破不了，你们现在也进不了典藏华夏，为什么不从江毅身上做文章？先生的意思是？大野红狼眼中闪烁出了一抹金光。第159章，来了来了，典藏华夏第6期。搞绯闻啊，你要学不会，问问棒子吗？约翰·史密逊玩味地说道，你们马上让在华夏的狗仔们跟拍江毅，看看这小子平时都在干什么，我就不信这么年轻有为的青年能不花天酒地，背地里会没几个女人。大野红狼恍然大悟地拍了拍大腿，我怎么没想到？江毅是华夏国家台的主持人，典藏华夏又是正能量节目，绝对不可能让污点主持人来做的。大野红狼转了转贼眼，就算江毅现在没什么污点，但是我们在华夏也是有不少美女的，没有污点，我们就给他创造污点。棒子国的人说他们国家有一句老话，叫色字头上一把刀。他们华夏人不是喜欢我们废鸟和棒子美女吗？那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陷阱。说干就干，大野红狼毕恭毕敬的等自己的老大哥挂断电话，立即安排人彻查江毅的行踪，并打算精心设计一个局。5天后，周二，典藏华夏定在了今天晚上11点，在国际服电视台直播中同时上线。在此之前，陈大发已经在给典藏华夏造势。以典藏华夏目前的体量，造不造势都无所谓，只是要明确的告诉观众将在哪一天播放。下午1点，江毅刚刚睡醒，脑海中忽然响起了一阵声音：叮咚，恭喜宿主，典藏华夏第5期人气统计完毕，评级为 SS。叮咚，恭喜宿主获得特效升级，特效水平可碾压人类顶级科幻大片。叮咚，恭喜宿主获得金钱奖励5亿。叮咚，恭喜宿主获得直播安全保障功能，系统将自动在宿主进行直播时，对宿主直播地点进行顶级安全防护。江毅听到系统的声音层出不穷的响起，最让他好奇的还是最后一个功能。通过这几次的奖励，江毅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个系统通常在下一期快要播放的时候发放奖励，而且好像获得的新功能都很快就能用上。上一次获得的是直播间和电视台安全防护升级，挡住了各种国际黑客。这一次获得的是直播安全保障，这是不是预示着有人快要盯上他，而且还打算搞事情？也许这就是系统为什么每次临门一脚的原因，只有这样，系统才可以根据奖励和现实来评定给自己什么奖励。有点私人保姆那味了。不过这只是江毅的推测，具体还得多体验几次。江毅总结了一下这几天的所得，这5天里，秦汉明又给自己打了3亿，国家台又给自己打了5亿，也就是说，在这5天的时间里，自己一共获得了13亿。算上前几期的所获，他的身家已经过20亿。但他志不在此，这不过都是理想路上的一点辛苦钱。他真正想看到的是世界震撼于华夏文化，而华夏不再有重阳之风。到那时候，也许他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跟陈世杰的爷爷和他爷爷的战友们一起喝一杯茶，聊一聊天，然后以华夏当代青年的身份，自豪地告诉老一辈，华夏之少年、青年、壮年必将无负传承，砥砺前行，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长跑接力。想到这里，他起身开始为晚上的直播做起了准备。晚上10点半，江毅穿上了常用的中山装，按照惯例提前半小时打开直播间。就在直播间刚刚打开的时候，无数的观众疯狂涌了进来。哈哈哈哈！终于等到你，典藏华夏第6期，曹阿瞒何在？快把曹阿瞒交出来！这可真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呀！我真想看看江神会从什么角度展开和曹 CAO 的对话。要知道曹 CAO 可是我的偶像啊！啧，楼上你有曹 CAO 的命吗？就得曹 CAO 的病。观众们等了那么多天，早就已经憋坏了，现在好不容易看到典藏华夏开播，一个个都跟见到了宝一样。呵呵，你们竟然会喜欢曹 CAO 这样的 G 安臣，世风日下。楼上你不喜欢曹 CAO， 你来看干嘛？因为我也有曹 CAO 的病啊。哈哈，那咱可真是同病中人。观众们对曹 CAO 这个人物展开了热议，大家对曹 CAO 这个人物都褒贬不一，甚至会经常爆发争论。但一提到曹 CAO 的病，他们却是格外的热情，意见十分一致。和往常一样，一些自媒体朋友们也都来了。在国家台大厦，沈万荣等人又坐在了观影室。这一次，陈大发直接坐在了沈万荣边上。燕城别墅，秦汉明老爷子坐在沙发上，拄着拐杖。秦晶晶手里拿着速效救心丸，神情凝重。江毅静静地等待着11点到来。瞥了眼墙上的时音钟，只剩下1分钟了。起身站到了摄像头中间，心中跟着时音钟的秒钟一起开始了倒计时。3、2、1。观众们一直泛黑的手机屏幕之上，一点一点的出现了由金光汇聚的画面。伴随着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响起。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来自不同民族、身怀同一血脉的华夏儿女，坐在一张又一张桌子上，其乐融融的画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脸，正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上，一同吃着蕴含了各种民族特色的美食。每个人都在热情地为自己的同胞介绍着这些看起来十分的美好融洽。忽然，就在这时，一颗又一颗炸弹来袭，一把又一把机枪出现，冲着这张长桌扫来。手无寸铁的百姓们无处藏身，正打算与这些来犯之敌搏命，却忽然看到一座大屋从天而降，将他们覆盖了住。大屋旁边出现了华夏的陆军，大屋之外的海洋上出现了华夏的海军，大屋之外的天空上出现了华夏的空军。一面旗帜立在了大屋上，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反我中华者，虽远必救。声声充满杀气的呐喊震颤在数以亿计的观众耳畔。三军齐发，舍身忘死，为大屋内的华夏儿女们守住了太平盛世。华夏儿女的脸上再次洋溢出了笑意，他们的头上升起了道道光粒子，汇聚出了一幅华夏山河图。伴随着这些画面缓缓出现的是一个刚毅挺拔的身影，他一步步由远及近，出现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之中。他的声音沉稳而厚重。各位观众，欢迎来到典藏华夏第6期，第160章，史上最高危职业。这一期我将带大家对话的是曹 CAO。曹 CAO， 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其文韬武略，古今罕见。有人说曹 CAO 是一个大之样之臣，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持朝政，独揽大权，虽无篡汉之名，却有篡汉之实。江毅的声音缓缓响起。也有人说曹 CAO 是大汉最后一个忠臣，其奉天子以令不臣，至死不篡汉，宁死也只愿做一周文王。周文王至死未反商，曹 CAO 至死不篡汉。在我们华夏的历史长河之中，关于曹 CAO 各方面举动的争议从未停歇。今日典藏华夏将带诸君一起与曹 CAO 相会，品孟德之心，畅谈古今之意。江毅不再多说，从前往后一步一步往后退去。一本又一本全身散发着金黄色彩的典籍在他的周身浮现，如同被大风刮过一般，哗啦啦的快速翻滚。每被翻过一些页面，书上便会从今往古出现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名字。江毅周围的时空随之产生了变化，他的身影仿佛出现在了官渡，听见了漫天杀声，看见了一个男人在刀光剑影中驰骋。又仿佛出现在了赤壁，看到了那个唯愿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枭雄。画面一转，原本还被典籍包围的江毅忽然出现在了一座议政厅中。和之前对话过的皇帝宫殿不同，这个议政厅在曹 CAO 的丞相府中，是曹 CAO 和手下们议事的地方。江毅站在议政厅中央，还没来得及细看曹 CAO， 就发现许褚、张辽、曹丕等人纷纷怒视着自己。何人胆敢擅闯丞相府？曹 CAO 第一保镖许褚拔刀就朝江毅砍了过来。与此同时，张辽等名将也怒喝着狂冲上来，一副要把江毅碎尸万段的样子。江毅看向这些来杀自己的阵容，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无奈。怎么就是避免不了被砍呢？好像除了岳爷就没有哪个人没砍过他。还是岳爷好啊。江毅心念一动，让这些剑拔弩张的人全部停止了行动。丞相府中正靠在王座上有不少白发的曹 CAO， 心中震撼，但依然面不改色地问道：你是何人？为何着如此怪异之服，有如此怪异之能？只言片语间，曹 CAO 的手已经放在了离佩剑最近的地方。虽说知道眼前这个人可能有什么艺术，但他绝不是那种会束手待毙的人。江毅正是曹 CAO， 以抱拳礼道：晚辈江毅，来自后世1000多年后，特来对话魏王。庶子胡言乱语，这天下怎能有人能够跨越1000年来见孤？曹 CAO 起身，怒目横眉，但没有轻易拔剑。天生多疑的性格让他没有对付这个艺人的把握之前，不愿轻举妄动。他心生一念，脸上的怒意转瞬即逝。不过孤倒是愿意信你。曹 CAO 带着剑缓缓地走到江毅面前，嘴角扬起一丝笑意。你能够有此异能，若真的能够跨越1000年，倒也可让孤相信。如此说来，你也算是孤的后辈，孤必以礼待之。曹 CAO 走到江毅边上，在他还在江毅视线中的时候，他一直都保持着亲和的微笑，好像真的把眼前这人当成了要善待的晚辈。然而当他走到江毅的视线之外，离江毅旁边只有1剑之隔的时候，忽然目色显露出如狼一般的凶狠，将剑迅速拔出，朝江毅的脖子砍去。江毅察觉到了这股杀气，别问就是被始皇帝那些先辈给练就出来的。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禁止曹 CAO， 没办法，曹 CAO 可不是一般的多疑，是连睡觉都会编个5好梦中杀人的狠人。不让他砍一下，知道伤不了自己，
这家伙肯定还会想方设法的在对话中再给自己来几剑。曹 CAO 眼睁睁看着剑从江毅的脖颈上划过，却好像划中了空气一样，眼神瞬间由最开始的充满杀气和愤怒，到最后变成了疑惑和不安。他有点怀疑人生了。此子到底是何一人？曹 CAO 还是不信，又接连朝江毅身上连砍数剑，砍得自己一把老骨头都气喘吁吁了，这才放弃了这个念头。嗨嗨，曹 CAO 咳嗽了2声，看来你果真来自后世。魏王信否？江毅问道。孤信了，孤一生杀人无数，若当是真有如你一般的艺人，不会今日才见到。曹 CAO 转身背对江毅，眼中忽然又露出了杀机，似乎是觉得刚才江毅可能做好了准备，才能够发动艺术，现在他想要出其不意。他再次转身挥剑一砍，但这一剑还是落空了。他瞪大了眼睛，嗨嗨，孤彻底信了。直到这时候，曹 CAO 才把剑收回了剑鞘。哈哈哈，笑死我了！这曹 CAO 也太多疑了吧！我刚才还以为他真信江神来自后世呢。是啊，没想到他转身又是一剑，再现求江神的心理阴影面积。史上最高危的职业，典藏华夏主持人。我也知道曹 CAO 多疑，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多疑到了这种程度。楼上不知道了吧？当年许攸投奔曹 CAO 问粮草的时候，这位曹丞相可是连撒了好几个谎呢，最后还是许攸自己把答案给说出来。观众们都被曹 CAO 的多疑性格逗笑了，一下子就被带入了这场对话中。江毅看了眼曹 CAO， 神色有些古怪。果然取信他比取信前几个难多了。还没等江毅说话，似乎是曹 CAO 心有疑问，便主动看着他问道：“你既来自后世，为何来对话孤？”江毅郑重回道：“晚辈欲借前人之事，成后世之师，故特来对话魏王。借前人之事，成后世之师，这倒颇为有趣。”曹 CAO 在议政厅上走了几步，正色道：“既如此，孤便与你这后世畅谈古今。但你也要满足孤的一个心愿。”魏王何愿？江毅并没有急着答应。曹 CAO 当机立断：“孤想要知道后世对我曹孟德的评价。孤想要知道，孤在后世的眼中到底是篡汉之臣，还是大汉之忠臣？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若想知晓孤真正之心意，你必须回答。”第161章：您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这问题我还想问你呢。江毅思考了下，回道：“后世关于魏王有2种说法。一部分观点认为魏王是姬央雄，名为符汉，实为乱臣贼子。”江毅看到曹 CAO 的表情并没有多少变化，似乎一点也不意外。他们为何如此说孤？曹 CAO 默然。他们认为魏王也许最开始的确是想奉天子以令不臣，匡扶汉室，但随着手中权柄越来越大，前期的大汉忠臣到中后期早已经是第2个董卓，是篡汉之臣。哼，后世真不知孤，区区一个董卓也配拿来与孤比？曹 CAO 冷笑一声，走到议政厅外，面前是一片广阔的庭院，恢宏大气，周围还有赋诗楼、演武堂等各种建筑。后生，你且看这大汉朝廷，若孤真想迈出那一步，你觉得当今陛下能阻孤否？不能。江毅果断道：“汉献帝从始至终不过都是一枚棋子，也许别人控不住，但曹 CAO 却是控得牢牢的。那你觉得东吴孙权、蜀地刘备能阻孤否？”江毅摇摇头。曹 CAO 继续问道：“那你认为那些心存汉室的在朝大臣能阻孤否？”也不能。江毅回道：“既然这天下无能挡孤，孤又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天下乃至于后世之人，凭什么说孤是篡汉之臣？”曹 CAO 神色微怒，目色犀利地看着江毅，似乎是想从眼前这个后生的眼中看出对自己的敬畏和恐惧。可是他发现江毅眼里只有坦然自若，心底不由微惊。天下多少英雄闻孤名，见孤立色，无不闻风丧胆。此人静问若泰山。因为魏王虽然没有篡汉之名，但已经有了篡汉之实。江毅把后世的一些观点尽数说出：身为臣子，控制皇帝，行皇帝之权，逆高祖之令，擅自称王。这种种迹象皆表明魏王早已有篡汉之心，只是苦于人心在汉。曹 CAO 嘴角扬起，一副不屑的模样。没想到后世也如此说孤。当世不知孤，莫非后世也不知孤？江毅始终以客观的角度分析着曹 CAO 一举一动的意义。他先是把这些不看好曹 CAO 的言论说出，再看看眼前这个魏王到底是什么想法。魏王为何说是后世看错了您？后世亦是引经据典，亦是出于史书典籍上的种种，才给予您如此评价。江毅继续说道。曹 CAO 听后愤慨道：“难道后世认为孤一接到陛下就得还政于他？后世为何不想想，
那时候的陛下不过才15岁，孤若是还政，那他会不会被别人利用？若是一个朝廷出现了2种声音，孤要行有利于家国之事，陛下若不让，孤当如何？曹 CAO 的话引发了观众们的思考。确实，汉献帝小时候过得就不好，难道真的指望他有什么大才吗？当时政权在曹 CAO 手中，确实比在汉献帝手中要好很多。呵呵，你们就这么相信曹 CAO？ 他可是 Jiang 雄啊，这是在欺骗我们后世好吧？这不过是他在为自己洗白罢了。观众们纷纷发表了不用的意见，许多人都认为曹 CAO 是在给自己洗白。然而，就在这时，曹 CAO 撇了撇嘴角，猛然挥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与其陛下被别人利用，倒不如为我所用。曹，楼上说洗白曹 CAO 的出来。曹 CAO 这话真是又欠打又霸气啊！什么叫 Jiang 雄？这才叫 Jiang 雄啊！让人都知道他 Jiang， 但就是拿他没办法。观众们看着这个真 Jiang 雄，不知道为什么，反倒有点喜欢这个不虚伪的人了。曹 CAO 毫不避讳地说道：“后世当从史籍中见过孤说的一句话，今日孤亲口说与你听。”何话？江毅正是曹 CAO， 心中已经隐隐猜到了那句：“您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不论是对古还是对今，又或是对待后世，孤的态度只此一种。后世之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孤就是孤。后世之人若与孤对立，若孤可杀之，也绝不会有任何犹疑，这就是孤。那些说孤不应该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人，那是他们目光短浅，只拿着笔张张嘴就以为读懂了孤。一阵风吹过曹 CAO 的脸颊，吹拂起了他的数缕白发。曹 CAO 面色坚毅，没有一丝动摇。难道后世真的有人认为一个落难天子能够做得比孤更好？难道后世真的有人认为一个受到董卓控制的皇帝，在掌控了政权之后就能够做一明君？让孤来告诉后世，一个人一旦被压迫过久，反抗之心就会越发膨胀，就会如同野草一般滋长。孤若是还政，指不定陛下会做出何事。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曹 CAO 在丞相府的庭院里走着，江毅跟在一旁静静聆听。他发现这曹 CAO 有点太宗皇帝那味了，感觉有一肚子话想要对后世说。他知道在这方面曹 CAO 说的确实比较客观，这就如同范进中举一般，一旦失意久的人突然得意，保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换了谁在曹 CAO 那个位置，只怕都难以还政。只是曹 CAO 是真这样雄，他什么心事都敢跟你说，还就不怕你怎么样他？他的一言一行间皆霸气侧漏，皆有一副哪怕你看不惯我，哪怕我什么都告诉你，你也不可能打败我的霸气。曹 CAO 的声音继续响起：“姑且问你，陛下若是昏君，若是要杀孤，孤是要伸着脖子让他砍，还是该揭竿而起，做大汉的反贼？孤若是被砍，后世之人也许会怜悯孤，说孤是个忠臣。但孤不需要怜悯，孤的命运只能掌控在孤自己手中。孤若是成了反贼，史书上就会如此记载：曹 CAO 字孟德，东汉末年之反贼。孤不会坐以待毙，但孤也不愿做反贼，所以孤必须挟天子，这样天子才不会把孤置于两难之地，孤才可以用天子之名荡平各路诸侯，横扫天下。”曹 CAO 正视着江毅，一字一句傲然道：“数十年来，孤灭黄巾，起兵陈留。”第162章与曹 CAO 论剑画古今。孤逐鹿中原，伐袁术，灭袁绍，远征乌桓，平定西凉，八方之地无不有诸侯四起，群雄割据，一族伺机而动。大汉天下，若无我曹 CAO， 不知得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 CAO 看向江毅，这个他曾经在文武百官面前问过的话，这次他对着后世又问了一遍。江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很无解。以汉献帝当时的年纪，所拥有的威望，基本都是靠着大汉正统血脉积攒来的。而在天下诸侯看来，谁得了天子，都是相当于得了拥护正统之名，并非想要真心拥护他。毕竟不还政皇帝，自己还是那个诸侯，手掌所属各州的权柄，统领各州军政。一旦还政，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头上选把剑，指不定哪天这个皇帝就会跟自己对着干。明明可以万人之上，谁会想着一人之下？能够真心拥护他的人，能有几个？天下群雄骂曹 CAO， 或许只是因为没有曹 CAO 之能，被他捷足先登，得了天子罢了。江毅问道：“魏王还是没有回答晚辈，为何至死未称帝？”“因为孤不想，也不需要称帝。”曹 CAO 挥了挥衣袖，带江毅走进了演武堂。在演武堂上摆放着各类兵器，刀枪剑戟约数千样，应有尽有。曹 CAO 从其中一副兵器架子上拿出了一柄新剑。“后世可会见否？”曹 CAO 笑着望向江毅。江毅摇头，后世对冷兵器一类防控极严，且晚辈所处时代民生安定，故未曾学剑。哈哈，
大丈夫不会剑术，岂不无趣？曹 CAO 看了看身旁的另一柄利剑，本想交给江毅，但就在手要落在那剑上的瞬间，他的眼神微眯，不动声色的把手又往旁边移了移，落在了一把木剑上。与此同时，他把自己的利剑也换成了木剑。这2把剑乃是孤与皮儿练剑时用，今日姑且授你几招剑术，如何？姑虽然老了，但剑术却未曾生疏。姑曾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今日若能与你这后生论剑画古今，倒不失为一桩美谈。好，晚辈今日便与魏王论剑画古今。不得不说，曹 CAO 很会带人心，他这短短5个字让江毅不由产生了些兴趣。这还是他第一次一边跟古人对话，一边做着别样的事情。他对演武堂的其他剑也不感兴趣，霸王剑就在别墅里收藏着呢。虽说不知道练剑在现代有什么用。江毅接过木剑，和曹 CAO 一边再次向庭院走去，一边继续听曹 CAO 的答案。姑不想称帝，是因为曹氏世受汉恩，姑的祖父曹腾立是4代先皇，若无大汉，便无如今之曹 CAO。江毅问道：所以魏王依然心存汉室？也并非全是。曹 CAO 摇头，一点也不犹豫。江毅发现这个 Jiang 熊远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敢言敢说。不是说大 Jiang 之人往往韬晦藏拙，藏技于心吗？怎么曹 CAO 什么都说得这么坦然和光明正大，倒是给人一种别样的坦荡。就是不知道，若是他得知大卫最后被司马懿摘了桃子，会如何？后世有一句话说得很对，那就是人心依然在汉，就连姑也曾犹豫过，究竟要不要迈出那一步。江毅和曹 CAO 来到庭院中间的空地上，环顾四周，发现庭院附近皆种着各种盛开的花，还种着几棵桂花树，闻起来芳香扑鼻。花旁边还有一些被禁止的美丽侍女，她们手里端着水盘，像是要给花浇水，脸上洋溢着笑意。和煦的阳光微耀在江毅和曹 CAO 脸上，江毅学着曹 CAO 的动作开始舞剑。曹 CAO 每做出一式，江毅便跟着学一式，有动作不对的地方，曹 CAO 还会亲自来帮江毅纠正。那魏王究竟是如何想？江毅重复着同一套剑式，将其巩固。曹 CAO 坦然，一剑猛然前挥，发出呼的一声空气嘶鸣声。姑想过，但姑最终还是没有如此做，只因不愿。这天下有很多人都想让姑称帝，因为有姑为首，他们就会群起而跟之。他们会想，天子就在你曹孟德手中，连你都称帝了，我们为何称不得？在称帝之前，他们还会群起而攻姑，到时姑好不容易以天子之名稳定大半的乱局，将再度土崩瓦解，天下又将陷入暴乱之中。那姑征战半生，意义何在？曹 CAO 剑势时而缓慢，时而快如疾风，时而迅猛击出，时而又沉稳内敛。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直呼内行。卧槽，真的假的？历史上可没有记载过曹 CAO 会武功啊！人家兵败赤壁都能活下来，你真当全靠武将护驾？还有，曹 CAO 可是刺杀张让，被张让发现后，竟然还能跑路的。你要让他跟那些名将单挑，肯定打不过，但打些小兵还不是手到擒来？哼，不过是花拳绣腿罢了。1000多年前，我跟他单挑，他哭着求我别死太快。不过论剑画古今，这也太有意境了吧，搞得我都想去了。观众们看向正在跟曹 CAO 学着一招一式，且仍能淡定自如，时刻把控节奏的江毅，不由露出了羡慕的眼神。能与曹 CAO 画古今，哪怕只是在拍一个节目，他们也想啊。所以魏王之所以不愿意篡汉，并不是因为无篡汉之心，只是一旦篡汉，国家又将陷入乱局。江毅一剑落下，发现经过曹 CAO 的指点，自己的剑士和气都顺了不少。是的，姑大半生都在为了一统中原而战，若是因为贪恋地位而导致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北方再次出现乱局，姑将有何颜面下去面对先祖？所以姑不称帝，但也绝不会交出手中权力。于是便有了天下人拿姑贪恋权位、篡汉来骂姑，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坐在姑的位置上。曹 CAO 有些不忿地看向江毅，后事姑且问你，以姑一生之功绩，可封王否？第163章，治世之能臣，乱世之Jiang雄。魏王一生战绩，足可比肩王侯。江毅说道：后世诟病魏王，是因为高祖刘邦曾言，非刘姓不可封王。姑不封王，若还想多一份权位，当如何？曹 CAO 目色如同鹰厩一般直视着江毅。江毅谨言道：那便只有篡位。比起篡位，姑不过是称王而已，天子就在姑的掌中，姑却让他衣食无忧，只是不希望他成为姑平定天下的阻碍，不希望一个朝廷却出现2个传令的声音。曹 CAO 横眉道：更何况姑还不确定另一个声音是否是正确的，是否能当的明君2字。与其让朝局难以控制，倒不如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他依然做他的天子，姑依然做姑的汉臣。姑知道，陛下无一日不想夺回权位，倒还真希望他能够胜姑一筹。
可是皇位上的那个人，他根本做不到。江毅默默听着分析着曹 CAO 的话，听曹 CAO 这意思是希望献帝能够战胜他。魏王手下拥有猛将精兵无数，又有程昱等谋士为您谋定八方。陛下少年时即被董卓挟持，而后又被魏王挟持，自然难以与魏王相抗衡。毕竟不是谁都是始皇帝啊，能够逆风夺权。江毅暗自感慨。曹 CAO 却是摇头，后世不仅看错了孤，更看错了如今的陛下。他坐拥天子之名，生来便有至高无上的血脉，天下人心在汉，不少朝臣依然心在汉室。然即便拥有此等优势，他依然无法战胜孤，甚至连向孤拔剑的勇气都没有。滚滚诸公，碌碌汉臣，唯有荀令君敢为汉室与孤对立。那些心在大汉的其他汉臣呢？哪个不是背地里喊着光复汉室，但哪个又不是在明面上畏孤如虎？曹 CAO 极为不屑的冷笑。时常侍时期，这些汉臣便是如此，敢行刺时常侍守张让之汉臣，唯孤一人。董卓时期，他们还是如此，敢明面反对董卓逆行导师之汉臣，一孤一人，这才有了孤臣刘起兵之事。如今天子在孤手中，满殿汉臣依然还是没有骨气。后生且平心而论，如此朝廷可还有救？曹 CAO 冷哼一声，如此皇帝和所谓汉臣，真要让他们手握权柄，岂不是要将天下搞得天翻地覆？后世且猜，若是这些人手握权柄，首先会做什么？杀魏王。江毅果断答道，这点无需犹疑。不管哪个皇帝在这个时代都会这样做，只要夺回权力，必杀曹 CAO。他发现曹 CAO 真的是把什么都给看透了。没错，以孤的性格不会坐以待毙，到那时天下的诸侯还没平定，朝廷首先就内乱了，谁占便宜？曹 CAO 一剑劈在了桂花树干上，陛下无知，竟然真以为刘备会帮他夺回权位。他之所以觉得刘备忠诚，是因为自己没有落在刘备手中。天下之所以骂孤，是因为孤比他们想的更长远，孤首先占得了天子，天子要真在他们手中，还不知会变成何样。所以孤从不介意当世之人如何谩骂，他们昨日不知孤，今日不知孤，未来更不知孤。曹 CAO 继续舞剑，看向江毅，忽然一剑朝他砍了过去。江毅挥剑抵挡，发现曹 CAO 的力气极大，一剑落下，给他一股很大的压力。若非江毅平时就有锻炼的习惯，再加上这个时候的曹 CAO 也确实老了，而且没出全力，这一剑估计难以抵挡。这就是古人的战力啊！曹 CAO 一剑又一剑朝他砍来，江毅能挡的就挡，挡不住的就干脆不挡。就这数个回合之间，江毅已经被曹 CAO 砍了不下10次。不过在这期间，江毅也在不断学习和精进着自己的剑术，已经开始能和曹 CAO 斗上几个回合。与此同时，对话仍在继续，曹 CAO 似乎憋了一肚子火，剑势越来越强。孤也曾真正的想要匡扶汉室，孤刺杀张让，反董卓，入18镇诸侯，只为匡扶汉室，救出天子。可是当孤发现诸侯个个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并非真正想要救天子时，孤的心就已经冷了大半。当孤救出天子，奉天子以令不臣时，一面为了镇压各路诸侯而殚精竭虑，一面还想看看陛下是否能有济世之才。但天子和那些拥护汉室的臣子们依然让孤失望。孤曾言，若当朝陛下有高祖之才，孤愿为张良。曹 CAO 不断的朝江毅砍来，江毅提剑不断抵挡，之前挡不住的招式他会任由让曹 CAO 砍。但随着这几个回合精进下来，江毅已经能够躲过曹 CAO 的剑了，虽然还是会被砍几下，但比先前已经进步了不少。江毅和曹 CAO 都在阳光下暴汗淋漓，所以魏王最后得出的答案是陛下无济世之才，所以实不还政。江毅疑问道，单凭一面之词，魏王不怕难以服众？孤从未想过服众。曹 CAO 淡笑，这天下人服孤如何，不服孤又如何？孤依然是魏王，依然雄镇北方，又有何惧？至于那些史官之笔，他们爱如何记便如何记。欲满天下者，往往回满天下，孤不在意。孤只愿做一胜者，立于不败之地。曹 CAO 句句语出如雷，震撼古今。妈的，这就是曹 CAO 吗？今天我算是见到什么叫真正的知阳雄了。古来多少帝皇和王侯将相都畏惧史官之笔，但曹 CAO 却毫不在意。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曹 CAO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不会也被曹 CAO 给忽悠了吧？曹 CAO 太知样滑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说的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呀？观众们脑子里冒出了一连串的问号，曹 CAO 实在太难看透了。江毅仔细看向面前这个知阳雄，发现曹 CAO 的确是个攻心的高手，他好像什么都跟你坦白了，但就是在这些看似全部坦白的话语中，却让人不敢相信。
他不由想起了一句话，说的是人们心中的曹 CAO 远远比现实中的还要让人感到害怕。哪怕现实中的曹 CAO 真的是在跟对手掏心掏肺，说出一连串的大实话，对手也都不敢去信。因为他在三国乃至于给后世立下的知央雄形象，甚至比他本人还要更加恐怖。今日江毅才真切地体会到何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知央雄。第164章，曹孟德真假之言，再见郭奉孝。魏王既不在意史官如何评说，又何必问后世的看法？江毅并不认为曹 CAO 说的话都是真的，指望曹 CAO 跟一个人掏心掏肺，哪怕这个人来自后世，也绝无可能。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或真或假，或半真半假，让人真假难辨。这似乎是曹 CAO 的一种语言艺术，永远都不会让人看透自己。江毅仔细剖析曹 CAO 的每一句话，他赐张让是真，不瞒董卓倒行逆施是真，敢于兴兵讨董是真。至于是否是真的，只想利用自己的权势去考验献帝，历史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能由后世猜想。甚至哪怕眼前的曹 CAO 回答了这个问题，也不足以取信于人，没人可辨出真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前期的确是为汉室中兴而努力过，否则就不会为了刺杀张让奋不顾身了。而在他起兵之前，被举孝廉是真，申明禁令，严肃法纪是真，敢依法杀皇帝宠幸的宦官简硕的叔父简图是真，敢在忠良之臣被宦官所害时，向汉灵帝多次谏言，朝中知央逆满朝，而忠良之人却要无端受害，得不到重用，也是真。朝中政治昏暗，曹 CAO 不肯迎合权贵，托病回乡，仍是真。这种种真迹象，无不表明曹 CAO 虽然对大汉的朝廷不满，但对大汉皇朝却有着自己的忠与义。至于中后期，是因为忠义变质了，才做出挟持天子、掌控朝政、持不还政的举动，还是因为一切真如曹 CAO 所说，是因为他觉得献帝无法如同汉高祖一般挽大汉于将倾之际，于是便只能自己把控朝政。饶是江毅也无法从这位知央雄的神色中看出一丝端倪。他发现关于这个问题始终无解，即便他亲自来到这个时代，对话曹 CAO 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全说真话的人，他看似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极有道理，但就是在这看似正确的道理中，似乎又藏着端倪。无愧为知央雄。这一刻，江毅对曹 CAO 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也在快速调整着对话的方向。没有提前安排好的台词，没有彩排，一切都是临场发挥。江毅唯有时刻把控和调整节奏，才能将这场与曹孟德的对话进行到尽善尽美。听了他的问题，曹 CAO 把剑收起，似乎是有些累了。他面无表情，孤老了，只想知晓后世能有人知孤否？然现在看来，他们一语当时无异。说着，曹 CAO 举止微顿，似乎是想起了什么。知孤者，为奉孝也。孤，念奉孝了。江毅看到曹 CAO 这神情，是之前对话时从来没有流露过的。郭奉孝，一个能与曹 CAO 这样连睡觉都要防人的知央雄行同车坐同席，一个能够在治军向来严谨的曹营中不拘常理，却让曹 CAO 夸赞是此乃非常之人，不宜以常理居之的人物。陈群向曹 CAO 检举他行为不检点，曹 CAO 也只是一面称赞陈群检举有功，一面对郭嘉不责不问。曹 CAO 对郭嘉可以说是连史书典籍上都承认的偏爱。就在曹 CAO 陷入感伤的时候，他的身后忽然响起了一阵声音：“主公！”一阵气宇轩昂的铿锵之声，让曹 CAO 听得瞬间剑都掉落在了地上，身子明显一怔。他难以置信地转过身来，深邃的眼眸里满是震惊。只见到江毅身旁一道金圈出现，在那道金圈上出现了一个意气风发、身穿青衫的男人。奉孝！曹 CAO 眼眶深红，步伐紊乱地冲上前来，想要抱住时空之镜中那个青年，却是落空了。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又看了看郭嘉，神情落寞。他当即知道这个画面是无法触及的。画面中，青衫男子站在众多谋士武将中间，看向刚败给张绣、被袁绍羞辱，却在担忧自己无法抗衡袁绍的曹 CAO， 断言道：“主公无需惧怕袁绍，公有10胜，而绍有10败。其一为道胜，袁绍礼仪繁多而杂乱，主公因事而质疑，道高一筹。其二是谋胜，袁绍临事无策，优柔寡断，主公英明果敢，应变无穷。其三是武胜，袁绍用兵好为虚事，不知兵要，主公则用兵如神，士卒有所事，敌人闻而畏。”郭嘉的10胜10败再次响彻在曹 CAO 耳畔，饶是曹 CAO 已经做好了在江毅面前喜怒不形于色的准备，亦不由有些破防。奉孝，不想你。曹 CAO 的脑海不禁想起了关于自己和郭嘉的往事，多年铸就的心墙像是土崩瓦解了一般。奉孝，
你可知世上无你，孤在吾知己？你可知孤在赤壁，险些命丧敌手？若你知晓的话，会为孤难过否？你若是难过，为何连一梦都不舍托孤？曹 CAO 红着眼眶，慢慢的靠近时空之镜上的郭嘉。这一次，他没有伸手去抓，他怕这只是个梦境，怕这个梦境只要再受到一点干扰，就会支离破碎。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兵败时喊出的那一句“若得奉孝在，我何至于此”，那是他在最崩溃的时候想起的人，那是他曾经想要托付后方治国大事，被他寄予了无限希望的人。可是这个人在陪他征战的时候，水土不服，染上了重疾。时空之镜上出现了有关郭嘉的混剪：奉孝此生，愿为明公鞍前马后，效死命。奉孝，这是刚刚出山前来追随孤的奉孝。曹 CAO 有些激动地说道：“孤和他第一次畅谈，便知能够帮我成就大业的人就是他了。”曹 CAO 伸出手掌，看着那个朝自己俯首而拜的年轻谋士，想要抚一抚他的脸颊，却不敢触及。丞相，刘备万不可放，一日放纵敌人，变成术士的祸患。那是奉孝劝孤要软禁刘备，让刘备成为笼中之鸟。可是孤没有听他的，终究酿成大错。曹 CAO 似乎把有关于郭嘉的每一幕都记得清清楚楚。丞相，第165章，且听曹孟德一书胸臆。漆黑的房间中燃着几支烛火，微敞的窗户外时不时吹进晚风，像是要将这些本就稀疏的火光尽数熄灭。病榻上面黄肌瘦，嘴唇发白，被病痛折磨得暴瘦如柴，脸上颧骨只剩下层皮包裹住的郭奉孝伸出已是无力的手，像是想要抓住什么，那是想要和人握手的姿势。可是这时候，那个他想要再见的人，或许正在奇袭乌桓的路上，或许仍然在班师的途中。深夜之中，房里只剩下郭嘉一人，他无力的起身，步履维艰的扶着床沿，走到了桌子边上。嗨，郭嘉手捂着嘴，轻咳几声，提笔在书信上手剧烈颤着，写道：“丞相得胜归来之后，无需再度出兵，属下料定袁尚与袁熙兵败之后，必投奔辽东公孙瓒。然二袁并非愿寄人篱下之徒，公孙瓒畏惧丞相虎威，必不敢多留二人。如属下所料无差，丞相得见此信时，二袁人头必已在献给丞相的路上，故丞相只需静待时变，无需再劳师征伐，望丞相斟酌。”噗嗤！郭嘉强忍着胸腔剧痛，将头扭到一旁，一口鲜血暴吐而出，瘫倒在了地上。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但依然强忍着，用瘦弱无力的胳膊强撑着自己起身，在那封书信上写下了最后4字：奉孝，敬上。写完之后，郭嘉再没有握笔和直腰的力气了，干脆任由自己倒在了地上。丞相，奉孝得遇丞相，乃今生最大之幸，只恨往后不能再与丞相同行了。此为奉孝最后一计。奉孝纵于九泉，亦会护佑丞相，祝丞相早日一统天下，还中原一片净土。郭嘉伸出苍白无力的手，再次想要抓住自己在脑海中幻想的那个人。此时泪水已经溢满了他的眼眶，但他依然仿佛看到了那个自己决心誓死辅佐的丞相已经凯旋而归，正在兴高采烈地跑向自己，告诉自己说：“奉孝，我们赢了。”他的嘴角渐渐地扬起了一丝笑意，手掌缓缓地合拢，丞相。时空之境外，曹 CAO 的手猛然伸出，身子如同突突一般奔向郭嘉。奉孝，孤在。曹 CAO 再也忍不住，扑向了时空之境。他最终还是没能来得及抓住郭嘉的手，就见郭嘉已经无力地闭上眼睛，手也砰的一声掉落在地。风吹灭了烛上残火，时空之镜上的画面缓缓消失。不要！曹 CAO 暴怒提剑，挥砍着周边的一切。他崩溃地嘶吼着，瞪着面前虚无的一切，咆哮道：“还孤奉孝来！还孤奉孝来！”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郭嘉和曹 CAO 几乎崩溃的一幕，也都不由跟着红了眼。呜！郭嘉一骑定辽东，郭嘉至死都在惦记着他的丞相。这或许是曹 CAO 唯一的知己吧，可惜英年早逝。郭嘉和曹 CAO 没能再见上最后一面，心中该有多痛。今天曹 CAO 见到了郭嘉，可是郭嘉临死前依然还是只能幻想着自己丞相的模样。真希望江神也能够圆奉孝一个梦啊！希望奉孝也能够见到他的丞相最后一面。哀哉奉孝，痛哉奉孝！过了好一会后，曹 CAO 发泄完心中不平，终于冷静了下来，长叹了一口气。他神色凝重地看向江毅：“孤刚才所见的是真正的奉孝吗？”是。江毅点头。孤知道了。曹 CAO 面无神色，心中虽然感激江毅让他见到郭嘉最后一面，圆了自己这个遗憾，但嘴上并没有多说。但当他在看向江毅的时候，态度却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汉宫的方向，
说道：“孤对汉室却有不可割舍之情谊。孤也曾想要做一个帝佐之臣，孤曾经向灵帝陈述过很多的治世之计，然灵帝宠信宦官，竟不纳忠言。从那时候起，孤就对汉庭大失所望，于是称病而归。然即便如此，王芬谋划废黜灵帝之时，来邀请孤，孤毅然拒绝。曹 CAO 踱步在庭院中，怅然道：后又有边章、韩遂率兵10余万反叛朝廷。孤虽然对朝廷失望，但当灵帝需要巩固政权之时，孤依然出任典军校尉，只为匡扶汉室，尽孤所能。然朝廷依然无道。中平6年时，孤早就劝说过当时的大将军何进，不要请董卓入京杀十常侍，那是在引虎驱狼，必将自食其果。对付十常侍，若是像孤这样的人多一些，何尝不能灭之？孤一人且敢只身赐张让，当时那么多汉臣汉将，竟无一人有如孤之胆魄者。后生且言句公道话，当时之汉庭可悲否？当时哪怕汉庭齐心协力半分，要诛杀十常侍，根本不难。当时若再多几个如孤之人舍身忘死，何愁杀不了十常侍？可满朝文武皆无骨气矣。曹 CAO 说到这的时候，给江毅一种很铁不成钢的感觉。孤不愿当今陛下，若当今陛下生在和平时代，或可为治世之明君。然这是乱世，他亦不会打仗。二凝聚不了汉臣之力，三麾下又无敢效死命之将，光凭此3点，孤如何放心让权？孤穷尽半生，率领麾下谋士武将，出生入死，才得以安定下来的北方，和当世相对平稳之局面，绝不会容许任何人破坏，哪怕这个人是大汉正统。曹 CAO 挥了挥袖袍，一剑朝江毅刺来，似要泄尽心中不忿。江毅提剑和曹 CAO 继续对论。江毅看出，即便如曹 CAO， 心中亦有太多的郁闷之事。这些愤懑并非不存在，而是曹 CAO 并不在意。但是否真的不在意，还是在憋在了心中，谁又知道呢？华夏古今，多少千古风流人物，后世皆褒贬不一，对其印象不一。诸多真假与褒贬，在后世的观众们心中皆有不同评说。江毅做的只是跨越古今，与曹孟德对话，将古人之言行举止通过直播的形式传达于后世，希望后世能有所得。今日且看江毅与曹 CAO 论剑话古今，且听曹孟德一书胸臆。第166章，后世可有期否？江毅一边和曹 CAO 对剑，一边问道：那位王可有让曹丕称帝之意？这个时期的曹 CAO 已经在刻意培养曹丕了，曹丕成为魏王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丕儿称帝与否，孤不在意。曹 CAO 一剑落下，被江毅挡住，双方都没有尽全力。曹 CAO 似乎也只是在考验江毅的剑招。孤这一生已经竭尽全力在还大汉对我曹氏之恩情，孤无负于汉。至于丕儿，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江毅知道曹 CAO 这么说，那肯定就是有要让曹丕称帝的心思了。汉室将倾已经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洪流。也许曹 CAO 最开始的确想忠心汉室，但慢慢发现汉室无救之后，也就开始争做雄主了。念于自己一生为了汉室戎马半生，念于自己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所以眼前这个姬安雄才至死没篡汉。做了一生汉臣，眼看着大汉天下在自己的眼前一步步支离破碎，眼看着原本想要以一腔热血和才华去忠心的汉室越来越昏聩无救，从前期到中期的那个转换过程到底有多无奈，也许只有这位曾只想做一征西将军的曹 CAO 冷暖自知了。在和江毅对了会剑之后，曹 CAO 往酒宴堂走去。江毅不知道曹 CAO 的去向，只站在其身后，一边对话，一边跟着，一边看着这东汉末年的丞相府，恢宏大气，古色古香。据曹 CAO 说，走过赋诗楼，路过歌舞亭，再经一条长廊，才可以到酒宴堂。江毅觉得路有些远，为了更好的利用节目时间，他只让曹 CAO 自己往酒宴堂去，而他则开辟出了一道时空门，跨越到这个时空的2刻钟后。毕竟这些东西他想仔细看的话，其实随时都可以过来。但这次的主要目的是对话，于是江毅直接出现在了2刻钟后的酒宴堂。这波 CAO 座直接看呆了一众观众。卧槽，还可以这样！江神绝了，直接把路上的时间都给省掉了。这是要让我们每1分钟都能看到精华吗？论职业道德，我这辈子只服江神。话说，你们不觉得这个 CAO 座江神早就用过吗？之前对话项羽的时候，本来江神是在老远看的，但是突然就出现在了项羽面前，只是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注意。妈的，我都看到第6期了，你现在才告诉我第3期有彩蛋。观众们内心对江毅不由更加佩服。经过这6期的观看，他们知道江毅作为典藏华夏的主持人，在节目中一直有一些设定，那就是可以穿越古今，并且开辟出一个可以看到任意时空的时空之境，必要时甚至还可以瞬间跨越2个相同时空。只是第3招他们很少看到江毅用，于是也就忽略了。
但是没有想到江毅竟然会在第6期来这么一手。呜，江神真是个好主持人，尽心尽力的想把最好的呈现给我们。难道这不是在省经费吗？楼上不会以为那扇时空门的特效很便宜吧？观众们瞬间开始热议起来。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不过是江毅对系统功能的又一次开发，而在他们看来，只是因为节目设定才有的能力，其实是江毅真实有的。之前在乌江江畔的空间跨越，江毅只是先从旁边看了一番大战，并没有和古人产生实际交集。他这一次的尝试是想看看，在已经与古人产生交集的时候，若是让古人按照约定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再利用时空门跨到这个新时空的一段时间之后，约定是否还会存在。当他瞬间出现在酒宴堂，看到曹 CAO 已经在吩咐下人煮酒的时候，他确定了这个设想，又获得一个新的对话技巧。江毅嘴角微扬，他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但技多不压身。何人胆敢擅闯酒宴堂？一群侍卫朝江毅拔剑冲来。看来在我离开的瞬间，其他人也都恢复了行动能力。江毅冷静地分析着面前的一切。退下！曹 CAO 摆手示意所有侍卫退出，只留下了2个侍女在为自己和江毅煮酒。盘至青梅，一樽煮酒。江毅没想到曹 CAO 邀自己来到这里，竟是要和自己一同品酒。论剑画完古今之后，莫非还要来个青梅煮酒？江毅来到曹 CAO 对面，放下木剑，坐了下来。姑就知道你一定会如此出现。酒煮好后，曹 CAO 手执微台，便见一群歌舞侍女走上殿来。伴随着汉宫之乐响起，这群长相绝美、婀娜多姿的侍女在酒宴堂里翩翩起舞。后世，你可有妻否？曹 CAO 忽然问道。这要是其他的先辈这么问，江毅也不会多想。但曹 CAO 这么一问，倒是让他不由有些头皮发麻。哈哈，今天一问啊，我怎么莫名想起了隔壁老王？阿蛮，你这是又犯病了吗？我觉得不至于吧，在曹 CAO 眼中，江神是个后世，这应该只是单纯的那种关怀。真的假的？楼上我还没上社会，你别骗我。曹 CAO 这一问，真可谓既惊到了在古代的江毅，又笑疯了在现代的亿万观众。江毅心底微惊，但依然面不改色，回道：晚辈并未成亲。既如此，丞相府内看中了谁，仅可挑选。曹 CAO 举起酒杯，江毅同样举起，和曹 CAO 对酌。晚辈尚无娶亲之意。江毅婉拒，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占用时间。若日后有此意，可随时来挑。曹 CAO 无所谓的说道。江毅迅速转移话题，魏王可有何事想问晚辈？曹 CAO 顿了顿，右手拿着酒樽，缓缓地喝了一口，像是在沉思着什么。片刻后，酒樽落在了桌子上，曹 CAO 正视着江毅，问道：“P2称帝之后，中原如何？三国归义否？最后又是谁得了这大汉朝的江山？”曹 CAO 连发3问，尤其是问到第3问的时候，江毅隐隐感觉到曹 CAO 的语气危急。这种感觉也许观众们无法察觉，但经历了前5期的历练，江毅察言观色的本事同样有所精进。显然，这第3问才是曹 CAO 最在意的。可恰恰是这第3问，曹 CAO 要是知道了答案，怕是得犯头风，这就有点棘手了。第167章答曹 CAO 第1问，很辣的曹孟德。晚辈先回答魏王第1问。曹丕在成为魏王之后，就已经开始改革官制，废除中常侍和小黄门，改设散骑常侍、散骑侍郎2种官职，定员各4人。江毅按照来对话曹 CAO 前今年的一些东汉文件说道。同时，曹丕严禁宦官干政为官，从制度上铲除了宦官乱政的根源。他确立9品中正制，用各州群有声望的人任中正官，分为9品，成功缓和了曹魏与士族之间的关系，为称帝奠定了基础。曹 CAO 听了，只是默默的点头，似乎在考虑着什么。建立大魏后，曹丕坚守魏王之治，对外假借征吴之名，平定了青州、徐州一带的割据势力，最终统一北方。对蜀，曹丕大破刘封，收复上庸3群。他也曾3征东吴，但皆因为时机不成熟，并没有取得太大成效。除此之外，曹丕还在文学方面修孔庙，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治5经刻释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在短期内使中原正统文化复兴。江毅看着正若有所思的曹 CAO，心中也挺佩服他这几个儿子的。要不是曹丕一脉太短命，司马懿至死也篡不了权。本该是曹丕熬死司马懿的，硬生生变成了司马懿熬死曹丕。曹睿，这谁能想得到？这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曹 CAO 再次问道：“P2政权稳固之后，可有改过9品中正制？”卧槽！曹 CAO 这就看出9品中正制的弊端了。观众们见到只不过半盏茶的功夫，曹 CAO 竟然就已经想到要改9品中正制。楼上你不知道了吧？曹 CAO 可是唯才是举，看重的是个人的才能，这跟士族的利益其实是冲突的。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士族子弟反对他做皇帝。而且曹 CAO 是何许人也，他能够想到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也没有想到，他作为一个古人，竟然这么快就看穿了这些。观众们不由更加佩服曹 CAO。江毅看向正在淡饮美酒，看起来极有城府的曹 CAO， 心中亦对曹 CAO 的才能和眼光有了更深的理解。无愧为治世之能臣。曹 CAO 把酒杯随意放在了桌子上，眉头略皱。此制虽然有利于朝廷集中权力，但长此下去，统治实权必将落入士族之手。皮儿这是把姑不想走的路给走了一遍。魏王为何如此说？江毅问道。曹 CAO 撇嘴，似乎是对士族充满了不屑。若姑所料无差，此计是陈群谏言给皮儿的吧？他曾经向姑谏言过类似的制度，但姑未曾采纳。姑要向士族低头，这天下当初反姑称王的汉臣早就食少其肆，甚至许多士族还会抢先拥护姑称帝。然姑不愿为之。曹 CAO 随意挥了挥衣袖，霸气侧漏。当年满朝文武反对姑之汉臣，便有不少是士族子弟。为何？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因为姑的家事，姑要做的事情，姑要采取的制度，与那些士族子弟的利益不符。姑要是想向他们低头，早在挟天子的时候就低了。曹 CAO 的眼神中充满了对士族的鄙视，但士族不配。那曹丕以此讨好士族，魏王不怒？江毅不解，依礼敬了曹 CAO 一杯。曹 CAO 举杯与江毅共饮。丕儿既有称帝之心，但其能力威望尚且不足，只能如此依附士族，姑不在意。曹 CAO 忽而一笑，更何况以丕儿的才能，定能够想到这层，一旦他的地位稳固，必定会制衡士族的力量。方才倒是姑多虑了。曹 CAO 释然，扬起了一丝对曹丕十分满意的笑意。然而就在这时，江毅摇摇头，正色道：“不，魏王忧虑的极对。”什么？曹 CAO 脸色微变，莫非丕儿一直用沿用此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丕儿肯定能够想到这层。也许曹丕确实想到了，但他并未做出关于这个制度的改变。江毅沉声道：“或者说是他来不及改变。”为何会来不及？曹 CAO 反问。丕儿正值壮年，除非有人篡位。但姑早已考验过丕儿，以丕儿的能力，就算是司马氏，也休想作乱。这天下无人可以乱得了丕儿的政权。曹 CAO 自信地给自己倒了杯酒，放到了嘴边，认为江毅是在故意扎唬他。他死了？什么？曹 CAO 微愣，饶是他既可以泰山崩于前而面色不改，也可以收放自如地掌控自己的情绪，这一刻都不由微微愣住。他只活到了40岁。砰！曹 CAO 感觉自己的脑袋瓜子嗡嗡的，把酒樽砸在了桌子上。你在骗姑？曹 CAO 面露杀机。丕儿的身体姑很清楚，后事姑以礼待你。曹 CAO 刚想威胁江毅，但想起自己无法伤害这个后事，而这个后事却或许可以用一人之能提前杀了自己，疑心病和戒心瞬间爆棚。他当即终止言语，只心中立誓：若你敢以此骗姑，姑便屠尽天下将姓之人。曹 CAO 的目色中带着微不可见的杀机，冷冽地看向江毅，等待他的答案。江毅隐隐感觉到了曹 CAO 的愤怒，他不怀疑曹 CAO 会因为被欺骗而做出任何事情。毕竟，别看曹 CAO 功劳很多，这可是个实打实屠城的狠人。但不管曹 CAO 信与不信，江毅所说的皆为事实，皆不会因为担心古人之胁迫而屈服于权贵。因为在对话古今的时候，他代表的是后世，而他本身更是后世的一员。更何况面对的还是真正的先人。他毫无惧意地坦言道：“曹丕太累了。魏成王时，曹丕在魏王面前次次皆要如履薄冰，胆战心惊。魏王一次又一次大的考验，皆给他埋下了心中隐疾。成王成帝之后，他忙着整改内政，外加年年对外用兵，且因为3次亲征伐吴无果，导致郁郁寡欢，积劳成疾。再加上在伐吴期间，曹丕还染上了风寒，心病就伤一并出现，身体之疾和内心之疾双重折磨，终致病死洛阳。江毅每说一句，曹 CAO 的脸色便阴沉了一分。他意识到江毅说的很可能都是真的。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会这么拼，更没有想到自己对儿子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会让他产生这么大的心理负担。他只是想让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王啊。第168章，典藏华夏，让父母之子，子之父母。现代世界，许多的观众们听到江毅的分析，都陷入了沉思。一个刚用手机看到这一幕，看起来有股知青气质的纤瘦老人，思虑再三，还是给自己那在城市里打拼的儿子打去了电话。深夜11点多，一个已经30出头的男人正骑着折叠小电动奔波在依然车水马龙的路上。他刚接了一个代驾的单子，白天在写字楼里做码农的他，晚上出来兼职做代驾，希望能够多赚一点钱补贴家用。
微黄的路灯照耀在道路两旁，绿化带上种着各种花草和小树，还有一些高大树木在非机动车道的一旁伫立着。晚风时不时吹过，摇曳着一草一木，引得花枝招展，树叶沙沙，像是在和这些辛勤的赶路人们打着招呼，陪伴他们的苦程。一些外卖小哥和其他的代驾同行，以及许多深夜才刚刚下班的人们，都在为了各自的人生奔波着。有的人忙碌了一天，加班加点，此时赶路，只为了能早点回到蜗居的地方，能够安心侧躺在床上，悠闲地刷一刷手机。有的人和这个男人一样，因为现实中的种种不得已，而不得不拼命赶路。看到是自己妈妈的电话，又看了看这么晚的时间，男人下意识怕妈妈出了什么事情，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接下电话：“妈妈，怎么了？”“你放心，妈妈没事，就是妈妈想你了，工作再忙也要多注意休息啊。”老人手有些颤抖地说道：“这些年辛苦你了。你小时候，妈妈逼着你学习，长大了，妈妈又希望你能够找一个在我看来更有前景的工作，于是你去到了大城市。谈恋爱了，妈妈又希望你能够谈一个让家里人都满意的，害得你30多岁了，连个对象都没有。妈妈总是在以爱你、为你好的名义，逼着你做了很多并不开心的事情。是妈妈错了，以后你可以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妈妈不会再插手了。”老太太说着，顿了顿，嘴唇猛颤着，她捂着嘴，脑海中似乎是想起了之前那个一直那么愿意听她话，却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人生的孩子，眼泪哗哗的流下。到最后，她忍不住的哽咽出声，忍不住的像是在懊恼自己，忍不住的嘶吼出声：“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活出自己的幸福啊！”老太太说着，挂断了电话，趴在床头无声的痛哭起来，泪水浸湿白棉被。她用纸巾把棉被擦了擦，随后她从病床上颤巍巍的站起来，连夜收拾东西，步履蹒跚的走出了医院。“老奶奶，您去哪？您的病还没治。”负责照顾老太太的护士赶紧跑了过来。他想说老太太的病还没治好，可是这病是治不好的呀。老太太笑着看着这个年轻的护士，摇了摇头：“不治了，我得给孩子多留点钱啊。”男人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声，忽然就破防似的蹲在了路边。男人坐在路边的水泥崖子上，蜷着身子，把头埋进了膝盖，身子止不住的颤抖着。他抽泣着给自己的妈妈断断续续的发某信，打字道：“妈，我已经赚到手术的钱了，等您的病好转后，我们一起去旅游。”就在男人打算再找自己的朋友去凑钱时，医院的电话打了进来。男人吓得跟天塌下来似的，手抖得如同打摆子一般，又不敢接，又生怕晚接会错过很重要的事情，终究还是快速接听。手机再次放下之后，男人疯了一般打了辆车往医院赶去。他看着一路上照亮车子前行的路灯，看了看繁华城市夜空中那极少才会出现的几点星光，泪水绷不住的如雨般坠落。都说星光不负赶路人，可是多少赶路人困于现实的各种无奈。这一夜，很多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打去了电话。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千叮万嘱的让孩子们一定要拼命学习，不再是一定要好好工作，也不再是你要赶紧给自己找个对象，亦不是任何形形色色的要求，而是开始嘱咐自己的孩子学习工作之余多注意身体啊。学习尽最大努力就好了吗？工作只要不犯法，也不一定要很体面吗？对象你觉得合适，只要人品过得去就好了呀。也许过了一段时间，出于对孩子的爱或者是掌控欲，他们很快还是会恢复原来的模样。但至少这一刻，在许多为人子为人女生怕辜负了自己家人的儿女们心中，升起了丝丝暖意。燕城别墅里，秦汉明老爷子泪如雨下，在家族群里给自己的孩子们发去了一条某信：“你们几个什么时候回来陪老头子我吃饭啊？什么时候能带老头子我去旅游散散心？真把我当老古董了呀！”秦家的子孙们看到老爷子忽然这么说，赶紧在某信群里或用语音或用文字回了消息：“收到了，爷爷，我马上陪爸爸妈妈一起去找您。”可爱。好嘞，爸，想去哪玩？哦，不对，这攻略我和你儿媳妇来做，您只管准备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外公，您想去哪跟外甥女我说啊？我最喜欢的就是玩了。哼，外公老是让晶晶喳喳陪，外甥女心里苦啊。秦家庄园中，一个拿着手机正在看典藏华夏的女孩有些委屈的吐槽道。秦老爷子看着这些消息，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秦晶晶看到他的表情，也跟着笑了。老爷子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借前人之事，成后世之师。这一刻，越来越多的观众们明悟出了这个节目真正的意义。他们继续看向了荧幕中那个依然还在主持节目，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这个世界的男人。第169章：夺曹魏江山者，司马懿。批儿走后，是谁做了天下？曹 CAO 心知自己可能错了，但他是绝不可能在任何人面前认错的，哪怕这个人来自后世。知错改错不认错，
这便是曹 CAO。说到这时，曹 CAO 像是联想到了什么，心头忽然想起了一个人，莫非是司马懿在片儿之后夺了大魏江山？曹 CAO 忽然面露杀机，这是唯一的可能。其他士族虽然也有一定的底蕴，但要论才能，唯有司马懿才有可能做到。江毅摇头，曹丕之后，天下仍然在曹氏手中，由他的儿子曹睿继任帝位。曹睿处事沉着刚毅，明识善断，深谙制衡之道，在坐上皇位后不久就正有几出，使曹真、曹休、司马懿这几个辅政大臣形同虚设，将大权牢牢掌控在了自己手中。这就是曹 CAO 的血脉啊，可想而知曹 CAO 的基因得多好。曹 CAO 点头，如此看来，孤的孙儿也是可以掌控司马懿的。孤本还担心丕儿死后无人可镇司马懿，没想到曹睿孙儿竟有如此能力。曹 CAO 觉得，既然曹睿已经继位，而且也具备雷霆手段，要压制司马懿应该不成问题。毕竟自己儿子虽然比司马懿命短，但孙子总能活久一点，就算搞不死司马懿，熬死也不成问题。等诸葛亮等人死了，司马懿自然也就没什么用了。晚辈答魏王2、3两问。江毅接着说道，在他看来，2、3两个问题完全可以连着答。好，曹 CAO 和江毅又喝了一杯。其实曹 CAO 觉得自己已经猜到答案了，三国肯定归魏，因为其他两国根本不具备统一的能力。所谓的答案也只是这个后世还是想答，自己也就当随便听听罢了。然而江毅接下来的话却是让曹 CAO 手里的杯子都险些掉落。三国最终归于司马氏。江毅说这话的时候颇为小心缓慢，时刻注意着曹 CAO 的表情，生怕把曹 CAO 搞得头风犯了。否则曹 CAO 要是突然暴毙，且不说节目还剩下不少时间，现代的观众们肯定也会觉得拉垮。说好的1个小时呢，结果才这么点时间就大结局了。曹 CAO 气急而起，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毅说道：“三国归于司马氏，最终得了大汉朝江山的竟然是司马氏。”曹 CAO 终于明白为什么江毅要把2个问题连起来回答。曹 CAO 感觉自己的脑袋晕晕的，自己做了一生的汉臣，深知汉朝气数将尽，所以在晚年时候，他把那些还心存汉室，可能造成朝廷动荡，社稷再次不安的汉臣全部都给杀光了，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铺路。可是现在扑来扑去的，竟然让司马懿占了便宜。不对，照你所说，以曹睿的表现来看，司马懿应当无法夺位，他究竟是通过何种手段，竟能夺走曹氏政权？曹 CAO 缓过神来，疑惑地看向江毅，他实在想不通。这个倒也怪不得曹 CAO， 毕竟谁也想不到曹丕和曹睿竟然都很短命。曹丕短命已经够让曹 CAO 意外的了，孙子再短命，谁受得了？江毅刻意停顿了下，让曹 CAO 的心情稍稍平复了一会，这才说道：“曹睿去世的也早，后世典籍记载，曹睿只活到35岁。”此言一出，曹 CAO 当即愣了住，眼珠子瞪得斗大，眼神如同呆滞了般，拳头紧紧拽起，整个人一动不动。你快去传御医。江毅随意点了个正在跳舞的女子说道。那女子立即奔跑出去，其他歌女和奏乐之人都被曹 CAO 的状态吓得停了住。江毅用手指试曹 CAO 的鼻息，还是有的，只是一时半会实在太难以接受了。辛苦了大半生，想着反正天下迟早是自己儿子的，自己既然已经做了那么久汉臣，干脆也就做一辈子，既成全了自己对汉室最后的一丝忠义，也稳固了自己辛苦平定下来的北方，在晚年只需要再为孩子铲除一些动荡不安的因素就可以了。却没想到最后居然被自己手底下的大臣捡了便宜，这谁能接受啊？见曹 CAO 没有生命危险，江毅摆了摆手，看着堂前的人说道：“魏王没事，你们接着奏乐，接着舞。舞魏王最喜欢看的舞蹈，奏魏王最喜欢听的礼乐。”江毅希望曹 CAO 听了这些能尽快缓过来。这些人刚才都看到曹 CAO 和江毅聊得很亲近，当下不敢违逆江毅的意思，继续该跳的跳，该奏的奏。过了一会之后，曹 CAO 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不过总算是可以看见呼吸的动作了，不然江毅真怕曹 CAO 挺不过去。曹 CAO 极力地舒缓着自己的情绪，握得有些酸的拳头缓缓松开，深呼吸了几口气，这才语气沉重地问道：“所以司马懿熬死了孤的3代人，最终夺取了天下？”是的，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趁大魏新帝曹芳离开洛阳，带领大将军曹爽、中领军曹熙、五位将军曹训等曹氏宗亲去祭拜高平陵之时，逼郭太后废除曹爽兄弟，最终成为大魏的实际掌权者。三马食曹，三马食曹，孤之一梦，竟在3代之后成真。曹 CAO 愤怒不已，感觉有些头疼欲裂。他如同发狂一般，双手拍在案桌上，虎视江毅，愤然道：“孤要改变这局面，无论是否会对后世造成影响，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孤必杀司马懿。”江毅淡然道：“
魏王可自行决定这一切。二人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这两句话刚说完的时候，正在司马府里打五禽戏的司马懿忽然打了个哈欠，心底泛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昭儿啊，今年为父不知是怎么了，总是想打喷嚏。第170章曹 CAO 的毒计。父亲许氏偶感风寒，孩儿这就去唤郎中。司马懿身旁正在和曹 CAO 一起练五禽戏的司马昭停下动作，立即要亲自去请郎中。司马懿神色凝重，抬起手，不必，为父的身体自己清楚，这种预感为父曾有过不少次。他望向了丞相府的方向，忧心忡忡。这种感觉只有在魏王对我动了杀心的时候才会有。为父早已知道，魏王这些年在杀与不杀我的边缘徘徊过数次，尤其是当年的三马食曹一事，更是让他一直防着为父。司马懿叹了口气，即便是为父在魏王的虎威面前，也是次次如履薄冰。长此以往，魏王每次对我动杀心的时候，我就会或多或少的有这种感觉。昭儿，这次为父的感觉很是强烈，马上让你的几个兄弟和娘藏身府中暗道。若天黑前没人来找为父便罢，若有，我们就从暗道逃离此地。司马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父亲，那府中其他家眷？司马昭问道。魏王在司马府有很多密探。司马懿杀气腾腾的白了司马昭一眼。司马昭心领神会，知道这是司马懿担心府中突然不见太多人，会立马引起魏王的警觉。至于杀密探更是不可能，曹 CAO 是何许人也？万一还有未被查出的密探将此事上报，万一司马懿的预感并未成真，到时候司马家10张嘴也说不清。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让府中最亲近的几个人撤退。至于其他人，司马家怎会在意？与此同时，正在和江毅对饮的曹 CAO 在下令封城的同时，还让许褚亲自带兵去包围司马府。后事孤改变当事，你就不怕吗？曹 CAO 瞥向江毅。不怕。江毅摇头，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占用时间过多解释什么。反正自己对司马懿也没啥好感，司马家给中原带来的劫难实在太大，灭也便灭了。更何况曹 CAO 也只是随口这么一问，压根不在意这个问题的答案。真要在意是否会后世造成影响，就不是先下决定而后再问了。妥妥的知安雄做派啊，一棒子打下去之后再象征性的关怀一下。比起这些，江毅更好奇另一个问题：魏王难道不怕杀了司马懿，曹丕称帝之后无人可抗衡诸葛亮？曹 CAO 眉头微皱，想起了他之所以留下司马懿的一个重大原因。现在朝廷中唯一可以对抗诸葛亮的人，便只有司马懿这只种虎。但很快他便无所谓的继续喝起了酒。诸葛亮又能活多久？孤无非只需告诫丕儿几句，让他称帝之后休生养息，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以攻伐蜀吴为其次。曹 CAO 目色如炬，霸气言道：若蜀来攻，则采取守城策略，严令各州守将只守不出。若一城即将失守，那在失守之前，必须让军士烧尽城中粮草。他蜀国有多少兵马和粮草，能够在劳师远征的前提之下与大魏耗？大魏只需以逸待劳，以守为攻。他诸葛亮纵然可以想出破城之计，纵然能得魏城，却得不到粮草，靠什么行军打仗？曹 CAO 的一字一句响彻古今。卧槽，这是真正的毒计啊！烧尽城中粮草，不愧是 Jiang 雄曹 CAO 啊！这是不顾全城百姓的死活了吗？楼上你在说什么？你怕是忘了，曹 CAO 可是个会屠城的狠人。就算他对大汉有最后一丝忠义，但那都是他死后的事情了。你以为他还会在意？生前且不在乎流言，更何况是死后非议。观众们看着曹 CAO， 忽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曹孟德。他在江毅和后世面前展现出了最为真实的一面，那就是我得不到的，哪怕是毁掉，别人也休想得到。如此一来，怕是诸葛亮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攻破了城池，却得不到粮草，那蜀国大军上哪去搞不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以当时的条件，从那里运粮就跟逆天行差不多。而且他打着光复汉室的名义，却明知在己方攻破一座城的时候，城中的百姓就会再没有粮食，那还能继续攻吗？攻破之后还能得人心吗？百姓们到时候是会更痛恨烧了他们粮草的已经死去的守城军队，还是会憎恨这些打着光复汉室名义，非要占领这座城池，却让他们最后连饭都吃不起的蜀军？古代的这些士兵一旦连饭都吃不饱，又有几个能够真正做到不扰民、不为非作歹、严守军纪？到那时，其他魏地的百姓岂不是会更加憎恨蜀军？燕城别墅里，秦汉明被曹 CAO 这个计策给惊到了。他没有想到曹 CAO 居然会狠到如此地步。是我死后，朝中是无人能跟你诸葛亮斗，那我干脆就让我儿子跟你鱼死网破，你诸葛亮又能如何？Jiang雄，这是千古难得一见的Jiang雄。秦汉明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曹 CAO 的狠辣。
这才是曹孟德呀！丞相府里，江毅看向这个在谈笑之间便思考出如此毒计的曹 CAO，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坐上今天的位置。如果把狠、毒、Gian 以满分150的形式给曹 CAO 的打分，眼前的曹 CAO 绝对可以每个都打150分。别人拿到的分数是因为只能得那么多，而曹 CAO 是因为满分只有那么多。魏王无愧为 Gian 雄。江毅看着这个 Gian 的十分明显、毫不掩饰的曹 CAO， 由衷说道。曹 CAO 毫不在意的轻笑，世人皆说孤为 Gian 雄，但得天下者往往就是如孤一般之人。成美名者大多极惨，孤不要美名，只要天下。曹 CAO 倒满杯中酒，江毅和他又对饮了一杯，继续看起了歌舞。所以魏王之所以不篡汉，的确是为了对汉室最后的一点忠义和北方的安定。如果说江毅最开始不相信曹 CAO 这句话的话，那么现在他有些信了。这是个在后世面前都可以把毒计说得如此淡然自若的人。要说他真正会为了名节而至死不篡汉的话，这个设想显然已经不再成立，因为他压根就不在乎这些。一样自己根本就不在乎的东西，又怎会为了他去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利？第171章与曹 CAO 讨论汉献帝。孤需要骗你吗？曹 CAO 这一次神色格外凝重地说道。早在姑挟天子的那一刻开始，早就不在乎这世人如何评说，早就做好了这天下无人再理解孤的准备。这条路孤只能一个人坚持走下去。曾经有奉孝之孤，如今无人再知，今后也不会再有人知。曹 CAO 让下人送上了一些丞相府的美味佳肴。如今碰见你，孤不妨与你直言。孤的确心存汉室，孤虽然不喜陛下，但从来没为有废掉他的打算，否则以孤的性格，不会一直留他在那个位置上。陛下要是落在其中人手中，那些人若是做到了孤的位置，你认为他还能有命活否？曹 CAO 注视着江毅，似乎在等待他的答案。江毅想起洪武大帝朱元璋在利用完小明王，具备了称帝的实力和能力之后，就杀死小明王的事情。他还想起项羽也曾诛杀怀王。除此之外，西魏废帝元钦就被权臣宇文泰废掉并毒杀。西魏恭帝拓跋廓同样死在权臣宇文护之手。比起这些或帝或王的存在来说，汉献帝在曹 CAO 手中真的是很不错了。他也曾变招法的跟曹 CAO 做过对，也弄不过曹 CAO， 但曹 CAO 每次都未曾想要杀他。虽说这并不是曹 CAO 可以弃君往上的理由，但相较于其他皇帝的下场，献帝的日子确实比他们要好过不少。可是丞相却拆了白马门，却杀死了荀彧。你说满殿汉臣无骨节，那是因为有骨气的汉臣全部被你诛杀。献帝虽活，但他却比死还要难受。江毅并没有按照曹 CAO 的对话节奏来，而是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思路。曹 CAO 听后有些意外地看着江毅，他发现这个青年很有自己的想法，即便自己已经说了对外人能够说的最多的真话。既然你说陛下比死了还难受，那他为什么还活着？在孤看来，他就是一个懦夫。曹 CAO 很是不在意江毅的看法，他觉得汉献帝就是一个废物君主，刀给他，他都不敢动手。这样的懦夫是不可能撑起中原天下，兴盛大汉的。直播间的观众们也纷纷质疑：不会吧，江山，你这是想要为献帝抱不平吗？我觉得献帝就是个懦夫啊，是我的话，我宁死也不可能上位给曹丕的。就是，那可是大汉400年的天下呀，怎能说给就给了？不就是给自己一剑吗？献帝为了祖宗气节，为什么就不能自杀了？观众们觉得汉献帝实在是太懦夫了，尤其是大汉可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时代，却在末年出现了这么一个被逼禅位，而不是英勇自尽或与篡权之敌以死搏命的君主，在他们看来是一件十分难以接受的事情。面对曹 CAO 的问题，江毅脑海中回想起了在对话曹 CAO 前所在那些历史大家制作的文件中翻开的东汉末年的那一页。那一页上同样记载了有关汉献帝的一些事情。他郑重的起身，即便是看向曹 CAO 这样的知央雄，也没有丝毫惬意和奉承的意思，而是一字一句道：献帝确实比死了还难受，但他是否是懦夫还有待考量。为何？曹 CAO 不解道：作为后世，你应该很清楚，当今陛下确实没什么杰出的才能。姑问你，丕儿称帝之时，陛下是自尽了，还是与丕儿搏命了，还是禅让？是禅让。江毅正色道：那这不是懦夫是什么？曹 CAO 撇过头去，一个面对夺自己皇位的敌人都不敢拔剑的男人，莫说是为君，就连被称作大丈夫都不配。魏王难道以为一个能够在被傀儡的前提下与你相争的帝王会没有骨气吗？江毅不顾曹 CAO 的态度，毅然说道：献帝知道你的能力和势力，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可是他依然敢和你斗，敢冒着生命危险试图夺回权位，这难道是一个无骨之人敢做的？那他为何禅让？
曹 CAO 忽然有些不解，江毅的这句话让他这个当局者，让他这个始终没正眼瞧过汉献帝的人，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一丝怀疑。曹 CAO 是何等的聪明，几乎是一点就通。没等江毅回答，他立即说道：“莫非他是有意禅让？”没错，江毅断定道。史书典籍上清楚地记载着，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之后，抛弃帝王之尊，甘心与民同忧，躬耕菜圃，济世悬壶。古今有几个帝王能有如此心性？虽从宫廷被贬到民间，但他仍然涉足农桑，访贫问苦，深受百姓爱戴，民众敬之如父母。魏王确实可以豪言，世人看错了你，他们今日看错，明日还将看错。但晚辈今日也对魏王豪言一句：你亦看错了大汉最后一个帝王。江毅看着眉头微微皱起的曹 CAO， 放下了酒杯，说道：“敢问魏王，若是献帝没有禅让，而是自尽，或者与曹丕搏命而死，天下的百姓会作何反应？那些心存大汉低士族会作何反应？那些有意想要吞并天下的诸侯们又会是何反应？”江毅的3个问题让曹 CAO 陷入沉思。他深知九品中正制虽然可以笼络一部分士族，但绝对不可能笼络所有。而一旦心存汉室低士族得知曹丕弑君夺位，必定会想方设法明里暗里的扶持一些反魏势力，甚至是勾结蜀吴。东吴孙权、蜀地刘备，他们个个都会以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来激发士兵和百姓们的战心。到那时，中原必将再次陷入了一场大混战。那些在北方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百姓，将再次陷入到无尽的战火之中。那些好不容易统一的土地，将很有可能再次陷入诸侯割据且史无前例的大混战。想到这里，曹 CAO 的眼前似乎已经看到了中原重现自己年轻时大混战的场面，不由难以接受。可是，当今陛下真的是因为想到了这一层，才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甘愿选择禅让的吗？曹 CAO 看向江毅，这个让他倍感意外的后事投去了疑问的目光。第172章，曹 CAO 眼中的刘备。姑且问你，陛下真让当地百姓敬若父母？曹 CAO 意识到，如果汉献帝真的能够有这般才能的话，那么自己之前的一些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是的，所以关于献帝后期到底如何，也许只有当时的百姓才最清楚。可以确定的是，百姓绝不可能全是睁眼瞎，更不可能对懦夫敬若父母。江毅依据自己的看过的一些史料，谨言道，在结合在位期间，他确实敢与魏王相争，足以佐证献帝有一定的骨节。只是在才能方面，魏王乃不是雄才，而献帝也许的确可以成为一个明人之君，但与魏王的才能相比，必然相形见绌。正如魏王所说，纵然献帝有一定的才能，但他确实凝聚不了汉臣之力，也无法征服武将之心，更无雄主之才，又生在诸侯割据时期，的确难以力挽狂澜。江毅并不认为曹 CAO 看错献帝是一种错，因为献帝后期的所作所为都是曹 CAO 的死后的事情，自然不可能以作为后世的角度自以为是的认为曹 CAO 不行。这就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却说巨人比自己矮是一个道理。献帝在禅让之后，确实是在山阳做了不少贡献，但那都是后事。无论如何，任谁坐在曹 CAO 的位置上，都是不可能放权的。看来陛下却有些才能。曹 CAO 撇嘴一笑，意识到自己确实可能对汉献帝存在一些偏见了，但他并不怎么在意。偏见就偏见了，那又如何？姑再问你，刘备后来的下场如何？要论曹 CAO 最恨谁，刘备可以说是绝对的第一了。关于死后，刘备为了报仇，兴兵进攻东吴，被东吴都督陆逊在夷陵之战中战胜，最终病死白帝城。他可称帝否？曹 CAO 狐疑道。曹丕称帝之后，刘备也建立蜀汉。呵呵，曹 CAO 冷笑，果不出姑所料，刘备此人大之阳四中，大伪四真，陛下只是被封为山阳公，他就这么着急称帝了？他打了一辈子光复汉室的旗号，到最后自己却也篡了汉室。曹 CAO 忽然像是确认了心中猜想似的，对刘备越发不屑。江毅按照一些史籍上的记载说道，据说刘备当时是被民间传言所误，认为汉献帝已死，这才称帝。哈哈哈哈！后世岂信这等传言？曹 CAO 忽而大笑，后世你可知孤光在蜀汉就安插了多少细作，就连孤自己都数不清。他刘备再傻，难道会在大魏没有细作吗？仅仅是凭借民间传言就断定陛下已死，就贸然称帝，刘备之心难道不是显而易见？曹 CAO 玩味地撇着江毅，后世不会对孤如此不公吧？孤至死不称帝，反倒说孤是篡汉之臣，而刘备仅仅只是因为一些没有加以证实的传言就贸然称帝，就是忠臣，就是万不得已了。曹 CAO 甚至已经想到后世对刘备的一些看法，他不屑地说道：“让孤来告诉后世，若是真正心存汉室的人会如何做？”
从听到民间传言的那一刻起，心存汉室的人就会立即确定传言是否属实，而不是第一时间想着称帝。若是皇帝真死，那他们中是百姓的，要么就如同民间起义一般，以除国贼之名揭竿而起；要么是诸侯的，就应该以诸侯之名兴兵讨伐大魏，而不是首先想着要给自己一个皇帝的名义。更何况以刘备的实力，怎么可能查不到陛下的下落？曹 CAO 的脑子里似乎已经看到了刘备当时的嘴脸。江毅在一旁仔细的听着，并没有打断曹 CAO 的分析。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无论是从曹 CAO 的角度，还是从江毅的角度，乃至于后世，都有着各自的评说。当下，且听曹孟德对此的看法。但凡公正的看待此事，世人便不难知晓，刘备无非就是装聋作哑。他知道陛下没死，知道他去做了山阳宫，但是他就没有想过去接，也没有想过要澄清这段流言，而是借着这段流言，趁势称帝。他到底是忠还是伪忠？他要是真想匡扶汉室，真一心为了大汉，为何不想办法把献帝接回去，扶持这个大汉正统？是诸葛亮、法正等人的智谋实现不了这点，还是刘备压根就不想这么做？曹 CAO 连发3问，每一问都引起了后世观众的一些思考。确实，刘备称帝是最大的败笔，无论是对他大半生坚守的忠义来说，还是对蜀汉的时局来说。是的，当时曹丕虽然称帝，但哪个百姓不知道这是从汉室手中夺去的？刘备其实完全可以不认曹丕这个帝王。曹丕称帝不过只是在身份上有了一个所谓正统的名义，那时候的大汉百姓又不是全死了，哪个人不是心知肚明献帝是被迫的？若是刘备借着这个机会打起反魏扶汉的旗号，并在民间煽动舆论的话，不说一定能赢曹魏，最起码可以让曹魏失去大部分的民心。可是刘备却不甘于地位排在曹丕之下，硬生生不管可以搞曹魏的机会，却急着让自己也成为皇帝，到底是扶汉还是名为扶汉，实则为了自己的私利，我是真不确定了。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火爆，大家都在讨论刘备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话不能这么说，刘备一生为了匡扶汉室，可是做了很多事情的。没错，他也镇压过黄巾起义，他也外遇贼寇，对内乐善好施，即便是普通百姓都可以跟他同席而坐。在那个等级分明的时代，试问谁可以做到这点？他的一生都在尽人尽义，只在称帝这点上出了点瑕疵而已。你们凭什么说他是假仁假义？刘备的支持者们争相说道。哼，不会吧不会吧，真的有人觉得刘备大仁大义？先不论曹 CAO 说的那几点一个匡扶汉室的人在那个时候应该有的做法，我就随便举个例子给你们看。第173章，华夏文明有何璀璨？建安12年，在曹 CAO 进攻乌桓跟东湖血战的时候，刘备竟然谏言刘表偷袭许都，全然不顾中原对外战争是否得胜，这是一个仁义之人能够想出来的？说这话的观众显然知道不少东汉末年的不少知识，对三国时期的各大人物有着自己的见解。我就随便打个比方，自己在家族里的对头正在为了家族和敌对家族里的人死拼，你可以不帮忙，但你要是趁着这个时期去捣乱，那就是小人，是整个家族的叛徒，懂吗？当时这个建议连刘表都不采纳，刘备竟然提得出来。不可能，刘备绝对没有那个心思，他只是没有想到那层罢了。哼，是个人都能想到这点好吧？许多观众们在屏幕前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着谁。直播间画面之中，江毅听着曹 CAO 的话，心知其中却有很多难以辩驳的道理。刘备确实在那个时期那样做了，他不是想着确定献帝死没死，那就说明汉献帝是否活着，在他心中根本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想要借着这个势头称帝。这倒怪不得刘备，毕竟他也曾为了大汉戎马半生，希望能够找出一条可以兴国强汉的道路，但他也发现难以做到。就算到晚年有一些私心，那也无可厚非，只是要说绝对忠义，东汉末年其实根本不存在。无论是曹 CAO 还是刘备，在前期都曾为了汉室鞠躬尽瘁。双方在都没有一定实力的情况下，前者敢赐张让与董卓为敌，后者敢和曹 CAO 为敌，在一定层面上都是汉朝的忠正之臣。只是曹 CAO 后来发现朝廷无救，于是走上了另一条希望能统一中原的道路，本为知央雄，所以他不再理会任何人的看法。刘备为汉室努力和颠簸了大半生，最后如果还只是做了个蜀中之王，换谁都会心有不甘。只是这步棋对他来说确实走得太急了。他始终打着的名义就是复兴汉室，结果人家汉献帝还没死呢，就急着称帝，显然推翻了自己一直以来喊着的口号。这点在后世尚且争议无数，更何况是在当时的百姓和各大氏族心中。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一旦人心背离，覆灭便是早晚的事情。在类似的事情上，朱元璋处理的就很果断，直接让人做替罪羊，让小明王沉江而死，事后光明正大不留后患的称帝。但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刘备似乎又仁义了一些。毕竟以他的能力，
是可以让汉献帝死得不明不白，然后嫁祸给曹丕，再自己称帝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平息历史的角度不同，造就了一种又一种不同的说法和态度。这一刻，江毅发现华夏上下5000年的历史和众多先人的言行事迹，真的就如同一本厚重的古书。这本古书充满了玄妙，不需要你刻意研究得很深，哪怕只是从其中一个角度去剖析其中的一小段历史，去看待其中一个人物，或者是其中的一小件旧事，都能够有所得，有所悟。华夏文明之底蕴，中华儿女所接力的传承，竟是如此的灿若星辰，浩如烟海。江毅发觉自己就如同置身在一片全是宝藏的大海一般，而这种感觉是别的国家和文明所不具备的，唯我华夏儿女独有。想到这里，江毅更加充满自信。他郑重地看向曹 CAO， 由衷说道：“关于魏王和刘备，后世虽有不同评说，但在晚辈看来，二人皆无愧为当世之雄主，仍书写了我们华夏文明中极为璀璨的一页。”华夏文明有何璀璨？曹 CAO 忽然问道。不知为何，观众们看到这的时候突然捧腹大笑。哈哈，莫名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朋友走在街上见到的老熟人，跟他说早上好，结果他居然问我朋友有多好。楼上你这算什么？我同桌今天下课跑到讲台，跟语文老师说，老师，典藏华夏太好看了，您要不要看？结果老师来了一句，哪里好？你给我写800字观后感。当时我差点笑死他。你们这个个梗王啊，无中生有也就算了，现在还让同桌背锅。对了，之前一直喜欢吐槽308室友的那个去哪了？还健在吗？观众们都被这些弹幕人才逗笑了，他们越发好奇江毅会怎么回答曹 CAO 这个问题。江毅快速组织着语言，他不想回答得很笼统。这一次，他也不想从武略和功绩上入手。要知道，曹 CAO 除了是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个十足的文学家。于是，江毅心念一动，殿上正在跳舞和奏乐的人们全都被静止了住。酒宴堂上，一道金光缓缓撕裂出了一道画面。大河之剑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一道豪迈大气的声音响起，原本还不怎么重视江毅答案的曹 CAO 忽然间顿了顿，不由拍案赞道：“好句，好句！此人是谁？”曹 CAO 看着时空之镜中那个腰挂酒壶、看起来豪放不羁的男人说道：“此人名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为华夏之诗仙。”诗仙？听到这，曹 CAO 像是有些不服了，光凭这一句，怕是难以服诂，定然不止此一句。江毅微笑着看向好胜心被激起的曹 CAO， 时空之镜再次运转。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当李白吟出此诗的时候，曹 CAO 沉下心来，如同被带入到了诗中的意境一般。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曹 CAO 沉吟着这句话，感慨道：这一路以来，叛孤之人何其多。陈宫，一个孤曾经十分倚重的谋士，却在孤征伐陶谦，在兖州背叛了孤，竟然放吕布入兖州为主。听到这，一些观众们纷纷表示不解。奇怪，陈宫不是在看到曹 CAO 杀吕伯奢之后，才决定离开曹 CAO 的吗？就是啊，怎么到典藏华夏里，就是陈宫在兖州的时候背叛曹 CAO 了？漏洞啊，大漏洞！这时，一些了解真正三国历史的人也打起了弹幕。楼上你们看的那是演绎，典藏华夏现在复现的应该是真正的三国历史。第174章，屡遭背叛的曹孟德。丞相府里，江毅听到曹 CAO 这样说，想起了自己看到了那些文件。确实，曹 CAO 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就拿陈宫来说，在曹 CAO 杀吕伯奢的时候，陈宫其实并没有在，他也没有救过曹 CAO 的命。之所以背叛曹 CAO， 后人推测是因为陈宫见到曹 CAO 在兖州大开杀戒之后，才做下如此决定。背叛的过程也是蓄谋已久。陈宫趁着曹 CAO 不在，协同陈留太守张邈、张邈之弟张超、从事中郎许嗣及王凯等同谋叛乱，引领吕布进入兖州为主。有了这些人呢，兖州其他各群全都积极响应起事，一时之间打败过好几次曹 CAO。若不是曹 CAO 本身具备强大的军事才华，以及帐下有不少谋士勇将，光这兖州之变就足以要了曹 CAO 的命。其中还有张邈也值得一提，这家伙跟曹 CAO 还是很多年的好朋友。曹 CAO 征讨陶谦的时候，曾告诉家人，如果自己回不了，那就投奔张邈。他是何其信任这个好友，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张邈和陈宫一起背叛了曹 CAO。再就是魏仲，此人举孝廉入仕，全靠曹 CAO 推荐，可以说是对他有知遇之恩。曹 CAO 成为一方诸侯后，魏仲就跟在他手底下，结果魏仲也背叛了他。这还只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些事件，那些没记载的有多少，只有曹 CAO 自己心里明白。可想而知，他一生经历了多少背叛。所以，当他听到弃我去者的时候，一下子就沉浸到了这首诗句中，陷入忧思。他给自己倒上了一杯杜康酒，又示意江毅可以开怀畅饮。
江毅给自己也满了一杯。曹 CAO 行走在酒宴堂上，面色微红，步伐踉跄，怅然若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 CAO 一杯杜康酒下肚，又给自己满了上。江毅站在他的身后，默默地看着这位枭雄，道尽心中不平。当年孤队身边多少人掏心掏肺，可是他们却一个又一个的背叛孤。陈公台，孤对他合起性来，他却让孤险些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张淼，孤曾想要托付家人的多年好友，竟也跟着陈公要置孤于死地。魏仲，孤对他有知遇之恩，孤曾言，就算陈公和张淼都背叛孤了，他也不会背叛孤，之后却如同他们一样。B 站，当他的家人被张淼、陈公挟持之后，孤让他可以去投奔他们，他却不肯，让孤信之，而后竟又偷摸的弃孤而去。曹 CAO 说着，眼角微红，又把一杯杜康酒喝了下去。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 CAO 踉跄几步，险些摔倒，被江毅扶了住。英雄迟暮，此时的曹 CAO 背影看起来十分落寞，脸色亦沧桑无比。他抬起手示意江毅不用扶他，瞪了瞪眼睛，晃了晃脑袋，保持清醒。孤曾经对多少人掏心掏肺，对多少人仁至义尽，可又有多少人背叛了孤？孤不惧仇敌万千，可这天下知我心者，却在无人。奉孝，奉孝！若此时你能在这殿上听孤倾诉衷肠，孤纵死亦含笑九泉。曹 CAO 背对着江毅，嘴唇猛颤着，声音哽咽沙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之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孤曾数次如同周公一般，不顾士族的反对，招贤纳士，唯才是举。可是又有多少人叛孤而去？嗨嗨！曹 CAO 剧烈的咳嗽了几声，像是喝枪着了。孤这一生也算是为了汉室殚精竭虑，可皇帝想杀孤，天下诸侯想杀孤，士族亦想杀孤，孤之不幸，谁又能知？曹 CAO 似乎是喝醉了，尽情地倾吐着自己的心声和内心不平。江毅一边小酌杜康，一边耐心地听着。对曹 CAO 说的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江毅不置可否。站在曹 CAO 的角度来说，也许他确实觉得自己一生都在为了汉室，以自己如今的权位，不称帝就已经是对汉室最大的忠诚了。自己那么大的功劳，称个王怎么了？他刘玄德整天打着光复汉室的口号，结果人家献帝还在，就急着称帝了呢。孤不就是称个王吗？不管是不是为了维护北方的安定，还是顾及到那些士族的反对，孤至死都未称帝。就算是为了维护北方的安定，那也是孤在为了中原着想。孤宁可不要地位，也希望天下能够安稳一些。至于那些士族为什么反对孤，因为孤在对官僚的选拔上注重的是才能，而不是他们讲究的出身。这些都有可能是曹 CAO 的想法。即便是曹 CAO 也容易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考虑一切。江毅仔细地揣摩着这些。曹 CAO 刚才所说的一切大多是客观事实和论断，但这些也有不少是美化了他个人的。且不论是否对汉室有最后的忠义，他都是实实在在图过城的狠人。用岳爷爷的话来说，就是百姓何辜。在这点上，刘备同样作为一个雄主，却是更站得住脚。一个雄主，一个枭雄，再加上一个用人比较厉害的孙权，也无怪东汉末年，无论三家怎么斗，别人都占不了任何便宜了。江毅走上前问道：“魏王可还想论后世文化？”曹 CAO 神色忽而一凝，刚才忧愁的面色骤然消失不见。他转身看向了那个正在时空之镜上喝酒的李白，说道：“论，今日孤要与你一论后世。”第175章，曹 CAO 愿与李太白同时代。这一次，江毅没有再用时空之镜上的画面来向曹孟德展现华夏诗词歌赋和锦绣文章。对话古今，光看怎么行？江毅踱步在丞相宫中，气宇轩昂道：“华夏后世的诗词文化有两绝，一为唐诗，二为宋词。大唐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空前繁华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光是在后世留下姓名的诗人便有2536位。当时的诗词又被分类各种派系，有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浪漫诗派和现实诗派等。尤其是方才魏王见过的李白，在他的笔下有云想衣裳花想容，风拂槛露华浓的美人，有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的侠客。相思时亦有相思相见之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幽静时有树深时见鹿，西舞不闻钟。路边塞处亦有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孤独时便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江毅一边品着杜康小酒，一边脑海中快速浮现出唐诗中有关李白的那几百页，心想好在自己前世是文科生，这一世还是文科生，不然还真难记。他漫步期间，一人一壶酒，举止随意，声音抑扬顿挫。郁闷时，李白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吟到此处，江毅感觉酒劲上头，微微踉跄几步，笑言道：“喝醉时，则有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他观瀑布时，有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他观黄河时，更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得意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落魄时，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无奈时，亦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待个人，他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江毅越想越觉得李白无愧为诗仙，这谁比得过？丞相府中，曹 CAO 嘴巴微微张着，看着时空之镜上那个看起来洒脱不羁的青年，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有才华。他本以为自己在文学和诗词方面已经很有造诣，没想到有人比自己还有才，这是谁培养出来的？直播间外，观众们同样目瞪口呆，他们忽然发觉自己简直对李白佩服得五体投地。李白牛逼，这就是李白吗？我的天，他的诗我当年背的时候感觉度日如年，没想到串起来竟然这么吊炸天。江神又开始教咱写作文了，默默地做笔记。之前倒是我一直小看李白了啊，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被称作诗仙啊。那些正在通过特殊渠道观看典藏华夏的外国人，眼睛更是瞪得斗大。江毅说的这些话，其实被翻译成他们国家语言是很难理解的。他们听的可以说是一头雾水，几乎都想放弃这个节目了。可是当他们看到突然间暴涨的全部都是夸那个李白的弹幕，以及那个正在节目中出口成诗淡然自若的青年时，又不知不觉地被深深吸引了住。当然有一部分还是因为听不懂这些离开了，这些都是典藏华夏的外国路人，不是他的菜。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心底则产生了一种疑问，若是自己会汉语，在听到这些诗句的话，会不会和此时不断夸李白的华夏人一样，感受到这个国家文化的强大？这颗种子在不少还留在典藏华夏的外国人心中扎根。杰克，说真的，我是第一次因为不会汉语而感觉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是的，看华夏人这么热闹的样子，那个江毅吟出来的诗一定很有意境。可是在我们的国家似乎却不怎么有这样的人物，这或许就是那个东方国家的底蕴吧。许多国家的民众们越发想要深入了解华夏。看完这期之后，我想我应该请一个汉语老师。欧巴，你难道忘了汉语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吗？据说他们一句话能够有各种意思。哎，是啊，现在我们国家都说华夏偷了我们很多的文化，可是光是人家的语言我们都学不来。我已经开始怀疑是不是受到欺骗了。此时国际上的典藏华夏观众都展开了各种热议。华夏文明中有关唐诗的这一段掀起了他们对东方古国更强烈的好奇心。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唐诗亦不过是我们华夏文明中的冰山一角。魏王，此人可当得诗仙否？江毅看着有些吃惊的曹 CAO 问道。曹 CAO 满怀憧憬的点头，若是可以，孤真想与此人同时代。孤在想，若是孤可以生在大唐的话，该是何等幸事。在那样一个文化包容的朝代，孤或许可做一治世能臣，亦或是可与李太白吟诗作对，游遍中原的大好河川，做一逍遥居士。曹 CAO 看向周围的一切，忽然眼光又暗淡下来，只奈何孤身在了这个动乱的年代。孤纵然想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也别无他路。灵帝数次不纳孤之忠言，反而亲近小人，孤原本是真只想做一个好的汉臣啊。当今陛下长大之后，孤又权势过剩，但凡权臣一旦失去权力，就没有一个能得好下场的。曹 CAO 抬头看着殿外的天空，凛然道：“孤宁可背世代之骂名，也绝不会让自己不得好死。后世你既来自千年之后，必比孤了解的更多。姑且问你，华夏数千年来，可有谁能做到孤这个位置还会放权的？”第176章，曹孟德醉酒论雄心。江毅在脑海中想了不少权臣，最终得到的答案是几乎没有，就算放了，也没哪个是有好下场的。自古权臣能在帝王手里得到善待的，怕是也就一个孔明了。自古权臣能善终者，犹如凤毛麟角，至于会放权者，更是寥寥无几。江毅慨然答道。曹 CAO 面色淡然，这便是了。孤从一开始就只愿做一征西将军，可是权势日盛，任谁又能懂得这高处之寒？孤退不是，进也不是，比起做一权臣，孤更愿那李太白一般，做一诗人，闲云野鹤，潇洒不羁。曹 CAO 看向时空之镜中那个正在喝酒的李白，满怀憧憬地说道。
若是身在后世的唐朝，咕的一声，会不会有一番别样的光景？曹 CAO 眼神闪烁，他这大半生都在为了统一中原、镇压各路诸侯而征战，屡屡亲征，到晚年早已身心俱疲。曹孟德既是激昂雄，亦是枭雄，他挟天子之时便早已拥有至高无上的权位，却依然奋发图强。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曹 CAO 走的都并非坦途。他四世已有7、8分罪，举尊道，孤之一生，于内意志豪强，提倡节俭，遵从礼法，唯才是举，发展教育，打击贪污，扩大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改革户籍，重视手工农业，安置流民，实行租条制，为中原安定和一统呕心沥血。于外，孤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败袁术，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为一世之雄。曹 CAO 似乎是想起了自己曾经在赤壁之上金戈铁马，做短歌行之时，四世有满腔心事，不吐不快。他刚才所说的话，都是即便在后世千年的史籍上都清楚记载的客观事迹。江毅在一旁一边小酌杜康，一边仔细地听着，试图读懂这位或 Jian 或萧的王者之心。直播间外，当一些观众看到曹 CAO 竟然做了这么多事的时候，都不由颇感意外。卧槽，曹 CAO 有做这么多事情？不是说曹 CAO 是个大坏蛋吗？怎么这么一看，我反倒觉得他对我们中原有功呢？楼上你随便去网上搜一搜，点进曹 CAO 的词条，大概扫一遍那些内容，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有多牛逼了。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喜欢曹 CAO 的原因啊，又能治世，又能打天下，可不是吹出来的。你们还在这喜欢屠城、挟持天子的狠人啊，这家伙是没得洗的好吧？这叫洗吗兄弟？我们从没否认过曹 CAO 屠城和挟持天子好吧？洗黑点才叫洗，这年头说一说功劳也叫洗了吗？你怕是对洗的概念一无所知？观众们又在弹幕上开始了激烈的争论，三国的话题和争议性简直被拉满。国家台大厦中，后台主管看着这些弹幕也是哭笑不得。老陈啊，我就说曹 CAO 这个人物不好对话吧，无论是说好还是说坏，肯定都是会有争议的。后台主管看向陈大发，陈大发点点头，眉头微微皱着。确实，曹 CAO 充满争议，不过我们既然对话了他，这些肯定是避免不了的。无论对话谁，每个人心中都各有评说，这个我们无法控制。现在江毅能做的就是依据一些史籍上的事迹来最大化客观地呈现出古人当时可能产生的所思所想。不管喜欢的人多还是少，曹 CAO 的功过都实打实地记在史书典籍上，典藏华夏，只需要用史实说话就行了。陈大发挠了挠头，大概也没有想到有关曹 CAO 的争议竟然这么爆炸。糙米台，对典藏华夏禁止的最狠的糙米台各大台长正坐在会议室里共同看着典藏华夏。此时的糙米国正是白天，对他们来说不算是加班。在会议室的角落还站着一些加入糙米国籍的原东方人，这些都是米国请来的华夏历史知识顾问。在看典藏华夏的时候，他们有哪里不懂的，就会招呼这些知识顾问，然后这些顾问们就会点头哈腰的凑过来，用英文为他们详细解释自己从小到大在华夏所学过的那些历史，并乐此不疲。走过来的男性顾问十分殷勤地给自己的新同胞介绍了一下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事情。这么说来，曹 CAO 的确是你们华夏史上很有功绩的一个人物。糙米台总台长约翰史密逊睁着蓝色深邃的眼睛，看着一个戴着眼镜的男性知识顾问问道。男人点点头，十分殷勤地说道：“是的，不过尊敬的史密逊先生，我现在已经不是华夏人了，所以是他们华夏史上。”史密逊抬头跟看条哈巴狗一样，笑着说道：“我们国家喜欢你这样的人才。那你觉得我们该如何抵制典藏华夏在米国蔓延？废鸟和棒子现在想禁都禁不掉，你觉得我们米国应该怎么对付这个节目？”在史密逊看来，对付华夏人，这些原华夏人可能会更拿手一点。男人推了推眼镜，心知这是显露自己能力的机会，扬起嘴角笑道：“尊敬的史密逊先生，您这就问对人了。我自幼在华夏长大，深知很多华夏人和我们糙米人在思想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因为白纸的长度而忽略白纸上的黑点，但是许多华夏人往往喜欢盯着黑点不放。譬如江毅，若是我们米国能够在他身上整一点劣迹出来，哪怕只是一点，都足以摧垮他。江毅也是人，也会有七情六欲，不管是美人计还是金钱诱惑，他都未必能挡得住。”男人着重看了投影布上的江毅一眼，补充道：“也许像江毅这样的事业男不会中美人计，但试一试总是必要的。而且金钱对于那些华夏人来说就是万金油，1000万打动不了，1个亿、10个亿总行吧？这可是他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到时候我们把他受贿的视频上传，典藏华夏必然不攻自破。”约翰史密逊满意的点头，这两方面
废鸟和棒子已经在动手了。哈哈，那典藏华夏肯定播不久了。男人附和似的冷笑，给史密逊递上了一张自己的私人名片。史密逊继续看起了典藏华夏，并没有理会这样的狗。男人毫不在意，仍然毕恭毕敬地看向史密逊，弓腰陪笑，把名片放回了自己兜里。第177章，这天下出不了第二个嬴政。与此同时，直播间画面之中，江毅和曹 CAO 的对话仍在继续。这时候的曹 CAO 给人一种仿佛在当年赤壁大战前和麾下众将倾吐心声的感觉一样，在这酒宴堂中挥袖间豪气干云。各路诸侯无不想要孤的命，他们到底是真想为了汉室除贼，还是想取而代之？孤曾在兖州几度兵败，也曾兵败赤壁，亦曾退败汉中，却依然为内定中原，外平诸夷而呕心沥血。曹 CAO 又喝了一口酒，醉眼微眯，看着江毅问道：“后世，你可知孤为何如此？”晚辈不知。江毅郑重地看向曹 CAO， 他发现曹 CAO 是真有点喝高了，而且对自己的戒心也下降了一些。这时候的他说的话也许会更可信一些，所以江毅现在更愿意少说多听。至于真假，现代的观众们心中都有一杆秤。曹 CAO 的声音有些怅然地响起。当年中原各路兵马讨董卓之时，就已经有了18镇诸侯，分裂何其严重。这中原若是无辜，怕早已倒退到七国纷争之时。然中原有孤，孤便要逆一逆这狂澜，孤便要遏制这样的局面。曹 CAO 毫不避讳地坦言道：“这汉家的朝廷可以更迭，孤曾经试图挽救过，但孤发现已经无救，那便不救也罢。”曹 CAO 雄视殿外的天空，孤早已挟天子，早已实际占据最至高无上的权柄，要享乐不过是孤一句话的事情。但孤不是董卓，孤穷尽半生，纵然年岁渐老，依旧次次亲征，为何？不是孤不想享乐，而是这中原绝不能陷入如同战国时期的暴乱之中。这天下可出不了第二个嬴政。为中原一统，纵然饱经风霜，亲尝无数失败，亦要尽心竭力，这才是孤后半生所坚持的事情。若是让孤看着中原在自己面前分崩离析，孤宁愿死于敌军的铁蹄之下。曹 CAO 的话音落下，江毅微微一怔，这种说法他还是第一次听到。直播间的观众们同样目瞪口呆，难以置信。这真的是曹 CAO 所想的吗？最重要的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没想到曹 CAO 竟然看得那么长远。妈的，这才是曹孟德吗？因为不想让中原陷入到战国时期的暴乱之中，所以纵然多次失败，也锲而不舍。历史上的曹 CAO 不一直是这样做的吗？兖州叛乱压不垮他，赤壁之败压不垮他，汉中之败压不垮他。若说没有强大的信念，谁信？燕城别墅中，秦汉明老爷子身子又情不自禁的跟打摆子一样，眼神变得扑朔迷离。秦晶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药，马上给秦老爷子喂了下去。爷爷、爸爸和姑姑们还打算带您去旅游呢。秦老爷子吃下药，极力平缓着自己的情绪，呼吸还是十分急促，但总算是恢复了一些。曹 CAO， 这才是真正的曹 CAO 吗？我研究历史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解析这个人物。他给我的感觉就如同古人亲自走出来，再告诉我这些一样。秦老爷子的手止不住的颤抖着，爷爷终于开始理解那句“天下人今日不知我曹 CAO， 明日还将不知”这话了。因为这天下出不了第二个始皇帝，所以他在无法拯救汉室的时候，毅然选择了做一个乱世之英雄，为统一中原，不让中原重现当年战国时期的暴乱，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士族不理解他，汉室不理解他，百姓不理解他，诸侯要杀他，可即便如此，这个男人依然成为当时的不二枭雄。他虽然没有一统中原，但他统一了北方，并依然为统一中原而努力。没有他，天下将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绝对不是曹孟德夸口之言。他让东汉末年再怎么乱，也只有3国，而不是4国、5国。秦老爷子激动不已，许多的观众们同样热血沸腾。今天他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曹孟德。曹孟德当之无愧的之英雄，他图过成事事实，以臣挟天子，有巨大的野心是事实，皆无可争议。但在是之英雄的同时，他更实打实为当时的中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为此穷尽了半生之力，呕心沥血，亦无可争议。典藏华夏，画面之中，江毅跟着曹 CAO 走到了酒宴堂外，看着外面湛蓝的天空。他很仔细地听着曹 CAO 的这些话，剖析着其中真假。为了功利，曹 CAO 早已手握天下权柄，所谓功名，不还是他一句话的事情？要是真为了功利，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派些大将去征战就好了。要知道张辽等人可是具备一定帅才的，曹 CAO 大可以高居许都，远离战火，在后方各种享乐。将士们打赢了，他照样可以功成名就。
那么他亲征的野心就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或想亲自建立一番旷世之功，或是如他所说，真的为了中原考虑，皆有可能。对于挟天子的曹 CAO 来说，后两者的可能性绝对比功利二字更有说服力。前期为了汉室，后期为了中原，难道这才是曹 CAO 的心理历程？江毅看向面前这个十分估摸的枭雄背影，忽然发现曹 CAO 也许比他最开始设想的还要更加孤独和强大。根据他在对话前看过的各种史料来看，曹 CAO 的话，无论是从哪个角度，都可以找到一些能够佐证其言行的事迹。典籍和这些人物互为佐证，纵然跨越千年，依然能让后人明悟更多的先辈之心。典籍，这就是华夏典籍的魅力，这才是对话古今的意义，这就是典藏华夏。第178章，可否让姑看一看大唐？今日姑与你言这些心事，是姑憋在心中太久。曹 CAO 给自己又倒上了一杯酒，他的脸已经醉得通红。本该听这些的人应是奉孝，但今日你既听了，那也无妨。姑这一生已然行将就木，若得来生，姑真想亲眼看一看你所说的大唐。曹 CAO 眼神晦暗些许，看着面前随着秋风零星落下的枯黄树叶，黯然失神。敢问魏王，若得来生，你想做什么？江毅问道。曹 CAO 毫不犹豫地回道：姑愿为一诗人。姑这一生为官太累了。曹 CAO 抬头看着在自己面前飘落的树叶，释然一笑，重重地舒了几口气。后世，你既能让姑看到李太白，又可否让姑看一看你所说的大唐？可以。江毅心念一动，庭院中骤然出现一面时空之镜，时空之镜上出现了有关于大唐的画面。首先映入在二人眼帘的是周边各国来朝贡大唐的画面，画面之中各种穿着奇装异服，带着各种朝贡之物的各国使者络绎不绝出现在长安城中。他们用着各自国家的语言，彼此一副好像听懂了对方说话的样子。其中有不少使臣还学会了一些汉语，彼此互相交流着，融洽和谐。在他们身后都拉着大大小小许多马车的贡品，车队绵延不绝，见到大唐臣民无不毕恭毕敬。而我唐民在面对这些番邦使者的时候，亦是挺胸抬头，充满自豪感。他们在好客的同时，更是不失天朝子民之风，彰显天朝气度。江毅一边给曹 CAO 看着，一边介绍道：大唐是我们中原王朝中一个极为璀璨的时代。魏王看到的这一幕是公元713至741年的开元盛世，是我们中原古代的顶峰阶段，其文化、经济、国力皆达到了空前水平。这个时期，光是来朝贡我们大唐的番邦便有70余个。那时候，各国番邦闻我们大唐之名，见我天朝子民，无不敬畏。在文学方面，诗仙李太白就在这个时代。另外，史载有记，藏书之盛，莫胜于开元，其著录者53915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有28469卷。曹 CAO 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时空之镜上，看着那络绎不绝的车队和繁华的景象，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极为罕见的向往之意。他情不自禁地说道：盛世，这才是姑青年时一直想要辅佐汉室去造就的盛世。只恨姑生不逢时。姑若是在文帝和景帝之时，亦或是在武帝时代，该有多好。姑也想做成就文景之治的一块基石，也想成为汉武帝手中的一柄利剑，想和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同追击匈奴。可是姑却生在了这汉室衰微的末年，又无力挽救汉室，终究让这样的盛景成为了姑的一场空梦。曹 CAO 憧憬的情不自禁地扬起笑意，没想到后世竟然实现了姑的毕生之愿。姑心愿足矣，足矣。曹 CAO 十分畅快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睛就红了。他想起当年的自己何尝不是一腔热血，想要报效国家。江毅看着曹 CAO 的神情，那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快乐，心中亦不由泛起层层涟漪。初心往往是最令人难以释然的，即便是曹 CAO， 也许也是如此吧。后世姑还想再看一看大唐。曹 CAO 再次看向江毅，这一次他多了一些亲和之意，似乎是发现后世好像也并非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不堪。是啊，也许已到末期的汉室无救，但后世的人们也会是不断奋进的呀。他们会不断的图强，会不断的成就一个又一个盛世，就如同强秦之后有强汉，强汉之后又有盛唐。曹 CAO 这一次感觉自己像是真正释然了一般，他开始真正的想要更多的了解后世，想要和眼前这个后世更加亲近一些。魏王，且看！画面一转，出现在了贞观时期，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正在马上厮杀。窦建德来了，还想走？青年纵马驰骋，
一骑当先。这是平定了中原乱世的大唐雄主，他的名字叫李世民。现在他还只是秦王，此战名为虎牢关之战，是华夏历史上的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在这战中，他一战秦双亡，更是以3500玄甲精兵增援虎牢关，大破另一割据诸侯窦建德，杀得他10余万众，仅率百骑逃遁。随后，另一个诸侯王世充也被消灭。而这一年，他才22岁。好啊，好！曹 CAO 赞叹道：“孤喜欢这样的君主。若献帝有此人雄风，孤早为征西将军了。后世竟有如此雄主。”曹 CAO 发现，就在不久前，他还对后世的事情没有半点兴趣，但自从看了大唐之后，他就感觉自己停不下来了。此人还有其他功绩否？曹 CAO 忍不住的想听一听，他是多么想碰到一个优秀的君主啊！只可惜灵帝不是，献帝也不是。江毅说道：“李世民登基称帝之后，所遭遇的一切都极为不顺。他治下的大唐名为贞观之治。贞观前期，大唐除了刚开始就和异族签订了渭水之盟外，还连年遭遇水灾、旱灾、雪灾、蝗灾等各种灾祸层出不穷。听到和异族签订盟约，曹 CAO 的脸黑了下来。再听到各种灾祸繁多，曹 CAO 更是觉得李世民这是什么气运？莫非这也不是民主，只是个会打仗的皇帝？”曹 CAO 不解地问道。江毅这时候倒是颇有些犹豫，是该给曹 CAO 看自己时空的李世民，还是该给曹 CAO 看一下新时空的李世民呢？也不知道新时空的太宗皇帝打到哪了。第179章，米国也要凑热闹。时空之镜上，这次出现的并不是汪洋大海，而是一座气派恢宏的大殿。李世民正端详着面前绘制的海图。定方他们都去了大半年了，怎么还没找到糙米？李世民腰佩弹簧剑，有些不满。长孙无忌苦笑道：“陛下，苏元帅虽然没有找到糙米，但是这一路他按照您的命令，在西面海上碰到一座岛屿，便征服一座，如今已经拿下10几座了。莫灭糙米，朕终究如鲠在喉。”李世民摆了摆手，像是一口气不顺似的：“你不知道，朕能够知道西方有糙米，没准秦始皇也能知道。大唐比大秦晚了几百年，要是让江毅看到朕占据这么大的优势，到头来还没秦始皇打下来的地方多的话，岂不是要笑话朕？马上让海上信使传令苏定方，以最快的速度把西面的陆地全给朕打下来。”“是，陛下。”长孙无忌十分无奈。从10年前开始，他听江毅这个名字听得耳朵都麻了。真不知道这家伙是何等仙人，竟然能够让自己陛下这么锲而不舍地发展海上军事。而且陛下还老是说什么秦始皇也可能会知道，这特么不是在胡说八道吗？要不是眼前这个陛下还认识自己这个大舅哥，长孙无忌简直怀疑他是不是疯了。见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们都乐得不可开交。虽然只是一个节目，但是我看得好爽啊！就是啊，要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平行时空就好了。太宗皇帝你放心，青年始皇帝难保哪一天还真会知道这些呢。此时此刻，正在糙米国看典藏华夏的约翰史密逊再也忍不住了。挑衅，这是华夏在挑衅我们国家。江毅这家伙肯定知道我们在看这个，所以刻意安排了这段环节来嘲讽我们米国。他的用心太过险恶了，一个文化节目竟然敢这么嘲讽我们。5000年文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糙米国不承认，那就是没有。约翰史密逊拍案而起，蓝色的眼眸都快冒出火来，马上派人去华夏台跟华夏人交涉，让他们必须把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情节彻底删掉。我们糙米不允许华夏有这样的节目存在。一听说要去华夏台交涉，许多台长都下意识头往下低了低。有废鸟和棒子那5个前车之鉴，现在一提到去华夏台，他们心里就有点虚。你们怕什么？那个江毅难道还敢动你们吗？约翰史密逊暴怒，这不是华夏摆明了在欺负他们米国人没有历史没有祖宗吗？其他台长仍然不敢说话，内心都在暗自感慨，以他的性格没准还真敢。以前我们糙米是华夏人来了就可能回不去的地方，现在华夏也可能成为我们米国人去了就回不来的地方啊。就在这时，一个1米9几的米国人起身：“总台长，我去。这次让我负责和江毅谈判，由废鸟和棒子负责腐蚀江毅，无论如何也要毁掉他。”“好，你马上组建一个团队去华夏台谈判，记住，千万不要在他们内部说狠话。”约翰史密逊补充道。想起江毅对付那5个代表的手段，他终究还是忍不住从心了。米国大哥无所谓的笑了笑，立即找了一批专业的律师团队和几个同事坐上了前往华夏的飞机。与此同时，燕城别墅里出现了几个说着汉语的棒子和废鸟女人，她们穿着超短裙，画着精致的妆容，格外妩媚，颜值和身材都不亚于他们本国的各种女明星。深夜11点多的别墅区里，不少别墅的灯光还亮着。
女人们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混进了里面，按照查到的地址找到了江毅所住的那栋别墅。他们发现别墅上面的灯已经关了，以为江毅是在外面做节目。他们相视一笑，只要进入别墅，等江毅回来，他们就马上做出受害者的样子，并让自己的同伴拍下视频。到时候江毅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们给你望风，这密码锁你能破吗？一个废鸟女人看着棒子女人问道。棒子女人充满蔑视地打量了指纹锁一眼，无比自信地说道：“没问题，给我5分钟时间。”直播间画面之中，江毅给曹 CAO 看了一些新时空大唐的画面，又看了一遍原本时空的大唐。跟对话朱元璋时候所谈论的重点不同，这一次原本时空的大唐事件要更多一些。这是江毅在对话总结中所研究出来的一个需要改进的点。譬如以后对话青年始皇帝或者永乐大帝的时候，可以多和他们对话一些有关新时空李世民的事情，让他们互相评说。尤其是永乐大帝有洪武大帝的密信在，等江毅去对话他的时候，怕是没准就出现在一片海洋上了。而对待还没有太过引发新时空的古人来说，则可以让他们多看一些自己时空轨迹下的后事，这样也许对他们来说更有对话价值一些。江毅也在不断尝试用更好的对话方法，希望能够让先辈们也少一些遗憾。当曹 CAO 看到大唐在3年内就打败了当时的东亚霸主东突厥时，不由开怀大笑。当他看到贞观时期文武齐心，对内无论遇到了什么都能为了治国保民而不懈努力时，不由倍感欣慰。当他看到没有国家敢挑衅天朝之威时，大唐臣民都能同仇敌忾，文臣无惧，武将争相上阵的时候，眼中更是露出了憧憬。当他看到一旦李世民有哪里做得不好，就有魏征这个铁头王出面制止，而李世民虽然经常会跟魏征吵，但最后还是会虚心纳谏时，更是眼眶含泪。若是能够身处在这样的朝廷之中，孤何止于如此疲累。曹 CAO 重重地叹了口气，面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从最开始得知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短命，到之后又把自己心中的酸楚都倾诉而出，他感觉自己像是泄尽了一样。很多事情他没有回想和总结便罢，一旦回想起来，却骤然陷入到了伤感之中。多少年来战弊亲征，九死一生，赢了朝廷和士族更针对他，输了天下诸侯无不想杀之而后快。若是可以，或许眼前这个男人真只愿做一诗人吧。后世，你所在的时代可仍有诸侯割据？曹 CAO 十分郑重地看向江毅。第180章，曹 CAO 质疑后世。晚辈所处的时代并无诸侯。江毅谨言道：华夏后世如今只剩下一个调皮的孩子，动不动想要挣脱祖国的怀抱。曹 CAO 闻言一愣，显然刚开始没有想到江毅会这么比喻。他快速反应过来后，也是有些不满地说道：那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乖点。后世，你要想办法让他们知道我们华夏文明的过去，要让他们明白唯有山河一统，家国方可兴。孤这一生都在一统中原的路上，若是汉室没有那么多诸侯割据的话，孤的路不会如此，华夏更不会是如今的局面。后世之人无不为此努力着。江毅和曹 CAO 一同看着正在被秋风吹落的树叶。后世万不可让这割据的局面再次出现。想想，即便是在这个时期，各路诸侯打周边四夷都轻而易举，若是中原各路诸侯的劲凝聚一起，何愁不能如大唐一般让多国来朝？后世之人务必要爱自己的国家，唯有如此，才可让华夏文明生生不息。晚辈定将魏王的话带到。江毅仔细听着曹 CAO 的一字一句，忽然曹 CAO 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继续问道：那后世可爱自己的国家？食中有酒。有酒？曹 CAO 回忆道：是后世的华夏还不好吗？华夏后世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且正在不断复兴强大，但在那剩下的1成人里，他们还是认为外国比较好。江毅如实说道：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还不好？曹 CAO 瞪大了眼睛，这是他穷尽一生都没有实现的志向啊！后世竟然如此不珍惜。正在操米国国台大厦的一些原东方人，以及刚才对史密逊点头哈腰的那个男人，目色皆露出不悦，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典藏华夏，这是要连他们也一起抨击吗？凭什么啊？他们可都是凭着自己的才华出的国，凭自己的能力改的国籍，难道典藏华夏还想以此指责他们？这是妥妥的道德绑架，好吧？对糙米人无论如何都唯唯诺诺的他们，在听到江毅这样说的时候，一个个眼神都跟要杀人似的。江毅这是在搞什么鬼？我们就喜欢外国怎么了？我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出身，难道还不能决定一下自己的国籍吗？就是啊，谁想生活在那里呢？我们也是凭借自身才华改变的命运。他们用的都是英文，像是在刻意对着糙米台的人献媚似的，又似乎是不屑再去用汉语，
好像说英语说习惯了，就忘了自己是在哪里长大的。约翰·史密逊和会议室里几个台长对视了一眼，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不屑的笑意。约翰·史密逊更是在心中腹诽：若这是华夏大部人的思想就好了，那样华夏必定不攻自破。虽说就这么几个废物还决定不了什么，但这已经是个很不错的开始。约翰·史密逊的玩味地看了这些顾问一眼，顾问们脸上的怒意立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殷勤无比的笑脸。直播间画面之中，江毅回道：在他们看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是应该的，而华夏这个国家不够强，所以不少人便想着离开。哼，那与当时的叛徒何异？曹 CAO 冷笑道：那些人若是生在孤的时代，别说是孤，就算是刘备、孙权等人都必斩之。江毅又尽量用曹 CAO 听得懂的一些词汇，把华夏如今的9年义务教育以及如今的社会制度都跟曹 CAO 大致说了一遍。曹 CAO 听后面色通红，愤怒不已。在那般好的时代，享受了如此好的待遇，竟不珍惜，后世诸如此类之人，皆为忘本之徒。生在和平时代尚且那般，可想而知，若是他们生活在战时的话，将会做出何等叛国之事。此话一出，在现代的观众们也都仿佛受到了共鸣一般。就是曹 CAO 说的对，那些人端起吃饭，放下碗就踹娘，一有点能力了，就巴不得离自己的国家远远的，跟那些发达之后就抛弃了生养父母的人有什么区别？是的，现在好多人都这样，自以为有才华，自以为这个国家根本不配容下他，所以一有机会就巴不得往外跑，却忘了到底是哪片土地成就的他们。哼，那些人不过都是一些自恃有才的忘本徒罢了。兄弟们，我突然发现江神为什么要对话曹 CAO 了。观众们越往深思考，似乎发现了江毅的用意。江神这是要借魏王致死未篡汉一事，来警醒我们现在某些一有点甜头就忘本的人啊。楼上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真有可能，曹 CAO 够厉害吧，够有才吧，人家致死都是汉臣。先辈们那么多好的风骨，他们全都抛之脑后，真是可悲。许多观众们无论男女老少，此时都义愤填膺。此时一颗种子在他们心中也悄悄地发芽。之前很多还觉得该国籍很光荣的人，突然察觉到改国籍好像也就那么一回事，而且还是坏事。但这还不足以最大化改变一些人的思想。对话仍在继续，江毅的声音蓦然响起：魏王所言不错，华夏一直都有这么一句话，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江毅伸出手接住了一片枯黄的落叶，谨言道：可是现在却有很多人只光记滴水之恩了，他们更愿意去记住在落魄时给他们一点剩饭的人，也不愿意去回想在自己没有落魄的时候就一直在帮他们的人。就如同后世的华夏，从小到大，每个华夏人除了享受到义务教育之外，还享受着这个国家带给他们的和平的生活环境。但却总有些人更愿意去记住外国给的一些小恩小惠，也不愿意去铭记无数先辈们当年用命为他们捍卫出的和平。他们对滴水之恩尚且会下意识去涌泉相报，这并没什么不对，是华夏优良传承。可悲的是，第181章心念后世，故无惧风雨。很多人竟然把涌泉之恩当成了天经地义，当成了理所应当。他们一面享受着家国带给自己的好处，一面觉得自己的国家这不好那不好，国外就好。此为后世不少人的崇洋媚外之邪风。江毅的话音铿锵落下，一点也不怕得罪现代世界的人。此时在典藏华夏的直播间前，已经有不少观众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妈的，我就觉得国外好怎么了？我现在在国外领着高薪，这在国内10几年都未必能达到。就是啊，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我现在在糙米国生活的好好的，我还就很快乐，你能拿我怎么样？想要待在哪个国家是我们的自由，选择哪个国籍也是我们的自由。典藏华夏凭什么抨击我们？不要以为做了个节目就了不起了，这个世界大势就是如此，谁不想要多有点钱？一些国际服的原东方人都忍不住在弹幕中义愤填膺，觉得自己十分无辜。与此同时，江毅的声音仍在继续：若是一个流淌东方血脉的人，自幼生长在国外，没有享受过华夏为他的儿女们创造的条件，享受的是另一个国家的庇护，他的国籍在哪倒也无可厚非。这方面，江毅作为一个主持人，保持着足够的严谨。曹 CAO 也点头道：理当如此。在华夏生长的儿女，纵然心不在华夏，若是以还恩于国，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此亦无可厚非。但许多人错就错在自以为翅膀硬了就追逐所谓的自由，而忽略了为人之前提。他们自以为是高飞，实际上不过是忘恩负义，端起碗吃饭，放下碗就踹娘。江毅松开手，任凭那枯黄的树叶随风落下。故晚辈今日才选择了来对话魏王。曹 CAO 闻言不解，因此来对话孤。江毅点头，魏王虽为后世公认之 G 英雄，但同时也有许多的后世敬佩您。
因为您确实为了汉室竭尽全力，确实为了中原戎马一生。您虽有过，但瑕不掩瑜。东汉末年之乱，错不在魏王，但魏王的存在，实打实让东汉仍是东汉，而非三国。试想一下，当年袁术称帝，若是没有曹 CAO 以汉室之名去打，一旦让袁术尝到甜头，得有多少诸侯称帝称王？根据各方史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曹 CAO 一方势力镇住了整个东汉末年。他的 Jiang， 他的熊，都让各路诸侯不敢胡作非为。曹 CAO 闻言并不怎么开心，而是怅然。可后世竟有一城之众，如你所说一般崇洋媚外，孤真不知道此类人作何想？他们为何不愿意去多看看自己国家的文明史？曹 CAO 很是不解，愤慨道：“今日孤之所言，你务必传达后世。”晚辈谨听。江一行抱拳礼道。曹 CAO 面色出奇沉重，像是在回忆着什么，说道：“后世当念大秦。秦最开始不过一弱国，一个随时会被六国吞并之国。然秦人至死不弃秦，面对六国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老秦人没有一个软骨，历经六世，直至始皇，才成就天下一统。这是秦人之骨，后人不可忘。”曹 CAO 怒目横眉，继续道：“汉自高祖建立，最开始亦是在匈奴人手中饱受屈辱。然汉人仍团结自强，纵然当时难以反击，亦积蓄力量，直至武帝，大汉与匈奴攻守一行。又至末年，山河破碎，狼烟四起，这才有孤穷极一生，总算是让中原不至于陷入到分崩离析之乱局。”曹 CAO 在庭院间踱步着，一字一句皆震撼古今。忽然，他眼眶微红的看向了江毅，他仔仔细细的打量了江毅几眼，眼神十分复杂的上前。他走到江毅面前，伸出手给江毅拍了拍落在肩上的树叶，语气沉重：“想必后世能够发展到你所说的那个局面，在未来的千年之中，定然有你们无数的先祖为此吃了无数的苦吧。”江毅鼻尖不由发酸，不知为何，每当听到先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总是想要带后世那些为了华夏安定而前仆后继的先辈们告诉先祖，向先祖们倾诉一番先辈们的苦。我们现在有苦，每天都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时间，或跟亲人，或跟朋友倾诉。可是那时候先辈们的苦又与何人说？枪声一响，他们就得不顾一切的往前冲，甚至得拿胸膛挡子弹。睡觉的时候，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都得马上爬起来，打起12分精神警戒。没吃的了，吃雪啃树皮；没地方睡了，或以草地，或以雪地为床。纵然如此，他们依然得苦中作乐，依然得自己抚平伤疤。有敌人在伤害老百姓的时候，他们明明只有几人，却依然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他们也有苦啊，他们何曾抱怨？向谁抱怨？他们又凭什么坚持下去？因为想建功立业？可能吗？只有一个答案，对于我们的先辈们来说是通用的：心念后世。江毅并没有直接曹 CAO 回答的问题，而是心念一动，时空之镜上再次出现了一道画面。他觉得后世很有必要看一下这些。轰隆，轰隆，一个又一个炮火重重地轰在了无数穿着薄棉衣的战士们身上。敌人正在疯狂地进攻阵地，突破这个阵地之后就是县城。此时每一个战士的身上都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不少战士的手脚脸都受了重伤，有的人仅还有一只眼睛能睁开，目色依然如同烈火一般，虎视向阵地冲来的敌人。兄弟们，无论如何也要再守住县城半个小时，还有半个小时，乡亲们就可以全部撤退了。别忘了我们当年为何背井离乡，今天就算是全死在这，也不能让他们伤了乡亲一人。第182章，魂归家西，魂归国西。可佩哥如愿。冷冽的寒风席卷平原，战士们除了面对枪林弹雨之外，还抵御着温度骤降带来的严寒。他们的手、脚、脸皆沾着泥，流着血，任凭寒风击打在身上，任由血活泥凝结在伤口，任由刺骨钻心之痛渗入骨髓。他们的周围已经被炸得寸草不生，硝烟弥漫在眼前，数以万计的敌人正在拿着比他们先进数倍乃至于数十倍的武器朝他们冲了过来。他们的眼神依然无惧，不断的扣动扳机，用那种老式枪朝敌人射击，没有一个人头是向后的。一个又一个生死战友倒在他们身旁，他们都不得不像是没有看到一般，继续朝敌人射击。能多杀一人便是一人。他们没有回头，只因清楚的知道后面正有无数的乡亲正在撤退。连长，越来越多的敌机朝我们飞过来了。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连长身旁，一个战士焦急地说道。连长没有抬头，他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的数十架战机正在不断朝阵地扔炸弹。然而他并没有丝毫慌乱和恐惧，反而只是一笑。好啊，好。
敌机都往这来，老百姓就可以更好的撤退了。浑身是血的他十分庆幸的嘶吼道：“兄弟们，我们的阻击没有白费，他们来杀我们了，来杀我们了，暂时伤害不了乡亲们了。”中年连长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兄弟们，我们值了，值了！”无数的战士甚至鲜血的嘴角扬起，视死如归，杀！时空之镜上的画面骤然快进，很快出现在了半个小时后。这时候，原本各营连加起来足有几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不到10几人。在敌人的战机面前，没有影视剧中出现的那种手榴弹炸飞机之类的场景，唯有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在战士们的眼前，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他们不敢往左右看，因为很多前几天还跟着自己有说有笑的战友们，此时都已经没有了声息。还活着的连长，此时上半片的脸已经被炸毁了半边，右手中弹，喉咙已经嘶哑了。连长，手榴弹快用完了。连长，子弹已经没了。连长，我们终于完成任务了。活着的10几人匍匐着趴在一起，含着泪开心道：“我们不负国家。”一个奄奄一息的，大概只有10几岁的战士，看着连长，鲜血不断的从胸口流出，哽咽道：“连长，我坚持不住了，我想回家吃一碗。”战士的话还没说完，便已没了，没有声息。连长强忍剧痛，抱着他的尸体，来不及悲伤，看着其他几个战士说道：“兄弟们，接下来我们每杀一个敌人都是赚了。你们几个去收集战壕中剩下的手榴弹，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和敌人拼了。杀完敌人之后，我们一起回家。”好。很快，最后剩下来的20多个手榴弹被放在了连长边上。副连长和连长对视一眼，带着剩下的10几人朝敌人的长枪大炮冲了过去。他们的子弹已经用完，只有刺刀，甚至还没能近身，就已经被敌人的一梭子弹打成了蜂窝。即便在死前的最后一刻，他们的胸膛依然在阳光之下笔挺如钢枪，眼中依然杀气腾腾。连长眼含热泪，看着最后10几个战友倒在自己面前，却没法改变这个结局。来不及过多忧伤，便把头埋进了另一个战友的尸体里。卧槽，这是什么鬼？这个连长贪生怕死啊！就是啊，典藏华夏，这是在侮辱先辈吗？妈的，果断投诉！投你个鬼！眼睛长哪去了？你们仔细看那连长的手。直播间观众的热议很快就被连长的手中止。他们清楚地看到，连长虽然把头埋在了自己战友之下，手却牢牢地抓着一个手榴弹，而在他的身下还有20多枚。他是要等敌人过来，和敌人同归于尽啊！他选择的这种死法，是要让自己粉身碎骨，来为乡亲们多杀几人。看到这一幕，直播间外数不清的观众们都眼噙热泪，嘴中喃喃着不要。在一座大院里，陈世杰身旁正坐着一个中气十足的唐装老者。他最开始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已经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和观众们大喊着的不要不同，老人撕心裂肺地喊出的唯有一字：杀！杀！老人一边痛哭，一边大喊着。他的脑海中仿佛回到了数十年前，自己和战友们一同为国为民征战的情形。那时候，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宁死也要护卫百姓。他们可以跑，可以撤，但只要还有一个老百姓在后面，那就必须保护好他。他不怕死，他也曾炸过城楼，也曾一人干倒过10几个鬼子。他把这一生的军功章都放在了烈士陵园的战友碑前。他比谁都爱自己的战友，也比谁都明白那个年代战士的心。他的拳头紧紧地拽着，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心中虽然不舍，但口中仍然还是那个字：杀！杀！陈世杰不知道爷爷为什么会这么伤心，为什么像是在告别着什么似的。极少见到爷爷流泪的他，自从典藏华夏开播之后，他看到爷爷流下了这辈子最多的泪水。老爷子痛哭流涕，在顾不得多年以来的刚毅形象，含泪极为痛苦地盯着典藏华夏中的那一幕。他用尽全力将那一首歌嘶吼而出，像是在给自己的战友送行。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兄弟，杀！杀！画面之中，敌人的先锋部队不断地涌上战壕，开始疯狂射击，一方面补枪，一方面拿这支顽固的军队泄愤。他们很快杀到了连长附近，几枪就要朝连长射来。就在这时，原本奄奄一息的连长引爆了手榴弹。华夏万岁！华夏人民万岁！轰隆！漫天尘土飞扬，在连长附近的所有敌人都被这20几个手榴弹炸得粉身碎骨，这其中也包括了他自己。大院中，陈世杰爷爷见到这一幕，当场瘫靠在了沙发上，浑身无力。烟尘缓缓消散，天地广阔，山河万万里，却容不下这漫天英雄魂。
生以为民，死亦守国。魂归家兮，魂归国兮。第183章，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直播间的观众们陷入了悲痛中，许多人都默默拿出了纸巾，止不住的痛哭起来。憋不住，真的憋不住。先辈们都太苦了，当年得多拼，才让我们能有如今的盛世。先辈们，我们一定会爱你们所爱的人间。可以的话，好想将神带着我们去看一看他们啊！虽然只是一个节目，好想告诉这些先辈，如今华夏国泰民安，如今华夏山河无恙，好像让先辈们知道我们后世想他们了呀。观众们一边哭一边在弹幕中疯狂打字，希望江毅结束之后可以看到。此时，江毅和曹 CAO 正在酒宴堂里全神贯注地看着时空之镜，两人都没有在吃任何东西。曹 CAO 虽然不知道那些砸在地面上的是什么，但是他认得出哪些是华夏的后世，他也看得到那些他的后世被一个又一个炮弹炸得尸骨无存的画面，他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后世竟如此之苦。曹 CAO 忽然明白，为什么最开始看到的有关李世民的那一幕是他在不断的想要征服海洋了。他应该是和自己一样看到了后世之苦。是的，他们都是先祖的后世，也是晚辈这一代人的先辈。江毅声音微哽，右手朝着时空之镜缓缓挥过，画面中出现一群青年背井离乡的场景。这场仗肯定是要打的，虽然战争没有打到我们这，但我也是华夏人，不能负了国家。一个青年和他刚成亲不久的妻子告别。我们虽然暂时安全，但是其他地方还有好多同胞都还在战火之中，有无数的老人和孩子都煎熬在敌人的大炮之下。不管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还是为了我们国家的一草一木，这场仗我都必须去打。一个中年人将怀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十分不舍地交给了妻子，如果我没能回来，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为了无数像他一样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拼命去了。而啊，为父老了，无法长途跋涉去打这一场战，这面死字旗为父亲自给你披上。记住了，有国才有家，若是有一天敌人敢杀到咱家来，老头子我就是死也会和他们同归于尽。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披上了一面死字旗。都说无此地之人便不成军，可知当年这个地方10户之中9户无儿郎，一个又一个儿郎聚集在了一起，毅然踏上了前往各地的道路。哪里有敌人的钢枪大炮，哪里就有他们，只为给后代们一个没有战火的人间。那时候一寸山河便是一寸血，10万青年便是10万军。向先辈致敬。和平生活来之不易，当年那么艰苦的条件，先辈们都没有放弃这个国家。是啊，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这个国家不好？这是我们的先辈们拿命给我们守卫下来的土地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正在走偏僻夜路的我变得很有安全感。楼上确实不用怕，华夏的每一寸山河都有先辈们为了我们洒下的热血，都有阴魂庇佑。生活在这个的国家，我们还怕什么？我们需要怕吗？我们要做的是无负他们的守护，是要让自己的国家强大到无人再敢欺负，而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些不如己意的地方就想着离开它。自己的家哪怕不够好，难道不是应该想着一起努力把它建设得更好才对吗？直播间画面之中，江毅的声音沉重响起，在我们后世称呼父亲为爸爸。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和他爸爸的对话。孩子问他的爸爸说，爸爸，如果有一天战争又来了，我可以上战场吗？他的爸爸告诉他说，傻瓜，真要有那一天，爸爸怎么可能让你上？为什么不能让我上啊？孩子这样问道。他的爸爸说，因为为了你，我会上。那如果我也是为了我的孩子呢？那爸爸和你一起上。江毅的话音落下，无论是曹 CAO 还是直播间的观众们都陷入了沉思。江毅继续说道，这个故事很简单，讲给外国人听，他们可能不是很理解，但要是讲给华夏人听，无论是类似于魏王这样的先祖，还是如晚辈一般的后世，相信90%以上都能很快理解，因为这是我们华夏5000年来的传承。为了下一代，我们90%以上的华夏人一直都是最敢于和最愿意去拼命的。江毅想起曾在新闻上见过有一个母亲为救先天性肝脏功能不全的孩子，本身就患有重度脂肪肝的她，每天风雨无阻地暴走10公里，足足坚持了7个月。在这个母亲每天都会路过的一个坝上，还出过事故，很长一段时间晚上都没人敢往那走，唯独她毫不害怕，只言一句，什么鬼我都不怕。对于一个女人，还有什么比失去孩子更可怕？这就是传承和守护。曹 CAO 听了，一时点头。姑想起姑的父亲当年得知姑要起义时，亦是为了支持姑散尽家财。华夏
的确如你所言，一旦涉及到后代之时，就会无数的父母甘愿舍弃一切。曹 CAO 忽然有些怅然，或许他也很想念自己的父亲吧。所以晚辈以此答魏王之问。江毅坚定答道：华夏后世，在未来的千年中，仍然有无数的先祖为我们吃尽了苦，应有一代又一代的先辈为我们吃过了那些苦，才成就晚辈了所处的那个时代。若是在那一个又一个危急时代中，没有他们挺身而出，此时此刻，晚辈必不是在和平盛世中，更无法与您对话。晚辈或许根本不会出生，或许会被别国奴役，或许会根本不知道自己体内有华夏血脉，不知道自己国家的真正历史，亦或许正在和无数的同胞奔走在枪林弹雨中，走先辈们的路。第184章，他们亦是孤的后世。江毅的一字一句响彻在直播间中，听到这话的观众们都不由自主地深思起来。是啊，如果没有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人？到那时，自己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历史会是什么？深夜的烟城中，无数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一个小男孩看着他的爸爸问道：爸爸，如果战争来临，你会跟江毅哥哥故事里的那个爸爸一样吗？男孩爸爸轻拍了拍他的头，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傻孩子，别说是战争，就算是外人想要伤害你，爸爸都会跟他们拼命的。那我以后也要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爸爸拼命。一个简陋的出租房里，一个单亲看起来只有7、8岁的小女孩靠在她妈妈怀里，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哭着问道：妈妈，要是战争来临，爸爸会回来保护我们吗？要是战争来临，爸爸是不是就不会抛弃我们了？女孩把头埋在了妈妈怀里，泪水浸湿了妈妈的衣服。傻丫头，那时候爸爸肯定不会抛弃你的。女孩妈妈笑着笑着就哭了，内心默默暗诉着：傻丫头，爸爸早就不要我们了。但他不要你，妈妈要你啊。妈妈虽然腿没了，但是每天都会做上半身拉链，就是为了等你长大，不会拖累你啊。女孩妈妈看着自己在车祸中失去的双腿，一边暗恨自己，一边从未动摇过保护自己孩子的念头。爸爸妈妈，我明天想去烈士碑前祭奠一下先辈们，可以吗？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一个10岁出头的男孩看着自己爸妈说道。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因为他觉得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自己也不是很懂，不知道那在石碑上刻着的一个又一个名字代表着什么，感觉那些人好像离自己又遥远，那些故事听起来又很空洞。但是现在他好像懂了。男孩爸妈点了点头，好，我们明早就去，但是你一定要怀有敬畏之心，知道吗？嗯。男孩找到了自己的红领巾，力求标准的把它戴在了脖子上。爸爸妈妈，标准吗？明天我要带着红领巾，要把现代的美好都讲给先辈们听。男孩爸妈相视一笑，做好了明早向领导请假的准备。江毅的别墅晚，你怎么搞的？不是说好5分钟就能破开吗？再晚，人家节目都要播完回来了。望风望得不耐烦的废鸟女人走上来，朝着棒子女人嘲讽道。棒子女人一脸不耐烦，闭嘴！我怎么知道这所输错一次密码之后就会蹦出一连串问题的？我正回答这些问题呢，连问题都答不来，亏你还高级特工。废鸟女人把棒子女人推开，想要自己来答题。当她看到题目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你太爷爷出生那天是开太阳还是下雨下冰雹？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用电鳗的电鳗会被电鳗的电死吗？八嘎！废鸟女人直接情绪失控，一脚踹在了门上，忽然发现门居然通电了。滋滋滋！直播间画面之中，曹 CAO 正视着江毅说道：后生无忧，相信正若孤知晓后世国泰民安，会因此无憾一般，你的前几代先辈们也会如此。你可知晓先辈之心？曹 CAO 问道。江毅摇头，知道曹 CAO 是有话要说。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先人的曹 CAO 显然更有发言权。曹 CAO 郑重说道：就拿孤来说，作为华夏先辈，孤从未想过华夏文明竟然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孤这一生只为了能做好孤在时所能做的事情。曹 CAO 带着江毅走到九燕堂旁边的花园中，须发净白的曹 CAO 如同教导晚辈一般，语重心长道：孤之所以如此奋进，是因为不想让中原在自己的眼前再度分裂。若孤未生在这个时代便罢，但孤生在了这个时代，不论是否有此能力，身为中原男儿就应当为此努力。孤料孤和你的那些先辈们的想法应是一致，但他们显然比孤更加难。曹 CAO 说着，目色中亦是流露出尊敬。孤虽也曾战败过，但孤这个时代武器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曹 CAO 怅然道：孤刚才看了后世的那些兵器，虽然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但两者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你们的那几代先辈为了你所在的那个盛世吃的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匹及的。孤
敬之爱之，希望后世之人亦能如此。曹 CAO 拔出腰间的佩剑，目色中杀气腾腾。无论那个国家有多么不好，都是庇护你们长大的地方，都是你们曾经无数的先辈用一些弱于别人的兵器，甚至是赤手空拳拿命堆积出来的。孤要你们后世无负那一代先辈，你们若是对不起他们，不为他们出头，那孤纵在1000年之前也要为他们出。他们亦是孤的后世。曹 CAO 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杀气，剑指西方。曹 CAO 扬剑的瞬间被直播间捕捉了住，呈现在现代观众面前。此时的他双眸炯如虎豹，浑身上下皆透露着杀伐之气，无数的人都被吓了一跳。正在糙米台观看节目的约翰·史密逊下意识把位置往后挪了挪，他假装看起了手机信息，不敢再直视曹 CAO 的眼睛。不知为何，明明只是一个节目，却让他发自内心的打起了寒战。fuck， 江毅找的都是些什么演员？一个个眼神都这么狠。第185章，魏王的礼物。和约翰·史密逊反应出奇相似，会议室里所有台长都不敢直视投影荧幕上的曹 CAO。一些原东方人也是下意识的撇过头去，想起曹 CAO 出剑的样子，心有余悸。约翰先生，我们必须全面禁止典藏华夏，要是让他在米国泛滥的话，华夏文化很快就会入侵到我们国家。这个国家的文化太可怕了，连演员都这么可怕。许多米国台长意识到，这个节目要是在国际扩散开的话，将会给自己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造成巨大的冲击。4大文明国度，其他3家都已经带了古字，唯独华夏越来越让人敬畏。以前他们还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现在他们明白了。因为华夏每逢危难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群舍生忘死的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后辈出头，这让他们不由想起了某一场战争。当年自己国家的军人可是拿着最先进的武器，穿着最保暖的军衣，吃罐头喝牛奶，还有战机坐镇。可就是这样的军队，竟然被一群穿着薄棉衣和破草鞋、啃血吃冻土豆的人打败了。要知道，当年那一战之后，参加过那场战争的米军在米国根本不敢抬头，那是他们在战争史上彻彻底底的挫败。当时米国无数的军事专家都分析过这场战争，有的甚至还假设过，如果是米国军人穿着破草鞋和薄棉衣，会不会爆发出当年如华夏人一般的战力。然而他们发现这种假设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如果当时米国军人穿的是破草鞋和薄棉衣，他们根本不会去打仗，只会抗议自己国家的高层拒绝出征。反观华夏，多少人义无反顾地跨过了大江大河，以血为基，以骨为强，只为保国安民。约翰·史密逊想到这里，原本如同被开水烫过的猪皮脸阴沉了下来。如今我们糙米国虽然和华夏没有热武器战，但科技文化之战一直都在打。约翰·史密逊面色沉重，转动靠椅，看向会议室众人。现在华夏不仅在科技上想要打破我们的核心技术垄断，就连文化也想要开始反输入了。我必须警告各位，永远不要试图通过正规的手段和华夏打文化战，他们可是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我们对外可以不承认这些，但对内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并警惕这个对手。约翰·史密逊显然不是那种无脑关系户，看问题十分清楚明白。顶级的律师团队已经出发了，我们现在要防止的就是这个年轻人再度利用某种阴谋，试图突破我们对典藏华夏的防备。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所以我决定将典藏华夏的禁止程度提高到 SSS 级，不允许任何媒体和个人在民间散播有关他的一切信息。这时，一个原东方人笑着说道：“史密逊先生，米国的文化一定是最好的。”约翰·史密逊瞥了这个马屁男一眼，转过身继续看起了典藏华夏，看向了那个正站在曹 CAO 身旁的男人。小子，你以为仅凭一个节目就能逆转崇洋媚外之风吗？你要是看到这些华夏人，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愚蠢了。典藏华夏。画面之中，江毅郑重地看向曹 CAO， 说道：“请魏王放心，那些战士不仅是您的后世，更是我们华夏的先辈。先辈们为我们后世流过的血，后世永远不会忘记。”江毅一决定，明天就去烈士碑前祭奠一下先辈，他们一直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华夏。江毅希望用这样一个节目，逆转崇洋媚外的风气，让先辈们看到的是一群无论面对哪个国家都可以昂首挺胸的华夏人。包容友好和谄媚是两回事。若是对外行谄媚之事，美其名曰是包容友好，无异于掩耳盗铃，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一笑世界。后世理应为此不负先人。曹 CAO 肯定的点头，后世晚辈定为此尽心竭力。江毅朝曹 CAO 行抱拳礼道。心算了下时间，江毅推测这一期节目大概差不多了，于是问道：“魏王，晚辈差不多要回去了，魏王可还有话想让晚辈代传？”曹 CAO 愣了愣，有些不舍地看向江毅。
这就要走。花园中不少花瓣落下，江毅和曹 CAO 面对面站着。曹 CAO 似乎有什么话想说，但还是止了住。晚辈只能在古代停留半个时辰，如今也理应回到自己的时代，和同胞们一起续写我们华夏的文明史诗，不负先祖、先辈、当代和后世。江毅一字一句谨言道。曹 CAO 皱紧眉头，略微思考了一会，说道：“那你再给姑给后世带一些话。”晚辈谨听之。江毅正色道。曹 CAO 嘱咐道：“姑希望后世不要把那些投奔外国的忘本图太放心上，这样的人华夏不要也罢。对不起列祖列宗和国家栽培的是他们，而并非如你一般的后世，切不可因此大动肝火。但后世一定要以他们为戒，数点忘祖之徒，就算是我们这些先祖，也不会认他们的。”江毅和曹 CAO 回到了酒宴堂。曹 CAO 瞥了眼身旁一个江毅从没有见过的侍卫，这个侍卫去到屏风后面拖出了一个看起来很沉的大箱子。拖完之后，曹 CAO 就让那侍卫退了下去。魏王这是？江毅有些不解。既为后世来看姑一趟，岂有让你空手而归的道理？曹 CAO 把箱子盖打开。魏王，这可使不得。江毅看了一眼箱子里的东西，好家伙，都是汉末年间的酒具和陈酿，还有一些曹 CAO 写的诗句，其中就有短歌行。姑想这个时代的金银，你们那个时代应该用不了，故赠你些酒和姑所写的诗，礼不重，收下即可。这里面的酒可是姑从官渡之战后就开始存放的，你日后若是念姑，或者是想找妻室了，可随时来寻姑。曹 CAO 笑着说道。江毅听得出来，这是曹 CAO 十分真心的话，可当听到找妻室的时候，他总感觉有些怪怪的。第186章，擅闯别墅的5个女人。晚辈多谢魏王。江毅把这个箱子收下，之前从始皇那拿了枚玉佩，从霸王那拿了把剑，从洪武大帝那拿了个腰牌，现在看来又从曹 CAO 这拿了一大箱古董，这合着自己是来寻宝的。一道时空之门缓缓开启，出现在了箱子边上。江毅朝着曹 CAO 由衷行着抱拳礼道：“晚辈谢过魏王。”为何谢姑？曹 CAO 忽然一愣，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不是自己下属的人跟自己说谢谢。若无魏王，东汉末年的分裂之势，只怕会如野草般滋生。晚辈谢魏王，奋己一生，控制住了局面。江毅的步伐从后往前，一步步退去。曹 CAO 背过身去，把头抬起，去吧，去吧，不要让姑的后世，你们先辈的血白流。晚辈将以一生无负华夏的列祖列宗。江毅的身形伴随着金光缓缓散去。直播间中，无数的人也在弹幕中打出了感谢魏王4字。在这之前，他们大多认为曹 CAO 只是东汉末年的一个 Jiang 雄，他们在演绎中更多看到的是 Jiang 炸，却不知道雄是为何。如今典藏华夏，将历史上曹 CAO 雄的一面更多的展现给了观众。今日许多人方知，原来曹 CAO 也为后世做过不少贡献，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先辈。华夏从古至今，那么多看似与现代隔了100年1000年，好像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先人，原来一直都在为了传承华夏文明的火炬而思虑长远，奋进不息。他们渐渐地开始意识到，原来华夏的文明之火一直都是跨越古今的。华夏的先祖们就是如此，一代传一代，一代强一代，纵然会有不如意时，亦有枭雄横空出世，力挽狂澜。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或者不能享乐，而是因为见过了太多苦，所以想要让后世甜一些。这一刻，无数人的脑海都记住了曹 CAO 的最后一句话：不要让先祖们的后世，我们的先辈鲜血白流。直播间画面上，观众们看着江毅从红毯上一步步从后往前跨越古今，在他身后，丞相府渐渐消失，曹 CAO 的估摸背影也全然不见。一时之间，无数的观众们心泛酸楚，百感交集。1000年以来，多少世人误解了曹 CAO， 误解得太深。若是可以，他们还想再多看一看这个虽为之央雄却力挽狂澜的男人。若是可以，他们还想看曹 CAO 起义兵战官渡，临赤壁，横槊赋诗。只可惜，这终究只是一个节目啊！观众们怅然失神，重重地叹了口气，把微湿的眼角擦了擦，擤了擤鼻。与此同时，江毅那沉稳如同清晨响钟般清脆的声音缓缓响起：今日典藏华夏，伴随诸君一同梦回东汉末年。我希望通过这一期，大家可以明白华夏文明为何可以薪火相传，永世不衰。千百年来，一个又一个深远古老的文明都消失在了尘埃之中，为何华夏文明却独树一帜，傲立世界？这是因为在乱世之时，总有无数的先辈愿意为了我们挺身而出。他们身在乱世，尚且不负家国；身在盛世的我们，又有何理由辜负平安养育自己成长的国家？江毅的身前又出现了在和对话曹 CAO 前
显现过的那一个56大民族齐聚一堂的盛景。江毅看着这些画面，说道：“祖国母亲也许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般，万事都尽如人意，但她始终庇佑着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安然长大，是因为在我们吃饭的桌子上方，总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屋顶，任凭炮轰弹打、战火连天，都始终庇护着我们。而我们今日所享受的一切美好，都是无数的军人用血堆积，用生命捍卫出来的。纵然我们不喜欢这个国家，也不应该用自己的手去给别国的军队造子弹吧。”江毅的话引起了许多人的深思。是啊，这个国家就算真的有哪里不好，也仍然用最大的能力给了他的孩子们一片净土。纵然真有些不好的地方，那不是应该由我们每一任当代之人去完善、去努力创造出更好的吗？古往今来，我们华夏多少先辈都生在了不好的时代，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自己的家，如同今日我们所对话的魏王。东汉末年，够不好了吧？江毅挺直腰杆，字字铿锵有力。先祖魏王够有能力吧？他想要篡位，不过只是再往前一步的事情。可他的抉择却是一生以汉臣之名匡扶社稷，安定中原，宁死也为了中原安定，止步在了王位。我们应当如魏王般，纵有凌云之志，仍以家国为重。一个连家国都尚且不顾，一个只因为自己就可以跑到别国，用钱给别人造子弹，用自己的才能去给别人搞科技，来威胁护卫他成长的祖国母亲和军人的人，又谈何坦荡？江毅语气沉重，庄严说道：“各位观众，典藏华夏第6期到此为止。愿我们华夏儿女能砥砺前行，携手并进，承前人之风骨，助我辈之风华。”直播间里，黑色的帘幕从两边再次出现，如同音乐厅中缓缓闭上的帘幕。这时候的弹幕十分的冷清，大家都好像陷入到了沉思中。直到节目结束了几分钟后，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愿承千人风骨，助我辈之风华。别墅的地下室里，江毅脱下中山装，坐在了公学椅上，看了看身旁的箱子。箱子还没打开，就可以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酒香。东汉末年的酒，到了现在可是实打实的千年陈酿啊！江毅恨不得现在就喝几口，但他这期跟曹 CAO 练了剑，实在是太累了，打算明天带些酒去祭奠一下先辈们。粗略的收拾了一会，江毅就上楼洗澡去了。而与此同时，废鸟和棒子女人们加起来总共5个，仍然在外面绞尽脑汁。他们决定放弃回答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抬头看了看别墅的窗户，是开着的。作为高级特工的他们，自信破窗而入还是做得到的。于是他们爬上了2楼。就在他们的头刚出现在窗户外的时候，忽然2楼的灯亮了。压落！第187章，对面有100多人。废鸟女人刚想吼出声，所幸被一个棒子女人捂住了嘴。这个人怎么还在别墅里？今天不是典藏华夏第6期直播吗？5人不由怀疑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录播？华夏台真狗，明明是录播，硬生生说成是直播。我说怎么节目效果一直那么好？就是啊，直播怎么可能不出问题？一个废鸟女人给棒子女人使了个眼色，棒子女人心领神会，迅速爬到了江毅对面别墅的屋顶，趴在上面拿出了望远镜。江毅正打算往卫生间走去，好像要去洗澡。负责监视江毅的女人一本正经地利用耳麦传讯：“这是个好机会，到时候我把衣服弄烂，你们就拍照片。”一个大长腿废鸟女人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柄破窗锤。作为废鸟和棒子安插在华夏的特工，他们每个人的身手都极好，空手道和跆拳道，乃至于一些暗杀技巧，他们都可谓精通。自信这也就是在华夏，否则他们想让江毅怎么死，江毅就得怎么死。听到房间内水流的声音响起，这几个女人自信江毅肯定已经在洗澡，这是最好的机会。我马上就要破窗了，你们等会跟进来，能拍多少是多少。女人们小心翼翼地轻声交流。废鸟女人咬紧牙关，鼓足劲，一锤子朝窗户砸了下去。砰！啊！锤子掉落在地面上，废鸟女人手都麻了，却发现窗户上连个裂缝都没有。这特么就离谱好吧？怎么会这样？棒子女人狐疑道：“你在演？”废鸟女人摇了摇头，仔细打量了窗户一眼，生无可恋道：“总统级防弹玻璃，华夏制造。”操！与此同时，在洗澡的江毅也听到了动静，他剑眉微微蹙起，快速穿上了衣服，但并没有关掉花洒，装作一副什么都没听到的样子。他拿起手机，打开某信，给一个张姓律师发去了消息：“张律师，有人私闯民宅，我要是不小心伤人了怎么办？”“什么伤人？那不是正当防卫？那要是我拿了剑呢？”江毅清楚地听到，这绝对是2楼窗户被敲的声音。这个别墅区的安保很严，自己所住别墅的1楼很高，能够进入小区并爬上来的人，绝对不是一般的贼。江毅在脑海中快速分析着一切可能。自己刚播完节目就被惦记上了，
按照在产生危机时以最不利于自己的情况做出假设，自己应该是动了那5个代表被人蓄意报复，或者说是有人看出了蛛丝马迹，想要来取证或调查自己。无论是哪种情况，来人都绝非善茬。拿了剑，张律师很快答复道：“不是他们带来砍你，结果没砍成自己撞上的吗？”江毅马上给张律师赚了500块钱，正打算出去，忽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对面敢这样敲窗，肯定是觉得自己的窗户好敲，而且知道自己是在洗澡，这绝对是团伙作案，而且还有人在监视着自己。江毅不得不佩服系统的安全防护来得真是时候，否则照刚才那声响，一般的华夏制造还真顶不住。所幸在自己国家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用担心对面有狙击手或拿枪的。比起某个所谓自由，动不动就要担心被枪杀的国度，华夏不比他好千百倍。奇怪，他难道没有听到声音？几个女人愣了住，正打算放弃这次计划，把今天发现的录播疑点通知给上级呢，结果发现江毅还在洗澡。过了几分钟后，江毅从浴室里走出，也不偷偷摸摸，只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把窗帘拉上，开灯，江毅在衣柜上面找到了霸王剑，一把历经岁月洗礼但依然锋利不减的古剑被江毅缓缓拔出。想起隔壁500多米就有个大佬，江毅马上又给秦老爷子发了条短信。刚看完第6期，心情正沉浸在悲伤中的老爷子看到消息后猛然站了起来：“晶晶，把周围的保镖全都带上。”“爷爷，你要干嘛？”“保护江毅。”于是秦家别墅周围里里外外100多号人聚集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江毅为了防止外面的人逃跑，做下了一个决定。就在2楼的4个女人发现别墅还是牢不可破，已经决定放弃计划的时候，忽然他们听到别墅2楼的门滴的一声自动开了。4个女人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道该不该进去。怕什么？我们有4个人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就是，反正进去之后按照原计划行动，实在不行，我们就把江毅先控制住，强行拍照，然后连夜逃出华夏。他们商量完后，由一个废鸟女人带头，率先走进了2楼客厅，其他3人紧随其后。走在第2的棒子女人手里拿着一个便携相机，做好了随时拍照准备。从查到的资料上显示，江毅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武学基础，但为了以防万一，最后面的2个女人还是拔出了自己腿上长约几厘米的匕首。要是能够顺利拍到照片便罢，要是不能，也要保证自己可以从别墅里脱身。他们不敢对江毅造成实质伤害，因为现在的华夏非同以往，要是他们赶上了国家台的主持人，那绝对可以上升为一起国际事件。到那时，别说是工作，他们能不能活着离开华夏都是问题。但江毅显然没有这个顾虑。为首女人来到卧室门口，打算冲进去把江毅抱住，这样江毅无论如何也洗不清了。他伸出右手做321的倒计时，随后把门狠狠踹开，正要快速锁定江毅，把江毅扑倒，却忽然看到一把锋利无比的长剑正对着他。啊！饶命！为首女人瞬间跪下，装出一副十分柔弱的样子，打算找机会再反击。然后还没等他找到机会，江毅的剑就已经悬在了他的脖子上。其他3人看了看自己那只有几厘米的匕首，再看了看江毅的长剑，不由瞪大了眼睛，呆愣了住。他们当场决定放弃这个同伙，赶紧跑路，却见江毅另一只手按下了遥控器，别墅2楼的门瞬间被反锁了住。果然不是一般的贼。见到这几人，江毅无所谓的一笑。面前4女刹那间有些不知所措了。我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怕他做什么？另一个废鸟女人恶狠狠地说道，就算全都死在华夏，能够杀了江毅也值了。废鸟女人做事就要冲上去，却发现另外2个棒子女人纹丝不动，已经放下了武器。你们还有没有点武士道精神？废鸟女人尴尬无比，竟然也不敢上了。你们废鸟人的武士道精神，关我们棒子国什么事？2个棒子国女人极为不满地鄙视了眼他。这些废鸟人哪里来的优越感？我们只是喜欢抢华夏的文明，你们废鸟的垃圾文明，谁他妈稀罕？这几人已经打算放弃挣扎，想别的办法跑路了。毕竟江毅只有1个人，想要以1人之力困住他们4个，怎么可能？就在这时，他们的耳麦里响起了一阵声音：“你们快想办法离开，有人来了！”怕什么？难道他们也带了剑不成？棒子女人感觉已经没有什么比现在更可怕的了，最多也就是来了几个别墅区的保安而已。他们来了正好，就算江毅想拿他们怎么样也不可能了。落在华夏警方手里，充其量也就是个私闯民宅，以自己国家的能力，还是可以把自己捞出来的。负责把风的棒子女人十分焦急地说道：“他们是没带剑，可是他们有100多人啊！”第188章，秦老爷子的厚黑学，5个50万。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区一个华夏台的副导演能有100多个保镖，你以为他是国宝啊？棒子女人气得差点骂街，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离谱的事情。为什么情报上没有这些啊？4个女人面面相觑，本来觉得还有点逃走的希望，但现在看来只能殊死一搏了。他们的背景经不起查，本打算陷害完江毅后就回国，然后爆出他和某国间谍亲密的新闻，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江毅彻底翻不了身。但现实总是残酷的，4人皱紧眉头，打算破釜沉舟。身后3个女人已经打算把匕首捡起来，被江毅剑悬在脖子上的女人也做好了死的准备。既然逃不掉，那就干脆4换1好了。这些人的眼神依然装作一副十分无辜的样子，试图迷惑江毅。但江毅早已非同以往，他亲历过先祖们太多爆发杀气的场面，不管是隐晦的还是直接的。被江毅挟持住的女子想要拔出腿间匕首，江毅目色一凝，一剑刺在了他的肩膀。啊！其他3人赶紧上来帮忙，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学过的刺杀技能还没来得及发挥，就被江毅率先发起了进攻。而且江毅的剑法十分凌厉，根本就不给他们还手的机会。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在跟曹 CAO 对剑时的场景，觉得这些人的速度实在是慢极了。而且在武器上他也占了不少优势，1寸长1寸强。他突然有点感谢霸王和魏王，一个赠剑，一个交剑，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否则今天要是让他们跑了，指不定还会在哪坑害自己。这要是时间久了，江毅可能也就忘掉曹 CAO 教的了。但这些人竟然自己上门送经验，要不是他嫌这些人的血会毁了自己的别墅，这剑奔的就不是手脚，而是他们的要害了。但即便如此，他也毫不容情，只不到1分钟的功夫，对面4人全都挂了彩，且被江毅挑飞匕首包围在了衣柜到墙边的角落中。他们4个人都不得不老老实实的靠着墙，一字排开，双手抱头。江毅的剑横悬在他们4人的脖子上，谁也不要轻举妄动。你们解决了没？快出来！望风的棒子女人无法透过窗帘看到里面发生什么。自己这几个伙伴要解决江毅，还不是轻而易举？怎么威胁的声音是男人发出的？我们被包围了。另一个棒子女人叹了口气，看向面前比自己高半个头、气势凌人的江毅。有埋伏吗？那我先走。望风的棒子女人刚想跑路，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女声：“你是自己滚下来，还是我让人送你下来？”女人一脸懵逼地转过头，发现别墅下面一个高挑的女人正带着10几个人高马大的西装保镖，气势汹汹地盯着她。棒子女人无奈爬下别墅，她觉得面前这个漂亮女人应该很好说话，毕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而且自己只是因为仰慕江神，这才想要偷看一下她而已，最多也就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吗？再说华夏是个文明的国度，对主动束手就擒的人一般都是优待的。女人想到这里，露出一副甜笑，走到了秦晶晶面前：“我只是仰慕。”啪！秦晶晶冷不伶仃地甩了一巴掌过去，剩下的人蜂拥而上，生怕揍得少了。江毅别墅内，当秦老爷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看到江毅居然一人包围了4个女人的时候，满是皱纹的眼珠子眨了眨，十分惊愕。年轻啊，就是好，连敌人用美人计都要派4个人来。不知为何，秦老爷子突然更加不悦了，马上把这几个带到警局。这些人想要蓄意谋杀我。秦老爷子十分愤怒地说道。废鸟女人顿时就懵了，她用学过的汉语质疑道：“我们什么时候要谋杀你了？”这个女人不傻，很快就推断出了这些保镖肯定是面前这老头的人，而且一定就住在附近。有大别墅，几分钟内就能召集到了100多个保镖，谋杀这样的人，罪名可比私闯民宅和蓄意伤人大多了。我们只是误打误撞闯进了这座宅子。另一个棒子女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放屁！我就江毅家里做客，你们就闯了进来，现在跟我说是误打误撞。秦汉民可是历史研究学领域的大国宝，各种厚黑学简直被他利用的淋漓尽致。我现在要控告你们蓄意谋杀，可你刚刚根本没在，有什么话到局里了再说。秦汉民懒得跟这些人再说半句，立即让保镖们把他们押走。在押着他们去报案的路上，这几个女人似乎很喜欢这些保镖，动不动就往人家保镖的手掌心里撞，导致人还没到呢，就已经面目全非了。之后不到几个小时的功夫，秦老爷子忽然给江毅打了250万。某信上出现了秦老爷子发来的语音，身份查清楚了，那几个人确实是间谍，每人价值50万。谢谢老爷子帮忙。江毅把钱收下，决定明天买些补品给秦汉民送过去。人情嘛，总是要有来有往，有时候既然谈钱见外，那就换做礼品的方式。只是以后江毅怕是会遇到很多的50万了，但这也挺好，敌人蹦跶的越狠，就说明他们越急。放下手机之后，江毅继续握着钢笔，在鼓楼笔记本上总结第6期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他在纸上仔细地设想了一些改进方案，选择其中的最优解。在之后
就是思考第7期对话人物。江毅设想过，在某一期自己或许应该对话一个年轻的仙人，或者是敢于重用年轻人的人。通过这个仙人，他希望能够引发观众和社会去关注一种问题，一种大多以资历取人，而使许多原本怀揣真才实学和赤子之心的人渐渐被磨灭了初心，乃至于被同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容易使得屠龙少年钟成龙这一期被纳入了江毅的对话计划中，或许终将在某一期出现。这需要一个契机和充足的准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看看这一期典藏华夏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如何，能否达到让这个世界初步为之震撼的效果。第189章第6期的影响，初心与现实的碰撞。当天晚上，在华夏的很多地方，一些人彻夜难眠。其中一个刚留学回来看望亲人，打算改国籍的青年，正在客厅里踌躇踱步着。他的脑子里满是典藏华夏第6期的一些对话，最打动他的还是看到先辈们舍命守卫城市的画面。那些画面真的太真实，太震撼了。他拉开客厅的窗帘，看了看17层楼下那依然灯火通明的城市，车水马龙，人群涌动，没有大炮的轰炸，也不需要担心哪天一觉醒来，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孩子会不会被敌人用枪顶着头，因为这些先辈们都替他们抗过去了。曾经是先辈们在扛着这些，如今扛着的是那些或正在某个地方接受训练，或正在抗灾，或正在边境的军人。这股精神似乎一直都在，只是身在和平襁褓中的自己好像遗忘了。青年转过身，又看了看客厅里，他的父母从老房子里一直带到新房的一张张自己从小到大获得的奖状。他想起在自己还小，家庭条件还不好，住在偏远山区的时候，是这个国家的助学金，还有那为了他不断奔走，希望能够筹到更多些钱的老师帮助了自己。他想起，若是没有这个国家的义务教育，自己别说有机会坐在学校里，连校门都很难进吧。那个时候，学校里的老师每天裤脚都沾满了泥泞。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对他最好那个数学老师，就是在下山想要给大家买一些练习册的时候，遇到暴雨，不慎跌入山下，再也没能醒来。他打开了自己的某信，看到了许多群里发来的信息：兄弟，想好要改国籍了吗？我支持你，反正我是挺想去的。就是啊，在国内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我想去都没有机会。老弟，在这方面我支持你，你可别看过典藏华夏第6期就动摇了。现在的社会，没钱什么都不是。没错，你可千万别被道德绑架了，只要狠下这心，光明就在眼前。呼！青年重重地舒了一口气，他跑到楼下，开着自己爸妈的车，连夜往老家赶去。他的脑子里满是自己的老师。这几天，他刷过了典藏华夏的所有视频，并回想起自己听过的很多话。哼，典藏华夏那些不都是臆想和道德绑架吗？肯定哪里好去哪里啊！就是工资上不去，房价年年涨，我们这些年轻人再有抱负又怎样？要熬多久才能有出路？这些客观因素都摆在这里，不是我们努力就能改变得了的。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青年叹了口气，他想去老师的坟前祭奠，想要去问一问他，当年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才会选择留在那里教书？明明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只要走出山沟，就一定会得到重用，为什么还要留在那里？他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老家得到答案。这一夜，很多和他一样的人都在尝试着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到底该如何做？第二天，这是江毅自从开播典藏华夏以来头一次起这么早。他穿着正装，拿出抽屉里放着的小红旗，拎着一些曹 CAO 赠给自己的酒，去花店买了一大束鲜花，把花放在红旗副驾驶处。江毅在大概9点半，旭日正好东升的时候，聚到了刻满先辈之名的丰碑下。车不能靠近那边，江毅隔着1000多米的距离，捧着花，拎着酒往丰碑处走去。他看到，在宽阔的广场前，许多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和穿着校服的初高中生们，正在各自老师的带领下排好了队，打算前去致敬。江先生，一个中年男老师看到江毅，激动得赶紧跑了过来。你也是来缅怀先辈的？江毅点头，正要继续往前走，却被他拦了下来。那个江先生，我们能和你一起过去吗？孩子们都是因为看了典藏华夏才自愿来这里的，如果是你带着他们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会在这次活动中明白更多，方便吗？中年男老师十分严谨地问道。越来越多学校的老师认出了江毅，都赶忙跑了过来，说道：江先生，我们和孩子们都难得见您一次，我们真的由衷邀请您能够带我们进行一次这样的活动。江毅看了眼周围满怀期待的学生们，终究还是点了点头。学生们看到这一幕都十分激动，下意识把腰杆都挺直了些。于是由江毅走在最前，
老师们带领着各自班级在后的约莫1000人的队伍，排列得整整齐齐，神色庄重。江毅的每一步都昂首挺胸，十分庄严。走过广场，踏上阶梯，将花和酒放在丰碑之下，他站如标枪，郑重敬礼。孩子们、老师们都齐刷刷地伸起了右手。越来越多的人都自发加入到了这个队伍。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嬉笑和不耐烦。先辈、晚辈江毅和如今华夏之少年、青年、中年来看先辈们了。如今之华夏，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未来之华夏也会在我们一代又一代后辈的手中欣欣向荣。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定会以此告慰先辈。华夏千古，先辈千古。江毅郑重鞠躬，身后每个人都在心里想着要说的话，共同鞠躬。江毅转身看着面前的学子们说道：“同学们，你们能不能告诉先辈们，你们为什么而读书？”一声声或稚嫩，或已经在变声，或已经成熟的声音，不约而同的铿锵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声声呐喊，震站在广场之上，经久不息。就在他们声音落下的时候，江毅的声音继续响起。第190章，丰碑下的神秘老人。现在大家轮流上来，一起让先辈们听听我们后世晚辈的梦，好不好？好！大家都十分激动说道。江毅转身再次敬礼，用自己最坚定的声音说道：“先辈，后世晚辈江毅，梦想是希望通过典藏华夏，扬古今文化，振媚外邪风，是希望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我们华夏为何而强。”江毅说完，走到了旁边。从左开始，先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上来，庄重敬礼，并大声说道：“先辈，后世晚辈林倩倩，梦想是教书育人，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毕生所学，为祖国培育更多的人才。先辈，后世晚辈刘晨晨，梦想是以后像爸妈一样，考上工程类最好的大学，成为祖国的一个工程师。先辈，后世晚辈高文刚，梦想是以后成为一名运动员，为祖国在国际社会争光。先辈，后世晚辈涂小天，梦想是成为一个科学家，让先辈和始皇帝先祖看到华夏腾飞世界时。先辈，后世晚辈陈德明，我还小，我好像没什么梦想，但是我想要成为像先辈们一样的人，我想要保卫祖国。先辈，后世晚辈陈文倩，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翻译官，将来以最霸气的态度警告那些外国人，他们没有资格在华夏人面前叫嚣。先辈，我的梦想很小，我只想平平凡凡的过完这一生，不愁吃，不愁穿，永远做你们的后代。一个又一个学生铿锵有力地呐喊着他们的梦，许多学生都鼓足了劲，把自己的梦想嘶吼而出。江毅在一旁仔细聆听着这些或来自小学生，或来自初高生们的梦想。有些人还小，不知梦想是什么，但也说出了自己目前想做的事情。也许他们的有些梦想，在上了社会的人看来虚无缥缈，可能很难实现，但此时此刻却是所有孩子们心底最珍贵的东西。他默默看了眼时间，把这个时空记在了心底。或许下一期他知道该对话谁了。活动结束之后，江毅看到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出了笑脸，他们的眼神中好像多了2种情绪：坚定、自信。江毅和他们一起和先辈丰碑合了个影，记录下了这个时刻。照片洗好之后，给我也寄一份，寄到国台大厦就好了。江毅看着拍照的业余摄影师兼正牌老师说道。业余摄影师赶忙点头，洗好之后我第一时间给江先生寄过去。谢谢江毅哥哥。就在老师要带学生们去坐校车的时候，忽然发自内心的呐喊道，并朝江毅跑了过来。江毅哥哥，你什么时候去对话始皇先祖呀？江毅哥哥，我想看永乐大帝朱棣，我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个人哦。江毅哥哥，什么时候去看20年后的太宗皇帝啊？我想念朱元璋爷爷了。孩子们争相恐后的问道。七嘴八舌的，江毅听得也不是很清楚，只笑着说道：“大家放心，江毅哥哥一定会早日带你们见到他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一起努力，让先辈和祖先们早日看到华夏腾飞世界时，好不好？”好，好，好！孩子们激动得直跳脚，在老师们的再三催促下，这才十分不舍得往校车跑去。大家把手露出车窗，和江毅一直做着挥手的动作。江毅哥哥再见，再见！江毅挥手告别，大声喊道。等孩子们全都走后，江毅转身打算在公园里逛逛。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丰碑下一个老人的身上。这个老人头发花白，骨瘦如柴，但身子却站如松柏一样，浑身上下给人一种刚毅十足的感觉。好奇心驱使江毅再次走向丰碑，每走近一些，江毅都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这个老人身上的一些杀意。这不是刻意显露出来的，更像是久经沙场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感觉除了赵构，江毅几乎在每一个先辈上都体会过。孩子们，走了。
江毅刚来到老人背后，便听老人有些沙哑和哽咽的声音响起：“走了，老爷子。”江毅走到老人身旁，想要看看这个老人的模样。可是当这个老人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却是猛然震惊了住。这老人虽然脸上有很多皱纹，但是这面相看着却十分眼熟，好像不止一次见过。打量了一眼地面，此时已经多出了一束花。老爷子，我们在哪见过吗？江毅不解地问道。他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有在哪里见过他。没，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你。老爷子的声音很低沉，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感觉。看了《典藏华夏》第6期之后，我就想来看看我的老战友们了。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如当年的我们一般，勇敢地扛起来。老爷子正视着江毅，满是皱纹的眼睛炯如烈火。晚辈一定记在心上。江毅点了点头，正想和这老人再多说几句，却见他摆了摆手：“好了，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多聊聊，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米国来人了。老爷子的语气让人不寒而栗。江毅瞬间重视起来，他转过身，迅速跑下台阶。与此同时，一个电话打进了他的手机。江毅，本来不想这么早打扰你的，但是糙米国这次给的压力很大，你必须亲自来一趟了。陈大发的声音十分着急，显然事情已经到了10万火急的地步。江毅加快速度冲到了红旗车边上，坐进主驾驶，插上钥匙，猛踩油门往国家台赶去。他身后那个老人已经转过身来，直到江毅离开后，他才再次看向了丰碑上的一个又一个名字，热泪盈眶。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那个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的年轻人。华夏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明悟你们的苦心了，但唯有这个压力是最大的。你们在看着的，一定要好好保佑他。我这个还活着的，也会竭尽我的所能，让他把这份精神，把我们华夏民族的根弘扬下去。老人看了看四周，确定人早已散去之后，掏出手机，点开了那一个被加了3道密码的视频。兄弟们啊，我想你们了。等华夏腾飞世界之后，我就去找你们，把我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给你们听，好吗？老人弓着身子坐在了碑下，把头靠在了边上，像是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一般，泪如雨下。另一边，江毅的车在马路上狂飙起来。不知为何，从这里到华夏台足足10几个红绿灯都是绿的。江副导演，陈台长让您来之后，马上去他的办公室一趟。江毅刚走进国家台，就见前台慌忙找到自己说道，甚至于有一座电梯都有人专门在那里守着，只为了江毅能够更快到达陈导办公室。事情到底有多严重？江毅迈入电梯。第191章，米国人想掀火葬场。陈台，发生什么了？江毅走进陈大发办公室，陈大发面色凝重地示意他坐下。江毅，米国台代表汤姆杰森带了米国最专业的律师过来，认为你在典藏华夏中侵犯了他们米国的权益。他们罗列出了一系列视频证据，尤其是第6期出现的有关太宗皇帝的那段。米国人认为你是有意要挑起争端，利用典藏华夏的影响力恶意重伤米国，他们将为此发起跨国诉讼。就这些？江毅知道事情肯定不会那么简单，这些问题沈万荣完全可以解决。陈大发见江毅似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眉头皱起，加重语气。最关键的是，米国人整理出了一系列的典藏华夏疑点，譬如第1期和第2期，乃至于第3期的衔接时间太短，他们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这里面一定有某些特殊原因。这关他们什么事？江毅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自己国家的人都没管，糙米国还真当自己是世界法官了。米国拿这些文件试图煽动国际舆论，联合全球发起抵制典藏华夏的活动，并要求典藏华夏将1、2、3期为什么能够衔接的那么快的原因公布世界，否则将要求全球禁播典藏华夏。陈大发撇嘴，不屑地笑道：“说是全球，不过也就是他的那些儿子们会同意罢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这些文件公布出去，我们国家台可以让他无法在本国散播，但其他国家的人肯定会试图想要揭开这些。再加上米国的推波助澜，典藏华夏想要带动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计划将被扼杀在摇篮。也就是说，如果处理不好，这场文化战我们将会败给米国。”陈大发意味深长地看了江毅一眼，他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眺望着下方的风景。高楼大厦林立，人来人往，车辆络绎不绝。处理肯定是会处理的，江毅心底已经大概有数。他走到陈大发面前，同看万家灯火，肃然道：“但米国不配我们给他们交代。”江毅离开陈大发办公室，往顶楼会议室走去。许是因为受到了老人的鼓舞，许是因为刚刚祭拜过先辈，江毅总感觉自己的底气前所未有的足。传承了5000年血脉的华夏儿女，背后是亿万华夏同胞以及无数先辈，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张律师，又要劳烦你了。江毅给张三发去了信息。张三笑了笑，事情沈总台已经告诉我了，
我们已经在校车上了。我们？校车？江毅当即捕捉到了2个关键词，联想起张三所在的学校，脑海中忽然蹦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不会这么有排面吧？会议室中，1米9几、高大健壮的汤姆·杰森正和华夏另一个台长高文泽面对面坐着，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沈万荣并没有亲自出面，因为汤姆·杰森跟他不对等，不过是米国一个台长而已，哪里用得着我们华夏的总台长出面？典藏华夏到底删不删有关我们米国和废鸟国的片段？我严重怀疑你们这是在蓄意挑起争端。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了，只要我现在给米国总台发个信息，全球都会封禁典藏华夏。汤姆·杰森紧盯着高文泽，高文泽全程都按照沈万荣的意思默不作声。他横任他横，清风拂山岗。fuck， 你们华夏人到底会不会说话？我们是来跟一群哑巴谈判的吗？汤姆·杰森怒不可遏，正要打开门去找沈万荣抗议，忽然，砰的一声，门从外面被撞开。啊 ！M， 汤姆·杰森脸哐当被撞了一下，捂住鼻子蹲在地上，极其狼狈地惨叫着。谁？汤姆·杰森身旁的2个律师慌忙站出，挡在了汤姆·杰森边上。我要告你蓄意伤害。一个律师指着刚放下电话的江毅说道。监控室里，前几天的金牌打手监控队长也放下了电话，直呼干得漂亮。自己这监控室的俸禄能是白领的？这门好像很痛。江毅瞥了被撞的门一眼，发现上面有些血迹，似乎是有些裂痕，心中十分满意。但表面他还是露出了心疼大门的模样，并拿出手机拍了照片。米国律师们都大眼瞪小眼，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江毅仔仔细细地拍完照后，这才继续道：我现在要追究你们恶意毁坏华夏国有资产的责任，具体该怎么追究，等会我的律师会来跟你们谈。几个律师都一脸懵逼，刚到华夏，自己的台长就莫名其妙背了个责任，明明就是一扇门，撑起也就几万的事情，硬生生被说成了是华夏国有资产。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台长才是受害者，好吧？律师们仔细看了江毅一眼，当他们确认是江毅之后，刚到嘴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还下意识看了看江毅手里有没有手套。之前国家台里的事情，这些人精都或多或少听到了风声，心底都十分明白。呼，律师们暗暗松了口气。不过他们可是米国国家台的精英律师，岂会怕华夏律师？高文泽见江毅到来，猛然松了口气，心知这不是自己发挥的场合，立马借口开溜。江毅瞥了会议室里的垃圾桶一眼，给了高文泽一个眼神，示意他把垃圾桶带出去。高文泽有点懵，但还是把垃圾桶给带走了。江毅向他点头致谢，随后他和汤姆·杰森面对面坐在了一起。汤姆·杰森双手捂着鼻子，蓝色的眸子恶狠狠地瞪着江毅：你们华夏人连张纸都不知道给我送下吗？对待客人我们会送，但你们算哪根葱？江毅最看不惯这种喜欢摆架子、不知道哪来优劣感的人了。就跟之前明明会说汉语，却想着让自己说英语的废鸟和棒子代表一样，非要我们华夏人向他们低个头才开心。这次纸明明就在会议室中间摆着，汤姆·杰森竟然还想让他送过去，都特么是惯的。江毅拿出钢笔，在一张 A4 纸上写了几个大字，放在了纸巾边上。汤姆·杰森和米国律师代表看了之后，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上面清楚地写着：米国人与狗不得使用。第192章，大概他也不想装米国人。江毅，你这是在侮辱米国！一个米国女律师拍案而起。江毅撇嘴一笑：你真聪明。女律师正要发飙，但被汤姆·杰森拦了住。显然，这大个子记住了总台长史密逊的话，知道在这里就算被打残废，也只能自认倒霉。他伸出手想要把那纸条撕掉，但发现江毅把纸和纸巾都放在了自己边上，任凭他手再怎么长也够不着。汤姆·杰森强忍住不发飙，心知让江毅向自己低头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拿出了纸巾，把鼻子上的血擦了擦。可是当他擦完，发现会议室里竟然连个垃圾桶都没有的时候，瞬间心态崩了。你们华夏连个垃圾桶都没吗？是吗？江毅左看右看，旋即一笑，大概他也不想装米国人吧。Fuck you！ 一个啤酒肚的米国律师刚想骂人，依然被汤姆·杰森拉了住。他皮笑肉不笑地看向江毅，看来华夏是彻底不打算和我们谈了。那么从米国本身的实力和地位出发，我们将会把典藏华夏的所有疑点公之于众。闭嘴！汤姆·杰森的话还没说完，江毅的声音霸道响起：几个月前，我们的国家对你们的国家说过类似的话。今天我在华夏国家台再警告你们一次，你们没有资格在华夏人的面前说从实力和地位的角度出发，说要对华夏做什么。几十年前你们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没有。会议室里
一面红旗在中间，一侧是江毅，一侧是10几个米国所谓的精英。江毅愤然起身，警告道：“你们不要以为借着某个风口起来了，就可以做全世界的法官。华夏人的事情，华夏人自己说了算，别人休想干涉，干涉了，那就等着自食其果。”一阵东风吹来，红旗逆风而扬，其中离得最近的那个米国人还被红旗啪的扇了一下。按照他们之前的性格，不会管这是什么旗，都会想要拨一拨，甚至是撕扯掉。但想起几个月前的画面，再想起如今江毅对他们重申的话，再想想如今实力突飞猛进的华夏和团结对外意志越发坚定的华夏人，他们硬是不敢对华夏之旗有丝毫不敬。10几个米国人都愣了住，在另一边还有早就已经改过国籍的原东方人，也不由瞠目结舌。华夏就是如今的华夏吗？这时候，在这些清楚的知道华夏历史的米国人眼中，都不由蹦出了一个在他们看来十分恐怖的念头：华夏之龙已经彻底觉醒，华夏人的脊梁骨已经直了。一些原东方人心底也诧异无比，他们不由暗想，若是自己此时站在的是江毅那边，内心该会多么自豪。以他们的能力，其实如果一直是华夏人，愿意为国效力的话，是可以站在江毅那一侧的。但如今，他们却只能站在被警告的这一方。国上难使你离去，国富民强时要你何用？10几个米国人硬生生愣是几分钟，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江毅杀气腾腾的眼神凝视着每一个人，他的眼神是和无数的先辈们对视过的。他是直视过愤怒时的始皇等各大先祖的，虽说不是每个先祖都如同曹 CAO 一般教他练剑，但这几期每一个小时的对话都对江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改变，那就是他的眼神和心性，以及先祖们赋予的底气。他只一人，但肩上扛的可是华夏每个儿女身上都有的5000年传承和底气。当看到这眼神的时候，所有人都下意识地闭嘴了。那些刚还想自诩为强大一方的米国人都不由焉巴了。江毅则缓缓坐下，身正如松，气宇轩昂。最终还是作为米国代表领头人的汤姆·杰森手拽拳顶在嘴前，嗨嗨了2声，打破沉寂。但这次他的语气却是不敢再像之前那么居高临下和嚣张，而是谨言道：“我们只是想来提醒一下你们，如果不删减掉典藏华夏中有关米国情节的话，我们将会把其中所有的疑点公布在国际上，随便公布。”江毅无所谓的摊开手。汤姆·杰森再次懵了，这是什么情况？自己最开始进到华夏台被沈万荣会见时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沈万荣虽然脸上表情很好控制了住，但眼神中那一闪即逝的恨意是被他捕捉到了的。那眼神恨不得让自己死在华夏台一样。那时候汤姆·杰森就确定典藏华夏一定有某方面经不起推敲的破绽，是经不起查，而且是无法解释的，这才让他的气焰又更加嚣张了一点。可是他没有想到，江毅看起来竟然一点也不在意。他哪里知道，江毅心底已经有了一个更庞大的典藏华夏拓展计划。江毅看着这些人摸不住头脑的样子，在座位上静静地等着自己的律师团队。什么删减之类的，让糙米人做他们的春秋大梦去吧。至于法律方面的事情，还是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谈判。汤姆·杰森本还打算仗着华夏台的紧张劲多威胁一下江毅，可当他发现这招好像没用的时候，自己反倒有些不自信了。看眼前这小子毫不在乎的态度，到底是真无所谓，还是装出来的？我虽然读过华夏的36纪，但这属于其中的哪一季？汤姆·杰森刹那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这时，他身旁的一个律师摊出了一份律师函，送到了江毅面前。江先生，这是……呲啦！江毅接过这东西，看都没看，直接用手就给撕了，然后拿来擦了擦自己的皮鞋，擦完后又还给了这个米国律师。下次别这么客气。汤姆·杰森，米国律师团，原东方人。江先生，这是给您的律师函。瞪大眼睛的男律师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或许是清楚自己连个垃圾桶都不配用，他只得把江毅擦过鞋的律师函默默塞回了包里。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第193章，衣着朴素的华夏律师团。江毅没有回答这个男律师的话。汤姆·杰森等人脸都被气绿了。就在他们要再度发作的时候，会议室外突然走进了一群衣着朴素的人。张律师。江毅一眼就认出了张律师，起身和他握手。看到张律师满脸笑容，以及他身后那些老者们都一副云淡风轻，而且穿得这么朴素的模样，江毅就知道这波稳了。同样的，当汤姆·杰森和他的律师团队见到这些人竟然穿得如此简朴，嘴角更是咧到了8点钟方向，心想这波稳极了。就华夏律师团这阵容，怕是哪里请来的业余团队吧？汤姆·杰森和自己的代表团们去上了个厕所，在厕所里憋不住大笑了一会。哈哈哈，华夏台无人啊，请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就是啊，我怀疑他们是从哪个工地被临时叫来的。华夏台这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但他们终将为此付出代价。汤姆·杰森觉得自己不傻，华夏台也不傻，唯一的可能就是华夏台想要用一堆杂牌律师团来羞辱他们。汤姆台长，他们华夏有人一句老话，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一个原东方人站在汤姆·杰森旁边，为他谏言道。汤姆·杰森瞥了这人一眼，看着他的黄皮肤，嘴角扬得更高了。他拍了拍这人的肩膀，沈笑道：“华夏就需要多点像你这样的原华夏人。不过你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他们华夏人还有一句话叫虚张声势。华夏是一个不喜欢露底牌的国家，他们之后肯定还会有王牌律师团队，但这先锋队显然是拿了些杂牌来羞辱我们的。”汤姆·杰森十分自信，我们只需要以最快的打败他们，到时候华夏台不想妥协都不行。汤姆·杰森照了照厕所里的镜子，抬头趾高气扬的大迈步往会议室走去。与此同时，会议室里，张律师正在为江毅介绍一些大人物。这是政法大学的涂教授，这是政法大学的张教授，这是政法大学的刘教授。江毅每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心中的底气便更足一分。晚辈，多谢各位教授。江毅一边说，一边早已起身，给教授们让开了位置，并把情况和刚才撞门的事情跟这些人细说了一遍。刘教授推了推老花眼镜，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道：“没事，典藏华夏在国际上的事情，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对话的那些先辈虽然已经故去，但我们这一辈可都还在。”几个教授朝着江毅微微点头，给予肯定。其中一个还十分欣慰地介绍道：“就算我们这些老一辈都不在了，还有他们呢。”老教授指了指身后和江毅年纪差不多大，来增加实战经验的学生们。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华夏之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皆在，只要是在为国家真心实意的做事，亿万万人，乃至于我们这些老一辈，都是你的后盾。江毅，切记，你从来不是一个人，你的身后是国与同胞。一个戴着老花眼镜、被微微弓的女教授十分细心地教导道。随后，他坐在了 C 位上。江毅微微一怔，本以为张律师会在 C 位，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老教授似乎实力更强。沈总台这是把自己老脸都豁出去了吧？请的到底是什么阵容？江毅不知道的是，此时正在总台长办公室，看到这阵容的沈万荣也是一脸懵。他就请了张律师，怎么连人家学校的国宝级院长都来了？另一边，张律师凑在江毅耳边轻声低语：“这些都是听说你的事情之后主动来的，他们不是冲沈台长的面子，单纯是为了你，为了我们华夏的传承。我和他们一样，在容我们华夏少年强的同时，也愿意为了让少年能够走得更远，多出些力。”张律师说完，坐在了老教授边上。江毅坐在了这些人的身后，看着这些或已经白了头发，或已经弯了腰，或拄着拐杖的前辈们，心底渐渐泛酸。他不由想起了自己和始皇帝的对话，想起了那一句：“老辈何容？容我华夏之少年强。”现在他觉得应该再加上一句：“中年老辈何虑？虑我华夏之后辈行路难。”因为顾虑这些，所以总是会有一些老人不愿意陪已经在城里买房的亲儿女去城里享福，而甘愿留在穷乡僻壤，只为继续教书育人，只为了他们眼中的祖国下一代。因为顾虑这些，所以在新闻上才会出现不到40岁就已经白发满头的中年校长，才会出现拿出自己的薪水，只为了孩子们能够吃得更好些的老师。都说行路难，但华夏儿女从小到大，尚且不论先祖，就论一些中老年前辈，为我们下一代尚且付出多少心血。看着面前一个个坐着校车奔波而来，立威不支，但依然云淡风轻的老一辈，江毅嘴角幸福的扬起。这就是传承和守护，这就是身为华夏晚辈的安全感。江毅给食堂的工作人员发了条某信，让他今天采购一些好菜，让最好的厨师来做。这些人，你请他们去大酒店，他们不一定去，但在食堂吃个饭，成功几率却是最大的。办完这些后，坐在后面的江毅也没有闲着，他开始思考下一位到底该对话谁。与此同时，脸上喜意藏不住的汤姆·杰森带着自己的律师代表团，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现在，我们先来谈第一件事情。还没等这些米国人率先发难，甚至在他们还没坐下来的时候，坐在 C 位的女教授火药味十足的开口：“谁允许你们坐下的？”刹那间，对面全场傻掉。第194章，张律师出手，先赔10个亿。汤姆·杰森等人面面相觑，刚还自信满满的他们，瞬间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坐下了。汤姆·杰森已经在拉凳子的手放了下来，不满地瞥了身旁的女律师一眼。女律师推了推黑色眼镜，皱着浓眉，质问道：“我们现在连凳子都不配坐了吗？这就是你们华夏的待客待人之道吗？”女律师无奈地看了江毅一眼，想起他们在江毅面前
并不是客人。C 位刘教授边上的张三说话了，在商议好如何赔偿我们华夏国有资产之前，你们确实没有坐下的资格，甚至这里面的地你们都不配采。张三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会议室的门，亮出了江毅发给他的图片，说道：“那扇门的折旧费，华夏台内部会议无法正常召开的赔偿，以及吓坏我们国家台副导演的精神损失费，恶意破坏国有资产等等，我初步算了一下，你们起码得赔偿5个亿。你们这是敲诈勒索！”米国女律师控诉道：“哪有一扇门价值5个亿的？”这些刚还打算压制华夏的人，一瞬间就被刘教授和张三等人牵着鼻子走了。张三根本不理会他们，而是自顾自说道：“考虑到典藏华夏正在热播，你们给江副导演造成的精神损伤，将让他短时间内无法继续主持典藏华夏第7期。虽说典藏华夏并非盈利项目，但有数以亿计的观众正在焦急等待。”张三推了推眼镜，嘴角始终扬着一丝轻蔑的笑意：“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撑的。你们可以去查每天有多少个电话打进国家台，都是在催典藏华夏第7期的。保守按照1亿人数计算，你们每人赔1块都得1个亿。我们华夏讲究以德服人，也不多要，这次一共只要你们赔10个亿。”可是江毅根本就没事。那个米国律师正要指向在张三等人背后坐着的江毅，忽然发现江毅整个人眼神呆滞，恍若失神。米国律师心态炸了，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废鸟和棒子国的代表会栽在华夏了。是赔钱还是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你们一句话的事情。张三打开了拨号页面，鼻子通红的汤姆·杰森蓝色的眼睛里瞬间被气得充血。混蛋，你们都是混蛋！要打官司就打，我带来的可是米国最精英的律师团队，他们很清楚你们华夏的法律。汤姆·杰森指着刘教授和张三等人，怒喝道：“不要以为你们华夏人翅膀硬了点就可以胡作非为。”汤姆·杰森已经打算豁出去了，他才不怕这些华夏老头呢。现在我们还得告你一条。刘教授抬着眼眸瞪着汤姆·杰森说道：“恶意侮辱华夏政法大学教授，且对我们的精神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什么？汤姆·杰森瞬间愣了住。这些不都是杂牌军吗？这些衣着简朴的人竟然个个都是政法大学的教授。这要是在米国，他们压根不怕打官司，甚至在华夏他们都无比自信，哪怕碰到一些顶级律师团都不用怕。可是眼前这些能叫律师团吗？这是天团好吧？在场的所有米国人脸色都阴沉下来。之前他们还以为10个亿只是威胁，但是现在他们完全相信对面这些人完全能够做到这点。那个，我们并非是有意的。一个米国律师冲着刘教授低头说道。江毅虽然眼神看起来呆滞，假装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但内心实际是在思考第7期的人物。刘教授的巾帼不让须眉给了他一些启发。刘教授对面，汤姆·杰森已经让出了 C 位，给另一个看起来十分老道的原东方女人。这个原华夏人现在的米国名字叫做桑尼，这个名字他觉得很好听。他看起来40多岁的样子，但能够在这个时候被拉出来打头阵，显然具备足够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谈谈关于典藏华夏中涉及到米国情节的话题。桑尼的话还没说完，张三就已经打出了法院的电话：“我要报案。”等等！汤姆·杰森和桑尼瞬间炸了。不要试图转移话题，赔还是不赔？张三拿着手机晃了晃。汤姆·杰森心态炸裂，这他们哪里赔得起啊？可是不赔的话，非但没告成典藏华夏，就连自己在米国的工作都不能照常进行。难道一直在华夏待着，吃开水煮白菜？要知道，汤姆·杰森和这批律师能够代表米国来到这，可都是米国台十分看重的宝藏成员。刘教授和张三显然看清了这点。等我们跟台里商量一下。汤姆·杰森走出会议室外，给约翰·史密逊打去了电话。事情办得怎么样？此时，米国已经到了晚上，正打算睡觉的史密逊以为汤姆·杰森带来了好消息。可是，当他听完汤姆·杰森汇报的时候，气得差点把手机摔到地上。你们才到华夏多久，就欠了华夏人10个亿？我是让你们去告典藏华夏，你们却去给他们送钱。史密逊暴怒不已，足足深呼吸了好几次之后，这才说道：“就没有办法不赔吗？我和律师们都商量过了，现在就算我们不追究典藏华夏的责任，华夏台也不会让我们走的。典藏华夏在华夏的影响力我们也查过了，那个戴眼镜的男律师开的价。”汤姆·杰森无奈说道：“确实是保守估计，这钱不给，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给。”史密逊火气极大，从来没有人可以从我们米国人的手上拿到钱。那请总台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和律师团可能都会回不去了，到时候您就直接把典藏华夏的那些漏洞公布到国际上，典藏华夏必须给国际社会一个解释。汤姆·杰森笃定道：“我确定江毅绝对无法解释这些原因。”史密逊眉头皱起，
律师团还好说，但汤姆·杰森可是个宝贝，台里很多事情还需要他，一时半会可找不到替代品。要是重蹈那5个代表的覆辙，还得了。更重要的是，自己可是废鸟和棒子的老大哥，结果自己的人到了华夏也回不了，岂不是颜面丧尽？难道华夏还敢关你们？史密逊板着脸问道。总台长，不瞒您说，汤姆·杰森重重叹了口气，那个戴眼镜的华夏律师给我的感觉就是，哪怕我今天只是在华夏台上的厕所，都会成为犯罪分子。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第195章，以龙腾之名，江毅的第一笔善款。既然如此，你们也别跟华夏人谈了，那里终归不是我们的地盘，想办法回来。史密逊冷声道，等你们回来之后，我们就把典藏华夏的所有疑点公之于众，让国际上的人都知道，典藏华夏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节目，名为直播，但背地里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那10个亿，汤姆·杰森心态很崩，好不容易带着最精英的律师团队，想要来华夏装个逼，结果逼没装成，自己还倒贴10个亿不成？10个亿，台里出。史密逊咬牙说道，他不能让汤姆·杰森被困在华夏，否则上面的人追究起来，可就不是10个亿的事情了。你身为一个国家台总台长，竟然让自己的得力手下在华夏沦落成废鸟和棒子代表一样的结局，还做什么台长？米国在江毅身上失去的，终将在他身上讨回来。史密逊已经恨透了江毅，可忽然他冷然一笑，哼，不仅给10亿，还要多加5000万。汤姆·杰森张大了嘴巴，总台长，您这是？华夏律师不是只要10个亿吗？记得一定要跟他们签订好合同，把金额和用途写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要给江毅打10亿5000万。史密逊觉得自己想到了一条坑害江毅的妙计，等你们回国之后，我再让人把江毅违规收钱的事情公之于众。汤姆·杰森咧开嘴角，没错，就该这么办。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反告江毅敲诈、中饱私囊，还可以向华夏官方抗议，把江毅搞下台。一个贪污的主持人，凭什么主持典藏华夏这样的节目？汤姆·杰森和史密逊达成了共识，在这个大国之间极少动用热武器的时代，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较量，可以说是没有硝烟却更加险恶的战争。在他们看来，能够打垮江毅，让华夏人败在这场文化战中，可比10亿5000万要来得更值。很快，在华夏台的会议室中，一张赔偿10亿的合同被签订。江毅睁开眼睛，仔细看着这群反常的米国人。自从打完电话回来之后，汤姆·杰森的脸色一直都不太好，看起来好像真是在这心疼这些钱。但按照米国人的个性，真要心疼就不会送出来了，除非别有目的。只是江毅暂时还没想到这个目的是什么，只知道在签订完这份合同之后，这群米国人就离开了国家台，竟然不要求典藏华夏改了。这让江毅更加觉得米国人一定别有所图。江毅邀请刘教授和张三等人在食堂吃了顿大餐，并和这些教授以及政法大学的学生们面对面建了个群聊。用刘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华夏的年轻一代一定要团结，才能够众人拾柴火焰高。聚餐结束之后，刘教授临走前把江毅拉到了跟前，谆谆教诲道：江毅，我和张律师他们本只是想用10亿的由头把这些人留在米国，可从没有想过米国竟然会真的拿钱出来。但是他们居然拿了，这其中肯定有问题。米国人妄图碾我华夏之心绝不会改变，或许这场文明之争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还要激烈。从现在开始，你每走一步都要万分谨慎，钱你也不要想着分给我们，用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刘教授言辞恳切地拍了拍江毅的手背。江毅点头，看着面前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坚定道：教授放心，我一定谨记。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或张律师，我们还在一天，别的国家就休想在法律方面占你便宜。说完，刘教授嘴角含笑，跟江毅挥手告别。江毅送着这些或拿着拐杖，或已经弓着背、白了发的教授们上了校车。在搀扶他们的过程中，江毅的耳边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老教授们的声音：江毅，我们这些老一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但是华夏的精神一定要永流传。这个责任并非只在你一个人身上，但你目前抗的是最多的。在忙碌的同时，不要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江毅，一定要小心米国人，这事没那么简单，有事直接找张律师。好的，谢谢涂教授，谢谢张教授。江毅一个又一个的在车门口搀着他们上校车，随后他向着他们庄严的敬礼，以示尊敬和感谢。校车缓缓开动，江毅见到这些老教授们也都十分欣慰的向着他回礼。这些人中，不少人早已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依然活跃在讲台；不少早已不缺钱花，但依然每天坚持为学生们授课，早出晚归。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些老一辈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句话，也用自己的一生为祖国培育了更多的人才。到了老年，依然为了江毅
愿意奔波这一趟。江毅目色中的校车消失在自己的视野，眼睛舍不得有丝毫偏移。这一别，也许或是永远。当校车离开后，江毅也背过身，走进国台大厦。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依然在夜以继日地运转着。华夏每一个阶段的人们都在为了各自的生活奔波。江毅坐在自己的副导演办公室上，悠闲地享受着这片刻的安逸时光，不再去想米国人的阴谋。江毅的脑海中忽然想起了早上在先辈丰碑前有那么一群学生，穿的是一些早已破旧但很干净的鞋子，这或许是他们能够拿出的最好的一双鞋。江毅靠在办公室的工学椅上，望着天花板，心生一念。就在这时，他的手机里传来了一阵到账提示：米国人的钱这么快就到了。江毅看到这条信息，剑眉微蹙，怎么还多打了5000万？不对，这5000万不是给我后续补品费吗？只是合同里没写罢了。江毅给秦汉明老爷子打了一个电话：秦老爷子，我有一笔捐款，想要资助给一些贫困地区的乡村小学，你有合适的渠道能够帮我捐出去吗？并且每个月我都要看到这笔善款给乡村带来的实打实成果。多少？署名是什么？秦汉明问道。10亿5千万，署名。江毅顿了顿，坚定道：龙腾。第196章，龙腾九州，永耀华夏。好，就用龙腾。秦老爷子激动不已地说道：龙腾九州，永耀中华，目之所及，皆为华夏。若是华夏多一个又一个龙腾之人，何愁无法全面复兴？何愁那些身处在贫困中的孩子们无所依？秦老爷子收下了江毅的银行卡转账，并马上联系了权威慈善机构。对于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即便是华夏最牛的慈善机构，每一笔支出和投入都得专门向他报账。这也是江毅为什么选择让秦老爷子帮忙的原因。一来秦汉明本身就是高风亮节的人，而且这些钱对秦家的体量来说并不大；二来以他的身份和地位，谁敢贪他捐出去的东西？并且秦老爷子也心血来潮，把这个月儿女们给的3个亿零花钱也捐了出去。之前他也有捐款的习惯，但大多匿名。这次他把自己的署名也换成了龙腾。秦老爷子，您放心，这笔钱我们一定实打实送到每一个需要的乡村孩子和教师手中，并且我们会为您配上一个专门的经理，每月给您发出慈善月报。您要是有不满的地方，我们一定改进。接下电话的慈善机构掌权人十分恭敬地说道。秦老爷子这才满意的点头，挂断电话。忽然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白眉皱起。江毅不会误入歧途，拿了不该拿的钱吧？不行，我得问个清楚。他马上给江毅打去了电话。江毅，你哪来这10亿5千万？正在国家台里思考新人物对话时间的江毅把手机拿起，是米国人送的。江毅把国家台里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跟秦汉明说了一遍。秦汉明是何等毒辣，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端倪。你是说米国人带了自己国家台最精英的律师团队来到华夏，还没和刘教授他们正式交手就已经走了，并且他们还多给了你5000万？坐在院子里穿着唐装晒太阳的秦汉明缓缓起身。江毅，按照我对米国的了解，他们这样做才是最危险的时候。他们是一群绝不会泯灭野心的狼，狼若低头，不是被彻底打趴，就是在蓄势待发，绝对不能被表面迷惑。他们一定是想到了更好的对付你的办法。秦汉明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就知道典藏华夏要进军国际，绝非易事，不论是节目还是你，此刻都已处在国际暗流的中心。我会给你找100个可靠的保镖，时刻在你的别墅周围保护你。好的，谢谢老爷子，这100个保镖的薪水由我支付。江毅并不想拿秦家太多东西，看了看卡里的余额，虽然只剩10几亿了，但100个人的工资还是发得起的。这些我会从秦家给你的资助里扣，不用你出钱。秦汉明不等江毅多说，就挂断了电话，马上找人安排去了。江毅看着电话，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如何不知道资助的资金方面不就是秦老爷子一句话的事情？这里扣点，那里再给涨点，说到底，老爷子还是舍不得让自己吃亏。江毅觉得，要说现在有谁能喝曹 CAO 给的酒的话，秦老爷子算一个，陈导也算一个。闻着是很醉人，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喝。江毅在思考，该去买点闸蟹，还是小白鼠来尝试一下。说实话，秦老爷子年纪确实大了，不管能不能喝，江毅都有点不敢给。敬老跟送走是两回事啊。江毅摇了摇头，还是觉得买点补品比较保险。他拿起桌子上印有长城的笔记本，看向自己刚刚在思考时写下的有关新对话人物的几个关键词，并进行延伸。这几个词是教育、出身、破茧。烟城机场，汤姆·杰森带着自己的律师团站在了米国的专机外，环顾着华夏四周。若是有昨天见过他们的人仔细看的话，便不难发现，今天在这律师团中多了一个新面孔。这个人放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看起来只是一些十分平常的外国人，却在完成了合影之后，
第一时间走上专机，似乎生怕有什么意外。汤姆·杰森看着原东方人桑尼问道：“你确定要留在华夏，跟那个老女人斗？”桑尼正色道：“我们在法律方面还没正式交手，而且我绝对不允许江毅继续利用典藏华夏来指责我们这些改国籍的人。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我们只是追求自由而已。”好，那你带着你的团队留在这。”汤姆·杰森笑着说道。他觉得桑尼的想法很愚蠢，就因为看不惯华夏那个女教授，就想着在华夏跟他斗到底。不过他就喜欢看原东方人打东方人，反正他等会就带着自己的本国律师全都撤走了，这些新米人他们不在乎。我得提醒你，总台长已经查到了那几个教授的身份，坐在那老女人边上的那个戴着眼镜看起来痞痞的律师，他可是能够参与华夏法修改的。那批人中不下于5个这样的存在，那个能够坐在中间的女人，总台长都查不到她的身份。我们之所以这么快给江毅10亿5千万，陷害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华夏不再是曾经那个华夏，他们真的能让我们走不了。我们的律师团队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这点小事上面耗，跟华夏打那么久的官司，到头来也许会不用花那10亿5千万。但当这一切结束后，我们更会发现，典藏华夏趁着我们被束缚的时候，又进行了一起。汤姆·杰森可不想桑尼那么快就打败，他还想用桑尼多恶心下江毅和刘教授等人。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地面以及周围的景色，郑重道：“这片土地已经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方了。我们将会回到米国本土和华夏进行跨国对决。你们既然决定留在华夏，就一定想办法和他们斗到底。米国永远是你们的后盾。”说完，汤姆·杰森最后望了华夏的土地一眼，走上了专机。这一次他败了，他没有想到华夏竟然会这么不给米国面子，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里赔了10个亿。但想起江毅马上就会因为这笔钱沦陷到一场会身败名裂的风暴中，他的心情总归是好了一些。等我们回到米国后，你们就把江毅勒索我们5千万，并且私放间谍卖国的事情曝光出去。记住了，一定要把事情无限扩大。汤姆·杰森说完这句话后，走进了机舱。桑尼则带着一批由原东方人组成的律师团队，转身往机场外走去。江毅，这次你等着下台吧。桑尼嘴角轻蔑地撇起，我倒要看看一个污点主持人凭什么继续主持典藏华夏。第197章，谁说飞机不能拦？一辆红旗车上，来接自己爷爷的陈世杰放下电话，看着陈老说道：“爷爷，那群人已经坐上了回米的专机，需要拦吗？”陈世杰十分严肃地问道：“你不是说里面夹杂了一个间谍吗？为什么不拦？他带走那个间谍是想要陷害江毅，你看不出来吗？”陈老面无表情道：“今天要是那架专机里没有间谍，我们确实不需要拦。那些米国的垃圾和卑鄙行径，华夏人不屑学他。如今我们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是要让这些人在一个又一个层面上被我们华夏人正大光明的打败。文化方面也是如此。这种争斗不仅仅是要将他们打趴，更是要打服。”陈老的语气听起来十分平淡，却仿佛透露着不可抗拒的威严和霸气。但里面有间谍，那就全给老子留在华夏。另外，你找一些刚退役还未从业的特种兵，按照每月5万的薪资，外加7险3金，暗中保护江毅。记住了，保护不是监视。一旦江毅进入任何隐私地点之后，任何人不得再观察他，同时也要严防外人监视。好的，爷爷。陈世杰立即打电话安排。与此同时，汤姆·杰森的专机已经起飞。看着自己即将离开华夏的领土，他闻到了自由的气息。你也要解放了？汤姆·杰森看着那个十分平常的男人说道。男人笑了笑：“我爱米国，你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祖国，没人拦得住，因为这是飞机。”哈哈。汤姆·杰森十分开心地和男人干了一杯红酒。忽然，他们透过机窗看到了3艘战机急速出现。Fuck！ 你暴露了吗？汤姆·杰森心情瞬间掉到谷底。不可能的，我的身份一直很隐秘。男人的酒杯砰的一声掉落在了飞机上。你他妈害死我了！汤姆·杰森拎着这个男人就是一顿暴打。1天后，江毅正坐在别墅的书房里思考着新人物的对话细节，他思绪如飞。但客服们和典藏华夏论坛却是全都炸了。哇，典藏华夏怎么还没公布下一期的消息啊？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啊！不是吧，不是吧，1天都过去了，江神难道还在睡觉？问问江神脑子够不够用，不够的话，我给他寄8个核桃。跪求典藏华夏第7期，不然我把国家台电话打爆！哼哼。喂，你们也体谅下江神行不行？前几期都已经很高产了，你们难道想让他累死啊？论坛里、电话里都闹翻了天。接电话的客服人们又开始了日常望天花板的模式。就在这看起来十分平常的1天中，忽然一条又一条留言
开始在华夏的大众之间传播。桑尼等人在这一天里吸取了谢顶光和姜伯雅倒台被抓的教训，决定前期先不把重心放在网络上。在打电话确定汤姆·杰森已经回国之后，他们秘密雇佣了一堆什么都不懂的人，让他们拿着伪造的江毅和一个虚拟号的聊天截图，以及实打实的转账截图，在社会上初步传播。事实上，他们不知道接电话的汤姆·杰森声音不过是陈老让人提前录制的而已。他打算看一看这些人到底打算做什么。妈的，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听说江神威胁了人家米国的代表，多给自己赚了5000万。据说本来只是赔10个亿，但最后却给了江神10亿5千万。这会不会是诬陷？大众们在彼此的小群体间，在大街小巷里以吃瓜的心情开始了各种交流。呵呵，怎么可能是诬陷？那可是米国人啊，他们会那么容易给人转钱？这10亿5千万，据说不到几个小时就被打到了江毅的账上。前面10个亿据说是教授们告来的，但那5000万，我敢肯定，江毅背后一定利用了我们国家的名义，抓住了那些米国人的把柄，所以米国人才会毫不犹豫地转钱给他。据说那些米国人昨天坐专机离开了华夏，我现在严重怀疑江毅为了这5000万放了间谍。社会上和这种说法大同小异的言论一传十，十传百，开始广泛传播。呵呵，5000万比50万，江毅可真是会做事情。我看错人了，这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典藏华夏主持人。何止啊，江毅就是一个穿着人皮的禽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带起了节奏。很多时候就是如此，人强则总有人眼红。人一旦从强盗出现瑕疵，必中人拆。这些消息还没有在网上传播，但只在民间就已经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妈的，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到网上去！你傻了吧？江毅可是华夏台的主持人，你放到网上去，人家能让你好过吗？难道这个世界就没有天理了吗？不行，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个衣冠禽兽了，我必须曝光他。于是这场风暴没有经过桑尼团队的手，就被这些群众们推上了网络。这些消息和图片在网络上迅速发酵，一听到是江毅的事情，许多人都开始吃大瓜蹭热度。一些网红大 V 们也都连连发声。实锤了，家人们，江毅因为一己私利敲诈米国人5000万，放走了米国间谍。震惊！国家台的主持人竟是如此作风，而这样的人却主持了典藏华夏，他到底是想宣传什么？如果国家台纵然这样的主持人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的骨气还能挺直吗？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在此，我强烈要求典藏华夏必须换主持人，而且江毅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典藏华夏的一些铁粉们也陆续在网络上发声，认为江毅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但他们所说的话很快就被一群盲目吃瓜和有心带节奏的人给挤了下去。第198章，各方发力，典藏华夏之威。政法大学中，之前到过国家台的学生们都找到了正在办公室里的刘教授。教授，不好了，米国人多给了江毅5000万。什么？刘教授放下书站了起来，他眼神微眯，沉思了会，肃然道：诬陷，这是米国人的恶意诬陷。我说米国人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给钱？原来心机在这里。学生们都很焦急地问道：那教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现在典藏华夏的支持者在网络上的发声根本就没人看。江毅要是真把那5000万收下了，这事还真不好办了。刘教授神色凝重，马上把张教授等人叫过来，我们商量一下对策。嗨嗨！刘教授剧烈地咳嗽了几声，踉跄地往后退了几步。几个学生上来，马上扶着他。教授，可是您的身体？刘教授摆了摆手，示意这个学生们不要再说了。患有轻微哮喘的他，强忍着此时胸闷带来的痛苦，眼神坚定。这已经不再是江毅和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华夏和米国之争。可是教授，您完全可以把这些交给其他人去做的。学生们十分心疼地劝道。刘教授看着身旁已经流出泪的女孩，微笑着擦了擦她的脸颊。傻丫头，想要为你们这些后辈出头的，可不仅仅是始皇帝、洪武大帝这样的先祖，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呢。华夏国家台总台办公室，沈万荣和陈大发心急如焚。这一定是史密逊的主意，只有他有权利和能力这样干。多给江毅打5000万，让他陷入到舆论风波，利用我们华夏的群众来抵制江毅。沈万荣怒气冲冲，这是米国人给我们的反击，只要江毅收了那5000万，无论他怎么做，公众都会怀疑他。陈大发坐在沈万荣对面，手指下意识地抠着桌面，说道：现在怎么办？如果乘专机离开的人中真的有间谍的话，江毅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陈大发感觉头都要炸了。沈万荣给他看了一张相片，是汤姆·杰森等人在上飞机前的合影，这些也被网络爆了出来。他把照片摊在办公桌上，指着那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男人说道：
官方已经证实，这个人在华夏确实从事过一些特殊活动。现在不是我们信不信江毅是被诬陷的问题，而是这个人实实在在离开了华夏，江毅的卡里又确确实实被多打了5000万。陈大发面色一瘫，完了，完了！燕城别墅，胡说八道！江毅收的那些钱可是实打实捐赠给了慈善机构，他怎么可能放间谍？秦汉明看着网络上的那张照片，愤怒不已地说道：“爷爷，现在怎么办？现在的关键是那个间谍已经离开了。”秦晶晶十分着急地说道。秦汉明正色道：“爷爷会马上联合历史研究院以及慈善机构发表声明支持江毅，并爆出江毅的资金去向。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那个间谍已经离开了，就算我们证明了资金去向，也无法为江毅的行为澄清。群众们只会认为捐款是江毅畏罪而做出来的举动，只是事后良心发现，依然会针对他的。”秦汉明皱紧眉头，这是他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么棘手的问题。与此同时，江毅也已经刷到了这些消息，他的某信里有许多人发来了问候，同时也有不少人发出了质疑，或者已经将他默默删掉。江毅并不在意，塑料请滚得越远越好。他看着那张图片，瞥着汤姆·杰森那笑得无比讽刺的神情，觉得他真是傻极了，以为这样就可以套路自己。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一张可以翻盘的底牌。这个底牌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无解的。现在他打算让舆论再度发酵一回，而自己只专心筹备第7期。在这之前，他给关心他的沈万荣、陈大发、刘教授、张三、秦汉明等人发去了信息，告诉他们不用太为自己担心，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而且已经有了对策。但其他人却以为江毅这只是在安慰他们，仍然在各方准备发力，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帮江毅澄清。沈万荣、陈大发等，我们不能让江毅独自去面对这一切，华夏的中年可都还在。刘教授、张三等，要想趁着我们的后辈还年轻就去动他，米国人还不够格。秦汉明，无论如何，哪怕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也要保下江毅。于是，这些大佬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沈万荣下令将一切污蔑江毅的帖子全部封禁。刘教授等人带着政法大学的学生，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准备将那些没有实证就造谣的人全部一个不留地送进法庭。无知不是伤害他人的理由。秦汉明也开始寻找自己的人脉，试图帮江毅洗清嫌疑。各方都在为了江毅纷纷发力。5天后上午，远在米国的史密逊得知华夏的内部舆论已经全面爆发，也开始发力了。他刚跟汤姆·杰森打完电话，得知这家伙改变主意，打算留在某个小地方来就近针对华夏，也便没有产生疑心，马上让废鸟、棒子等台把典藏华夏前6期的所有疑点全都发布在国际网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典藏华夏扼杀在世界的摇篮。第199章，江毅要收网了。华夏新出节目《典藏华夏》，名为直播，为何却可以连续3天进行3期？在之后的几期，间隔时间也不长，这到底是直播还是录播？严重怀疑华夏台虚假宣传，所出现的一切不过是长时期录制下来的视频，而并非是主持人的临场发挥。华夏台如此欺瞒国际公众，意欲何为？爱读小说 App 阅读完整内容。华夏台和典藏华夏欠我们国际社会一个解释。海外舆论瞬间也被由米国主导的国家掀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台长给华夏台打来了电话，指责华夏台不应该这么欺瞒国际公众，如果不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的话，他们将取消和华夏在一些文化项目上的合作。这件事情直接惊动了刘局，但被沈万荣抗了下来。刘局，你放心，这些事情我们台有信心处理好。沈万荣强装自信地说道。总之一句话，现在你们只需要把重心放在进军国际上，江毅要是真哪有问题，他不会在别墅里好好坐着的。刘局的话无异于给沈万荣打了一颗定心丸。是啊，他们都太着急，以至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江毅要是真的卖国了，怎么会没有上级去调查他？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是一场华夏与米国的对弈。想到这里，沈万荣心情总算缓和了一些，但转念一想，国际上的那些舆论该怎么解释？这个只能问江毅了。正在别墅游泳的江毅听到电话声，从水里探出头来，游到了边上。总台长，江毅，那些针对你的舆论不用去担心，我心里有数，肯定会保全你的。沈万荣说道。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国际舆论的问题，让舆论再飞一回。江毅毫不犹豫地说道。这点在几天前跟汤姆·杰森等人谈判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本来有些国家还不知道典藏华夏，但是米国非要义务宣传，为什么不给？这也是当时刘教授和张三为什么拿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去和米国律师谈的原因。只是米国也不赖，顺手推舟反击了江毅一手。高手对弈，真是招招致命。也就是在经历了这一次斗争之后，
江毅在2楼客厅的茶几上多摆了一样东西，围棋，一盘已经下到一半的围棋。你是打算和当初压制沈杰一样，让米国来帮我们宣传典藏华夏？沈万荣眼前一亮，内心直呼牛逼，妈的，人才啊！要不是自己是总台长，我他妈直接做江毅的铁粉。江毅，你用现代的网络流行词来说，就是绝了。这几天你想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但是先不要乱跑，也不用来集团打卡了，缺什么直接跟我说。沈万荣强行保持自己在江毅面前的形象，把电话迅速挂断，忍不住在办公室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绝！我沈万荣都到退休的年纪了，还能参与到这样的龙争虎斗中，刺激啊！沈万荣马上给陈台长打了电话，陈大发，晚上我请你吃饭。你当初劝阻我退休，是你在国家台里工作多年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慌张的接下电话，懵逼的被挂断电话的陈大发一脸茫然，这是在夸他还是在骂他？当晚在餐厅的包厢里，沈万荣喝得烂醉如泥，趴在陈大发身上说道：陈大发，我跟你说，江毅不愧是我们国家台的天才。我知道，我知道。陈大发连连点头，满脸黑线。这话您老这一顿饭的功夫都说了几百遍了，这小子的才华，沈万荣我吹爆了。沈万荣拽着啤酒瓶，哗啦哗啦的又喝了好几口，不到1分钟就又干掉了一瓶。陈大发得知江毅不会被舆论压到，心底也很开心，一边被沈万荣整无奈的同时，一边也畅快的喝着酒。他的脑海中想起了自己还只是导演的时候，那个刚通过面试来自己手下报道还有些青涩的青年，又想起这个青年一步步从实习生转正，再到由青涩主持人一步步走到后来的游刃有余成为副主持，再到不久前一力主持典藏华夏，并且还把这个果子牢牢拽在了自己的手里，打败了沈杰，打垮了谢顶光、江博雅，再到如今运筹帷幄，灭掉棒子和废鸟台代表，甚至把米国都算计进去了。他也曾为了江毅以导演的身份就想要去刚江博雅，也曾因为江毅前段时间被谢顶光针对而把车停在了他楼下，只为了在他需要的时候自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如今陈大发就好像看到自己精心呵护的一个幼苗成长起来了一般，没有嫉妒，没有不满，只有欣慰和高兴。这一顿他喝的甚至比沈万荣还醉。第二天正午的太阳高悬天空，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江毅所在的别墅。正在品尝着啤酒炸鸡和开水白菜的江毅收到了陈世杰发来的信息。江毅，收网吗？江毅放下炸鸡，再次确认看了下当前网络的形势以及舆论的发酵程度，想起自己对第7期人物也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他给陈世杰回了信息，1个小时以后收网。说完，江毅关上落地窗，拉上窗帘，心念一动，时空之镜在现代时空中被开辟而出。第200章，陈老出手，江毅一出手。江毅打开手机录像功能，画面中出现了汤姆·杰森和桑尼等人和那个间谍沟通的画面。外界乃至于米国、废鸟、棒子等国都以为江毅这次肯定凉凉，但他们根本想不到，对付这些陷害之类的诡计，江毅什么都不用刻意去查，因为他只需要打开时空之镜。这也是江毅为什么从来不慌的原因。就算间谍真跑出了华夏，他也有足够的能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只不过当时的江毅也没有想到，汤姆·杰森为了陷害他，居然还真打算带走一个间谍。光给江毅一个讹诈之名还不够，还要让他背上一个卖国之罪，这便是米国的毒辣之处。所幸也正因此，原本可以安安稳稳回到米国的汤姆·杰森，被留在华夏吃清水煮白菜去了。未来面对的每一次争端，若稍有不慎，都会跌落深渊。江毅瞥了眼茶几棋盘上势均力敌的黑白两子，更加坚定了要让典藏华夏名扬世界的信念。敌人越疯狂，说明越恐惧我华夏文明。江毅抬眸，将手机对向了时空之镜，画面开始运转。只见到汤姆·杰森和桑尼在一个房间里，等来了照片上那个被认定为间谍的男人。杰西，恭喜你可以回国了，这次你就跟着我回国，到时候我们一起在本国的专机下面合影，把这照片留在华夏，去唆使华夏的那些不知名群众。汤姆·杰森、桑尼和这个男人的阴谋都被江毅录制了下来。江毅把这个视频发给了陈世杰，陈世杰被惊的直接给江毅打来视频电话。江毅心念一动，时空之镜化作了一个又一个光粒子，在空气中迅速消散。他拉开窗帘，打开落地窗，阳光铺洒在脸上，暖洋洋的。同意了视频邀请，江毅看到陈世杰满脸的惊愕：“你还有这证据？有了这视频，全世界都没人再敢拿你卖国说事。这是前几天某个黑客粉丝给我的，他在破解各类摄像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这一幕。”江毅嘴角微微扬起，很好，这样一来，
汤姆·杰森又可以加上不少罪了。但是有一点很奇怪，陈世杰眉头微挑。怎么了？江毅问道。视频中那个华夏女人并没有在返回米国的那架飞机上。陈世杰正色道：我可以确定，这个女人绝对不在。她难道也是间谍？她现在是米国人，来过国家台跟我们谈过判。江毅说道：访客名单中有她的名字，叫桑尼。既然她没有回去，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这次舆论的发起者。江毅撇撇嘴，不过这女的倒是懂得吸取教训，从来没有亲自出过手。这几天，秦汉明和刘教授等这些前辈，可是一个负责摸网线，一个负责带队告人，把不少人送进去了。但就是没有出现过桑尼这个名字。等我5分钟。陈世杰挂断电话。不多不少，还真就是5分钟。陈世杰又打来了电话，有便衣过去了，等抓到他之后，我们再彻底收网。我打算亲自去一趟，你要不要也来？陈世杰向江毅发来了邀请。江毅欣然点头，把别墅门锁好，开着红旗车按照指定地点赶去。1小时后，桑尼正在一座5星级酒店的房间里和史密逊通着电话。总台长，您放心，这次光是华夏内部的舆论都足以压垮江毅。是的，现在华夏每天都有数百万的评论是在指责江毅的，而且这次我没有亲自出手，他们根本不可能顺着网线找到我。这次我们不仅可以让江毅倒台，还可以全身而退。电话另一头，史密逊开心的连连点头，哈哈，只用了10亿5千万就压垮了江毅，华夏人真是不行了。桑尼笑着附和道：是的呢，总台长，我早就跟您说过，许多华夏人向来听风就是雨，而且喜欢放大人的黑点，像江毅这样的人，得意时固然站得高，可一旦有任何问题，就会被万人踩。果然，用原华夏人来对付华夏人，才是最正确的决定。史密逊对桑尼的态度十分满意。桑尼却是有些不悦地说道：总台长，我10年前就已经是米国人了。当然了，你可是我们米国最忠实的儿女。史密逊甩下这么一句话后，就挂断了电话。他嘴角轻蔑地撇着，想起桑尼的嘴脸，对华夏更加鄙夷。这些华夏人真是奇怪，自己国家的亲儿女不做，非要来做我们米国的枪，哈哈哈。桑尼打完电话后，眼神鄙夷，继续看向正在网上不断发酵的消息，嘴角始终轻蔑地撇着。一群无知的群众。桑尼自语一笑，一群无知的华夏人，我本以为江毅还能有机会反击，但是现在看来，都不过是我桑尼的掌中棋子。桑尼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站在酒店36层的高楼上，俯视着烟城的风景，总觉得自己好像高华夏人一等般。我很庆幸，当年我果断离开了这个国家，不然今天我就得和一群愚蠢的人共事了。桑尼拿着杯子，轻轻地吹散热气，淡抿了咖啡一口。就在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怎么了？桑尼很不喜欢在自己沉浸在思考中的时候，有人来打断他。你好，我是酒店经理，酒店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现在需要检查一下。门外传来一个男性经理的声音。桑尼一听，更加觉得华夏人不行了。呵，华夏的5星级酒店不仅管理落后，竟然连设施都这么垃圾，跟米国的管理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还是早点离开这个让我恶心的地方吧。桑尼傲慢地放下咖啡，透过猫眼看到了穿着职业装，脖子上还挂了牌子，写着姓名的酒店经理，满是不耐烦地打开门。你们酒店真的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实在不行就去向米国的酒店学习一下。桑尼刚打开门，就突然见到一个熟悉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刚还趾高气扬的他，瞬间闭上了嘴，瞪大了眼睛。好久不见！一阵让他感到恐惧的男声响起。